啊！周六晚上，我正在房间看一本鉴宝的书，突然大厅传来我女朋友柳清雅的惊呼声，把我吓了一大跳。等我冲出去，就看到柳清雅正从洗手间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她的脸颊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仿佛能滴出血来，神色间满是极致的羞涩，眼神闪烁游离，不敢与我对视。清雅，怎么了？我惊讶地问。刚才我洗澡的时候，阿强突然推门进来，我被他看光了，门锁不知怎么回事，反锁失灵了。柳清雅声音小得如同蚊蝇，满脸尽是羞涩与尴尬，恨不能寻个地缝钻进去。什么？被阿强看光了？我瞬间愣住，大脑一片空白，紧接着一股浓烈的愤怒自心底涌起，迅速蔓延至全身，我的双手不自觉握紧，指甲几乎嵌入掌心。我和阿强曾经是同事，刚毕业不久，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独自租房的开销，无奈之下，我选择和阿强合租这套2室1厅的房子。整个套房仅有一个公用洗手间，平日里我和阿强各自都有女朋友，一人一间卧室，所有费用平均分摊，日子倒也过得相安无事。没料到今日竟出了这般意外。而女朋友柳清雅是我的大学同学，在校园里她可是声名远扬的校花，颜值超高，追求者众多，恰似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彼时的我凭借着帅气的外表和独特的魅力，最终赢得了她的芳心。此刻她身着一条白色吊带短裙，因洗澡后未擦干，部分布料被水浸湿，紧紧贴在身上，将她那前凸后翘堪称完美的身材毫无保留地勾勒出来。她的一双大长腿裸露在外，白皙细腻，娇嫩欲滴，在灯光映照下仿佛散发着柔和的光泽，显得愈发迷人。而就是这么一看，我心中涌起了疑问：你被看光了？那你是什么时候穿上衣服的？这个……柳清雅越发慌乱，支支吾吾道。她进来的时候我刚好洗完，我就用衣服挡住，让她快点出去，但她说急着要解大手，不肯出去。无奈之下，我只能背对着她慌乱穿上裙子。听到这里，我气得差点要吐血了。你这是前面给她看了，后面又给她看，就不知道跑出来穿吗？这时阿强从厕所走了出来，他满脸通红，脚步虚浮，走路摇摇晃晃，似是喝醉了酒。柳清雅，张扬，对不起，真的非常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下班回来内急的厉害，没想到里面有人洗澡，更没想到门锁坏了。阿强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头低的都快贴到胸口，不敢直视我们。你就是故意的！我在心中愤怒咆哮。昨夜我偶然瞥见他独自在厕所捣鼓门锁，当时并未在意，可今日门锁竟然就出了问题。这家伙怕是早就心怀不轨，觊觎我女朋友的美貌，想趁机一饱眼福。阿强的女朋友李庆是一名空姐，她身材火爆，艳若桃李，人品和性格极好，却常年各地飞，一次都没给过她。如今她又正是血气方刚难以按捺的年纪，做出这样的龌龊事也能解释得通。然而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柳清雅被阿强看光，竟然能淡定地穿裙子，后来尖叫着跑出来，估计是阿强做了更过分的事，但他没说出来。而且更怪异的是，他除了羞涩和尴尬，竟不见丝毫愤怒。难道他对我的爱并非真心，实则喜欢阿强，期待成为阿强的女朋友？而阿强难道并非真心爱着李庆，实则暗恋着我女朋友柳清雅？清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我强压内心的复杂情绪，试探着问。柳清雅，我真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原谅我。阿强抬起头，紧张地盯着柳清雅，眼中满是爱恋与迷恋，身体微微颤抖。这个……柳清雅紧张地瞧了瞧我，又羞涩地瞥了一眼阿强那健美的身躯，最后她双手捂脸，轻声说道：既然不是故意的，就算了吧。谢谢。阿强如获大赦，转身匆匆跑回他的房间。不妙，我女朋友怕是真的喜欢阿强，所以才不与阿强计较。我的心瞬间冰冷，心情无比复杂，痛苦、难受，各种各样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搅得我内心五味杂陈。张扬，你别往心里去，好吗？柳清雅将她那性感火辣的娇躯轻轻依偎进我的怀里，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撒娇般的哀求道：我怎能不介意？你是我女朋友，被她看光，我心里憋屈，我吃醋了。估计任何正常男人遇到这种事都会心生醋意，可他不是故意的呀。柳清雅娇嗔道：难道我只能吃哑巴亏？我盯着女友，她的态度让我很不爽，或许她真的已经灵魂出轨了。为了验证心中的怀疑，我提议道：要不咱们找她打牌，今晚让她多输点。好呀好呀。柳清雅非常高兴，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于是我带着女朋友敲开了阿强的房门，提出斗地主，抵住10元，1炸翻倍，5炸封顶。行，没问题。阿强用火热的目光瞥一眼娇艳如花的柳清雅，惊喜地把我们2个请了进去。房间中一张小桌子，3人分坐3面。阿强的上手边是我女朋友，下手边是我。我佯装大大咧咧，实则暗自留意阿强的一举一动。
只见他先是用脚轻轻碰触我女朋友那白皙娇嫩的腿，柳青雅的脸瞬间变得绯红，开始下意识的躲避，可阿强的腿却步步紧逼，穷追不舍。最终，他们两人的腿紧紧贴在了一起。柳青雅狠狠地瞪了阿强几眼，又小心翼翼地瞧了瞧我，见我一无所觉，这才暗暗松了口气。看来我的猜测没错，我女朋友一点也不讨厌阿强，甚至可能很喜欢他，所以被他看光，他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如今被揩油，他也不在乎，反而心神荡漾，仅仅担心被我发现。我心中一阵难过，曾经以为女朋友对我的爱是那般真挚，没想到竟可能是伪装的。她平日里的贤惠端庄、忠贞不二，或许也只是表象，实则内心放荡风骚。我努力地平复心境，开始慢悠悠地洗牌。指尖轻捻，纸牌在手中有序翻动，发出轻微的簌簌声。阿强趁机从桌子下面伸出手，捉住柳青雅的纤纤玉手。那玉手宛如羊脂美玉，白皙而纤细，在阿强的大手中显得愈发娇弱。柳青雅先是微微一怔，随即轻轻甩动着手腕，试图挣脱阿强的掌控。他接连甩了几次，却如同陷入了一张无形的网，始终无法摆脱。最后他彻底放弃了挣扎，只是静静地任由阿强握着。但他的脸越发红晕，恰似春日里盛开的娇艳桃花，娇躯也微微颤抖起来，仿佛风中摇曳的花蕊。他这颤抖究竟是因紧张、恐惧，还是难以言喻的兴奋引发？我真的很想知道此刻柳青雅心中在想什么，可无奈我并无读心术，根本得不到答案。阿强则兴奋到了极点，呼吸急促而沉重，如同拉风箱一般。他双眼放光，细细地把玩着柳青雅的手，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当然，他们二人都心怀忐忑，眼睛的余光时刻留意着我的反应，生怕我发现他们这隐秘的小动作。我继续假装不知，洗好牌后，我又慢悠悠地开始发牌，给了他们更多的时间。这一把，我再次做了地主，而且赢得极为漂亮，一举拿下3炸。情场失意，赌场得意，诚不可欺。我强压内心复杂的情绪，再一次慢悠悠地洗牌。这一次，阿强愈发大胆，如同被欲望彻底吞噬的野兽，直接将手放到了柳青雅那白皙性感的大腿上。柳青雅身着的吊带短裙本就很短，仅仅堪堪遮住大腿的一半，因此阿强的手毫无阻碍地与柳青雅大腿的娇嫩肌肤亲密接触。刹那间，阿强仿若触电一般，浑身颤抖个不停，呼吸愈发急促，满脸涨得通红，仿佛要滴出血来。呀！柳青雅显然被阿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娇躯猛地颤抖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呼，声音清脆而突兀，仿若平静湖面投入了一颗巨石，打破了屋内原本微妙的平衡。阿强吓得脸色惨白，如惊弓之鸟般赶紧把手收了回去。我立刻装出一副关切的模样，青雅，怎么了？有蚊子咬了我一口。柳青雅多情的目光下意识地瞥向阿强，只见阿强满脸紧张，眼中满是哀求和深爱之色，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说谎。我女朋友果然对阿强有着特殊好感，所以不反感阿强一次又一次的揩油，也不揭穿阿强，这不就等于在暗示和怂恿阿强吗？看来他们迟早会勾搭上，我该怎么办？我在心中深深的叹息，苦涩与愤怒交织。我突然放下手中的牌，装出一副难受的样子，眉头紧皱，说道：不好意思，肚子有点痛，我去解个大手，你们等一会啊。我起身走了出去，顺手轻轻带了一下门，却刻意留下了一个窄窄的缝隙。我并未走远，而是悄然站在门外，透过那道缝隙，小心翼翼地偷窥着屋内的一举一动。两人笃定我没有发现他们的小动作，对我毫无怀疑，压根儿也没留意道门没关好。阿强果不其然开始了行动，第一时间就紧紧搂住了柳青雅，脸上满是炽热和深情，迫不及待地表白：青雅，你真是太漂亮太性感了，你也很贤惠和温柔，我喜欢你很长时间了。那模样仿佛他才是柳青雅的正牌男友。他身为健身教练，平日里没少和各种女性打交道，自然是泡妞的老手。从柳青雅此前的一系列反应中，他敏锐地察觉到柳青雅并不反感他的撩拨和轻薄，反而很期待，这无疑让他愈发大胆。阿强，你放开我！柳青雅用力地挣扎着，试图摆脱阿强的怀抱，可阿强的双臂如同铁箍一般，他怎么也挣脱不开。最后他放弃了挣扎，满脸羞恼地质问道：你有女朋友李沁，那么漂亮的空姐，你还不满足？还打我的主意？这个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她，我更爱你。阿强被问得有点尴尬，眼神闪躲，支支吾吾地回应道。柳青雅似乎被他的话打动了，微微嗔怪道：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是你曾经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我还是很爱他的。说实话，他一点也不比你差，颜值比你还高，我有很多优点是他远远比不上的，我想你一定明白的，也一定很期待。阿强一边吹嘘着，一边眼睛里闪烁着欲望的光芒，
紧紧地盯着柳青雅那性感娇艳的红唇，色胆包天地吻了下去。不要！柳青雅惊慌失措，眼神中满是惶恐与不安，但也有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渴望和期待。她矜持地开始躲避，躲开了2次，第3次就被阿强精准地吻了个正着。柳青雅嘤咛一声，软倒在阿强的怀里，还缓缓抬起藕臂，如同缠绕的藤蔓一般，轻轻地搂住了阿强的脖子，热情如火地回应起来。她内心里早就渴望和阿强发生超越友谊的关系吧？她是真的喜欢阿强，想要成为阿强的女朋友，还是仅仅为了寻求刺激，享受偷情带来的快乐？这些答案，心灰意冷的我已经不在乎了。他们的行为已经被我用手机录下来，旋即故意发出脚步声，随后缓缓推开了房门，两人恰似受惊的兔子，瞬间分开，正襟危坐，神色佯装镇定，仿若方才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一样。然而仔细看便能发现，柳青雅娇躯仍在微微颤抖，呼吸急促，俏脸更是红得似天边的晚霞，明艳的几乎要滴出血来。而阿强亦是满脸沉醉，兴奋之色溢于言表，身躯也在轻轻哆嗦。显然他们刚刚经历的那一幕对彼此而言都是极度欢愉且刺激的。然而他们心虚不已，皆用眼角余光紧张地瞥向我，生怕我瞧出端倪，识破他们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的心猛地一抽，仿若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紧，疼痛难忍。本满心期待柳青雅会向我倾诉委屈，可她却对此只字不提，这完全就是背叛，也是出轨。那个曾信誓旦旦说要爱我一生一世的女朋友，竟在被阿强抚摸强吻后还妄图将此事隐瞒。不打了，睡觉吧。我强压内心的复杂情绪，伸手轻轻拉起柳青雅走了出去。怎么突然就不打了？难道他察觉到我吻了他女朋友？阿强心中一惊，紧张的不行，蹑手蹑脚地跟在我们身后，如同一只伺机而动的猫，悄然来到我的房间门口。房间内，我坐在床沿，正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站在眼前略显紧张的柳青雅。她是真的漂亮又性感，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散发出醉人的芬芳。和她相恋的无数美好画面浮现脑海，曾经互相深爱，如今貌合神离。张扬，你这么看我干啥？柳青雅心慌意乱，担心东窗事发，紧张地问。刚才我去厕所，你和阿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发现你们的表情有点不对劲，或许是心中不舍，我决定给他一个忏悔的机会，若他愿意吐露一切，承认错误，那我可以原谅他。你在瞎怀疑什么呀？根本就什么也没发生。阿强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怎么可能打我的主意？今晚上洗澡的事儿就是意外，我们赢了他好几百，就别和他计较了好吗？柳青雅满脸娇嗔，但眼眸中的慌乱却怎么也掩饰不住。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暗暗长叹了一声，也彻底的对柳青雅死心了。我和她之间的感情再也没法挽回了。张扬，我想了，或许是为了不让我多想，柳青雅忽然依偎进我的怀里，满脸期待。报复你们之前，先收点利息吧，我的好女朋友。我毫不犹豫满足了她的要求。1个多小时后，我在她耳边冷声道：柳青雅，我们分手吧。满头大汗的柳青雅闻言傻了，几个呼吸都没反应过来。张扬，你在胡说什么？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回过神来之后，她不可置信地压低声音询问，仿佛担心别人听到自己被甩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野了，我不会给你机会绿我，在你将绿帽子扣我脑袋上之前，我要先把你踹了。阿强也别想好过，李沁的第一次他永远别想得到了。我已经把你们俩亲嘴的视频发给他，等他飞机落地就会看到。听到我说的话，又看到我展示出来的手机视频，柳青雅彻底傻了。她慌张的想要辩解，啪啊！我一巴掌重重扇她脸上。门外的阿强都被这声大叫吓了一跳，以为我俩还在亲热，但听着又不太像。心灰意冷的我穿上衣服，飞快地收拾好行李就往房外走，任由从京剧中回过神来的柳青雅如何认错挽留，我都没有停下脚步。门外的阿强听到柳青雅的哭声和我走来的脚步声，他赶紧踮着脚跑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装作自己一直在房间里待着。当我即将离开出租屋的时候，阿强还装作关心的走出房间，询问一句：大晚上去哪啊？你和青雅吵架了吗？如果是因为我今天不小心闯进洗手间的事，我可以再跟你郑重道歉，你别怪他。还装暖男，装给柳青雅看的吧？我冷笑着说，这盘菜老子吃饱吐痰了，腻了，留给喜欢吃剩菜的狗吧。说完便拖着行李箱潇洒离去，留下哭哭啼啼的柳青雅和脸色难看的阿强傻愣当场。刚才那句话已经把他们偷偷摸摸的那种刺激感给完全冲毁了。阿强更是从柳青雅口中得知我给李沁发视频的事，这更加让他崩溃。和李沁在一起快1年了，他连对方的初吻都没得到，竟然就被我搅黄了。现在他看柳青雅的眼神已经完全没了欲望，失去了一碗没人动过筷子的极品佳肴，换来一盘被人吃剩吐痰的剩菜。谁他妈愿意啊？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对我的恨意，以及苦恼如何向李沁解释。我走在街头，思索着自己何去何从。刚毕业的我很缺钱，身上的钱都不够1个月房租的，这或许也是柳青雅选择背叛我的原因吧。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充满背叛的出租屋，我打算带着身上的1300块钱重新开始。我的大学专业是文物鉴定，毕业后也在这一行的底层苦苦打拼。关于古玩捡漏、一夜暴富的故事，我听过不少，但这种事至今没发生在我身上。正当我想着在哪里对付一晚上，明早去古玩市场搏一搏时，手机突然响起，竟然是李沁的来电。接通电话，李沁那清脆且带着几分娇媚的声音，宛如夜莺啼鸣，从听筒中急促传来：张扬，现在你在哪里？我正在街上闲逛，寻思着找个旅店落脚。我神色黯然，话语里满是苦涩。你到我这儿来吧，我同事刚退租，搬去她男朋友那儿了，正好有间空房，你可以先将就一晚。再者，咱俩也能聊聊。我对今天发生的事儿心里还满是疑惑。李沁说道。因工作缘故，他时常满世界飞，加上对阿强还没认可，所以从未搬去与阿强同住，一直独居于自己租的房子里。好啊，我马上过去。我的脸上泛起欢喜之色。去李沁那儿借住一晚，能省下几十近百元，对于囊中羞涩的我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我能猜测到李沁会打电话问我情况，但没想到他愿意收留我一夜。毕竟以前也就见过几次面，电话号码和微信还是因为他怕因为急事找不到阿强才加上以防意外的，真没什么交情。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收到了李沁发来了定位，距离并不远，走路的话最多只要半小时。为节省开支，我没有打车，拖着行李箱快速前行。不知不觉我已走过大半路程，途经古玩城的某条街道时，眼前景象令我为之一振。灯火通明，宛如白昼，街道两旁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古玩小摊，小摊前人头攒动，顾客们饶有兴致地在众多古玩中挑挑选选，与摊主们激烈地讨价还价。此地乃中海，华国首屈一指的古玩之都。据不完全统计，全城约有 30% 的人靠古玩行当为生。不仅国内各地的古玩爱好者纷至沓来寻觅心仪之物，就连众多外国人也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时常前来选购一些中意的文物带回国去。这亦是我当初前来中海打拼的缘由。初来乍到，由于经验匮乏，我凭借对健身的热爱，先谋得了一份健身教练的工作。与此同时，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古玩行业知识，巩固自己在文物鉴宝专业所学。平日里，我也常穿梭于古玩市场，怀揣着捡漏的心思，期望能淘到真正的宝贝。可大多时候都看走了眼，买到的皆是赝品。尽管身为健身教练，我每月能有1-2万的收入，但交女朋友、购置那些赝品，让钱总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我内心极度渴望赚大钱，而古玩行业向来不乏一夜暴富的机会。于是，我毅然辞去健身教练的工作，决心全身心投入古玩行业。毕竟，只有心无旁骛，方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业余涉足终究难以大成。但没想到，今天还差点被女朋友绿了我一边走，一边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一个个小摊。行至一个摊位前，我缓缓蹲下，拿起摊子上的一个陶瓷饕餮，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端详。陶瓷饕餮入手沉重，色泽古朴，看上去颇有年头，十有八九是个古董。这一定是个漏。尽管心中激动，但我还是不动声色，漫不经心地把目光投向摊主。这玩意儿多少钱？摊主是个30多岁的男子，眼神中透着精明。见我拿起这陶瓷饕餮询问，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如同饿狼见到了猎物，马上煞有介事地吹嘘起来。这饕餮可不一般啊！它乃是秦始皇时代巴钦最为钟爱的宝物，巴钦就是靠着这饕餮摇身一变，成了当时富可敌国的顶级富豪。得了吧，要不要我给你讲讲你这言语和知识简直太贫乏了。我一听顿时满头黑线。我本就是文物鉴宝专业毕业，对巴钦自然是了如指掌。巴钦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寡妇卿，在黄奕所著的《寻秦记》中亦占据不少篇幅。她在丈夫不幸离世后，并未遵循当时女性改嫁的常规，而是凭借着过人的勇气与智慧，毅然决然地挑起家族产业的重担。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商业领域几乎被男性完全垄断的时代，她面临着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但她充分挖掘家族长期积累的丹砂开采和冶炼技术优势，不断改良工艺，大幅提升了丹砂的产量与质量，使得家族的丹砂产品在市场上声名大噪，成为众人竞相追捧的抢手货。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巴钦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其商号遍布全国各地。为确保丹砂运输安全，他精心打造了专业的物流体系，训练出一支训练有素的押运团队。据相关记载推测，巴钦积累的财富数额惊人，约合白银8亿万两，赤金580万两，妥妥地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富豪。在他掌管家族产业期间，
家中同仆达1000人之多，依附者更是超过10000人。此外，还拥有一支2000余人的私家保镖队伍，其实力与影响力可见一斑。秦始皇统一6国后，巴钦因其卓越的商业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功引起秦始皇的关注，并被召入宫。在宫廷中，他与秦始皇深入探讨治国理政之道和商业发展之策，凭借自身的见识与智慧，赢得了秦始皇的敬重，被尊称为真父。听我口若悬河，条理清晰地讲述着寡妇卿的生平和辉煌事迹，摊主惊得目瞪口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显然是没料到自己碰上了行家。末了，我又补上一句：若寡妇卿真靠着陶瓷饕餮致富，那你有这宝贝，早就成世界首富了，还在这儿摆什么摊啊？这个我没那福气，发现不了这宝物的用途。不过您对寡妇卿如此了解，想必与这宝贝有缘。10万块，您就能把它带走，绝对物超所值。摊主也是个能说会道的主，瞬间回过神来，巧妙地把话圆了回去。10块，我面无表情，冷冷地抛出2个字：最少1万，这已经是跳楼价了。摊主咬了咬牙，似乎下了很大决心。20，我不为所动，语气依旧平淡。1000，您拿走，这是最低价，真不能再少了。摊主满脸焦急，眼中透着一丝期待。50，这是我能承受的最高价，多1分都没有。我一边说着，一边做事放下陶瓷饕餮，起身离开。然而让我傻眼的是，就在我将陶瓷饕餮放回摊子的瞬间，啪的一声，他的一条腿莫名其妙的断了。嘿，你把我的宝贝饕餮弄坏了，必须得赔偿，至少1000块，1分都不能少。摊主瞬间跳了起来，犹如一只被激怒的斗鸡，凶神恶煞地瞪着我，口沫横飞，那架势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他的腿本来就是断的吧？我看着断腿，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弱弱地说道：明明刚才还是好端端的，要是断的，你还会出价买吗？摊主理直气壮，声音愈发高亢。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反驳，无奈之下，只能再次拿起陶瓷饕餮，仔细查看断裂处的切口。这一看，果然发现了端倪，我顿时怒目圆睁，怒气冲冲道：它本来就是断的，你用鸡蛋清沾上了，可只要一受热就会脱落。今天天气这么热，在瓷器修复领域，鸡蛋清堪称绝佳材料，轻轻涂抹在断裂处，让瓷器复合，待其干燥后就会极为牢固，效果远胜胶水，但就是承受不住高温。我和亲在这里摆摊很多年了，信誉人品极好，你别血口喷人，赶紧赔偿，1000块，少1分都不行。摊主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与惊讶，显然没料到我如此懂行，但仍死鸭子嘴硬，坚决不承认。反正他今儿个铁了心，要讹上一大笔钱。和亲是吧？你瞅瞅我全身上下，像是有1000块的人吗？我满心憋屈与郁闷，只觉倒霉透顶。那给你减半，500，不能再少了。和亲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心中暗自判断我就是个穷光蛋，讹不了太多，便松了松口。200，这是我全部身家了，算我倒霉。我无奈地取出钱包，打开递到摊主面前，里面确实仅有2张100元大钞。靠！穷鬼，你干嘛弄坏我的饕餮宝贝？200块，我连本金都收不回来啊！和亲满脸郁闷，却眼疾手快，一把从我的钱包里抓走那2张100元大钞。气死我了，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眼睁睁看着200大洋落入摊主之手，我的心仿佛被1000万根针扎着，疼得厉害。原本凭借我的砍价本事，50元铁定能拿下这陶瓷饕餮，可如今他断了一条腿，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我满心愤懑，用不善的目光死死盯着摊主。和亲心里有些发怵，赶忙指着陶瓷饕餮说道：这玩意儿你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可收起来了。实际上就是在催我赶紧离开，这都已经是我的东西了，我当然要带走了，免得你拿回去又用鸡蛋清沾上，继续讹人。我一边气呼呼地说着，一边一把抓起陶瓷饕餮，连同那条断腿也一并捡起。和亲看着我这架势，心里别提多郁闷了。陶瓷饕餮虽说断了条腿，但好歹也是个有年头的古董，之前他就靠这玩意儿讹了好几个人，赚了几千元。如今碰到个懂行的，竟要把这宝贝带走，于是他不死心地压低声音试探道：我出20块把它买回来，行不？你做梦呢，我砸碎也不给你。我怒不可遏，高高举起陶瓷饕餮，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摔在地上。咔嚓一声脆响，陶瓷饕餮瞬间碎成10几块。与此同时，一个金灿灿的戒指从碎片中滚落出来，在地面上滚动了几下，停在我脚边。卧槽，饕餮肚子里竟然有个戒指！我眼睛瞪得滚圆，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光芒大放。我毫不犹豫地弯腰，一把将戒指抓在手中，转身拔腿就走。什么东西？给我瞧瞧呗！和亲也瞧见了那枚戒指，
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赶忙追了上来，低声哀求道：“我的东西凭啥给你看？”我冷哼一声，将戒指迅速塞进裤兜，满脸不屑：“我出500块，你把它卖给我，行不行？”何清急切地说道，在他看来，这古董里藏着的东西必然也是价值不菲的古董。滚！我用力一把推开他，加快脚步，迅速离去。我出1000，不，5000。何清仍不死心，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大喊：“这可是寡妇亲留下来的宝贝，你5000块就想买走，想得到没？”我回头调侃了一句，身影很快消失在摊主的视线中。啊，气死我了！何清气得浑身簌簌发抖，肠子都悔青了。若当初陶瓷饕餮断腿时，自己没想着讹人，而是直接摔碎它，那这神秘戒指岂不就是自己的了？就这么白白错失了一笔可能的巨额财富，怎能不让他难受痛苦到极点？我来到僻静之地，迫不及待地掏出那枚戒指，仔细打量，样式颇为独特，戒面较宽，整体风格古朴大气，表面刻满了奇异的花纹，线条流畅却又清晰。在戒指的一侧刻着2个苍劲有力的繁体字“财戒”，整枚戒指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秘密与力量。至于材料，10有8九就是黄金的，因为沉甸甸的。这一定是个好宝贝，价值嘛，可能好几万，甚至10几万。我满脸惊喜，顺手戴在右手中指上，简直就如同给我量身定做的一样，太合适了，不大不小，太巴适了，戴着就是舒服，让我的气质都得到了不少提升。怀揣着这份意外之喜，我脚步轻快，很快便抵达了桃源山庄。这是一个尽显豪华气派的小区，环境清幽，绿树成荫。李庆的租房位于第9栋1601房。我摁响了门铃，不多时，门缓缓打开，李庆出现在门口。一袭雪白的吊带短裙将他那完美无瑕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前凸后翘，高挑颀长中又不失丰满火爆。未施粉黛，面容却精致细腻，宛如上天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尤其是那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恰似春日里的一汪清泉，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散发着勾人心魄的迷人魅力。她的肌肤白皙如雪，及腰长发柔顺飘逸，宛如绸缎般顺滑，举手投足间尽显高雅端庄之态，每一个动作都优美得如同翩翩起舞的仙子。眼前的她美得让人目眩神迷，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下凡。阿强能追到她，据说凭借的是优越的出身。李庆把我请了进去，这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倒了一杯茶，焦急地问：“阿强说是你女朋友柳清雅勾引他，柳清雅也承认了，但我还想听听你的说法。阿强，你还真有本事，居然能说服柳清雅和你一同编造谎言来欺骗李庆，妄图挽回与李庆的关系，简直是白日做梦！你竟敢勾引我的女朋友，我定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让你后悔终生！”我在心底暗自冷笑，于是我添油加醋地将今日所发生的事情向李庆说了一遍。这也太离谱了吧！李庆秀眉紧蹙，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阿强如此行径，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他的人品竟这般卑劣。怎么，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微微皱起眉头，心中有些不悦。确实，我很难相信。李庆郑重其事道：“我不能仅凭你一面之词就妄下判断，也不会轻易与阿强分手。倘若真如他所说，是柳清雅主动勾引他，以柳清雅那性感漂亮的模样，阿强一时意乱情迷，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我想我可以试着原谅他这一次。”靠！这女人怎么就这么轻信阿强和柳清雅的说辞呢？我心中一阵郁闷与憋屈，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阿强继续与李庆谈恋爱。像李庆这般倾国倾城的大美女，怎能便宜了阿强那样的渣男？于是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应对之策。突然我眼前一亮，计上心来，说道：“李庆，我知道你对我的话有所怀疑，同时也不敢轻信他们2人的说辞。这样吧，你告诉阿强，说你会尽快找我详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个清楚明白。我想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定会心急如焚，说不定会跑来收买我。如此一来，究竟是谁在说谎，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这招打草惊蛇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李庆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他看向我的目光中多了几分认可。他并未立刻打电话给阿强，而是选择静静的等待。果不其然，仅仅过了片刻，阿强的电话便打了过来。李庆开通了免提功能，阿强那带着磁性的声音从电话中清晰地传了出来，在宽敞的大厅里回道：“李庆，我真的没有说谎，你要相信我啊，不然柳清雅怎么可能承认那样的丑事呢？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好不好？我知道你明天和后天休息，咱们一起过个愉快的周末。”阿强的声音中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却又刻意夹杂着几分温柔，试图以此打动李庆。你们究竟有没有说谎？我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明天我会找张扬好好聊聊。要是你真的欺骗了我，那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我绝对不会再原谅你。李沁的语气冰冷而坚定，说完便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非常完美，我忍不住对李沁竖起了大拇指，眼中满是钦佩之色。过奖了。李沁嘴角微微上扬，冲我嫣然一笑，那笑容恰似春日里百花齐放，绚烂夺目，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我只觉心中猛地一荡，目光瞬间变得呆滞，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般。仅仅过了一小会儿，我的手机铃声便突兀地响了起来。我将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给李沁看，阿强打来的。别出声，看我如何拆穿他的真面目。李沁连连点头，他的脸上神情复杂，既有紧张又充满期待，既有担心又隐隐透着愤怒。我同样打开了免提功能。很快，阿强的声音再次在大厅中响起：张扬，你别再生气了，赶紧回来吧。我已经和柳清雅分手了，她现在归你了，随你怎么对待她，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至于我，是绝对不会再回到那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了。我语气冰冷，毫不留情地说道：今天这事儿真的只是一场误会。误会？怎么可能是误会？昨夜我就瞧见你在捣鼓门锁，后来打牌，你又在牌桌底下偷偷摸柳清雅的手和腿，你以为我没看见？我越说越气，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门锁真不是我故意弄坏的，它是自己坏掉的，我只是试着修了一下，没修好而已。但我承认，我确实被你女朋友的美貌迷惑了，当时看到她洗澡的样子，实在是难以自控，所以打牌的时候才会我向你道歉。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怎么样？阿强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急切。找地方聊聊？算了吧，我怕你杀人灭口。我毫不客气地讥讽道。你……阿强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他才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道：张扬，我愿意给你10万块，只要你在李沁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就说这一切都是柳清雅勾引我的，行不行？阿强，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还想收买张扬，你简直是白日做梦。从今往后，我们彻底完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李沁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他迅速凑到我身边，对着手机大声怒吼。刹那间，一股奇异而迷人的芳香，如同一缕轻柔的烟雾，丝丝缕缕地缠绕着我。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了一口气，那股香气瞬间沁入我的心肺，让我感到格外舒畅。当然，我的心情也格外畅快，因为我终于成功地彻底搅黄了阿强的好事。李沁，你怎么会和张扬在一起？你们居然合伙给我下套！阿强那颤抖且惊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了出来，带着一丝绝望。没错，我现在就是和张扬在一起，今晚他还会住在我这儿，你羡慕吗？李沁或许是太过愤怒，娇笑着说道。阿强，李沁简直就是艳若桃李，国色天香，可惜从今往后他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我。我更直白地说。啪！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清脆的声响，当然是阿强愤怒至极，将手机狠狠摔了个稀巴烂。我和李沁相视而笑，都感觉很畅快，但李沁也马上娇嗔着白了我一眼，以后不许你再这么说话，这会损害我的名誉。随后李沁为我安排了房间，让我暂且对付一晚。我先去洗了个澡，换上睡衣后走出来，对李沁说道：洗手间的水龙头有点漏水，你这儿有工具吗？我帮你修一修。那可太感谢你了。李沁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连忙转身找来了工具。我迅速修理好了水龙头，或许是用力过猛，我的左手磕破了一个伤口，嫣红的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我赶忙摁住伤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将工具收拾好，便匆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想让李沁知道，因为太丢脸。关上房门，我开始处理伤口，但不小心就让血流到裁戒上。顿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留在戒面上的血竟在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这戒指能吸血？我惊得目瞪口呆，眼中满是震撼与难以置信。莫非这戒指是神奇的宝物，可以滴血认主？此刻我无比渴望自己的猜测为真，那我或许就可以快速崛起，在这残酷的现实世界中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回首这一天，我仿佛置身于命运的荆棘丛中，接连遭受了2场沉重的打击。先是前女友柳清雅与阿强那不堪的勾搭，她的背叛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而后便是方才李沁对我的那番小小警告，只因我为了气死阿强，说了句李沁属于我，尽管我和李沁都明白，这不过是为了出口恶气，可这句话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在他眼中的地位，被嫌弃。我并非长相丑陋，相反，与阿强相比，我身材更为健美，面容也更为帅气，本应是受女人青睐的类型。然而我却输在了一个穷字上。虽然父亲还在，但我却形同孤儿，得不到丝毫助力。在这繁华的都市中，我既无车亦无房，更无存款，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反观阿强，
他的父亲是一位小老板，母亲则是大学教授，家境优越。他们甚至打算为阿强在中海全款购置房产。我深知，以我目前的能力，想要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快速赚到大钱，实现华丽转身，其概率之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宛如大海捞针。除非我能有惊天奇遇。而既然戒指取名为财戒，想来是有缘由的。或许它真就是那位传奇的寡妇亲发家致富的神秘宝物呢。终于，戒面上的血全部消失不见，如同从来没存在过一样。下一秒，我忽然感觉自己与这枚戒指之间莫名地建立起了一种神秘而又微妙的联系。同时，我的脑海被注入了一股奇异的信息：财戒的确是个神奇宝物，拥有2个逆天功能：一、鉴宝；二、修复损坏的文物。鉴宝究竟如何鉴宝呢？我既惊喜又疑惑，下意识地用带着财戒的中指碰触了一下屁股下的凳子。无名工厂生产的椅子，价值低。刹那间，一道清晰的信息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卧槽，这也太牛逼了吧！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接下来，我如同一个发现宝藏的孩子，兴奋地用中指在房间里随意乱点。无名工厂生产的桌子不值钱，小工厂生产的毛巾价值低，无名工厂生产的地板价值低。每点一次，相应的信息便会在脑海中精准地浮现出来。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兴冲冲地走出房间。李沁还未休息，正慵懒地窝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努力平复着内心的激动，微笑着说道：李沁，我能看看你手腕上的镯子吗？看吧，顺便帮我估个价。李沁大方地伸出了左手，露出了皓腕上那只碧绿的玉镯子。刹那间，我的目光有些呆滞了。他的这只手实在是太美了，雪白的皓腕纤细而柔美，修长笔挺，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那长长的指甲上涂着闪耀的银白色指甲油，更增添了几分精致与美丽。而那绿色的玉镯子恰到好处地环绕在他的手腕上，为他整个人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贵气。我努力定了定神，一边佯装仔细地打量着玉镯，一边悄悄地用中指去碰触。然而，由于内心的紧张与激动，竟然点歪了，点在了李沁的手腕上。姓名：李沁，年岁22，空姐，身材火爆，艳若桃李，守身如玉，冰清玉洁，价值较高，可入手。这一连串奇特的信息如同烟花般在我的脑海中绽放出来。我有些懵了，心中满是疑惑。天啊，连人都可以鉴定！而李沁身为如此美丽动人的空姐，凭借工作之便，她理应结识不少坐头等舱的大老板，应该有过多次恋爱，可她竟然还守身如玉，冰清玉洁，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敢再多想，生怕自己的失态引起李沁的怀疑。我迅速调整状态，马上将中指准确地点在玉镯子上。无名工厂于2021年制作的冰墨种芹菜绿翡翠镯子，价值一般。哈哈，真的可以鉴宝！我在心中狂喜不已，差点忍不住欢呼出声。别看这只是一只普通的翡翠镯子，但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造假手段层出不穷的时代，想要准确判断它是否为赝品，即便是拥有丰富经验的鉴宝行家，也需要仔细观察许久才能得出结论。而我如今只需轻轻碰一下，答案便瞬间在脑海中清晰呈现，这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难以置信。怎么样，看好了吗？李沁歪着头，眼中带着一丝戏谑，显然他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也难怪他会怀疑，若我真的拥有很厉害的鉴宝能力，又怎会落得如今这般穷困潦倒呢？我微微扬起嘴角，淡定道：这是冰墨种芹菜绿翡翠镯子，价值至少3万。不错嘛，竟然能正确判断。李沁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你可别小看我的鉴宝能力那可是相当强的。自从毕业后，我的经验便在飞速积累，如今我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鉴宝大师了。我自信满满的吹嘘道：有了这神奇的财戒相助，若我都不算鉴宝大师，那这世上还有谁能担此殊荣？你还真自信呀！这么说，今后你打算走鉴宝捡漏这条路了？李沁轻笑着问道。当然，我早就精心计划好了，立志要成为一名顶尖的鉴宝大师，在这繁华的中海闯出一片属于我的广阔天地。我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又补充道：而且我还掌握了一门出类拔萃、登峰造极的技术——修复文物。这可是我从一本古书孤本中偶然得到的秘传，所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你还会修复文物？李沁来了兴致，立刻去房间拿来一个珠宝盒，轻轻打开，里面躺着一块密布裂痕的翠绿玉佩。他期待地问：这块玉佩是我的传家宝，可惜摔坏了，你能修复吗？我小心翼翼地将玉佩取出，定睛一看，不禁满脸惋惜。这块玉佩种水极佳，且通体满绿，本应价值不菲，只可惜上面布满了10几条弯弯曲曲的裂痕。而几乎同时，鉴定信息浮现脑海：
冰种阳绿玉佩，名家赵一刀雕刻，已经损坏，价值较低，可修复。哈哈，可以修复，我要发大财了！我在心中疯狂地大笑，喜悦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淹没。这神奇的财戒，果然是我命运的转折点，是我通往成功与财富的钥匙。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辉煌，在这鉴宝与修复文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我强行冷静下来，沉吟道：“你这块可是冰种阳绿玉佩，价值至少100万，但现在有这么多裂痕，却不值钱了。我不敢打包票能完美无瑕的修复，但你可以让我试试。我保证，玉佩在我修复后，价值能得到较大提升，减少你的损失。由于还未试验过财戒的修复技术，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我不敢大包大揽，必须谨慎保守。那就拜托你修复一下。”李沁语气平淡，显然他并未对我修复玉佩之事抱有太大期望。在他看来，玉佩损坏的如此严重，想要修复根本不可能。那我这就去着手修复。我难掩内心的急切，紧紧攥着那块满是裂痕的玉佩，如同怀揣着稀世珍宝一般，匆匆走进房间，随即将房门轻轻掩上。此刻，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既紧张又兴奋，脑海中满是对修复过程的好奇与憧憬。就在我全神贯注地准备尝试修复时，周遭的环境竟如梦幻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熟悉的房间瞬间消失不见，我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眼前是一片不算十分宽阔的广场，广场之上一栋造型精致的小楼拔地而起。小楼共有3层，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门楣之上高悬着一块牌匾，上书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万宝楼。我怀揣着满心的好奇，缓缓踏入楼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堂。只见大堂靠墙的一圈，整齐地摆放着许多空空如也的柜台。这些柜台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有点像玻璃，但似乎又不是，反正非常的晶莹剔透，在大堂的灯光映照下，闪烁着清冷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对宝物的渴望。穿过大堂就是众多仓库，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房间，专门用来存放那些重量大、体积大的宝物的，比如木器乃至珍稀的家具，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容身之所。随后，我又怀着探索的心情登上了2楼与3楼。这2层楼的布置相较于1楼更为精致典雅，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心独运。这里空间宽敞，足以放置那些体积不大、重量很轻的宝物，比如古老的钱币、书画，亦或是精美的玉器，乃至珍稀的书本古籍，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容身之所。然而，遗憾的是，这里与1楼一样，皆是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宝物的踪影，显得格外空旷与寂静。而修复文物的过程远比我想象中要简单许多，只需将损坏的文物放置在万宝楼内相对应的区域，便能开启修复进程，甚至不需要我亲自进来，只要心念一动，就可以把宝物收进财界中万宝楼对应的地方。当然，普通的物品也可以收进来，但没资格进入万宝楼，只能堆积在广场上。所以，我真的是得到了一个超级神奇的宝物，它到底有什么神秘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人留下来的？真是寡妇亲吗？我摇摇头，不再多想，将手中那块损坏的玉佩小心翼翼地放置在了玉器区域的柜台内。刚放进去，玉佩便亮起了淡淡的绿色光芒，显然修复开始了。我在这神秘的财界世界中又四处转悠了一圈，逐渐察觉到这里的环境颇为特殊。对于人体而言，待在这里会感到些许不适，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然而，对于宝物来说，这里却宛如天堂一般，因为在这里，宝物能够得到悉心的滋养与修复，只会变得越来越完美，焕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赶忙在心中默念：我要出去。眼前白光一闪，我便已重新出现在了房间之中，而那枚神奇的财戒依旧稳稳地戴在我的右手中指上，仿佛从未离开过。看来我时来运转，真的要发达了。一回到现实世界，我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此刻的我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在财富与成功之路上大步迈进的身影。等我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顿时就有点不习惯了。以前每个夜晚对于我而言都是非常旖旎和香艳的，因为有柳清雅陪伴，她艳丽性感，风骚妩媚，我每天晚上都要和她互动1-2次，过程当然是非常幸福美好的。但现在我已经踹了她，我没有女朋友了。其实我离开之后，柳清雅对我发送了微信消息：张扬，对不起，我错了，我们另外租个房，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一句话都没说，直接就拉黑了她。我真的没办法原谅她，所以现在的我真是单身狗，形单影孤，有点难受。若李沁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就好了，那我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幸福。
因为她比柳青雅更加性感美丽，简直就是国色天香，碧花羞月，还冰清玉洁。有没有这个可能？我期待着，憧憬着，慢慢的睡着了。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轻柔地洒在我的脸上。我从睡梦中缓缓苏醒，嘴角依旧挂着一抹幸福的笑意，因为昨夜做了一个春梦，梦中的美女非常漂亮。难道预示着今天有好事？起床洗漱完毕后，就在我准备迎接新一天的生活时，脑海中突然浮现一道清晰的信息：修复完毕。这么快就修复好了？不知道修复后的效果如何？我既惊喜又忐忑，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我在心中默念：出来。话音刚落，那块玉佩便凭空出现在了我的手心中，表面的裂痕竟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浑然一体，散发着温润而迷人的光泽，美得令人窒息。我急忙将玉佩翻转过来，仔细查看反面，只见反面同样光滑平整，没有一丝裂痕，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整体。我的天啊，这修复效果也太惊人了吧！我心中震撼不已，脸上满是狂喜之色。在这一瞬间，我的心中竟涌起了一丝贪念。若将这块玉佩据为己有，我便能瞬间拥有100多万的财富，足以改变我目前窘迫的生活。然而，这丝贪念仅仅在我心中停留了片刻，便被我果断地打消了。自己如今拥有了这神奇的财界，未来赚钱的机会数不胜数，又何必为了这一时的利益做出败坏人品的事情呢？于是，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快步走到李沁的房门前，抬手轻轻敲响了房门。张扬，若你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门缓缓打开，李沁睡眼惺忪地出现在门口，脸上还带着浓浓的起床气。他显然还没睡够，此刻正气鼓鼓地看着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善。我努力了整整一夜，终于把玉佩修复好了。你想不想看看？我故意卖了个关子，将玉佩紧紧藏在身后，脸上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也不算说谎，只是不是我本人，而是财界努力修复了一夜。什么？你竟一夜没睡，就为了给我修复玉佩？李沁原本对玉佩修复的效果并未抱有太多期待，因而并不想看，但被我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脸上写满惊讶和感动。我的身体素质好着呢，熬上一夜不过是小事一桩。我笑着回应，顺势做了一个健美的动作，挺拔的身姿，结实的肌肉线条展露无遗，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自信与帅气。那等会儿你可得好好补一觉，下午再去找合适的租房吧。李沁的声音轻柔如春风，带着丝丝缕缕的关切。看来他还是只打算让我借住一晚啊。不过，既然我已经踏入了这扇门，可就没打算轻易离开了。我在心底暗自嘀咕，目光不自觉地落在李沁那婀娜的身姿上。如此一位漂亮性感的空姐，恰似花园中最漂亮的牡丹，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我若就此错过，岂不是辜负了上天赐予我的这场奇遇？这些稍后再说，现在请你睁大双眼，好好瞧瞧你的玉佩。我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将手从身后挪到身前，恰好停在李沁的眼前。不过我的手掌依旧紧紧地握着。张扬，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让我看看。李沁轻嗔一声，那声音娇柔婉转，宛如黄莺出谷。他那纤细白皙的纤纤玉手缓缓抬起，如同春日里随风摇曳的柳枝，轻轻捉住了我的手，试图一点点掰开我的手指。他的指尖轻轻触碰着我的肌肤，那细腻的触感宛如羽毛轻拂，带给我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与刺激，让我只觉周身舒畅，仿佛每一个毛孔都在欢呼雀跃。在他的轻柔动作下，我也缓缓松开了紧握的手。刹那间，玉佩毫无保留地展露在李沁的面前。这怎么可能？李沁那宛如桃花般娇艳的双眸瞬间瞪得滚圆，眼神中满是震撼与难以置信。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形成一个完美的 O 型，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一时语塞。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玉佩，动作轻柔的，仿佛手中捧着的是世间最珍贵、最易碎的宝物。他将玉佩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原本布满裂痕的玉佩，此刻竟光滑如初，没有一丝瑕疵，浑然一体。这块冰种杨绿翡翠，仿佛重获新生一般，彻底恢复了昔日的绝美风姿。在室内柔和灯光的照耀下，它闪烁着瑰丽迷人的光芒，那浓郁而纯正的绿色，如同春日里最鲜嫩的树叶，又似清澈湖水中最迷人的涟漪，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足以让任何人为之倾心。许久，李沁终于缓缓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向我，眼中仍带着一丝迟疑，轻声问道：裂痕是不是用颜料填充了？其实裂痕还在，对不对？用放大镜的话，应该还是能看到的吧。所以这块玉佩依旧卖不出高价，是吗？我不慌不忙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放大镜，轻轻塞进他的手中，微笑着说道：你再仔细瞧瞧。于是李沁将放大镜贴近玉佩，眼睛紧紧盯着镜片，仔仔细细地观察着每一处细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整个房间里安静的只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然而，无论他如何仔细查看，始终未能发现任何颜料填充的痕迹。此刻呈现在他眼前的，似乎真的就是一块从未遭受过损坏、浑然天成的完美玉佩，与他记忆中那块未曾损坏的玉佩一模一样。这玉佩已经彻底恢复完美了，价值也回到了从前。也就是说，现在他至少能卖100万。美女，恭喜你发财了！我也及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真的？李沁的眼中依旧闪烁着一丝不确定，似乎仍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当然是真的，等会儿你大可以去珠宝店咨询一番，要是愿意，甚至能直接以高价将其卖掉。我重重的点了点头，眼神中透着坚定与自信。张扬，太感谢你了！李沁又惊又喜，内心的喜悦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再也难以抑制。他猛地扑进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盛开的繁花，娇俏动人。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哇塞，昨夜的春梦果真是有缘由的。我在心中暗暗惊叹，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想到阿强与他恋爱长达半年之久，却连他的手都未曾牵过，更别提拥抱亲吻了。而我仅仅用了1夜的时间，便让他主动投怀送抱，这般巨大的反差，怎能不让我心潮澎湃？我毫不犹豫地缓缓抬起双手，动作轻柔的如同生怕惊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轻轻搂住他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而后又稍稍用力，让他的身体与我轻轻贴合在一起。刹那间，一股柔软而美妙的触感从贴合处传来，仿佛触电一般，让我深深沉醉其中。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郁芳香，如同醇厚的美酒，瞬间将我迷得晕头转向。我的心跳陡然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停止了转动，只剩下怀中这个让我心动不已的家人。张扬，你别趁机占我便宜，快放开我！李沁满脸娇羞，宛如熟透的苹果，红得醉人。他轻轻推搡着我的胸膛，那动作看似用力，实则绵软无力，仿佛只是在象征性的抗议。然而，我又怎舍得就此放开他？我的目光如同被磁石吸引一般，牢牢地定格在他那如花似玉的俏脸上，那细腻的肌肤，精致的五官，无一不让我心动。而后，我的目光又缓缓下移，落在他那娇艳欲滴，如同桃花出绽的唇瓣上，那里仿佛有着一种无形的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恨不得立刻深深地吻下去。不要，我还没洗漱呢。李沁的声音愈发娇羞，宛如蚊蝇般细微。话音未落，他用力推开我，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匆匆跑进了洗手间。离开时，他还顺手拿走了放大镜和玉佩，想必是打算在洗手间里不受干扰的再次仔细观察一番。难道洗漱了就可以？我瞬间愣在原地，脑海中一片空白，随即一抹惊喜迅速爬上脸庞。天啊，李沁对我的态度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般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满心期待，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美好画卷正缓缓在我面前展开。过了至少半个小时，李沁才从洗手间走出来。他迈出的那一刻，宛如一朵在晨露中绽放的娇花，艳丽的红晕如晚霞般晕染在他的脸颊，眼眸里跳动着兴奋与激动的光芒，恰似两汪被春风拂动的清泉，波光潋滟。他手中的玉佩泛着湿润的光泽，显然是经过水洗，甚至可能被浸泡过，这是他不动声色的验证方式。而玉佩在水流的冲刷下，依旧浑然天成，翠绿的色泽愈发鲜艳欲滴，仿佛将整个春天的生机都凝聚其中，温润可爱的令人移不开眼。我拖着行李箱，故意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佯装无奈地说道：我这就告辞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便宜的房子。说着便作势要踏出大门。啊，你这就要走？我不是说过让你下午再走吗？李沁愕然。我继续装作为难的样子，语气里带着担忧。下午我担心时间不够，租不到房子了。那就明天再走吧，今晚再住一晚上。李沁毫不犹豫地挽留道，眼神真挚而诚恳。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心中暗自窃喜，面上却不动声色，反而露出一副迟疑的神情。是不是太过打扰你，我有点不好意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帮我修水龙头，又帮我修了玉佩。李沁说着，已然快步上前，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行李箱，拖进了我住的那个房间。嘿嘿嘿，就喜欢这样的大美女留我，这感觉真不错。我强忍住内心的得意，面上却只是浅浅一笑。你快去睡吧，下午你陪我去卖玉佩，好不好？李沁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声音轻柔的如同春日的微风。虽然经过检查，玉佩看似完美无缺，但他的心底始终藏着一丝不安，生怕过些时日，那些裂痕又会悄然出现。所以他急切的想要将玉佩出手，至于能卖出怎样的价格，他的心里实在没底。这也是他此刻虽有期待，却仍保持着几分淡定的缘由。
我太明白他的心思了，当即说道：“李沁，我现在就陪你去卖玉佩，我真的不困。”也行，等下你早点回来休息。李沁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他匆匆回房换了一身衣服，片刻后，我们便一同下楼。我们先找了个地方吃了早餐，就上了前往古玩城的公交车。李沁身姿曼妙，容貌艳丽，性感漂亮的模样让车上的男人们纷纷投来炽热的目光，不少人甚至开始往他身边挤，意图占些小便宜。我下意识地将他护在角落里，双臂如雨一般环住他，为他筑起一道小小的屏障。他几乎依偎在我的怀里，娇俏的脸庞瞬间染上一层嫣红，美目水汪汪的，宛如一泓清泉，清澈而动人。我微微俯身，在他耳边小声问道：“那玉佩是哪来的？”李沁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是我奶奶传给我的，当时就已经摔过一次了，已经有了一些裂痕。后来到我的手里之后，又摔过一次，裂痕就更多了，传家宝基本上废了。我去古玩店问过，是一文不值。”听了他的话，我再次凑近他耳边，用开玩笑的口吻道：“若玉佩卖了100万，做我女朋友好不好？若卖不到呢，你就不想追我吗？”李沁娇嗔着反问，眉眼间尽是俏皮，声音轻柔的仿佛带着一丝嗔怪的笑意。我忍不住笑了，他的聪慧与灵动让我越发心动。若卖不到，我没资格做你男朋友，追也没用啊，你看不上我的。那可不一定，你这么帅，人品还这么好，财富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李沁的脸愈发红了，或许是因为车厢内太过拥挤，不经意间与我发生的亲密碰撞让他有些慌乱，又或许是这暧昧的氛围让他的心跳也加快了几分。那我从现在开始就追求你了哦，我笑着说道，心中满是欢喜。我知道昨夜和今早我的表现已然赢得了他的好感，我很难追的，今天早上是特殊情况。那不算的。李沁急忙说道，像是在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又像是在给我提前打个预防针。但他的性格直爽又好相处，着实让我喜欢不已。公交车缓缓停下，我们下了车。不远处一家花店映入眼帘，我快步走过去，精心挑选了一朵娇艳欲滴的红玫瑰，转身递给李沁。现在我很穷，先送一支玫瑰，略表心意。李沁接过玫瑰，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宛如春日里最绚丽的花朵。谢谢。他的声音温柔而甜蜜，手中的玫瑰与他的笑颜相互映衬，那一刻的美好仿佛时间都为之驻足。我知道这一支玫瑰恰到好处，若是送一束，反而会因我们尚浅的感情基础而显得突兀。很快我们就出现在古玩城，走进了一家名叫翡翠阁的古玩店。这家店对于玉器情有独钟，一般出价比较高。李沁满脸紧张，又格外期待。我也稍稍有点担心，修复后的玉佩能通过专家的检测吗？推开翡翠阁的雕花木门，一股沉郁的檀香气裹挟着若有似无的藏红花气息扑面而来。整座店铺呈回字形布局，中央以镂空的紫檀木屏风分隔出会客区与展示区，地面铺就的是深褐色的老传木地砖，历经岁月打磨后泛着温润的光泽。展示区四周环立着12组嵌铜边的玻璃展柜，顶部安装着可调节色温的射灯，暖黄的光线倾泻而下，将冰种翡翠的莹润和田玉的脂白、南红玛瑙的艳丽衬托得淋漓尽致。帅哥美女，你们想买什么珠宝？旗袍美女导购莲步轻移，香风携着淡雅的晚香玉气息扑面而来，眉眼弯弯似月牙，唇角梨涡若隐若现，发间珍珠步摇随着动作轻晃，映得整个人恍若从旧时光里走来的画中人。我要卖这一块玉佩。李沁紧攥着玉佩的指尖微微发白，指节泛出淡淡的青意。在头顶璀璨水晶灯的映照下，玉佩宛如一泓被凝固的幽潭，澄澈的绿意中浮动着点点荧光，恰似夏夜银河坠入玉髓。那抹阳绿鲜活明艳，仿佛将春日枝头最娇嫩的新芽凝于方寸之间，质地温润如杨枝初凝，流转的银光似月华轻洒，在她掌心盈盈生辉。好漂亮的玉佩！旗袍女子朱唇微张，檀口轻喝，凤目圆睁，眼尾的丹扣与玉佩的碧色相映成趣。她马上热情地把我们请进鉴宝室。室内陈设雅致，紫檀木箔骨架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青铜鼎仪与官窑瓷瓶，墙上挂着水墨山水，袅袅沉香自墙角的镂空香炉中升腾而起，萦绕在金丝楠木茶案之上。旗袍女子素手轻扬，将青瓷茶盏推至我们面前，沸水注入时，碧螺春在盏中舒展，氤氲茶香与沉香交织，令人心神一荡。不多时，一位身着藏青长衫的中年人缓步而入，他鬓角微白，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透着洞彻世事的睿智，腕间一串沉香木手串随着步伐轻响，周身萦绕着墨香与书卷气。两位好，我叫罗征，听闻二位有意出手高质量玉佩。他声线沉稳，如鼓似沉中，抚一落座，目光便如鹰隼般锁定在李沁手中的玉佩上。正是。我自李沁手中接过玉佩，指尖触到他微凉的掌心，顺势轻轻一握，才将玉佩轻轻地放在桌面上。这是我女朋友家的传家宝，我俩婚期将近，
打算换些银钱购置婚房，还望您仔细长长眼。坏死了，谁要和你结婚？李沁双颊瞬间染上胭脂色，如3月桃花出绽，眉眼寒嗔地剜了我一眼，那眸光流转间，眼波盈盈，睫毛轻颤，恰似春日湖面上泛起的涟漪，美得惊心动魄。罗铮笑着拱手，小伙子好福气，这般如花美眷在侧。我瞧这身段气质，莫不是模特或是空姐。寒暄间，他拿起玉佩，先是银光细观，薄唇微抿，神色凝重，随后移步至珠宝鉴定台前，依次启用放大镜、光谱分析仪等精密仪器。冷白的灯光下，他时而皱眉，时而颔首，镜片后的目光在玉佩上反复逡巡，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惊扰了这块美玉。李沁的指甲深深掐进我的掌心，掌心沁出的冷汗浸湿了我的袖口。他的身子微微前倾，目不转睛地盯着罗铮的一举一动，睫毛在眼下投出细碎的阴影，胸脯随着呼吸急促起伏，连耳垂都紧张地泛起了嫣红。不知过了多久，罗铮终于落座，手中玉佩在暖黄的灯光下流转着迷人的光晕。这是块有些年头的冰种洋绿翡翠玉佩，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淡然，只可惜雕工平平，60万已是顶价。李沁身子猛地一颤，眼底迸发出惊喜的光芒，下意识就要开口应下。毕竟本来有裂痕的时候已经一文不值了，现在能值60万，哪里还能不兴奋和激动？只想赶紧卖掉。别急啊，我暗运巧劲，狠狠掐了下他的虎口，对上他懵懂的眼神，微微摇了摇头，随即冷笑着直视罗铮。罗先生怕是看走了眼，这玉佩乃晚清名家赵一刀的手笔，您瞧这莲花瓣上的阴刻线，细若游丝却刚劲有力，凤凰尾羽的浮雕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如此鬼斧神工，您竟视而不见。罗铮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年轻人鉴定玉器靠的是真本事，不是信口开河。赵一刀的作品向来有独特的镂空技法，这玉佩背面并无明显镂空痕迹，仅凭表面雕工，如何能断定是他的手笔？他将玉佩翻转，对着灯光，再者，这色泽虽属冰种洋绿，但论纯净度，尚达不到顶级水准。李沁紧张地攥着我的衣角，身体微微前倾，想要开口辩解，却被我用眼神示意噤声。我站起身，指着他手中玉佩的莲花瓣的纹路，罗先生，赵一刀早年的作品的确以镂空见长，但他中年后受宫廷造办处影响，开创了引刻技法，表面看似普通，实则暗藏玄机。您仔细看这莲花的脉络，每一道线条的收尾处都有一个极细小的回钩，这正是引刻的标志。罗铮脸色一沉，空口无凭。就算有这所谓的标志，也不能证明这就是赵一刀的真品。如今仿冒之风盛行，相似雕工的赝品数不胜数。说着，把玉佩轻轻地放在桌面上，用轻蔑傲然的眼神看着我们，显然是一分钱也不愿意加了。既然罗先生不信，那我们也不强求。我有点不爽了，这什么鉴定大师，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亦或就是名不副实，不算鉴定高手，认不出这是赵一刀的作品，就拿起玉佩准备离去，不过是白费了我们一番信任，还以为翡翠阁是个识货的地方。慢着，罗铮伸手拦住，想要证明真假也不是不行，但若不是赵一刀的作品，二位得给个说法。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语气中带着威胁的意味。当然，若不是真品，我们分文不取，还向罗先生赔罪。我毫不退缩的回应。双方僵持不下，争论声越来越大。突然，2楼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位身着黑色唐装、气度不凡的老者缓缓走下楼梯，身后跟着神色紧张的旗袍女子。发生何事？如此喧闹？老者声音沉稳，却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势。他名叫乔山水，年过花甲，是这家店的老板。罗铮立刻迎上去，恭敬地说：“老板，这2位客人带来一块玉佩，坚称是晚清赵一刀的作品，我认为是赝品，他们却不服。”老者微微颔首，目光落在我手中的玉佩上，让我看看。我将玉佩放到桌面上，老者拿起，先是放在手中掂量了一下，又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仔仔细细地观察每一处细节。枯槁的手指抚过莲花纹路时，突然一顿，在花瓣尖端的隐秘处，一道极细的一刀落款正泛着幽光。整个鉴宝室安静的能听见呼吸声。李沁紧紧抓着我的手，掌心全是汗水。许久，老者终于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不错，的确是赵一刀的真品。此等引刻技法，若非对他的作品有深入研究，极难辨别。罗铮，你这次看走眼了。罗铮满脸震惊，这怎么可能？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赵一刀晚年的引刻作品，连我也是在一本古籍中偶然见过记载。这玉佩的雕工、质地，再加上这隐秘的落款，无一不符。罗山水说完，转头看向我：“年轻人，你眼光独到，开个价吧。”150万。我毫不犹豫道。老者摩挲着玉佩，翡翠的碧色印得他眼底泛起微光。
老夫虽爱这物件，但做生意也要讲究个公道，90万，这是我能给出的诚意价。罗征脸色骤变，张嘴欲言，又被老者抬手制止。李沁的手指在我掌心轻轻掐了一下，我感受到他的紧张与期待，显然他很满意这个价格了。老先生，苏富比上个月刚拍出一块同等级别的冰种杨绿玉佩，成交价是130万。我指着玉佩上流转的银光，况且这还是赵一刀的真迹，雕工独一无二，少于120万，我们实难割爱。老者闻言抚须大笑，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苏富比的成交价掺着多少水分，你我心里都清楚。他从袖中取出一方丝帕，小心翼翼地擦拭玉佩表面，不过这引刻技法确实难得一见，105万，这是我最后的底线。老先生，您看这玉佩的银光，在暗处能映出满是绿意，这般品相错过可就难寻了。我继续游说。李沁也鼓起勇气补充道，这是我家传了5代的宝贝，若非急需用钱。他声音微微发颤，眼眶泛红，倒真像是忍痛割爱。老者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来回扫视，沉默片刻后，终于伸出一根手指，110万，成交便罢，不成我也不强求。成交，我也不再啰嗦了，高声答应。李沁满脸喜色，手在轻颤，仿佛不敢相信这一切已然成真。对于他而言，这玉佩本就已经损坏了，密布裂痕一文不值，但被我修复之后前来出售，2个鉴宝大师竟然都看不出任何问题。他被我神奇的修复能力震惊了，后又见到我那出类拔萃的鉴定能力，竟然看出玉佩是赵一刀的作品，让玉佩卖出了110万元的高价。即便是玉佩没损坏，若他自己来卖，也绝对卖不出这样的高价，可能80万就顶天了。这一刻，他望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那目光中有对我化腐朽为神奇修复技艺的深深钦佩，像是在仰望一位无所不能的魔法师；有对我精准鉴定能力的惊叹，仿佛我是能看透万物本质的智者；更藏着一丝若有似无的朦胧情意，如同春日里悄然绽放的花蕾，带着期待与欣赏。在他眼中，我已然成为了一个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存在。很快，交易完成。当手机提示110万到账的短信响起，李沁盯着屏幕，指尖反复摩擦着手机，嘴角高高扬起，绽放出比春日最灿烂的花朵还要耀眼的笑容。踏出翡翠阁的大门，剩下的阳光如同金色的瀑布般倾泻而下，将整个街道都染成了温暖的色调。李沁缓缓转身看向我，眼中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张扬，你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若不是你，我那玉佩1分钱也卖不到。对了，修复费用是多少？干脆我们1人1半怎么样？你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若昨夜不是你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又怎会路过文玩一条街，又怎会获得神奇的财戒，从而改变命运？我在心中嘀咕，嘴里却笑着说，修复费用就不用了，毕竟修复钱我也没说明。那怎么行啊？我占太大便宜了吧？其实你已经付过报酬了。我哪里付过报酬了？李沁眨着那双清澈的杏眼，满脸的困惑，模样可爱极了。我轻轻握住他柔软的手，目光深情而炽热，直直地望进他的眼眸。在车上，你不是答应我，玉佩卖出100万以上就做我女朋友吗？李沁的脸颊瞬间染上了一抹娇艳的红晕，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他娇嗔道，我没答应你啊，不过你可以追求我，只是我可不好追，你得加把劲。我当然知道他基本上已经答应，心中欢喜，牵起他的手走进熙熙攘攘的古玩街。李沁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见挣脱不开，便含羞带怯地依在我身旁。一路上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时而好奇地打量街边摊位上的古玩，时而兴致勃勃地与我分享他曾经听过的古玩趣事，眉眼间尽是欢喜。今天我一定要捡个大漏。和他闲聊之余，我又认真道，这里可是古玩之都中海，人人对古玩都有几分了解，想要在众多行家眼皮底下捡漏，谈何容易啊？李沁白了我一眼，语气中带着一丝怀疑。我看着他那双水汪汪仿佛盛着星辰的桃花眼，意味深长道，要是我真捡漏了，晚上你就给我一个惊喜好不好？好，但要是你没捡到呢？李沁俏皮的挑眉反驳，那晚上我就给你一个惊喜。我笑着回应。闲逛了好一会，我们来到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摊前，褪色的蓝布随意地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锈迹斑斑的铜钱杂乱无章地散落着，表面的铜绿记录着时光的痕迹，几枚银元宝静静地躺在那里，真假难辨。还有一个看似普通的茶壶，表面的釉色暗淡无光，仿佛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在摊位的最角落处放着一个不起眼的木盒，宛如被遗忘的时光碎片。我缓缓蹲下身，指尖如同灵动的舞者，依次碰触摊位上的物件。2024年仿造的天卷通宝无价值，2000年仿制的袁大头无价值，2022年景德镇生产的茶壶非古董无价值。最后我拿起了看上去很像古董的木盒。
它的边角磨损严重，岁月的侵蚀让它原本的棱角变得圆滑，厚厚的灰尘遮盖了原本的木纹，仿佛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河面雕刻的缠枝纹早已模糊不清，只能隐约看出一些线条的轮廓，几道裂痕横亘其上，如同历经战火的伤疤，看上去就是个被岁月遗忘的破旧玩意儿。可在日光的照耀下，它却隐隐透着一丝特殊的气息，有一定可能是个漏。但我根本不信自己的眼力，所以马上就用钟指点了上去。清末明初的红木盒，虽外观破旧，却是用上好红木制成，木质坚硬且纹理细腻，其制作工艺精湛，榫卯结构严丝合缝，内部还设计了巧妙的暗格，颇具收藏价值。与此同时，一股淡淡的清凉气体从木盒中溢出，如同山间的清泉般顺着指尖钻进财界，让界内空间顿时灵动几分。财界也适时反馈信息解释，古玩中一般都存储着灵气，财界吸收灵气可以用来鉴宝和修复文物。显然李沁的玉佩没有灵气，是因为破损的缘故，完整的古玩才是灵气的载体。至于李沁那个玉镯子，当时我没发现财界吸取灵气，可能品质太差，又没有年头，所以没存储灵气，亦或存储的灵气极少，财界吸收时我没发现。原来财界鉴宝和修复文物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我若有所思，不动声色地抚摸着木盒表面，感受着红木细腻的质感，那触感仿佛是在触摸一段尘封的历史。随后我装作不经意地问摊主：老板，这个破木盒怎么卖啊？摊主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脸上堆满了憨厚的笑容，可眼眸中却藏着狡黠的光芒，如同深潭中岸藏的鱿鱼。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木盒有几百年历史了，打清代宫廷里流出来的，至少5万，少1分都不卖。那语气斩钉截铁，仿佛这木盒真的是价值不菲的宝物。10元，我淡淡的压价。小伙子，你女朋友这么漂亮，你咋这么小气？10元也说得出口。摊主佯装郁闷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生动极了，仿佛我真的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那我加5元，15元卖吗？我做事要走，脚步微微向后挪动，眼神却紧紧盯着摊主的反应。1000元，拿走。摊主咬了咬牙，仿佛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最多20元。我与摊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终我以100元的价格买下了木盒。嘿嘿嘿，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竟然卖了100元，爽！目送我和李沁离去，摊主得意的嘀咕。李沁也疑惑地偏着头问：买这破盒子干嘛？我看他一文不值，扔垃圾堆都没人要，等下你就知道了。我神秘一笑，美滋滋地牵着李沁的纤纤玉手继续逛小摊。然后我看到了昨晚用陶瓷饕餮讹我，从而让我得到财界的和亲正在摆摊，就憋着笑走了过去，仔细地打量他摊子上的东西。和昨晚差不多，只是陶瓷饕餮的位置被一个破碗取代。破碗一看就是很有年头的东西，只是有好几条裂痕，一看就是用鸡蛋清粘起来的。卧槽，这家伙又找了个破烂古董讹人。我满脸古怪表情，帅哥美女想买点啥？何清并没认出我。昨夜灯光比较昏暗，那时的我又一副倒霉的样子，还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但现在我穿着得体的衣着，还带着个顶级空姐，手牵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随便看看。我蹲下身来，伸出手指探进破碗之中，小心翼翼地点了一下，不敢拿起来，怕突然破碎，然后就要被讹了。清道光五彩龙凤纹碗，已损坏，无缺损，可修复。卧槽，发财了！我心中狂喜。我当然知道五彩龙凤纹碗创烧于康熙朝，作为官窑瓷器中的典型器，其烧造一直延续至清末，为清代御窑厂生产的宫廷用瓷。在道光29年大运瓷器名数表列举的近50种元器中，其造价高于其他30多种的价格，属于当时较贵重的品种。我瞪大眼睛仔细端详，碗广口，深壶腹，平底圈足，全器照施透明白釉，口沿外壁绘一周结带八宝，腹壁绘2组龙凤系珠纹，空隙处填以火珠及缠枝花卉，碗心绘红彩丽龙系珠纹，衬以火焰，构图繁密，色彩热烈缤纷，造型端庄典雅，纤巧宜人，胎釉尖质，釉面肥润，纹饰描绘繁缛精细，施彩浓重严厉，青花屹立明快，质量上乘，堪为道光官窑的典范之作，价值不菲。我努力地平静下来，指着瓷碗道：这破玩意怕是哪个乞丐扔掉的吧？你也好意思拿来卖？这可是朱元璋当年讨饭的饭碗，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所以这碗虽然品相不好，值不了1000万，也值不了100万，但50万妥妥的。不信你上手好好看看。何清口沫四溅的吹嘘，他经验丰富至极，而且非常狡诈，当然知道我看上这瓷碗了，所以一直看肥羊一样的看着我，想着要从我手里讹几百过千元。这明明是清
道光五彩龙凤纹碗和朱元璋有个毛的关系啊？我摸着额头，哭笑不得。特么的这家伙，满嘴跑火车，就是想要勾起我的好奇。拿起瓷碗看看，然后破碎在我的手里，好讹诈。亲，道光五彩龙凤纹碗，那也是宝物啊，价值几十万呢。何清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他莫名感觉有点熟悉。不会，眼前这家伙是昨夜那个摔破陶瓷饕餮得到一个古代金戒指的行家吧？10元卖吗？我也不和他啰嗦了，30万你拿去。何清狠狠地瞪了我一眼。100元，我还价道，不卖就算了，起身欲走。200元你拿去。何清装出一副很肉痛的样子。成交。我也不还价了，知道这家伙是个赖皮，少于200估计不会卖。很快交易完成，你自己拿走吧，我这没有袋子。收到钱之后，何清神秘一笑，期望我用手去拿，一拿就碎。那我当然不会要他粘起来，明天继续讹人。我诡异一笑，取出一个塑料袋，双手捧起那个瓷碗，轻轻地放到袋子里面，果然直接就破碎在里面了，变成了2半。这是个破碗。李庆马上就看出来了，愤怒道：什么破碗？刚才在我摊子上好端端的，是你男朋友自己弄碎的，怪我咯。何清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幸好小伙子你没上手看，否则没说好价就碎在你手里，那可不是200能解决的。旁边摊位上的摊主也忍不住用讥讽的语气道：我们走。见李庆还要说什么，我马上就提着塑料袋，牵着李庆的纤纤玉手快步离去。喂，瓷碗碎掉了，你还拿走干啥？何清急了，起身大喊：我的东西关你啥事？我回头没好气对道。何清无言以对，气得直跺脚。他好不容易又找到个破碎但无缺的古董，非常适合勾引那些眼力好的捡漏高手，让他们吃个哑巴亏。但既然仅仅讹了200就结束了，虽然有赚，但总不得劲啊！一天损失一个破碎古董，损失不起啊！张扬，这破瓷碗是古董，你还能修复不成？李庆在我的耳边好奇地问：你没发现这瓷碗没有任何缺损吗？用我的修复秘法的确可以修复，所以今天赚大了。我得意地笑，但这不算捡漏，因为这破碗本就不值钱，修复了后才值钱，对不对？李庆满脸惊喜和兴奋，但又赶紧打预防针，他可不想晚上给我惊喜。你就放心吧，这当然不算捡漏，先前买的木盒才是捡漏。我坏笑着拉着他加快脚步走进了古玩街尽头的珍宝阁。店内不是太宽，檀木架上摆放着精美的瓷器，白的似雪，轻的如玉，在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墙壁上挂着古朴的字画，墨迹间仿佛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混合着古董特有的气息，令人仿若置身古堡殿堂。柜台后，身着唐装戴着老花镜的赵老爷子正专注擦拭一尊小巧的青铜鼎。他在古玩鉴定界颇具威望，尤其擅长木器鉴定。以往我常来此地，虽未曾买宝，却没少向赵老爷子请教鉴宝知识，每一次交流都让我受益匪浅。我将木盒放在柜台上，恭敬道：赵老，上午好。张扬，今天这么悠闲，带着女朋友捡漏？赵老爷子抬头打趣，语气带着一丝调侃。李庆羞红了脸，但没有反驳。我却趁机的意道：我女朋友很贤惠很温柔的，第一次陪我捡漏，我相信她给我带来了好运。随即又笑道：赵老，麻烦您帮我瞧瞧这个木盒，刚淘来的，心里没底。那我倒要好好瞧瞧。赵老爷子放下手中的青铜鼎，开始仔细端详木盒，然后用手轻抚木盒表面，感受木材质地，那动作轻柔而专业，仿佛是在抚摸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接着拿出放大镜，对着木盒的纹理、划痕、雕刻细节一一查看，每个动作都沉稳专注，眼神中透着严谨与认真，仿佛在破解一个古老的密码。许久，赵老爷子放下放大镜，摘下手套，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小伙子，你运气不错，这是清末明初的物件，用上乘红木制成，工艺精湛，尤其是这暗格设计独具匠心，如今市面上可不多见。你多少钱收来的？100元。我如实回答。那你算是捡漏了，胆子不小啊，敢用100元买这么个破木盒。赵老爷子感叹道，眼中满是对我的认可。我连忙道谢，太感谢您了，赵老，您这一鉴定，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您这儿收这种物件吗？最近手头紧，价格合适的话，想在您这儿出了。赵老爷子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颔首道：收，当然收，我出5000元，这价很公道。赵老，这木盒确实难得，我费了好些功夫才淘到的，您看能不能加1000元，我立马出手。我据理力争，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赵老爷子沉思片刻，点头道：行，看你实诚，6000就6000，我让人给你转账。
很快交易完成，看着手机到账信息，我满心喜悦。身家从1100元增长到7100元，虽不算多，却意义非凡。这不仅是金钱的增长，更是我在古玩世界探索的新起点。而李沁却早就目瞪口呆了，区区一个不起眼的红木盒，竟然卖出了6000元，真被准男朋友捡漏了。岂不是今晚自己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我并未急着离开，而是在店内转悠，用中指轻点一件件古玩，悄然吸取其中灵气。反正灵气的缺失不会影响古董本身。随着不断吸取，材件内的空间愈发灵动，隐隐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白色气体飘荡其中，仿佛是在孕育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就在这时，一个30来岁、衣着华贵的男子脚步匆匆地走进店来。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赵老爷子：“老板，我父亲最近过世了，从床底下找出一些银元，您给瞧瞧。”赵老爷子接过银元，放在柜台上，戴上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眉头却渐渐皱起，随后无奈地摇头道：“你这些银元都是赝品，不值钱。”听到这话，男子满脸的不敢置信：“老板，您再好好看看，这几十个银元是我爸用10几年退休时间掏来的，总不会全是赝品吧？”赵老爷子摘下老花镜，叹了口气：“我估计他是被同一人骗了，陆陆续续买的仿品，材料都不是银，而是铝，一文不值。”靠！男子气得差点吐血，转身就走了出去，直接把袋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气呼呼地走人了。卧槽！我目瞪口呆，赶紧拉着李沁走了出去，从垃圾桶里面取出那个袋子，把里面的银元都倒了出来，中指一一点了上去。之所以想要确认，是因为刚才我发现赵老并没一枚一枚的辨认，就看了20多枚，或许其中就有漏网之鱼，是真品呢。赝品银元，一文不值。赝品银元，一文不值。中华民国3年版袁大头欧记版，值得你拥有。当点到最后一枚银元时，脑海浮现的信息变了，我的眼睛瞬间亮起，果然不出我所料，里面有一块真银元。我当然知道民国3年版袁大头欧记版银元，即在嘉禾图案中有 O 型暗记，在嘉禾结带处呈横8字形，左上方的带孔中有一极小的 O 型圆圈，而且圆向下巴，前衣领未封领，肩章较宽，五星比较突出，价值不低的。今天运气真不错。我马上就把另外的假银元扔进垃圾桶，拿起这一块，笑得那是格外灿烂。这一块是真品不成？李沁满脸惊讶，期待地问：“韩老公，我就告诉你答案。”我心情舒畅，忍不住调戏道：“等你追到我，我就喊，现在不行。”李沁满脸娇羞，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我笑了笑，又回到了店里，向赵老爷子道：“我掏到一块银元，民国3年版袁大头欧记版，赵老你出多少价？”“你从垃圾桶里掏到的吧？我已经看过了，真是赝品，你别做梦。”赵老爷子满脸的戏谑。我将银元推到赵老爷子面前，指尖轻轻扣了扣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赵老，您再仔细瞧瞧。”赵老爷子皱着眉，慢悠悠地拿起放大镜，反复观察许久后，他摘下眼镜，脸上的戏谑少了几分，神色变得认真。确实是欧记版袁大头，不过品相差强人意，边齿有明显磕碰，包浆也不均匀。他将银元放在秤上称重，又用强光手电照射检查内部。现在市面上这种品相的也就值3000块，愿意卖的话我就收了。我心里微微一沉，原本以为能大赚一笔，却没想到在品相上栽了跟头。不过这银元本就是从垃圾桶捡的，能有3000入账，已然是意外之喜。赵老，您是这行的泰山北斗，说的价自然公道。我笑着把银元往前推了推，成交。很快交易完成，我卡里的余额也终于破了1万，而且还有一个瓷碗，修复后能卖几十万呢。于是我决定再接再厉，继续捡漏。但当我在小摊上看中了一枚铜镜，中指点上去，脑海中浮现特殊信息：精神力不足，鉴宝失败。我才明白，原来鉴宝不仅要消耗灵气，还要消耗我的精神力，一天鉴宝的次数不能太多，难怪我感觉有点疲累，只能遗憾地停下，向李沁道：“我们回去吧。”“就回去了吗？现在时间还早，可以继续捡漏呀。”李沁微踮起脚尖，语气里满是意犹未尽，清脆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他伸手轻轻拨弄了一下耳边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勾起的弧度里是对寻宝游戏难以割舍的热情。对他来说，看着准男友在古玩市场中慧眼识珠，成功捡漏，那种喜悦与成就感，就如同自己亲手揭开宝藏的神秘面纱，令人着迷上瘾。我目光含笑，故作高深地轻摇着头道：“过犹不及，凡事都讲究个度。今天已经收获颇丰，不如养精蓄锐，明天再来。也对，今天你捡漏赚了1万多了，若把瓷碗修复，赚几十万呢，这太恐怖了。”李沁眉眼弯弯，凑到我耳边轻声笑道，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耳垂，
带着少女特有的清甜气息。她的眼神里满是对我能力的钦佩与骄傲。随后，我们踏上了返程的公交车。此时的车厢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温柔的滤镜。车上乘客寥寥无几，座椅的皮革泛着柔和的光泽。我和他并肩坐下，彼此的肩膀不经意间轻轻相触，心跳都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我侧过身，在他耳边小声问道：“今晚你打算给我什么惊喜啊？”李沁的脸颊瞬间腾起2朵红云，娇羞地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微微颤动，眼神慌乱地躲闪着，不敢与我对视。他的声音软糯而羞涩：“我还没想好呢。”那副娇憨可爱的模样，让我心中的期待如同被点燃的火焰，越烧越旺。回到桃源山庄时，太阳快要落山，晚霞悬浮天际，红艳艳一片，瑰丽至极。然后我们2个都看到了阿强那辆奥迪 A6 静静地停在小区门口。李沁的脚步陡然顿住，身体也微微紧绷起来，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紧张与不安。我们悄悄地靠近那辆车，透过车窗看到阿强正坐在驾驶室里，他的眼神空洞而呆滞，瞪大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像2团燃烧的火焰，死死地盯着小区门口，一眨不眨，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气息。他的领口微微敞开，领带歪斜地挂在脖子上，头发凌乱，显然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毋庸置疑，他是为李沁而来，还不死心，想要挽回。昨夜我明确和他分手后，就拉黑了他，他联系不上我，而他不知道我租房的确切地址，但知道我住在这里。李沁声音有些发颤，似乎担心我生气，急忙向我解释，眼神中满是忐忑与不安。我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既有小小的得意，又有些许警惕。我轻声安慰道：“等下你再明确拒绝他，让他彻底的死心，那他就不会再来了。他很固执的，估计会纠缠我一段时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放弃。”李沁皱着眉头，满脸愁容，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奈。我眼眸一转，计上心来，坏笑着在他耳边说出自己的计划：“不如我们演戏吧，如此这般。”好办法，但你不许得寸进尺。李沁满脸娇羞，嗔怪地白了我一眼，可嘴角却忍不住上扬，露出一丝期待的笑意。我深吸一口气，大胆地揽住了李沁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掌心传来的柔软与温热，让我的心脏瞬间漏跳了一拍，仿佛有电流从指尖传遍全身，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她是那么的性感迷人，精致的五官，曼妙的身姿，无疑不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李沁微微一愣，随即软软地依偎在我的怀里，身上淡雅的香水味与淡淡的体香交织在一起，丝丝缕缕地缠绕着我，让我忍不住深深的呼吸，整个人都沉浸在这迷人的气息中，满脸的迷醉。我们假装没有发现阿强，就这样亲密的搂抱和依偎着，缓缓地向小区门口走去。等1天了都没出来，怎么回事？总要吃饭的吧？不可能自己做饭。阿强一边瞪大眼睛紧盯着小区门口，一边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疑惑与焦躁。可即便如此，他的眼神依然坚定，似乎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等下去，一直等到李沁出现。今天他一定要和他和好如初，否则等他上班了，一切就都来不及了。在他心里，李沁这样美丽优秀的顶级空姐，只要她宣布和男朋友分手了，肯定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分分钟就会把她追走。咦！阿强突然惊呼出声，因为他看到那2个无比熟悉的背影，他猛地抬手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去，确定自己没有眼花，那的确是张扬和李沁。他呆坐在原地，目瞪口呆，脸上写满了震撼与难以置信。难道昨夜李沁和张扬说的是真的？他们已经好上了，开始恋爱了？但这也太快了吧！仅仅1天就如此亲密，而自己和李沁确定关系半年了，连手都没牵过呢。这不对劲，他们一定是在演戏，肯定是看到了自己的车，想要用这样的办法让自己放弃。想到这里，阿强马上拉开车门，动作迅速的如同一只猎豹，抱起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拿起一个精致的珠宝盒，脚步匆匆地追了上去，然后拦在了我和李沁的面前。他用愤怒和冰寒的目光瞪了我一眼，大声怒吼道：“张扬，你这混蛋，还不放开她！她是我的女朋友。”阿强，昨夜我不是和你分手了吗？最多算我的前男友，是连手都没牵过的那种。李沁的语气冰冷如霜，眼神中满是厌恶，丝毫也没给阿强好脸色。对于阿强的人品，他已经彻底的失望，内心充满了鄙夷。或许昔日他就隐隐感觉阿强人品有问题，所以才会格外戒备，一直没给他任何机会。如今看来，这份警惕也算是让他逃过了一劫。阿强，你听到了吗？昨夜你做了那样的龌龊事，哪还有脸出现在我和李沁的面前？现在李沁是我女朋友，和你再无任何瓜葛。我也毫不示弱，冷冷地说道：“你一个穷屌丝能配得上李沁？你们就别在这里演戏了，骗不过我的。”阿强满脸鄙夷，眼神中充满了不屑。然后
他又将炽热的目光投向李庆，语气急迫地说：“李庆，昨夜我就是因为内急进厕所，看到了不该看的，结果就脑子糊涂了。偏偏他们又来找我打牌，我才忍不住勾搭他的。我也是担心你生气，才说服柳清雅说谎，并不是人品不好。李庆，看在半年来我规规矩矩，连手都不牵你的份上，就原谅我一次吧。”说着说着，他的眼眶渐渐湿润，泪水在眼中打转，不一会儿就如断了线的珠子般噼里啪啦地掉落出来。李庆的脸上浮出复杂和纠结的表情，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阿强的确能说会道，再加上他健美的身躯、帅气的外表以及良好的出身，这些曾经让李庆心动的特质，此刻又在他心中掀起了波澜。显然他被他的话打动了。我看着李庆的反应，心中莫名地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一股不安的情绪在心底蔓延开来。不会吧，李庆会动摇？难道又要和他和好了？而阿强见李庆这副模样，心中一喜，知道有戏了。他猛然半跪下来，动作流畅地打开了珠宝盒，里面躺着一条璀璨夺目的红宝石项链，在路灯的照耀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阿强心中满是自信，高高地举起珠宝盒和那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眼神中饱含深情地看着李庆，大声说道：“这是我今天花50万买的项链，送给你，请你相信我是很爱你的，我也保证以后绝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了。”靠，又加上金钱攻势，50万的项链啊！我暗暗地倒抽了一口凉气，心中满是震惊。看来阿强这次是下了血本，而我也远远小看了他的实力，他比我想象的更加富有，怪不得他敢肆无忌惮地勾引柳清雅，原来他自信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让柳清雅心甘情愿地和他保持暧昧关系。至于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穷小子，他可以随意欺凌，只是以前他伪装得好，我没看出他的真面目。我赶紧瞪大眼睛看向李庆，心中祈祷着他不要被阿强的花言巧语和金钱诱惑所打动。但是李庆满脸的犹豫和迟疑，双手微微颤抖，眼神中满是挣扎。我越发感觉情况不妙，一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回应。夜幕如同一幅巨大的幕布，悄然笼罩了桃源山庄，路灯散发出昏黄的光晕，在地面投射出斑驳的光影，将阿强和李庆对峙的身影拉得很长，又在晚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阿强手中那束娇艳的红玫瑰，在这清冷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刺目，花瓣上还残留着些许白天的热气，此刻却慢慢冷却。若你昨夜过来向我说这些，那不需要什么50万的礼物，我也有很大可能原谅你，但你现在才来，却已经晚了。李庆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他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阿强的肩膀，看向远方无尽的黑暗，仿佛那里藏着他对过去的所有眷恋与不舍。此刻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阿强的解释中，那些话语像是精心编织的网，每一个细节都严丝合缝，逻辑清晰的让人找不出破绽。他在心里默默想着，人这一生谁又能不犯下错误呢？只要知错能改，就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何况阿强仅仅是一时糊涂，他看到了柳清雅洗澡的旖旎画面，偏偏柳清雅又不和他计较，这不就是在暗示和诱惑吗？这样想来，他犯下错误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昨夜另一个男人的出现，却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彻底打破了他内心的宁静。仅仅1天1夜的时间，他就像一阵裹挟着温暖与真诚的风，悄然走进了他的心里，取代了阿强曾经占据的位置。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虽然仓促，却让他感到无比踏实。其实昨夜我就已经过来了，一直就在小区门口等你，但没等到。我还找过保安，但保安不愿意告诉我你的住址。阿强的声音微微发颤，他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眼神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事实上，昨夜他还在舒适的家中绞尽脑汁地想着对策，根本没有勇气来到这里面对李庆。他觉得在没想好完美的说辞之前，贸然前来不仅没用，还可能适得其反。昨夜你等了我1夜。李庆的睫毛轻轻颤动，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和动摇。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阿强在寒风中苦苦等待的画面，心中竟涌起一丝怜悯。是的，千真万确。阿强连忙点头，向前跨出半步，眼中满是急切的渴望，仿佛只要李庆相信了这句话，就能挽回一切。但昨夜也有人为我努力了1夜，比你更加辛苦。李庆很快清醒过来，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他想起昨夜我疲惫却又执着的眼神，想起我为了帮自己修复那个意义非凡的玉佩，通宵达旦的忙碌，心中的天平开始向我倾斜。阿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最糟糕的画面。什么？昨夜有人努力了1夜，为李庆？难道是努力耕耘了1夜？李庆已经被说服了，所以他就不可能再原谅自己，不可能和自己在一起了。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和憋屈，像是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胸腔里乱窜，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仅仅用1天1夜的时间就能在李庆心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他自己用了半年时间却连李庆的手都没牵过。不对不对，他一定是在骗我，还是在演戏，就是要我知难而退，是对我的一种考验。若我真的就这么放弃了，那就是大傻瓜。想到这里，阿强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脸上露出深情的笑容。李庆，不管你昨夜做了什么，不管他为你努力了什么，我爱你的心永远也不会变，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我相信自己能给你幸福。至于张扬，他就是个穷屌丝，哪里配得上你？他做挡箭牌根本不合格。阿强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礼物硬塞给李庆，仿佛这样就能堵住他拒绝的话语。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贵的礼物？李庆盯着阿强，眼神中充满了质疑。他太了解阿强了，知道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轻易拿出这么多钱购买如此昂贵的礼物。是我问爸要的，我爸对我很好，不要说50万，就是500万，他都愿意给。他听说是给你买礼物，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阿强装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但他微微扬起下巴，嘴角不自觉地翘起，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骄傲彻底暴露了他的虚荣。若是你自己赚的，那我还会高看你一眼，但不是。加上昨夜你没找到我，就说明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李庆失望地摇了摇头，拉着我往后退了几步，像是在刻意和阿强保持距离。现在我已经爱上了张扬，现在他就是我男朋友，我相信和他的缘分不浅。你勾搭他女朋友，害他和女朋友分手，而我找他询问情况，他来到了我的家里，我也才知道他比你优秀太多，于是我爱上他。这或许就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你走吧，别来纠缠我了，没用的。我的心中再也没有你的位置，全是张扬。我不信，你骗我，他就是个穷屌丝，根本配不上你，也根本比不上我。阿强的脸涨得通红，愤怒地咆哮着，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回荡，惊飞了树上的几只小鸟。那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李庆冷冷地瞥了阿强一眼，然后就羞涩地搂住我的脖子，微微踮起脚尖，扬起那张娇艳欲滴的俏脸，嘟起艳丽性感的红唇，轻轻地吻住了我。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声在耳边回响，柔软、香甜、湿润等等美好感觉，如同电流一般，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情不自禁地搂住李庆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将他紧紧地拥入怀里，开始狂热地吻他。李庆也满脸羞涩，声色却又热情地回应我。我和他沉浸在这甜蜜的氛围中，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了彼此。阿强呆若木鸡地跪在地上，眼睛瞪得滚圆，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他很了解李庆，知道他虽然是空姐，身材火爆，艳若桃李，接触过很多坐头等舱的富豪，按理应该很开放，但其实内心非常保守。当初答应做他女朋友时就约法3章，结婚之前不牵手、不接吻、不上床，而他因为太喜欢李庆，才无奈答应下来。恋爱期间，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些约定，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可现在，李庆刚和我在一起就如此亲密，这痴迷热情的模样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在这一刻，他甚至怀疑眼前的女人是不是他认识的李庆，是不是一个和李庆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我一边和李庆热吻，一边用余光打量着阿强，看到他扭曲的脸、紧握的拳头，指甲都陷入了掌心的肌肉中，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畅快和舒爽。这种感觉既有和李庆热吻带来的美好，又有报复的快感。昨夜我只能无奈痛苦地看他和柳清雅热吻，而现在我却在和李庆深情拥吻，阿强只能在一边无奈和痛苦地看着。果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啊！阿强终于崩溃了，发出了一声无比疯狂的大喊，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他的眼睛变得血红，仿佛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随时准备冲上来攻击我。李庆被阿强的喊声惊醒，羞涩地停止下来，但又深情地看着我，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张扬，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你愿意一辈子对我好吗？我愿意，我当然会对你好一辈子。我相信能给你幸福、富裕、快乐的生活。我真诚地回答，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喜悦。阿强，现在你相信了吧？所以你可以死心了。不过我也相信你能找到爱你的美女，祝福你的未来。李庆说完，拉着我的手转身走进了小区。我们的身影在路灯的照耀下渐渐消失在阿强的视线里。阿强无力地跪在地上，眼神空洞而迷茫，脸上写满了疑惑和不解。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这个穷屌丝到底是如何在1天1夜之中追到并征服李庆的，竟然能让李庆主动表白，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太不合常理了。张扬，你给我等着，夺妻之仇我必报。
阿强在心中愤怒的大喊，脸上满是仇恨，眼眸中燃烧着愤怒和杀气。回到家后，李沁用担忧又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我还以为他会攻击你呢，我很担心的，因为他根本就打不过我，所以他不敢。我耸耸肩膀，自信的微微一笑。我想起曾经和阿强在健身馆当教练的日子，那些一起训练较量的场景历历在目，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我都远超阿强。真要干架，我一只手就能撂倒阿强，这是天赋上的巨大差距。刚才演戏我演得不错吧？李沁得意地扬起下巴，眼神中带着一丝俏皮。我可不会承认你是演戏，我只知道你对我表白了，而我答应了你，从此之后你就是我女朋友，我就是你男朋友。我大胆地搂住李沁，深情炽热地看着他那水汪汪的双眸，眼中满是爱意。明明是你出主意让我演戏，让他彻底死心，现在你不承认了吗？李沁满脸娇嗔，轻轻地捶了捶我那厚实的胸膛。但刚才你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所以就别计较了，我们开始谈恋爱吧，一定会很甜的。我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温热的气息让李沁的耳朵微微发红。严格说来，昨夜我们才真正认识呢，这太快了吧？李沁越发娇羞，心中既期待又纠结。但我了解你已经半年了，非常肯定你的人品，非常迷恋你的美丽，也非常欣赏你的自爱，从不和阿强发生任何肢体上的接触。我认真地看着李沁，眼神坚定而温柔，所以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不等李沁回答，我便呼吸急促地吻向她那娇艳欲滴的性感红唇。先前在小区门口的热吻让我魂牵梦绕，但当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担心阿强攻击我，所以我分心了。现在是在家里，没有别人，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渴望，要心无旁骛地和他再拥吻一次。不要！李沁满脸紧张和娇羞，弱弱地拒绝着，弱弱地反抗着，偏头躲避了2次，但最终还是被我精准地吻住。这一次他的反应格外强烈，嘤咛一声软倒在我的怀里，雪白的藕臂如同藤蔓一样缠绕上了我的脖子，踮起脚尖，热情如火地回应起来。在这个热烈的吻中，我终于明白，女人只有在真心喜欢一个男人时，被亲吻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前女友，想起她和阿强之间的种种，心中渐渐有了答案。显然前女友早就喜欢上了阿强，一定是阿强经常偷偷地撩拨她，对她许诺过什么好处，所以阿强的人品绝对是有问题的。而李沁应该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刚才只是不想激怒阿强，没必要把人得罪死。我很快就收起了杂念，全心全意地和李沁热吻，尽情地享受着恋爱的美好。幸福如同大海涨潮，一波接一波地涌来，将我和李沁都淹没在甜蜜的海洋中。终于，这个甜蜜的热吻结束了。李沁娇羞地跑进了房间，估计是沐浴去了。我则来到冰箱前，打开门，拿出一个鸡蛋，小心翼翼地用鸡蛋清将那个瓷碗粘了起来。由于房间开了空调，温度很低，瓷碗粘得很牢固。随后我将瓷碗收进了裁接中的万宝楼，修复工作也随之开始。瓷碗亮起了淡淡的白色光芒。我去沐浴了一番，换上舒适的睡衣后，来到李沁的房门前，轻轻敲了敲门。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淡雅的芳香扑面而来。李沁穿着粉色睡衣，乌黑的长发如同绸缎般飘逸在身后。他略带警惕地看着我，娇嗔道：张扬，你想干嘛？我当然想。我在心中嘀咕，但当然没敢说出来。这种低级的黄色玩笑，李沁一定会很反感，只是笑着说道：今天打赌你输掉了，你还没给我惊喜呢。晚霞如同打翻的调色盘，将天际染成一片绚丽的绯红色，暮色渐浓，华灯初上。李沁倚在门框边，发梢还带着沐浴后的湿润，一缕缕水汽升腾而起，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氤氲出朦胧雾气。她身上的粉色睡衣柔软而贴身，衣摆处精致的蕾丝花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是沐浴露混合着她自身体香的独特味道。先前我向你表白就是给你的惊喜啊，你还要什么惊喜吗？她歪着头，唇角勾起一抹浅笑，眼波流转间满是娇嗔，声音软糯的如同裹着蜜糖，尾音轻轻上扬，像是在耳畔挠痒痒。但我们打赌说的是晚上给惊喜，你向我表白，天还没黑呢。时间不对啊，我认真道，若阿强不出现，我会等到晚上对你表白的，所以对你表白真就是给你的惊喜。你这坏蛋，不许赖账。李沁的俏脸腾起艳丽的红云，如同被晚霞浸染的云朵，从耳根一路蔓延到脖颈。我当然不会赖账，其实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给我的惊喜是什么。我唇角噙着一抹难以抑制的笑意，眼底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现在我知道了，是你对我表白，不是演戏，而我答应了，从此我们就是男女朋友了，对吗？我的声音微微发颤，既带着欣喜，又隐隐有些不安，生怕这只是一场稍纵即逝的美梦。是的。李沁羞涩地抬起头，目光明亮而坚定，直视着我的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含糊。那一瞬间，他眼中的温柔仿佛化作一汪春水，将我整个人都淹没在其中。那我可以进去
和你聊聊呢。现在时间还早。我轻声问道。不待他回应，我侧身挤进门去，反手轻轻关上房门。随着咔嗒一声轻响，仿佛将外界的喧嚣与纷扰都隔绝开来，整个世界只剩下这方被暖黄色灯光笼罩的小天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薰衣草香薰气息，交织着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此刻的我心中没有丝毫的心虚，因为从这今晚开始，我是她的男朋友。进她的房间便如同归巢的倦鸟，自然而又顺理成章。房间里粉色的纱帘随着微风轻轻飘动，床上整齐地摆放着几个可爱的玩偶，书架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各种书籍，处处都彰显着少女的心思。李沁微微一愣，随即脸颊更红了几分，却也没有阻拦我，只是微微低垂着头，声音娇柔地说道：你想聊什么呀？我唇角上扬，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轻声说道：聊聊我们的未来，聊聊你我的理想，有太多太多可以聊的了。说着，我轻轻伸出手，牵起她的纤纤玉手。她的手柔软而细腻，仿佛握着一块温润的美玉，又像是握住了整个春天。我带着她缓缓走到房间角落的小沙发旁，轻轻将她安顿坐下，随后在她身旁落座。沙发很柔软，将我们的身体微微包裹，距离也因此变得更近，近到可以清晰地听到彼此的心跳声。我们开始闲聊，大部分时间都是李沁在说，我在听。她的声音清脆动听，宛如山间叮咚作响的泉水，又如黄莺婉转的啼鸣，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颗甜蜜的糖果，落入我的心间。她聊起自己的家庭，眼神中满是幸福与眷恋。我爸爸是公司的高层，平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就会给我带好多好吃的。妈妈开了一家美容店，她特别爱美，也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还有个哥哥，他是飞行员，每次飞完长途回来都会给我带各种各样的礼物。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比划着，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模样像是一个正在分享宝藏的孩子。接着他又说起小时候的趣事，有一次他偷偷穿妈妈的高跟鞋，结果摔了个屁股墩。还有一回，他把哥哥的飞行帽戴在头上，扮成小飞行员，在家里跑来跑去。他讲得绘声绘色，眉眼间满是灵动的光彩，时不时还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听得入迷，仿佛跟着他的话语走进了他的童年，看到了那个扎着羊角辫、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但每当他问起我的过往，我便巧妙地转移话题。那些灰暗的日子，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不愿让他们破坏此刻的美好。我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目光坚定而温柔，和他描绘着美好的未来。以后我们要一起去看遍世界上的美景，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许愿，在马尔代夫的海边看日出日落。我们还要养一只可爱的小猫，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李沁静静地听着，眼神中满是憧憬与向往，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房间里温暖的灯光洒在我们身上，将我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这一刻，时光仿佛都为我们驻足，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宁静。我早就已经环住他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而他也早就娇羞地依偎在我的怀里。他身上的睡衣是冰丝材质，光滑而清凉，可即便隔着这层布料，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体那惊心动魄的曲线，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像是微风拂过的湖面，泛起阵阵涟漪。而他发间飘散的香气，混着呼吸时喷洒在我脖颈的温热气息，慢慢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理智开始逐渐崩塌。不要！李沁慌乱地用双手抵住我的胸膛，声音发颤，尾音里还带着一丝明显的慌乱。然而我的吻已经轻柔地落下，如同羽毛拂过花瓣。刹那间，李沁只觉脑海中轰的一声，所有的思绪都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指尖不自觉地勾住我的脖颈，热情如火的回应。他睡衣的领口悄然滑落，露出精致的锁骨，在床头台灯暖黄色的光晕下，泛着珍珠般温润的光泽。我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缠绵悱恻，将最后一丝理智彻底搅碎，只剩下本能的渴望在空气中疯狂地蔓延。然而，当我试探着想要脱掉他的衣物时，他突然紧紧地捉住我的手，眼神中带着坚定，娇嗔道：张扬，现在还不行，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若你还要继续，我就真的生气了。你是真的拒绝，还是在矜持？我在心中暗自嘀咕，继续热情地撩拨着他。他虽然也热情地回应着我，但始终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这时我才明白，他是真的在拒绝我。我有些不甘心，在他耳边小声说道：你看，你的同事都搬去和男朋友同居了，但你却在拒绝你男朋友。我同事和男朋友认识2年了，最近才同居的。你呢？我们真正认识才1天吧，以前的认识根本不能算。李沁又气又笑，娇嗔着白了我一眼，眼神中却满是温柔。那你说还要多久才可以？我继续压在他身上，目光炽热而执着，带着强烈的侵略性。你让我想想。李沁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缓缓伸出一根白皙修长的手指。等你赚到这么多，那我们的感情也应该很深厚了。那个时候，我认为差不多可以同居了。一个小目标，好吧，我会想办法去达到。我微微一愣，
随即坚定地说道。没想到李沁定下的目标这么高，不过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顶级空姐，想要真正和她同居，确实没那么容易。看来只能期待自己运气爆棚，多捡几个大漏了。我什么时候说一个小目标了？我说的是1000万。李沁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似笑非笑。但既然男朋友有如此野心，她当然也不会纠正，反而觉得这样也挺好，就让男朋友去努力拼搏吧。于是她笑靥如花，主动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娇声说道：张扬，我爱你，我等你成功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会把最完美的自己交给你。我担心会用较长时间才能做到，这期间我会很难受的。你也知道，以前的我是有女朋友的，而且同居了较长时间，我在她耳边轻声呢喃，倾诉着心中的难受和渴望，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虽然我不能给你，但别的都可以，只是我没任何经验，你得教我。李沁莫名地有些心疼我，满脸娇羞地说道，声音小得如同蚊蝇，若不仔细听，根本就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是最好的老师，今晚我就好好教你。我心中大喜，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做梦也没想到李沁竟然能答应这样的事儿，看来她是真的很爱我，所以才愿意的。这简直让我太期待了。今晚不可以，昨夜你一夜没睡呢，现在你乖乖的回你的房间睡觉。李沁越发羞涩，急中生智找了个借口，用力的推开我，一直把我往门外推。我没有坚持，也没有纠缠，非常听话地任由他把我推出门去。这不仅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时间去适应，去好好考虑，从而接受我们这样亲密的相处方式，还因为我今天鉴定了太多文物，消耗了大量的精神力，早已疲惫不堪，感觉随时都能倒头大睡。李沁，你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可爱的空姐，我太喜欢你了。今夜到我梦里来，我们日夜不分离。我转身含情脉脉地看着他那波光粼粼的桃花眼，深情说完便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张扬，我也爱你，你真是太有魅力了，我就喜欢你这样坏坏但又很有原则很有才华的男人。李沁站在门口目送着我的背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声音里满是爱意。我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房间，一头倒在柔软的床上，闭上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睡梦中，李沁如期而至，我们在梦幻般的世界里进行着各种甜蜜美好的互动，笑声回荡在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财戒也亮起了淡淡的光芒，飘荡在戒指里面的白色灵气如同涓涓细流，缓缓地从里面流淌而出，在我的体内循环往复，冲刷着每一处经络，渐一个细胞。夜色渐深，又渐渐褪去，天慢慢地亮了起来。太阳如同一个害羞的少女，偷偷地从天际探出半个脸庞，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像利剑一般射进房间，驱散了一世的黑暗，让整个房间变得明亮起来。那股在我体内循环的灵气，顿时如同受惊的兔子，惊慌失措地逃回了财界之中，躲藏起来，不再出现。而我也从这美好的睡眠中悠悠醒来，我只觉精神奕奕，体内仿佛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精力，感觉自己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仿佛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牛。然而一股刺鼻的臭味却不合时宜地钻进了我的鼻孔。我皱着眉头，抽动着鼻子，左右张望，最后惊讶地发现，这股臭味竟然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我低头一看，只见皮肤上冒出了一层淡黑带黄的油脂，黏糊糊的，看起来十分恶心，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吓得赶紧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拉开门，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一头钻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迫不及待地开始沐浴。当热水冲刷过我的身体，将那层油脂冲洗干净后，我震撼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的皮肤变得更加细腻光滑，如同婴儿般吹弹可破，肌肉线条更加明显，每一块肌肉都充满了力量感，轮廓清晰，脸庞的棱角更加分明，显得格外有型。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仿佛藏着星辰大海。头发也变得乌黑发亮，闪烁着健康的光泽。以前的我本就是超级大帅哥，可现在的我竟然又帅气了3分。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不禁被这帅气的脸庞深深吸引，心中满是惊喜和疑惑，浑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满心困惑，在心中不停地寻找答案。我看向财界，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解释，可这一次财界却没有任何回应，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指上，仿佛只是一个普通的戒指。似乎他只会鉴宝和修复文物，也只会解释和鉴宝、修复文物有关的内容。不过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无疑是天大的好事，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却难以得到的，何必过分纠结原因呢？我大大方方地走出洗手间，准备回房间找衣服穿上。李沁应该不会这么早醒来吧？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要求。我刚出洗手间，李沁就拉开房门走了出来，身着黑色包臀裙，完美地勾勒出她那迷人的曲线，搭配着黑色丝袜，更增添了几分性感和妩媚。乌黑的长发如绸缎般飘逸在身后，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像是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
他一眼看到我一丝不挂地从洗手间走出来，顿时目瞪口呆，慌忙用双手捂住俏脸，娇嗔道：“张扬，你这坏蛋，为什么不穿衣服？”可似乎是因为我太帅了，他又忍不住好奇，竟然悄悄地睁开眼睛，从指缝中偷看我。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尴尬不已，赶紧用手捂住，狂奔回自己的房间，又探头出来解释道：“我洗了个澡，忘记带衣服了，不是故意的哈，怎么样？我帅吗？”我没看清楚，哪里知道呀？李沁满脸娇羞，脸颊绯红，扭过脸去不敢看我，可他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却透露出一丝别样的情绪。其实他在心中暗自惊讶，为什么男朋友早上突然洗澡？难道昨夜梦遗了不成？而当我穿好衣服又冲进洗手间准备洗衣服时，李沁就更加认定了他的判断。他带着淡雅的芳香快步跟了进来，温柔地说道：“张扬，我来帮你洗吧。”不用，我自己洗我尴尬极了，因为这睡衣上沾满了那层恶心的油脂，脏得要命。我是你女朋友，当然要给你洗衣服了。李沁笑着摇摇头，硬是把我推开，然后认真地开始洗衣服。洗好衣服后，他又利落地把衣服挂在阳台上，转身对我笑道：“走吧，我们出去吃早餐，然后去找房子，你可以租个近一点的，方便我们约会。”啥？还要赶我走？我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心中充满了疑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炸毛了。此时的我心中满是疑惑和不甘，明明我和李沁都已经确定了恋人关系，让我住在这里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他却似乎并不这样想。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口说道：“李沁，我很讨厌去找租房，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在外面跑来跑去很难受的。要不这样，我就住这个空房间，就当我们合租。哦不，我来出全部的租金，我们一人一个房间，互不干扰，这样难道不行吗？”“不行，绝对不行！”李沁立刻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般，他的脸颊微微泛红，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羞涩。“我们要是天天住在一起，我怕你稳不住，会乱来的。等你赚够了这么多钱，买了自己的房子，到时候我就搬过去陪伴你。”说着，他又一次伸出了一根纤细的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听到他的拒绝，我的心中涌起一阵失落，但我还是不想轻易放弃。我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搂住他的肩膀，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我保证不会骚扰你的，就如同前晚和昨晚那样，安安静静的。何况有我住在这里，还能保护你呢，你会更加安全，我也能更加放心呀。我们都已经是恋人了，就没必要人为的把我们分开了，不是吗？”李沁微微皱了皱眉头，脸上露出了一副十分为难的表情。他轻轻叹了口气，说道：“但我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个美女同事，要和她合租了。她都已经退了房子，下周就会搬过来了。所以，真的不是我故意要赶走你，也不是不愿意和你合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一时间有些语塞，心中感到一阵头痛。真没想到，这个房间已经被另外一个空姐给定下了，怪自己来晚了一步。此时的我也不好意思再继续坚持下去了。但既然我已经住进来了，而且还把李沁变成了我的女朋友，想要我搬出去，那绝对不行。走吧，别再浪费时间了，后天我就要去上班了，可没有时间陪你去租房。李沁娇嗔着催促道，拉着我的手臂，试图把我往门外拽。他不是下周才来吗？租房的事情也不着急啊，我自己去租也可以的。我尽量就在附近租房。我眼眸一转，心里想着先拖延几天再说，说不定在这几天里就会出现什么转机呢。你做事怎么总是拖拖拉拉的？今天能做好的事儿就不要推到明天。李沁却依旧不依不饶地坚持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出了门。看着他那坚决的架势，我知道他是一定要在今天帮我把房子租好。此刻的我有些束手无策，正在我感到无奈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道信息：修复完毕。顿时我心中大喜，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我赶忙在李沁的耳边轻声说道：“但我今天想去卖那个青道光五彩龙凤纹碗，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能卖多少钱。顺便我还想在古玩市场里碰碰运气，说不定今天就可以捡个大漏呢。那瓷碗你修复好了？”李沁满脸的不敢置信，他的眼眸中瞬间充满了兴奋和激动的光芒，还有着浓浓的期待。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用力地摇晃着。“是的，修复好了，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看。”我马上又走进套房，又像一阵风似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心念一动，那只青道光五彩龙凤纹碗瞬间就出现在了我的手里。几乎同时，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李沁也推门走了进来。我们两个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仔细打量瓷碗。那原本明显的裂痕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瓷碗浑然一体，色彩斑斓，上面的龙凤图案栩栩如生，美丽得让人目眩神迷。“张扬，你的修复技术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李沁双眸含情，声音娇媚动听，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崇拜和爱恋。“凭借你这出神入化的技术，你不用去捡漏，就完全可以成为大富豪呀！你就是最顶级的潜力股，前途无量。”
据他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损坏了的古玩，因为破损而变得一文不值，或者价值大幅减少。如果能够想办法把这些损坏的古玩买过来，然后修复好，再卖出去，那当然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我修复文物必须是在文物本身无缺损的情况下才行，所以还是很难找到的。反而是我的鉴宝技术非常厉害，以后捡漏才是赚钱的大头。我故意贬低自己的修复技术，就是不想让他对我有太大的期望，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到那些损坏了但又无缺损的古玩，这一切只能靠运气。我认识很多富豪，他们很多都喜欢收藏古玩，或许我可以帮你收购一些损坏了但比较完好的宝物。李庆笑靥如花地说道，但你要怎么感谢我啊？以身相许怎么样？我坏笑着打趣道，眼睛里闪烁着调皮的光芒。还有呢？李庆娇嗔，显然对我的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他微微撅起了嘴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满。给你分成吧，修复宝物之后卖掉宝物，给你卖出价的1成。我半真半假的说道，不是我不愿意多给你，是因为修复文物需要特殊的材料，那些材料都很贵的，我必须掩饰自己不需要消耗材料就可以修复文物的秘密，这样才显得合理。财界的秘密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包括李庆，而给他分成，他才有动力去帮我寻找那些可以修复的文物。说不定他还会发动更多的空姐来做这件事，那样或许就可以给我赚到巨额财富了。张扬，我爱你，你对我真好。李庆满脸惊喜，搂住我的脖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对我满意至极，眼神中爱意绵绵。他心里很清楚1成的利润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他之前的那个玉佩，1成的分成就有11万之多。他一个月只要想办法买到一件类似的宝物，就能月赚10几万。要是能弄来10件，那就是100多万。虽然我们现在是恋人关系，但谁又不想自己的名下拥有更多的财富呢？于是李庆也不再拉着我去租房了，而是很快就和我一起去了古玩城。我们先找了几家古玩店询问了价格，最后就走进了珍宝阁。我小心翼翼地把瓷碗放在柜台上，微笑着对坐在柜台里面的赵老爷子道，我淘到个好宝贝，您给鉴定一下，能给个什么价？亲，道光五彩龙凤纹碗。你竟然淘到了这么好的宝贝，而且品相还如此完美。赵老爷子鉴定过后，两眼放光，兴奋激动至极。本来这只是一个破瓷碗，但经过我的修复，现在的确非常完美，没有任何裂痕，也没有任何缺损，一些原本破旧的地方也恢复了光泽，美得不可方物。30万。赵老爷子很快伸出3个指头，声音洪亮，气势如虹。成交。我也没有任何犹豫，因为这个价格比别的店高了好几万，而且这价格也基本上就是这个瓷碗的极限了，毕竟它仅仅只是一个瓷碗而已。很快交易就完成了，我的手机收到了银行的提示信息，卡里又多出了30万，这让我的余额达到了31万多。前夜我还是个穷光蛋，因为穷，连女朋友都对我起了别样心思，但今天我已经小有身家，还谈了个艳若桃李的空姐女朋友，这前后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我的心中涌起了浓浓的成就感和畅快感。张扬，下次掏到好东西也必须来找我啊。赵老爷子对我越发期待，认真的叮嘱道，若我掏到玉器是不会来找你的，我会去翡翠阁。我笑着说道，乔山水那老家伙对玉器的确太过喜爱，也愿意出高价，我竞争不过他。赵老爷子蹙眉，但若是有好的玉器也要给我看看啊，我可是教了你那么多，算你半个师傅吧。那没问题，我满口答应，马上就拉着李庆走了出去。张扬，你太神奇了，竟然把一个破瓷碗都修复得天衣无缝，他们都看不出来，还出高价买下了。李庆紧紧地搂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惊喜道，顿时我就有点心不在焉，心猿意马了，因为胳膊处的柔软触感实在是太过美好和奇妙。李庆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异样，他马上就羞红了脸，飞快地松开我的手臂，让我心里好一阵失落。古玩城实在是太大了，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到处都是各种古玩店或者是和古玩有关的店铺，周边的街道也几乎都摆满了卖各种文物和古玩的小摊，当然大部分都是赝品或者工艺品，偶尔还能看到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拉着客人往小巷子中钻，他们中一部分是骗子，但也有一部分是在卖深坑的宝物，就是刚从盗墓现场出来的东西。我没走昨天走过的街道，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街。我一边走一边用中指鉴定着一些小摊上的东西，当然是我看中的那些，但让我感到汗颜的是，竟然全部都是赝品。一旦我买了，那肯定就是打眼了。看来我的眼力还远远达不到鉴宝大师的水平。不过就算是中海最顶级的鉴定大师，也不敢说他们从来不会打眼，毕竟总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我的好运气马上就来了。转过街角，一家老旧的店铺突兀地撞入眼帘，斑驳的木质招牌上
鸿运旧货4个褪色的大字歪斜着，被岁月磨去了棱角，边缘还挂着几缕干枯的藤蔓，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店内光线昏暗，几盏老式钨丝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在空气中投下晃动的阴影。墙壁上爬满了裂痕，剥落的墙皮如同雪花般簌簌掉落，露出里面泛黄的旧报纸，隐约可见几十年前的新闻标题。店内空间狭窄而拥挤，各式旧货层层叠叠，几乎占据了每一寸空间。雕花的檀木衣柜高大而威严，柜门半掩着，露出里面残留的丝绸内衬，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奢华。八仙桌表面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和烫痕，仿佛记录着曾经无数次的觥筹交错。藤边的摇椅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藤条断裂处用粗糙的麻绳随意捆绑着，却别有一番古朴的韵味。这些看似普通的旧货，实则暗藏玄机，仔细端详便能发现它们身上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沉淀。那把看似破旧的太师椅，扶手处的雕花细腻繁复，龙纹栩栩如生，依稀可见当年工匠的精湛技艺。那张斑驳的梳妆台，镜面虽然已经模糊不清，但台面上镶嵌的贝壳却依然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诉说着往昔的奢华。这里虽然主营旧货家具，却也与古玩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件物品都像是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来揭开他们尘封已久的故事。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涌上我心头，我赶紧带着李庆走了进去。2位想要买什么古董家具？店主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衣着邋遢，手里捏着一支烟，他上下打量着我们，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精明。我先随便看看，我敷衍道，然后一边看一边把钟指点了上去。民国黄花梨八仙桌损坏严重，不能修复。明朝铁梨木翘头案损坏严重，不能修复。明朝黄花梨6柱式架子床损坏严重，不能修复。明朝紫檀木长桌损坏严重，不能修复。我的目的当然就是想要找到一件可以修复的古董家具，修复之后就可以卖大钱了。可惜连续点了几十件都不能修复，毕竟这些家具都是缺胳膊缺腿或者有通透的洞，否则也不至于被送到这里来。这些东西都损坏了，但可以买回去找木匠修好，摆在家里挺有格调。老板在一边淡淡的提醒，家具损坏了就等于缺损了，当然就不能修复，这里不适合我简陋。我也马上就明悟了，但下一秒我就被狠狠打脸了。当我的中指点在一个看上去像书柜但有好几个破洞的家具上，脑海中浮现的信息就诡异了。明朝红漆描金山水图书阁，材质红木，破损严重，不可修复，但内有乾坤。卧槽，内有乾坤？有什么乾坤？我目瞪口呆，细细地打量着这个红木书柜，真的没有任何复杂之处，根本就藏不住任何东西。难道是木板里面有夹层？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开始狂跳，马上就问老板，这书柜的红木不错，我想买回去打个小家具，多少钱？5000元，你拿去。老板弹了弹烟灰，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也就是一个1.5米高、1米长的书柜，而且破了5个大洞，竟然敢喊这么贵，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50元，我直接抹去了2个零。接下来就是激烈的讨价还价，老板不断地强调着这个书柜的材质和年代，而我则是不断地挑着它的毛病。最后我用500元买下了这个书柜。付款之后，我把书柜扛起，喜滋滋地走了出去，心中充满了期待，因为这个书柜另有乾坤，一定藏着巨大财富。一到外面，李庆就疑惑地问张扬，你是不是弄错了？这书柜破损如此严重，应该修复不了吧？即使能修复好也没什么价值吧？你这么高兴干啥呀？等下你就知道了，现在嘛，保密。我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带着性感靓丽的李庆很快又回到了珍宝阁。此刻的我心中充满了期待，等下拆掉这个书柜会有怎样的惊喜呢？赵老爷子端坐在珍宝阁的太师椅上，金丝眼镜滑到鼻尖，看着我扛着破旧书柜跨进门槛，雪白的山羊胡随着憋不住的笑意高高翘起，布满皱纹的眼角挤出层层褶子。他笃定地说，张扬，你这一次一定打眼了，这玩意虽然也算古董，但连几块好的木板都没有，免费送我都不要，你还是扔垃圾桶去吧。李庆踩着细高跟在身后，真丝裙白扫过青石板地面，发出沙沙轻响。他望着东倒西歪的书柜，精致的眉梢微微蹙起，语气里满是无奈。我说这东西不值钱，他还不听，非要花500元买下来，一路上不知道被多少人笑话。我将书柜轻轻地放在地上，顾不上擦拭额角的汗珠，我搓了搓发酸的手掌，强压着内心的兴奋笑道，嘿嘿嘿，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曾经看过一本古代木匠写的笔记，上面明明白白记着，书柜常常会设有暗格，专门用来藏东西，而且这暗格不能直接打开，非得把书柜拆掉才行。你们仔细瞧瞧，这书柜的榫卯结构、木料纹理，分明就是清代的物件，
我怀疑里面就藏着宝贝。赵老爷子霍地站起身，银质怀表链随着动作叮当作响。他绕着书柜来回踱步，枯瘦的手指像探寻猎物的鹰爪，在木板接缝处反复摸索。片刻后，他停下脚步，失望地摇头道：“这根本不是书柜，而是书橱。书橱而已，敞口无门的，能藏什么宝贝？你不会是想发财想疯了，在这儿异想天开吧？”他说着，还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满是质疑。确实，书柜有门可掩，书橱却是敞开放置。常理来说，前者或许还有藏宝可能，可眼前这个卖相凄惨的书橱，斑驳的红漆大片剥落，断裂的藤边隔板在穿堂风里吱呀作响，怎么看都像是被岁月遗弃的破烂，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会暗藏玄机。我摸了摸鼻子，装出一副不确定的样子。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试试看吧。我开始用指节轻轻敲击书橱的每一块木板，侧耳细听。红木质的坚硬发出的声响沉闷又均匀，若不是全神贯注，根本听不出夹层的细微差异。可即便我屏息凝神，反复敲打，依旧没发现任何异常。无奈之下，我只能请赵老爷子帮忙找来撬棍、镊子等工具。随着咔嚓一声脆响，第一块木板被撬开，木屑纷飞。慢慢的，我将书橱大卸8块，再拆解成零散的木板，一块一块的仔细检查。时间1分1秒过去，就在我几乎要失望时，终于发现了端倪。其中一块底板的中间有一道极细的缝隙，缝隙还被同色的木头严严实实的塞住。若不是事先知道书橱另有乾坤，以我这般细致的搜寻，都险些错过这个机关。我强忍着内心的狂喜，双手微微颤抖着，想方设法用镊子将塞住的木头撬了出来。于是一个拇指长、指头厚的空洞露了出来，洞口还残留着暗红的蜡封痕迹，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微光。天呀，真的有个洞！里面是什么宝贝？张扬，你快取出来！李庆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不自觉地往前凑近，胸前的珍珠项链跟着晃动。小心点，千万别弄坏了！赵老爷子也急得直搓手，浑浊的眼珠瞪得老大，恨不得立刻抢过工具自己动手。我同样满心期待，可越是心急越得沉住气。我不敢用镊子直接夹取，生怕一个不小心损坏了里面的东西。思索片刻，我拿起另一块木板，轻轻敲击地面，利用惯性让里面的物品缓缓滑落出来。随着轻微的簌簌声，一叠特殊的纸张出现在眼前。仔细一看，竟是古代的银票，呈靛蓝色，上面印着精美的龙凤纹。虽然历经岁月有些泛黄，但依旧难掩华贵。我忍不住伸出中指轻轻触碰，指尖传来的触感带着历史的厚重。咸丰4年银票50两，值得你拥有；咸丰3年银票30两，值得你拥有。5张50两的，5张30两的，10张银票整齐排列。更让我惊喜的是，随着接触这些银票，淡淡的灵气被财界吸收，戒指中的灵气明显浓郁了几分。一叠银票，张扬你走狗屎运，要发财了！赵老爷子早已凑到跟前，震惊的大喊，声音都有些发颤。李庆则一脸好奇，凑近我的耳边，温热的呼吸扫过脖颈。银票啥东西？很值钱吗？我清了清嗓子，开始细细解释。在我国古代，曾有一种和现代纸币功能相似的物品，就是银票。它不仅能用来兑换货币，还和现在的支票差不多，方便携带，适合大额交易。这种银票承载着历史的印记，也蕴含着丰富的钱币知识。咱们国家使用银票的历史可长了，能追溯到北宋时期，那时候银票就初见雏形。到了元朝，银票更是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明朝也有大明宝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面额银票。清朝初期原本不发行银票，可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战乱不断，朝廷财政吃紧，没办法才开始发行户部银票，也就是官票，还有大清宝钞。这些纸票能在战火中保存下来非常不容易，而且不像银锭能重铸，所以停用后就渐渐没人关注了。但现在品相完好的银票在市场上价值不菲。最近的拍卖会上，咸丰时期的官票就很引人注目，50两面值的拍出了28万7500元，还有2张分别以25万3000元和23万元成交。5两、10两面值的价格也在6万元左右，那岂不是这10张银票价值100-200万？李庆瞪大眼睛，满脸惊讶和兴奋。大概是的。我先冲李庆点点头，又笑着看向赵老爷子。赵老，这些银票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绝对的真品。赵老爷子眼神炽热的说完，又迫不及待地说：200万，我要了。我摇了摇头，婉拒道：赵老，这宝贝我也很喜欢，暂时不卖。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可观，但这些银票的品相还有提升空间，放在万宝楼里养护一段时间，恢复得更好后，价格肯定还能上涨。况且我现在也不急需用钱，何必急着出手？赵老爷子有些无奈，却也不好强求，只能郁闷地叮嘱：若你想要出手，一定要联系我。我爽快地答应下来。没问题。
随后，我和李庆并肩走出珍宝阁。这小子竟然是鉴宝捡漏的天才。赵老爷子看着我的背影，满脸都是复杂表情。阳光洒在身上，我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李庆也笑靥如花，他看向我的目光变得格外含情脉脉，眼神里写满了崇拜。他心里暗自盘算着，男朋友昨天赚了几十万，今天又收获100-200万，照这样的赚钱速度，成为大富豪指日可待。说不定不用1年就能赚到一个小目标。要是当初说的是1000万，说不定1个月就能达成，到时候就必须和他同居了。想到这儿，他的脸颊浮起一抹艳丽的红晕。接下来我没再去淘货捡漏，鉴宝和吸收灵气消耗了大量精神力，此刻的我疲惫不堪，太阳穴还隐隐作痛。于是我在古玩店慢慢溜达，让财界从一件件古物中汲取游离的灵气，补充消耗，免得入不敷出。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打破了这份悠闲。来电显示是以前的同事叶孙勇，他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张扬，你有没时间见个面好吗？电话那头，叶孙勇的声音带着几分急促和沙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下来。可以，毕竟以前我们关系不错。听他这着急的语气，估计是遇上了什么难事。我转头在李青耳边轻声说，以前的同事找我有点急事，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李青微微蹙眉，伸手理了理我的衣角，认真叮嘱道，那你要早点回来，今晚你必须好好休息。下午3点，我来到青春健身馆楼下，远远就看见叶孙勇倚着墙根，身形佝偻，与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健身教练判若两人。走近后，我才发现他眼睛通红，布满血丝，手脚趾不住地微微颤抖，整个人失魂落魄的样子。张扬，他一见到我，声音瞬间哽咽，喉结上下滚动着，你可以借我10万元钱吗？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刚到手的30多万还没捂热，就有人来借钱。我眉头紧锁，语气带着几分警惕，你要借钱干啥？到底出了什么事？叶孙勇咬着嘴唇，脸色涨得通红，犹豫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挤出一句，我简直就是该死，我赌钱上头了，把积蓄全部输掉了，但我妈摔断了腿，需要做手术，急需10万块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听着这个理由，我心里满是怀疑。打你妈的电话，我问问情况。我冷冷地说道，目光紧紧盯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破绽。叶孙勇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最后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颓然地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声音充满绝望。我说实话吧，我的确是想要借钱搬本，我输掉了20万，那是我几年的积蓄，我不甘心，若我女朋友知道，一定会和我分手的。张扬，你就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帮帮我吧。我又气又恨，想起他往日帅气健美的模样，此刻却为了赌钱这般狼狈，怒气不争。我怎么帮你？借你10万就能赢回来吗？你以为你是赌神吗？我气的声音都提高了几分，恨不得狠狠骂醒他。赌博本就是错，你还执迷不悟，简直不可理喻。叶孙勇抬起头，脸上满是悲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如果赢不回来，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只能最后搏一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朋友离我而去。你没找阿强借钱吗？我突然想到，阿强也是这健身馆的教练，平时和叶孙勇关系不错。提到阿强，叶孙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怨愤，就是他赢了我的钱，他最近情场失意，却赌场得意，手气好到爆，赢了几十万。我找他借，他怕我还不起，根本不愿意。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绝情。我这才知道，原来叶孙勇、阿强、阿峰，还有一些客户，经常在健身馆的休息室玩炸金花，赌注还不小。以前我穷，他们从没叫过我。而今天，阿强手气好的离谱，神挡杀神，佛挡屠佛，赢了个盆满钵满。其中输的最惨的就是叶孙勇。听到这里，我心里警铃大作。20万不是小数目，哪有这么轻易就输掉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会不会叶孙勇根本没输钱，只是个托，邀我来赌钱，这是阿强对我的报复？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你也知道，以前我谈了女朋友，又经常买古玩，结果都打眼了，根本就没存到钱，哪有钱借给你？叶孙勇却用力抓住我的手臂，眼中带着希冀。我听阿强说也失恋了，和女朋友柳青雅分手了，对不对？那你情场失意，赌场也一定得意，所以我相信你能帮我赢回来，我还有5000的本金，你代替我上场，输光拉倒，赢了对半分，行不行？说着，他眼泪吧嗒吧嗒直掉，最后竟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膝盖重重地磕在地上。张扬，你就当是救救我，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但我情场得意啊，现在有了更漂亮性感的空姐女朋友，简直爽得我冒泡。我在心中反驳，但看叶孙勇这么可怜，我还是决定去探个究竟，
摸了一下手指上带给我底气的财戒，拉起他，走，去看看。如果叶孙勇真的被下套，我一定要帮他讨回公道。如果这是个陷阱，我也要让阿强和叶孙勇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惨重代价。夏日的午后，闷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健身馆外的街道上，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着，为这炎热的天气增添了几分烦躁。叶孙勇脚步匆匆，神色略显紧张。他领着我穿过健身馆的大堂，朝着一个极为隐秘的休息室走去。一路上，他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生怕被人发现我们的行踪。推开那扇厚重的铁门，休息室里烟雾缭绕，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烟酒味。屋内的灯光昏暗而暧昧，一盏陈旧的吊灯在天花板上轻轻摇晃，投下斑驳的光影。4个人正围坐在一张宽大的赌桌旁，全神贯注地玩着炸金花。坐在正中间的是阿强，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 T 恤，手臂上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眼神中透着一股狡黠和贪婪。阿峰坐在他的左侧，同样是一名健身教练，此刻正皱着眉头，紧盯着手中的牌，脸上露出一丝焦虑。一个40来岁的胖子占据了赌桌的右侧，他的肚子高高隆起，几乎要顶到桌面，脸上堆满了横肉，眼神中闪烁着欲望的光芒。他名叫罗大胖，是客户，特意来健身减肥的，据说很有钱。而坐在罗大胖旁边的钟倩薇，20多岁的她肤白貌美，气质高雅，一身名牌服饰衬托出她的富贵身份。她是某公司的老板，据说年赚1000万。此刻她正优雅地翘着二郎腿，手中夹着一支细长的香烟，烟雾在她的指尖缭绕。他们每人的面前都堆放着厚厚的一沓现金，粗略估计至少有10几万。那些现金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仿佛在诉说着赌桌上的欲望与贪婪。当阿强看到我和叶孙勇走进来时，他的眼睛中闪过了一丝金光和杀气，嘴角随即浮现出一抹冰冷的笑，但瞬间隐没。紧接着他换上了一副热情洋溢的笑容，兴奋地说道：张扬来了，勇哥也来了，一起上，人多热闹。其余几人也纷纷附和，赶忙腾出位置，招呼我和叶孙勇坐下。我担心这其中可能有猫腻，于是连连摆手，装出一副绝不上场的样子。我就是来看热闹的，我不会炸金花，只会斗地主。阿强立刻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脸上堆满了虚假的热情。炸金花的规则很简单，你只要1分钟就可以学会。说着，他便开始细细地向我说明炸金花的规则，什么3张牌比大小、顺子、金花、同花顺的排列顺序等等，讲得头头是道。其余人也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补充。阿峰说道：对啊，很容易上手的，你是几把就会了。钟倩薇则轻吐了一口烟圈，漫不经心地说：就是这玩意儿没什么难的。我装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不时地点点头，然后满脸紧张地说：的确听着很简单，也很有趣，但我没带钱。这时我敏锐地看到阿强对叶孙勇打了个隐秘的眼色，叶孙勇就马上从口袋里取出5000元现金，一把将我摁在座位上，脸上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张扬，不是说好了吗？你代替我上。我瞬间明白了，其实叶孙勇这小子根本就没输20万，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引我过来，让我上牌桌。我心里暗自冷笑，这赌局果然是个陷阱。我知道炸金花这玩意太容易让人上瘾了，赢了的人会想着继续赢，输了的人则一心想扳本。而阿强知道我从来不玩炸金花，没什么技术和经验，加上情场得意，必然会输得一塌糊涂。一旦我输掉叶孙勇的5000元，他料定我一定会拿出钱来继续赌，下场可想而知。阿强这一招实在是太歹毒了。我又装出一副无比紧张的样子，说道：你们赌这么大？我不敢。罗大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说道：就100的底，不算大，就随便玩玩。钟建威也用高傲的目光看着我，满脸的不屑，轻哼了一声。平日里我都是玩200的底，显然他们判断我就是个穷鬼，压根儿也看不起我。阿强又友善地笑道：来吧来吧，又不是你自己的钱，你担心个啥？万一你运气好，赢了很多呢。他绝口不提我和他之间的矛盾。我装出一副想占小便宜的样子，犹豫了一下，说道：那行吧。于是炸金花开始了。我一看就是新手，胆子很小，下了个底注就开始看牌。牌不好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扔掉，牌大的时候我就嚣张狂妄地加注。看到我这副样子，4人暗自偷笑，眼中流露出一丝得意。他们觉得我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任他们摆布。仅仅半个小时，我就把叶孙勇的5000元输得精光。叶孙勇的脸变得铁青，像一块冰冷的铁板，他的双手紧紧握拳，关节处因为用力而泛白。虽然他和阿强说好了骗我过来炸金花，5000本金，他和阿强一人负责一半，他还是期待我能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大杀四方，赢个盆满钵满。
那他分一半就赚半盆半钵。但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直接损失掉2500元，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了。他有点心痛，心中满是难受，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懊悔。我起身欲走，完全就是一副毫不留恋的样子。叶孙勇，不好意思啊，把你的钱输完了，我得走了，我女朋友等我回家呢，再见。叶孙勇一把拉住我，黑着脸问：你女朋友不是分手了吗？我脸上露出一副痴迷和幸福的样子，说道：但我又谈了一个，她是一名空姐，那身材那脸蛋简直绝了。闻言，阿强的脸瞬间就绿了，气得嗷嗷直叫，牙齿都差点咬碎。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充满了嫉妒和愤怒，还有无尽的憋屈和郁闷。至于叶孙勇，也气得差点吐血。若早知道我又谈了空姐女朋友，完全就是情场得意啊，他才不会让我代替他炸金花泥，那不是妥妥送钱吗？看着他们两个这一副吃瘪的模样，我的心里别提多么的畅快了，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我继续做事要走。这一下阿强急了，直接把10万现金推到我的面前，脸上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说道：没钱了没关系，我借给你，继续。我就期待的看向叶孙勇，输了还是算你的吧，赢了我们平分。叶孙勇吓得满头是汗，连连摇头，声音颤抖的说道：现在就和我无关了，输赢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又要起身，装作一副害怕输钱的样子，说道：那我不赌，我怕输了还不起。阿强气得嘴角直抽抽，只能安抚道：若你输掉了，不用急着还，慢慢还就行了。万一你赢了呢？刚才你输掉5000元是因为手气不好，外加不熟练，但现在你的手气可能就会好了。对啊，对啊，等下你一定能赢。其余3人也都来劲儿了，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现在我有了10万现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只肥羊啊！他们磨刀霍霍，准备大快朵颐吃我的羊肉。他们心里想着，谈了个漂亮空姐做女朋友，赌钱还能不输的？没看到以前阿强炸金花都输吗？现在他失恋了，手气好到爆，今天就他赢得最多。我装出一副胆小但又贪婪的样子，问道：真能赢？4人拍着胸脯保证。阿强说道：真能赢，你就放心吧。在这一刻，在他们的眼里，我已经从肥羊变成了肥猪。他们觉得我太愚蠢了，这是在炸金花，谁敢保证你能赢？这样的鬼话你也相信？不是肥猪是什么？我迫不及待地催促道：那就开始吧。这一把我改变了打法，就是不看牌，闷到底。3轮之后，罗胖子看牌了，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嘴里嘟囔着什么破牌，然后扔掉。4轮之后，钟建威也看牌了，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郁闷，轻轻咬了咬嘴唇，然后黑着脸扔掉。只有阿强还是没看牌，继续和我闷下去，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坚定，似乎在和我较劲。很快我就把10万一次性全压上了。阿强想要继续闷，他的脸上露出一副不甘示弱的神情，说道：继续。我看着他说道：那你借我钱啊，否则你就开。阿强怒气冲冲地说道：你没钱赌个几把？我也愤怒道：是你借钱给我，我才赌的。钟建威没好气道：10万封顶，别唧唧歪歪，快点开牌。阿强也就不说话了，拿起牌一点点晕开，然后就疯狂大笑，狠狠把牌拍在桌子上，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说道：金花，果然是金花，红桃78J。我装出一副不敢置信、不可思议的样子，满头大汗，手脚都在颤抖。金花？怎么可能？闷出个金花有什么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少见多怪。众人都看死人一样的看着我，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唯有阿峰的脸上浮出了一丝怜悯之色，他似乎觉得我很可怜。阿强伸手就要把我的10万扒过去，嘴里说道：你到底看不看牌？不看的话，钱就归我了。当然要看，万一我是更大的金花呢？我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盖在3张牌上，咬牙切齿地停顿了一会，然后就猛然掀开了牌，给我出金花。不可思议的是，竟然真的是金花，黑桃 AKQ。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阿强的眼睛瞪大到极限，满脸的不敢置信和恐惧，他的声音尖锐而颤抖，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闷出2个金花，而且还是这么大的金花，概率太少。他感觉有点不正常，甚至怀疑我出老千了，但又没有证据。我装出一副无比愤怒的样子，大声吼道：你闷出金花就很正常，我闷出金花就不可能。特么的，你就是个双标狗。这一把我的却出老千了。先前在打牌的过程中，我藏了3张牌，黑桃 AKQ， 但却是藏在财界中，所以我不担心被人发现。刚才用手压住牌，就暗中换掉了。10赌9炸，想要稳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老千。阿强，你的运气太背了，
其余人也终于醒悟过来，怜悯地看着阿强。先前阿强虽然赢了，但却没赢10万，现在一把输掉10万，已经开始输钱了。谁让他在赌桌上借钱出去呢？那还能不输？拿来吧！我毫不客气，直接伸出手，把阿强面前的10万扒拉了过来。瞬间我的面前就堆积成了一座山。20万啊！这混蛋为什么先前不赢，输光了我的5000才赢？在一边看着的叶孙勇气的差点吐血，牙齿都差点咬碎。他的心中充满了憋屈和郁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牌局继续，我延续了上一把的打法，就是不看牌，闷到底。偶尔也输，但大部分时间就是赢。只要我用手盖住牌，翻过来，那必然赢，不是3条就是金花。运气好到爆！很快，3个家伙输光了现金。罗大胖垂头丧气地站起身来，嘴里嘟囔着：“今天手气真差。”钟宪威则满脸不悦，他轻轻弹了弹烟灰，说道：“真没意思。先前他们2个看不起我，现在清洁66，我莫名的感觉快意。”阿峰也无奈地摇了摇头，双手插兜，只能旁观了。剩下我和阿强还在继续。阿强的运气的确好，所以他输的最少，但也输掉10几万了。而我面前堆积了40多万现金，非常吓人。阿强怀疑是自己借钱给我，让我的手气变好，于是就眼眸一转，问道：“你先还我钱？”我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说道：“打完牌还你，现在不还，我怕还钱后运气不好。你必须现在还钱。”阿强更是来劲儿了，狠狠地拍桌子，脸上露出一副愤怒的神情：“你赢钱了就必须还！”其余人也纷纷指责，这的确是赌场上的规矩。我只能装出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还了10万。牌局继续，我继续闷到底。阿强也不甘示弱，跟到底。最后他把所有钱都押上了，那可是10几万现金啊！显然他想孤注一掷，一次赢把大的。开你！我也毫不示弱，压了10几万上去，然后就覆盖牌猛然掀开，赫然就是3张 A。 不可能，阿强这把拿到了3个10，很大的牌，但对上3个 A 还是不够瞧啊！他一屁股坐在了桌子下面，脸色惨白，满脸迷茫。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哇塞，空姐给我带来了天大的好运，赌钱狂赢，走路捡钱，捡漏不停，爽歪歪。我把阿强面前的钱全部扒拉过来，还故意这么说话刺激阿强，就是在狠狠的鞭尸啊！气死我了！闻言，阿强当场气炸肺，差点就要吐血了。他的双手握拳，用力的砸着地面，嘴里不停的咒骂着。张扬的运气的确逆天，无人可敌。难道真是空姐女朋友带来的？其余人也都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一个个羡慕嫉妒恨。我又用遗憾的语气对叶孙勇说：“叶孙勇，若你一直出钱让我代替你赌，那这些收入有你的一半啊，至少25万呢。”啊，气死我了！这混蛋开始为什么不赢啊？叶孙勇也气炸肺，想吐血。他错失一次发财的机会啊，心中满是难受，脸上露出懊悔的神情。我也不耽搁，马上就找了2个塑料袋，装好这50多万，施施然的往外走，说道：“诸位，下一次我们继续。”好啊，好啊！钟宪威第一个答应，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服气，似乎想要在下次赌局中赢回来。没问题。罗大胖也点头，他们都是有钱人，输掉10万他们不在乎。这次输了，下次赢回来便是不相信我的运气会一直那么好。但阿强却没吭声，还是坐在桌子下面不知在干啥。可能他手头没钱了吧，不敢答应。我又回头看了叶孙勇一眼，说道：“叶孙勇，下次你出钱，我帮你赌，包你大赢特赢。这混蛋骗我过来赌钱，我当然要狠狠教训他。输掉5000不算什么，仅仅是利息。这个下次再说吧。”叶孙勇有点异动，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犹豫，似乎在考虑我的提议。我邪恶一笑，提着钱下楼了。但我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刚走出健身馆没一会，还没上公交呢，就被一辆警车拦住了。2个警察扑下来，直接把我抓了起来。其中一个是女警，英姿飒爽，身材火爆，非常的引睛。她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腰间的配枪闪烁着寒光，眼神坚定而锐利。第28章进警局了。我用无辜的眼神看着这个漂亮的警花，用带着磁性的声音问道：“警察妹妹，你抓我干嘛？”警察妹妹，我真的比她年轻。赵一彤莫名的红了脸，眼前的帅哥真是太帅了，有点移不开眼。他的脸颊泛起了一抹红晕，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羞涩。男警很不爽，我太帅，让他心目中的女神赵一彤丢了魂，怒气冲冲道：“少油嘴滑舌，有人举报你参与赌博，数额巨大。”举报？卧槽！难道是阿强输急眼了，就举报了？我目瞪口呆，惊讶至极。他自己也参与了赌博啊，
就不怕也被抓起来？我定神，笑道：警察叔叔，那你有证据吗？尼玛，我有这么老吗？男警察气得要吐血了，指着我手中的2个塑料袋，这就是证据。我知道里面有50多万现金，就是赌资，没想到你还是赌神，1赢5，通吃啊！赌神，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赵一彤也回过神来，满脸的冰寒，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威严，让人不敢直视。50多万现金，我怎么不知道？我装出一副荒唐迷茫的样子，看智障一样的看着两人。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2个警察勃然大怒，一人一个夺走了我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个屁的现金，赫然就是2袋树叶和几块石头。钱呢？2个警察满脸的懵逼，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疑惑。男警不信邪地将塑料袋抖了又抖，几片枯黄的树叶打着旋儿飘落，在地面上滚了2圈，最终停在赵一彤的警靴边。他转头看向赵一彤，像是在寻求答案。明明有人举报他带着巨额赌资，怎么会？赵一彤微微皱眉，蹲下身子捡起一片树叶，手指轻轻摩挲着叶片上清晰的纹路，眼神深邃而专注。片刻后，他站起身来，目光如炬地盯着我，语气却沉稳冷静。不管有没有赌资，有人举报你参与赌博，还是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配合调查。我依旧装出一副无辜委屈的模样，苦着脸说道：警察同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啊，我就是路过这里，捡了一些树叶带回去做花肥，几块石头也是用来压花盆的，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说着，我还偷偷瞥了一眼健身馆的方向，心中猜测着是不是阿强在搞鬼。少废话，有什么话到警局再说。男警不耐烦地打断我，粗暴地推搡着我往警车走去。赵一彤则跟在后面，时不时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让我感觉如芒在背。警车一路呼啸，很快就到了警局。审讯室里，白炽灯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坐在冰冷的铁椅上，双手被靠在桌子上，对面坐着赵一彤和那个男警。男警阴沉着脸，手中的笔不停地在记录本上快速书写，而赵一彤则双手抱胸，眼神犀利地盯着我，试图从我的表情中找出破绽。姓名、职业，详细说说今天的行踪。赵一彤率先开口，声音简洁而有力。我深吸一口气，开始编造早已想好的借口。我叫张扬，以鉴宝捡漏为生。今天上午我去了古玩城，路过健身馆的时候，遇到一个以前的同事，他热情地邀请我进去坐一会儿。我想着反正也不着急，就跟着他进去了。和他们聊了一会天，我就告辞了，顺便捡了2袋树叶。哼，说的倒是轻巧。男警冷哼一声，据举报人称，你在里面参与赌博，而且数额巨大，这又怎么解释？举报？那肯定是有人故意诬陷我。我激动的大声辩解，身体往前倾，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被手铐拽住，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根本就不会赌博，更不可能参与什么巨额赌局。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要明察秋毫，别被坏人给骗了啊！赵一彤微微眯起眼睛，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怀疑。你说你不会赌博，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赌局现场？而且据我们了解，你和举报人的关系似乎并不简单。我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事情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看来阿强不仅报警，还向警方透露了不少信息。我强装镇定，脸上挤出一丝苦笑。警察同志，我跟叶孙永真的只是普通的前同事关系，而且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今天他突然邀请我，我也觉得很奇怪，但又不好意思拒绝。我发誓，我真的跟赌博没有任何关系。审讯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赵一彤和男警小声交流了几句，随后起身离开了审讯室，只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我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上明灭不定的灯光，心中暗自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女警赵一彤踩着黑色高跟鞋，身姿挺拔地走进审讯室，身上带着淡雅的芳香，她身上的警服笔挺，每一个褶皱都透着严谨与威严。她将手中的文件夹重重地拍在那张老旧的铁桌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随后严肃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你藏起来的现金，举报人也说明了一切，你还是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不是什么大罪。听到这话，我差点憋不住笑。50多万现金就在我的财界里面呢，那可是连我自己都觉得神奇的秘密空间，就凭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到？这女警看着正气凛然，竟然还想用诈术来套我的话。我故意瞪大眼睛，装出一副无辜又惊讶的样子，看向她胸前的警号。流氓，你看什么？赵一彤瞬间羞恼至极，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红晕，连耳尖都变得通红。但她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警服下原本就傲人的曲线变得越发挺拔，随着她急促的呼吸，微微颤悠悠地晃动着，在这略显压抑的审讯室里显得格外美丽和诱人。我摊开双手，无奈地说道：我看你的警号啊，怎么就成流氓了？
不过你是真的很漂亮，是我喜欢的类型。话说你多大了？有男朋友吗？你爸妈是干啥的？你给我老实点，这是在审讯室，不是在相亲。赵一彤的眉头紧紧皱起，眼神中满是恼怒，狠狠地白了我几眼，那眼神仿佛要将我千刀万剐。我丝毫不在意，反而满脸真诚和期待地说道：我没剧毒，所以对于我而言，这里不是审讯室，而是相亲现场。我很中意你，若你没有男朋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赵一彤上下打量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无奈，忍不住问道：你真是第一次进审讯室？在他看来，我面对审讯还能如此油嘴滑舌，一点也不紧张害怕，看上去就是个老油子，像个惯犯。当然是第一次。我立刻挺直腰板，满脸正义凛然，眼神坚定地看着他。我是大好人，与黄赌毒不共戴天，做你的男朋友完全合适。赵一彤有些头痛地揉了揉太阳穴，他从警这么多年，就从来没遇到过我这样难缠的家伙。进了局子不害怕，还敢在审讯室里公然调戏他。更不可思议的是，警局系统里显示我没有任何案底，这让他心中满是疑惑。过了好一会，他才冷静了下来，疑惑地问：你真靠捡漏赚钱度日吗？不会是靠赌钱为生吧？我马上装出一副受到侮辱的样子，胸膛剧烈起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声说道：我是文物鉴宝专业毕业的，这里是中海古玩之都，若我赚不到钱，别人还能赚到钱吗？顿了顿，我故意提高声调，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今天我就捡了个大漏，狂赚200多万。你就吹吧。赵一彤当然不相信，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又白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就是个只会吹牛的骗子。不信你打电话问问赵老爷子就能证明了。我自信满满的说出了赵老爷子的电话号码。你竟然认识我爷爷？赵一彤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脸上满是惊讶和不可思议。什么？赵老是你爷爷？你看看，你看看，这完全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和你爷爷那可是忘年交。我激动地说着，身体不自觉地往前倾。他一直说要让我做他的孙女婿，我担心他孙女的颜值不高，不敢答应。但现在我却想要答应了，因为你真是太美了，天仙一样漂亮。这简直就是绝处逢生啊！本来自己只是想让赵老爷子证明一下我捡漏的事，好洗脱嫌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你闭嘴，油嘴滑舌的，一看就不是好人。赵一彤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脸颊再次泛起红晕，然后气呼呼地走了出去，开始打电话。也不知怎么回事，明明他走得够远，但我竟然听得清清楚楚。我的听力什么时候有这么好了？爷爷，我是一彤呀，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扬的年轻人？他的颜值很高，身材很好。赵一彤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和不确定。一彤，你说张扬，我能不认识吗？那可是鉴宝捡漏的天才，昨天连续捡漏，今天更神奇。赵老爷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充满了赞赏和欣慰。他从一个破旧的书橱的木板夹层里找到了10张咸丰年间的银票，那品相，绝了！可惜他不卖给我，说是想自己收藏。他竟然不是在吹牛。赵一彤的声音里充满了惊讶。一彤，你怎么会认识张扬的？赵老爷子好奇地问道。这个就是碰巧认识了。赵一彤语气有些支支吾吾，显然他不敢说把我抓起来了，怕他爷爷发飙。从刚才的通话中，他能听出爷爷和我真是忘年交。很快，赵一彤又去和南警商议，两人在走廊上低声交谈，不时朝着审讯室的方向看过来。隐约间，我听到他们提到没有任何证据，疑罪从无之类的话。然后他就走进来，脸上带着一丝尴尬和歉意，打开了我的手铐，歉然道：不好意思，这是一次误会，我们弄错了，我现在也下班了，送你回去吧。那就谢谢了。我当然不可能拒绝，这么漂亮的警花送我回去，说出去都倍儿有面子。很快我就上了他的宝马车，车内弥漫着淡淡的香水味，与他身上的芳香交织在一起。他熟练地发动车子，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轻微的声响，随后车子便朝着陶运山庄狂飙而去。路上我看着他专注开车的侧脸，忍不住口花花道：怎么样？你对我的看法如何？什么看法如何？他目不斜视，语气平淡地问道。我们今天不是相亲了吗？我嘴角上扬，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你最好别惹怒我，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赵一彤白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警告，然后又补充道：你知道我爷爷曾经是干什么的吗？知道我爸妈叔叔姑姑是干什么的吗？你敢打我的主意？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抓了抓头发，心中充满了好奇。难道赵老爷子有不凡的过往？我爷爷曾经是省部级正级，我爸现在是某军区重要人物，我叔叔是厅局级正级，我姑姑是金玉满堂珠宝公司老板，身家过千亿，我哥现在是中海公安局局长。赵一彤傲娇地说着，脸上带着一丝自豪。所以给我老实点，别惹我。卧槽，好大一条大腿！我瞪大了眼睛，有点难以置信，心中却是一片狂喜。
这背景也太强大了，以后必须多多和赵老爷子交流，这妞也要教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大用场。有种你继续撩我呀！见我惊呆了，赵一彤心中舒爽，挑衅地瞥了我一眼。你这么漂亮性感，任何男人一旦见到都会想撩几句的吧？除非是瞎子，看不到你的美丽。我努力地压下心中的震撼，弱弱地辩解道。见我又夸她漂亮，赵一彤心中欢喜，语气也变得柔和起来。等来到桃园山庄门前，他停下车，眼神中带着期待地问：你那银票可以卖给我一张吗？我也很有兴趣。不卖，但可以送你一张。我假装把手伸进怀里，实则是从财戒中取出了一张50两的咸丰银票。明显品相变好了不少，原本有些泛黄的纸张变得光洁，上面的龙凤图案栩栩如生，真的如同一件艺术品一样漂亮。赵一彤小心翼翼地接过，眼睛紧紧盯着银票，仔细地看了又看，满脸都是欢喜。然后他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敢收，我还是给你钱。给什么钱？就是白捡来的东西。我摆摆手，推开车门走了下去。不行，我要给你钱。赵一彤赶紧下车，踩着高跟鞋小跑几步，一把就拉住我，否则别人还以为我收你的贿赂呢。那你拿去欣赏一段时间，将来还给我好了。我看着他如花的俏脸，妩媚的眼眸，莫名的心跳加快。这妞的颜值很能打，可惜背景太吓人了，还是不敢轻易招惹。我用一个宝物和你交换吧。赵一彤迟疑了一下，然后就吞下了手腕上的玉镯子，塞到我的手里。我忍不住就仔细的打量。玉镯通体碧绿，质地晶莹剔透，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是一个高冰重正阳绿的翡翠镯子，美得让人目眩神迷。这样的宝贝在市面上价值不菲，至少也价值200万。我连忙摇头，不行不行，你这玉镯子太贵重了，一张银票换不来，10张还差不多。你是个屁的鉴宝捡漏高手呀，竟然说我的玉镯子价值200多万。赵一彤鄙夷地看着我，打眼了。我有点尴尬，赶紧把中指点了上去。高冰种正阳绿翡翠镯子，可惜已有裂痕，价值大大降低，可修复。卧槽，有裂痕了！我急忙从口袋里面取出小手电筒，仔细的照，果然有2处裂痕，非常细小，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但玉镯子一旦有了2个裂痕，断裂的时间也就不远了，因为是戴在手腕上的，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碰撞，而一旦断裂，也就只能车珠子了，那价值至少降低10倍，估计也就价值20多万，和我的银票的价值相当。换不换？见我看到了裂痕，赵一彤也就微笑着问道：换。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可能会拒绝？喜滋滋的答应下来，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啊！我的运气也太好了。那再见。赵一彤也很高兴，马上就小心翼翼地捧着银票上了车，驾车去了。哎，这样的顶级大美女，也不知道什么人才够资格被她看上。我目送她远去，暗暗的感叹。我把玉镯子收进了财界中的万宝楼，修复工作也马上就开始了。我又拨通了阿强的电话，装模作样道：阿强，你们都没事儿吧？我竟然被抓进去了，不知道谁举报了。我们都没事儿，你现在怎么样了？阿强的声音中满是惊讶和关切，那语气装的还挺像。我现在当然出来了，啥事儿也没有。至于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太帅了，撩拨了警花几句，他就心花怒放，直接把我放了。我得意一笑，故意提高声调：下次有牌局的话再联系我啊，一天赚这么多，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现在我就要去和李沁互动了，她真的好性感好漂亮，我太喜欢了啊，气死我了。阿强电话都不挂，直接怒不可遏的狠狠摔了手机。他太愤怒了，太郁闷了，今天非但没报仇成功，反而输掉几十万，举报都没屁用，就离谱，气不死你。我满脸都是坏笑，迈着悠闲的步伐，很快就来到了李沁的租房门前，抬手敲门。门打开的瞬间，我就被亭亭玉立在门口的李沁所深深的吸引和惊艳。她一定已经沐浴过了，穿着一条蓝色的吊带睡裙，领口很低，露出精致的锁骨，雪白的香肩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如藕的双臂自然下垂，还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在睡裙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诱人。她不施粉黛的容貌精致无瑕，水汪汪的桃花眼波光粼粼，满是对我的深情。绸缎一样的乌发飘逸在身后，发梢还有些湿润，我很想伸手握在手里尽情的把玩。浓郁的沐浴露芳香扑鼻而至，混合着她身上独有的体香，简直就是色香味俱全，能让任何男人都神魂颠倒。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不是让你早点回来吗？李沁娇嗔着，声音软糯，带着一丝埋怨，但更多的是关切。话音刚刚落下，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用力的把她搂入怀中，狂热的吻住了她的双唇。李沁先是微微一怔，随即开始轻轻挣扎。不要，门还没关呢。她满脸羞涩，弱弱的拒绝着，但很快就彻底的迷失了，
双手如同藤蔓一样的缠住我的脖子，踮起脚尖，热情如火的回应起来。她的心中当然是很甜蜜的，因为男朋友是如此痴迷她的美丽。好羡慕，还真有人路过，是隔壁邻居，一名30多岁的女人，她用羡慕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我们也马上就清醒过来，都感觉到无比的尴尬，尤其是李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躲藏起来。我们赶紧走进门去，飞快地把门关上了。我先去沐浴了一番，穿着睡衣，搂着李庆坐在沙发上闲聊。李庆满脸通红，无比娇羞，芳心狂跳。这样亲密的相处方式，他很不习惯，所以非常容易脸红。但其中的美好也让他格外的喜欢和迷恋。你同事找你干啥？李庆好奇地问，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我胸口画着圈。今天有点惊险，我没有隐瞒他，把阿强设局骗我去赌钱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他知道阿强有多坏，避免他对阿强有什么愧疚，或者还有什么余情。当然，后面阿强报警让我进警局，我就没说出来了，免得他紧张和害怕。什么？阿强竟然这么坏，让人骗你过去炸金花？李庆满脸震惊，嘴巴张得大大的。你还赢了他们50多万，我只能小小的教训他们一顿。我轻描淡写的说着，把手里的塑料袋打开，里面赫然就是50多万现金。若是赵一彤和那个男警看到，一定要无比疑惑，和气炸肺的。你还擅长赌技？李庆目瞪口呆地看着袋子里面的钞票，眼神中满是惊讶和崇拜。曾经好奇就研究过，略微掌握了一些技巧。但你放心，我对赌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仅仅喜欢捡漏，不仅合法，而且还赚得更多。我伸手将他一缕散落的头发别到耳后。能和你恋爱是我的幸运，我现在很幸福，对我们的未来很憧憬。张扬，我爱你。李庆当然相信了我的话，莫名就有点心动非常，搂住我的脖子，含情脉脉，荡气回肠。能追到你也是我的运气。我轻轻地搂着她，迷醉惊艳地欣赏她的美丽和性感，忍不住又轻轻地吻住她。李庆也热情如火地回应起来。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比旖旎美好的境地。终于，我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把她拦腰抱起，走进我的房间去了。你想干什么？不要啊！李庆惊慌失措，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我是最好的老师，今晚你是学生，好好学。我坏笑道。不行，这2天你太累了，必须好好休息。李庆仅仅学了片刻，就羞得不行了，趁我一个不注意，逃一般的跑掉了。只有独属于他的芳香，还在这个房间之中久久飘荡，引我无限遐思。我并未出声挽留，也没强行拉住她。她本就是个性格保守的女子，在与阿强恋爱时，连牵手这样的举动都不允许。如今能与我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对我而言已是莫大的幸运，又怎敢奢求更多？况且经历了今日鉴宝时的全神贯注，赌局中的紧张博弈，以及警局审讯带来的精神压力，我早已疲惫不堪。沉沉睡去后，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当我再次醒来时，窗外早已大亮，发现身上又冒出了一些散发着异味的液体，不过相较于昨天早上，量已经少了许多。沐浴过后，我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竟发现自己似乎比之前更加帅气，整个人精神抖擞，精力充沛的仿佛有用不完的劲儿。那只高冰种玉镯子已经被裁戒修复，原本细小的裂痕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通体碧绿，晶莹剔透，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美得令人心醉。我细细地感受着它温润的质地，心中满是欢喜。这可是价值200万的宝贝啊！想到短短2天时间，自己就拥有了数百万身家，一切都如梦如幻，让人不敢相信。这天，李庆兴致勃勃地拉着我，说要去陪我找租房。然而，我却一把将他拉进了电影院。昏暗的放映厅里，我们依偎在一起，随着电影情节的起伏，时而欢笑，时而紧张。看完电影，我们又去品尝了一顿丰盛的大餐。餐桌上，我们有说有笑，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我还特意为他送上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火红的花朵映衬着他娇羞的脸庞。那一刻，时光仿佛都为我们驻足。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无比愉快甜蜜的星期天。或许是因为看到我已经得到了充足的休息，又或许是这一天的甜蜜互动让李庆对我爱意更浓。当晚，在柔和的灯光下，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羞涩和矜持，愿意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迈出一步。虽然仅仅只愿意学习第一招，用手来感受彼此的爱意，对于第2招，他还是有些羞涩和保守，坚持说要等到将来同居后才行。但这已经让我幸福无比。周一清晨，李庆在上班前轻轻整理着我的衣领，认真地叮嘱我：今天你无论如何也要去租房，周5我那同事就要搬过来了，别到时人家搬过来你还住在这里，那就闹笑话了。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答应。可等他一离开，我便把租房的事抛到了脑后，兴致勃勃地去了古玩城捡漏。还没来得及仔细逛逛，赵老爷子就打来了电话：张扬，你到我家里来一趟，带上你的银票。我看着手机上赵老爷子发来的定位，心中满是疑惑，但还是决定立刻前往。按照导航的指引，
我来到了一座豪华至极的别墅前。远远望去，别墅被漂亮的围墙环绕，占地广阔，至少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围墙内绿化做得十分精致，假山流水相映成趣，奇花异草争奇斗艳，室外泳池波光粼粼，还有篮球场、足球场和宽敞的停车场。别墅共有3层，每一层的面积都堪比一个足球场，3层加起来规模宏大的令人啧舌。还没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富贵之气便扑面而来，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地摊货，我突然有些犹豫，这样平凡的我真的有资格踏入这奢华之地吗？就在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前时，一个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张扬，你鬼鬼祟祟在这里干嘛？我急忙回头，只见赵一彤身着一袭黑色紧身裙，优雅地站在那里。紧身裙完美地勾勒出她前凸后翘的身材，曲线玲珑，性感至极。一头齐耳短发不仅没有减少她的女人味，反而为她增添了几分妩媚。她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如同一汪清泉，红艳艳的小嘴巴微微上扬，高挺的鼻梁透着一股英气，整个人散发着高贵的气质，再加上身上若有若无的芳香，无一不在提醒着我，眼前的女子是个顶级白富美。我有点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衣服，装出一副淡然自若的样子，说道：我是来找你爷爷的。心里却暗自祈祷，千万不要被他看出我的窘迫。赵一彤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怀疑。那就进去啊，在这里发什么呆？我还以为是小偷在踩点呢。他的话让我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反驳道：你见过有我这么帅的小偷吗？你不会是犯了职业病吧？你这样的小偷见得多了。赵一彤戏谑地说完，便率先朝着别墅内走去。我连忙跟在他身后，本想和他并肩而行，可他却有意无意地加快脚步，用身体挡住我，不让我跟上。我有些无奈，只能默默地跟在后面。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我主动搭讪道：你爷爷今天为什么没去店里？你为什么不上班？赵一彤头也不回，语气冷淡地回答：我爷爷年纪大了，今后不会天天去店里了，找了鉴定高手坐镇的。至于我，当然是今天休息啊。从他简短的回答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并不待见。昨天对我比较热情，是因为他想交换我的银票，现在银票已经到手，我对他似乎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看着周围奢华的环境，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家怎么这么豪华？是不是有点太过高调了？他的家人大多在从政或军队工作，这样的住所难免会引人侧目。赵一彤一脸傲然，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这是我姑姑送给我爷爷的别墅，谁有什么话说？我恍然大悟，想起他姑姑是金玉满堂珠宝公司的老板，身家过千亿，买这样一套别墅送给赵老爷子，确实是轻而易举，也无人敢说闲话。赵一彤微微放慢脚步，好奇地问道：你找我爷爷什么事儿？我赶忙加快几步，终于找到机会和他并肩而行，说道：是你爷爷让我来的，让我带上银票，具体什么事儿我不清楚。闲聊间已经走进别墅大门，一名30多岁的女管家便迎了上来，她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微笑着将我带到了别墅的2楼。2楼的大厅宽敞明亮，奢华程度远超我的想象。赵老爷子悠闲地靠坐在雕花檀木太师椅中，太师椅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泛着古朴的光泽，椅背上雕刻的降龙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破壁而出。他手中的紫砂壶正氤氲着袅袅茶香，茶香与屋内燃着的沉香交织，在空气中弥漫出一股令人心安的气息。还有3个气质不凡的男人坐在沙发上，正在笑谈之中。其中那个精神矍铄的唐装老头，赫然就是那天在古玩城买李沁玉佩的翡翠阁老板乔山水。另一个中年人气质儒雅，笑容亲切，衣着虽低调却难掩奢华。最后一个是30来岁的男子，衣冠华丽，剑眉入鬓，神采飞扬，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赵老爷子瞧见我走进来，立刻笑着招手，万间的老山檀木手串随着动作轻响，发出沉稳而有节奏的碰撞声。张扬，快过来。等我踩着厚实的羊毛地毯走近，赵老爷子端起茶盏轻抿一口，又将茶盏轻轻搁在黄花梨茶几上，那茶几表面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镜，倒映着室内璀璨的吊灯。他笑盈盈地介绍道：这年轻人名叫张扬，鉴宝捡漏的天才。这位是翡翠阁老板乔山水，在这行摸爬滚打几十年，看东西那叫一个准，圈子里谁提起乔老都得竖起大拇指。乔老你好，上次我卖了一个玉佩给你，你还记得吧？我恭敬地行了个礼，腰背挺得笔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局促，但掌心还是悄悄冒出了汗。乔山水捻着山羊胡，浑浊的眼珠转了转，苍老的面庞挤出一丝笑意，脸上的皱纹如同老树的年轮般深刻。我当然记得，也就大前天的事儿吧。那玉佩我很喜欢，赵一刀的作品嘛。赵老又指着那位气质儒雅的中年人介绍道：这是苏文远，国内顶尖的古董商，在拍卖界人脉极广，经手过无数价值巨大的藏品。上个月刚在苏富比拍下了一件宋代汝窑笔洗，轰动一时。那笔洗的釉色
简直能把人魂勾走。苏老板你好，我再次恭敬的问好，心里暗自啧舌，这样的人物若不是赵老爷子引荐，自己再努力3年也未必有资格认识。苏文远推了推金丝眼镜，目光透过镜片打量着我，那眼神仿佛能看穿我的内心。听说你从书橱木板夹层找出银票，很不错。他的语气平淡，却让我莫名有些紧张，感觉自己就像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标本。赵老爷子最后指向那位气宇不凡的年轻人，这是孙永军，孙氏集团的继承人，博学多才，喜欢收藏，也喜欢捡漏，可惜经常打眼，上个月买元青花，结果是赝品，又赔了几百万。不过年轻人嘛，交点学费正常。军哥你好，对你久闻大名。我暗暗倒抽一口凉气，孙氏集团可是中海最牛的家族企业，涉足房地产、金融、医药、游戏等多个领域，市值几千亿。孙永军微微点头，神色冷淡。你好。他端起茶盏，轻抿，姿态优雅，却透着一股疏离感。茶盏中的茶水泛起细微的涟漪，又缓缓归于平静。我心里清楚，地位上的差距摆在这里，他这样的态度再正常不过。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终究要靠自己的实力，所以我也没什么不高兴，更没伤自尊。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们都对你的银票感兴趣，你先拿出来让大家欣赏一下。赵老爷子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仿佛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些银票。我已经和您孙女赵一彤换了1张银票，只剩下9张了。我一边说，一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9张银票，整齐地摆放在茶几上。这些银票经过裁界滋养，品相越发完美，纸张洁白如新，上面的字迹清晰有力，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仿佛自带一层光晕。品相太好了，简直就是完美。众人纷纷围拢过来，眼神中满是喜爱和惊叹。赵一彤从3楼走下来看热闹，她穿着一身黑色修身连衣裙，颈间的钻石项链随着步伐闪烁，如同夜空中的繁星。我已经有了1张。她满脸得意之色，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双腿优雅地交叠在一起。4张50两的，我们1人1张；5张30两的，我们还是1人1张。剩下1张，张扬你自己收藏吧，我们也不占你便宜，愿意用对等的宝物和你交换。所以今天其实就是赵老举办的一个藏有互换宝物的交流会。乔老爷子放下银票，眼眸中闪过一丝狡黠。孙永军担心我拒绝，补充道：张扬你别急着拒绝，先喝茶，好好的考虑一下。你有这么多张银票没必要，收藏1张就够了。互换宝物，这倒是挺有意思的。我微微沉吟，端起茶盏轻抿一口，滚烫的茶水在口中打转，茶香四溢。表面上我努力保持镇定，但内心却在快速盘算着其中的利弊。赵老爷子似乎笃定我会同意，提醒道：互换宝物也是有风险的，要看你的眼力好不好，否则就可能吃大亏。怎么样？对自己的鉴宝能力有没有信心？我谦虚地笑了笑，露出略带羞涩的表情。我就是个鉴宝捡漏的新人，不过就是运气好捡漏了几次而已，眼力当然是不能和诸位前辈比的。但既然你们都喜欢我的银票，那就交换吧。我相信你们拿出的宝物一定不凡，我期待着呢。等下我有事要处理，就我先来吧。乔山水说完，小心翼翼地打开手中的锦盒盒子，开启的瞬间，一股淡淡的檀木香气飘出。盒内的丝绒衬垫上，一块碧绿的玉佩静静躺着。他捻着丝绢拖出玉佩，玉佩在吊灯下流转着幽幽绿光，仿佛蕴含着神秘的力量。这玉佩曾是恭王府旧藏，乾隆年间造办出的手艺，光那缕金丝嵌的赤龙纹就是当时难寻的孤品。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我接过玉佩时，能感受到丝绢的柔软。从包里取出手电筒仔细照耀，又翻来覆去的打量。冰诺重阳绿，质量算是比较高，价值应该远超2张银票，这老家伙倒是舍得。我在心里嘀咕着，但我并不放心自己的鉴宝能力，于是用中指偷偷碰触了一下玉佩。冰诺重阳绿翡翠玉佩，1775年制，曾为和孝公主陪嫁，暗纹处有修补痕迹，价值大减，可修复。靠，原来是个损坏的玉佩，否则凭借着古玉佩的名头，价值100万没问题。但现在嘛，估计10万都不值了。我暗暗感叹，鉴宝这行水太深，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幸好我有才戒，想占我便宜，没门。我举起玉佩，对着光仔细查看，终于找到了修补痕迹，笑着说道：乔老板，这玉的沁色倒是自然，但暗纹处还是有修补痕迹，如今看似完好，实则很容易就会裂开，那就一文不值了。你这块玉佩当然不能换我2张银票。有修补痕迹，赵一彤、孙永军、苏文远还有赵老爷子都来了兴趣，纷纷拿起玉佩仔细端详。他们拿着放大镜在玉佩上反复寻找，屋内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粗重的呼吸声和放大镜移动的轻微摩擦声。许久，他们才勉强看到那细微的修补痕迹，脸上不禁露出佩服之色。乔山水也对我伸出了大拇指，眼中满是惊讶。
厉害！我相信，我修补过后的玉佩，若不点破，能看出破绽的人很少。没想到被你一个年轻人看出来了。这样吧，我还是用这块玉佩交换你2张银票，但我再补你20万，你看如何？其实他有点舍不得再给出玉佩，直接用25万或者30万买下2张银票是更优的选择。毕竟这玉佩虽然有瑕疵，但有着恭王府就藏的名头，摆在自己店里慢慢卖，总有人会打眼，看不出瑕疵，花100万高价买走的。但他也是古玩圈里有头有脸的大佬，当着众人的面说是来交换宝物，结果带了个有问题的玉佩，被看出来了就不交换了，而是花钱买，传出去实在丢脸。成交！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因为玉佩修复好后就价值100万，太赚了。很快交易完成，我的卡里多出了20万，存款一举突破了50万，加上财界中的50多万现金，还有一个玉镯，一个玉佩，身家已经过400万了。我心里美滋滋的，一个小目标似乎也没那么遥远了，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了一抹笑容。乔老板竟然没走，继续稳稳地坐在那里，喝着女佣送上的茶，眼睛却紧紧盯着其他人，显然是想看看别人带来的宝物，不愿错过任何精彩的场面。我是真的有事，所以第2个我来吧。苏文远暗戳戳地讥讽了乔老板一句，轻轻推开木盒，盒盖开启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他指尖轻抚画轴，傲然道：“这是明代唐寅的山居图，上个月刚从港岛拍回来，连启功先生的提拔都还在，价值不菲，换你2张银票，绰绰有余。”展开画轴时，一股陈旧的墨香扑面而来，画面上的山水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我接过画作，仔细端详，表面的笔墨山水苍劲有力，却有唐寅风格，可总觉得少了几分神韵。但要说哪里不对，却又说不上来。毕竟我从未见过唐伯虎的真品画作，仅仅从书本上知道他的画作特征。于是我用中指碰触临表边缘。张大千作假的山居图算是游戏之作，虽然能以假乱真，但懂行者能轻易看出破绽，略有价值。张大千还作假了唐伯虎的画作，我无比惊讶。据我所知，张大千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之一，他是500年来经鉴第一人，也是闻名天下的第一造假高手。他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的，在一元时代不断创造着市场奇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这么评价：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5代之壁画，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无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实际上，张大千最善于模仿的是石涛的画，其中一个故事和收藏家陈半丁有关。陈半丁是当时中国北方的重要收藏家，在鉴定方面也是权威。一次，他邀请朋友到自己家来欣赏自己刚寻到的石涛作品，当时王雪涛、陈师曾等名家都来了。喜欢石涛的张大千听到消息也不请自来，成为当天的不速之客。等客人到齐之后，陈半丁把自己收藏的一册石涛画页得意地拿出给大家欣赏，一时厅里都是赞叹之声。而张大千看了之后却笑了起来，陈半丁和客人都指责张大千无礼。张大千回复说，只因这本册子我知道。他随后说出了册子每一页都画了什么，结果打开看，果然页页都如张大千所说，包括题款和印章都和张大千说的一模一样。陈半丁问张大千，莫非也收藏过这套册页？张大千回答，我哪里买得起这价值连城的册页，这是我画的。然后张大千当场拿起纸笔给众宾刻画了一幅石涛的画，大家这才折服，但也被弄得相当没面子。更怪异的是，我脑海浮现的信息还没结束，增加了一句，还另有乾坤。区区一幅画，怎么还另有乾坤了？我满腹疑惑，再次仔细观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画面，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但我不动声色，内心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怎么，你看出这画有问题？见我久久不语，赵一彤起身坐到我身边，偏头看着我，眼神中带着好奇，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阴影。我凑近他，能闻到他发间若隐若现的香气，在他耳边小声道，你也看出问题了？真是赝品。赵一彤有点惊讶，甚至鄙夷地看了苏文远一眼，顶尖古董商竟然带赝品来换宝，也太没脸了。他还不忘瞥了一眼乔山水，显然也在腹诽这老头拿残次品骗人，眼神中满是不满。我笑了笑，看着苏文远道，苏老板，这幅画虽然是唐寅风格，但并非真迹，价值与我的银票相比实在差得远。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孙永军饶有兴致地看着，身体微微前倾，脸上挂着看好戏的表情，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没想到这2个行业大佬带来的宝物都有问题，这场面比电视剧还精彩。赵老爷子也差点破防了，脸色十分难看，重重地哼了一声，手中的拐杖在地面上敲了敲。苏文远脸色一沉，翡翠扳指在掌心撞出清脆声响，他猛地站起身，怒气冲冲道，年轻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我这幅画可是经过多位专家鉴定的，若这是唐寅的山居图真品，价值至少过1000万，你怎么会舍得用来换我2张价值50多万的银票？我和苏先生第一次见面，没有任何交情，送人情的可能性不存在。那么，除了是赝品，又能是什么？我一边反驳，一边观察着苏文远的反应。苏文远无言以对，尴尬无比，又飞快地看了一眼越发愤怒的赵老爷子，才赶紧真诚地辩解着：这个的确是赝品，但赝品也很值钱，不会亚于你的2张银票，否则我不可能用价值过1000万的画来换2张价值几十万的银票。赵老爷子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轻轻点了点头。苏先生，你说的不错，即使是赝品也有价值，因为这是张大千假冒唐伯虎的画作。我笑道，至于在价值上能不能比得过我的2张银票，就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张大千假冒的画作，众人都吃了一惊，纷纷走过来仔细观摩。他们拿着放大镜研究半天，终于在画的暗影中找到了大千2字，屋内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厉害！众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再次被我的恐怖鉴宝能力所折服。他们的眼神中既有惊讶，又有敬佩，仿佛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秘高手。我满脸惶恐，连连摆手，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晚辈也就是年轻，视力好，也运气好，恰好就看到了暗影处的大千2字。我可不敢鞠躬，毕竟这是财界的功劳，还是低调为好。赵老爷子看着苏文远，淡淡的说：张大千的作品价格每平方尺高达4至5万元，代表作的价格更是突破了100万元。不过这一幅画却是仿作，也是游戏之作，没有自己的精气神，虽留有字，但很难就认定是张大千所留，价值的确很有限。他的话语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在苏文远心上。苏文远略有脸红，向我问道：张扬是吧？我用这一幅画外加10万元换你2张银票如何？成交！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若这一幅画不是另有乾坤，我或许还要犹豫一下的。很快交易完成，我多了一幅唐寅的赝品画，银行卡又多出了10万元。看着手机上的到账信息，我心里乐开了花。现在轮到我了吧？孙永军从包里面取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铜币，脸上满是得意和自信。这是我好不容易掏到的超级宝贝，可值钱了。然后递给我道：你看看这宝物，你满意吗？我满怀期待的双手接过，瞪大眼睛仔细的打量，然后眼睛就亮了起来，惊呼出声：天卷通宝！什么？天卷通宝？所有人都惊呼出声，连赵一彤也马上凑回到我身边，瞪大眼睛兴奋的观看。那浓郁的香水味再次包裹了我，让我心旷神怡。但现在我的注意力全在手中的钱币上，实在是天卷通宝太过珍惜和珍贵。天卷通宝是中国古代钱币中的璀璨明珠，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它诞生于金代早期，具体铸造时间为金熙宗天卷年间，公元138至140年。金熙宗在位时推行汉化政策，对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天卷通宝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天卷通宝的形制丰富多样，分小瓶和折二2种。小瓶前展现出楷、篆2种书体，而折二前的面纹均为楷体。折二前直径约3厘米，重量大概在7.2克左右。其制作工艺堪称一绝，钱币同色温润，形制规整，钱币面稍深而被略浅，穿口利落，充分彰显了金代工匠登峰造极的铸造技艺。前文更是独具特色，书法俊秀俊朗，功底深厚。卷字多一横，通字写法类似南宋建言通宝之典见前，宝字分作3笔，奇特而又充满韵味。从存世数量来看，天卷通宝堪称凤毛麟角。目前已知的数量极为稀少，所知仅3枚左右，因而被奉为古钱大珍。其中早年出土于河南省的金代天卷通宝真书折二，曾为全界名家收藏，已被学术界认定为古钱币纲要大珍，是现存全谱中唯一的实物。该钱币直径30毫米，厚1.7毫米，重7.5克，各方面特征都与当时的时代风貌完美契合，对研究金代铸钱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示范意义。在收藏领域，天卷通宝凭借独特的历史价值、稀有性和艺术价值，价格始终居高不下，且呈上升态势。2007年嘉德春拍中，一枚天卷通宝折二以134.4万元成交。到了2016年，一枚折二真书的天卷通宝在某拍卖平台上更是拍出379.6万元的高价，足见其在收藏市场的珍贵地位与高昂价值。但也正因如此，市场上的天卷通宝伪品层出不穷，不知道这一枚是真品还是赝品。我马上就用重指点了上去。天卷通宝真品，可惜品相太差，价值有限，可修复。卧槽，竟然是真品！我忍不住再一次惊呼出声。真品！所有人都兴奋和激动了，纷纷传阅，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最后都点头说是真品，品相太差，但价值不亚于我的2张银票。我话音还没落下，赵一彤就抢先道：孙永军，这钱币我要了，你出个价，既然你喜欢，就送给你了，区区1枚铜钱而已。孙永军大方地摆手，钱还是要给的。赵一彤却不想领情，说完向赵老爷子道：爷爷，你说这天卷通宝价值多少？你给50万就差不多。赵老爷子宠溺地看了赵一彤一眼，于是赵一彤赚了50万给孙永军。显然赵一彤虽然是警察，但却根本不缺钱，是顶级白富美。我有点遗憾，因为天卷通宝被赵一彤截胡了，否则用财界修复一番，品相提升很多，价值就不止50万，而是100万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00万。张扬，我用50万买你2张银票，行不行？孙永军又向我问。天卷通宝没了，只能用钱买。可以，这价格很划算，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也用50万买你2张银票。赵老爷子眼睛一亮，趁机道：老爷子，你不是要换宝吗？拿宝物给我看看啊！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赵老爷子胡子一翘，满脸自豪：我的宝物都是心爱之物，不想换。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炫耀。我那宝库啊，连他们，他指了指乔山水和孙永军，都没资格进去瞧一眼。如今多了这2张银票，往后开启宝库倒更添几分雅趣。说罢，他端起茶盏，慢悠悠地抿了一口。很快交易完成，我的卡里又多了100万，这意味着我的身家突破了500万。揣着手机的掌心微微发汗，既兴奋又有些恍惚，仿佛还在做梦。换宝结束，苏远文和乔山水马上就告辞而去。我没走，孙永军也没有告辞的意思，依旧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和赵老爷子闲聊着。你还不走？想留下来蹭饭不成？赵一彤的声音冷不丁从身后传来。他斜倚在鎏金雕花沙发上，猩红的指甲有一下没一下敲打着扶手上的珐琅彩纹饰，钻石腕表在腕间折射出刺目的光，眼神中满是不满。孙永军留下来你不说，我留下来就是蹭饭。我差点被他气死，也没理他，拿着那一幅张大千的画来到了赵老爷子面前，压低声音期待道：赵老，这画的厚度是不是有点不对劲？不会下面还有一幅画吧？既然财界鉴定另有乾坤，我就这么怀疑了。因为在艺术的长河中，诸多画家为了妥善保存珍贵画作，常采用独特的障眼法，将新遗之作贴于普通画作之下。这般做法，一来可巧妙躲避灾祸、战乱等外界威胁，二来能减少珍品直接暴露带来的损耗风险。有这么一个故事：动荡的2战时期，欧洲大陆战火纷飞，无数艺术瑰宝危在旦夕。一位不知名的收藏家拥有一幅价值不菲的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为保其周全，他寻来一位技艺精湛的装裱师。装裱师凭借高超手艺，将这幅珍贵画作小心翼翼地粘贴在一幅描绘乡村田园风光的普通油画背后。那田园画笔触质朴，色彩平淡，毫无出奇之处，却在关键时刻成了珍贵画作的保护伞。战火蔓延至收藏家所在城市，敌军四处搜刮抢夺艺术品。然而面对这看似普通的田园画，他们毫无兴趣，珍贵画作因此逃过一劫，静静隐匿在那层普通画面之后，直至战争结束才重见天日。而在艺术收藏界也流传着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位资深藏家听闻，在某偏远小镇的破旧古董店里，有一幅画透着神秘气息。他赶忙奔赴小镇，在古董店昏暗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幅画。表面上，这是一幅常见的静物画，水果与花瓶的组合并无特别之处。凭借多年经验，藏家感觉这幅画另有乾坤，果断将其买下。回到家后，他找来专业团队进行检测，利用先进的 X 光技术扫描后，惊喜地发现静物画之下竟然粘贴着一幅出自18世纪著名画家之手的绝美风景画。那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色彩运用，无不彰显着大师风范。原来当年那位大师为保护自己的得意之作，特意将其藏于普通静物画后，历经岁月流转，这幅珍贵的风景画才得以在现代被重新发现，重焕光彩。在19世纪的法国，艺术市场鱼龙混杂，竞争激烈。一位年轻画家才华横溢，创作了一幅极具个人风格且寓意深刻的作品，在小圈子里广受赞誉。然而这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嫉妒，他们暗中使绊，试图打压年轻画家。画家深知自己作品的价值，为防止被恶意破坏或抄袭，他灵机一动，找到自己的老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画家求助。老师决定帮他，二人精心挑选了一幅风格较为普通的习作，将年轻画家的珍贵作品仔细贴在其后。后来即便有心怀不轨之人上门寻衅，看到那幅普通习作也都失望而归，丝毫未察觉背后隐藏的艺术珍宝。多年后，年轻画家功成名就，才将这幅隐藏已久的作品展示出来，震惊了整个艺术界。这些隐藏在普通画作之下的珍贵作品，犹如隐匿在黑暗中的星辰，等待着被人发现，重新绽放光芒。
它们不仅是艺术创作的结晶，更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传奇。你别异想天开，画下藏画那是传说，哪这么容易遇到？赵老爷子摘下金丝眼镜，用帕子擦拭镜片的动作却比平日迟缓几分，眼神中带着怀疑。可当他戴上白手套，指尖沿着画轴边缘轻轻摩挲时，浑浊的眼底突然爆出金光，脸上露出古怪惊讶的表情。这厚度的确有点不对劲，超出别的画作1倍。按理没有这么厚的纸张啊，莫非真是2幅画贴合在一起？那么到底是什么珍贵的画作，需要用张大千画的游戏制作来掩盖？不会就是张大千干的好事吧？赵老爷子又惊又喜又疑惑，兴奋地大喊一声：快拿工具来！很快佣人们鱼贯而入，银盘里整齐码放着镊子、羊毫笔、喷壶等工具，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而我却举起手机，开始兴致勃勃的录像，要记录下来这难得一见的一幕。赵老爷子满脸严肃，眼神中满是兴奋和激动。他屏息凝神，手持特制喷壶，让水雾如薄雾般笼罩画角，动作轻柔而谨慎，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当镊子尖小心翼翼地探入画纸夹层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整个大厅安静得落针可闻。天啊，真有2幅画！张扬，你这小子要发财了！赵老爷子声音发颤，镊子夹起的画脚下隐约露出一抹明代仕女的裙摆，茜色罗裙上的金线牡丹在光线下流转生辉，众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画下藏画，赵一彤、孙永军都好奇地凑过去，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满是兴奋与期待。这可是传说中才能见到的场面，他们有幸恰逢其会，自然不愿错过分毫，都想一饱眼福。整整30分钟，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赵老爷子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入微，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却浑然不觉。当2幅画彻底分离的瞬间，满堂皆静，一幅隐藏不知道多少年的唐寅真迹在众人面前徐徐舒展，仿若开启了一扇通往明代江南婉约世界的窗扉。画中一位侍女亭亭玉立，恰似一朵绽放在春日微风中的幽兰，散发着独有的韵致。侍女面庞娟秀，眉眼恰似一弯新月，含情脉脉，双眸明亮而澄澈，仿若藏着盈盈秋水，顾盼间尽显温婉与灵动。她的鼻梁挺直，鼻尖微微上翘，为其端庄的面容添了几分俏皮樱桃小口不点珠，唇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仿佛心中藏着一段甜蜜的心事。额头处一抹精致的花钿熠熠生辉，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映衬得她肌肤胜雪，细腻如羊脂美玉。她发髻高挽，发丝如墨，精心梳理成复杂而典雅的样式，其间点缀着几只金钗与珠翠。金钗上的宝石在光影下闪烁着细碎光芒，随着她的轻微动作轻轻摇曳，发出悦耳的簌簌声，珠翠也随之晃动，增添了几分华贵之气。几缕发丝垂落在白皙的脖颈旁，更衬出她脖颈的修长与柔美。侍女身着一袭淡粉色的罗裙，裙摆宽大且飘逸，面料轻柔，仿佛春日里的柳絮。其上绣着细腻繁复的花纹，似是绽放的繁花与灵动的飞鸟，一针一线皆显精妙，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那些花鸟就会从画中飞出。外披一件藕荷色的薄纱被子，被子上的暗纹若隐若现，似云似雾，与罗裙相得益彰，更添几分朦胧之美。手持一把绘有兰花的团扇，团扇的扇面用素卷制成，质地轻薄，扇骨为香妃竹所制，纹理雅致。侍女身旁是一方玲珑的太湖石，太湖石形态奇特，孔洞相连，纹理纵横，仿佛历经岁月的雕琢，每一处凹陷与凸起都诉说着时光的故事。石旁几株翠竹挺拔而立，竹叶修长而翠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地上青草如茵，其间点缀着几朵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星星点点，宛如夜空中的繁星，为画面增添了几分自然的野趣。整个画面线条流畅而细腻，勾勒出侍女的轮廓与服饰纹理，仿若行云流水，灵动飘逸。色彩搭配清新雅致，以粉色、藕荷色、月白色为主色调，柔和而不失典雅，相互映衬间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画面右下角，唐伯虎以其独具特色的行书字体落款，字迹飘逸洒脱，笔势遒劲有力，却又不失婉约之态。吴郡唐寅画5个字墨色浓淡相宜，唐寅2字稍大，其余3字略小，错落有致，宛如一幅精妙的书法小品。落款下方2枚朱红印章赫然入目，一方为唐伯虎印，方形印章，篆文古朴典雅，线条圆润流畅，印泥色泽鲜艳，历经岁月却依然鲜亮如新。另一方为6如居士，椭圆形印章，印文布局精巧，与方形印章相互呼应。在唐寅印章的右侧，一枚长方形的张大千珍藏印章尤为醒目，印面以汉篆入印，笔画粗细变化自然，刚柔并济，尽显金石韵味。印泥颜色偏暗，微微泛紫，似诉说着岁月沉淀。而在画卷的左上角，还有一枚圆形的乾隆御览之宝玉玺大印，朱红底色，9条金龙盘绕御览之宝4字，
彰显皇家威严，印面边缘略有磨损，见证无数次翻阅，紧挨着乾隆玉玺的是一方小巧的象圆变印。象圆变作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其印采用细珠纹，线条纤细如发丝，却清晰有力，印泥呈鲜艳的朱标色，与整幅画的色调和谐相融。这些印章层层叠叠，跨越不同时代，如同无声的历史见证者，诉说着这幅画流转于众多藏家之间的传奇故事，让整幅仕女图更具厚重的历史感与真实的艺术魅力。这是唐伯虎的《簪花仕女图》真品，乾隆、象圆变、张大千都收藏过，有他们的印章，价值巨大。张扬，你真是走狗屎运啊！赵老爷子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斑白的胡须都跟着轻晃，激动的老脸通红，眼中满是羡慕与惊叹。我的天啊，仅仅乾隆的印章印就能增加巨大的价值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名人印章，这还是唐印的画作呢。这一幅画到底价值多少？孙永军喉结滚动，喉间发出一声近乎呜咽的感叹，他摩挲着腕表的动作越发急促，眼神中交织着艳羡与懊悔，仿佛在责怪自己为何没有发现这幅画的秘密。赵一彤则彻底失了平日里的高傲，嫣红的唇微微张开，露出珍珠般的贝齿，目瞪口呆了半天，才清醒了过来，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你是财神附体了吗？在这一刻，他终于不再高高在上了，开始以一种近乎平等的目光看待我。在他看来，这幅画在苏远文手里那么久都没被发现秘密，可刚到我的手里，我就发现厚度不对，这份敏锐的观察能力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具备的，全靠才见，否则这画即使落在我的手里，我也发现不了下面藏着另外一幅画，那就必然和一座金山错过。我也暗暗的感叹，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领悟到，才界的神奇和珍贵之处，绝对是上天赐予我的绝世珍宝。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用中指碰了一下这一幅画的边缘。簪花仕女图，1512年唐寅为挚友所作，曾被众多名人喜爱和收藏，价值不菲，值得你拥有。果然是唐伯虎的珍品，爽啊！我的手脚都颤抖了一下，心中也是涌起了狂喜。难道就是因为昨夜和李庆亲密互动了一次，虽然没突破最后一关，但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就给我带来了好运。几乎同时，有一股较为浓郁的灵气从画里面冒出，钻进了我的手指，然后进入了财界之中。财界内部空间仿佛被点亮，原本沉寂的力量开始涌动，仿佛在庆祝这份意外之喜。这一幅画我好喜欢。赵老爷子忽然抓住我的手腕，苍老的掌心满是汗水，眼中满是渴望，几乎是用哀求的声音问道：我愿意用我收藏的那对宋代官窑瓷瓶跟你换，再加现金，卖给我，钱不是问题。孙永军急切地掏出支票簿，笔尖在纸面旋出颤抖的墨点，我出2000万，不，3000万，只要你肯割爱。两人炽热的目光如探照灯般聚焦在画卷上，仿佛那不是一幅画，而是能主宰他们命运的神物。我却轻轻摇了摇头，这一幅画我想拿去拍卖，只有通过专业的拍卖，才能真正体现出这幅画的价值，我也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我帮你安排吧，我也顺便多欣赏一会。赵老爷子的肩膀明显垮了下去，却又立刻挺直腰板，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眼中仍带着一丝不舍。你放心，一定能拍出个好价钱。对了，你的录像也发我一份，这很重要。谢谢赵老。我毫不犹豫把录像发送了过去。对赵老的人品，我是极度相信的。犹记得他在古玩市场教我辨认真假宣德炉，犹记得每次我去他店里请教，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算是我半个老师了。张扬，加个微信吧，今后我们一起去捡漏。孙永军一改先前的疏离，热情地伸出手，掌心的温度传递着真诚，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合作的期待，嘴角上扬，露出友好的笑容。我心中暗自感慨，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实力确实是赢得尊重的关键，没有之前在鉴宝过程中展现出的能力，又怎会得到孙永军的看重？好啊，我爽快地应下，掏出手机与他互相添加了微信。我也加一个，今后我买什么宝物，请你长眼。赵一彤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身姿摇曳地凑过来，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热情，与之前的高傲判若两人。这座古玩之都孕育着浓厚的收藏氛围，住在这里的人大多对古玩情有独钟，而我接连的捡漏奇迹显然折服了他，得到了他的认可。此时已经是中餐时间了，赵老爷子很客气，留我和孙永军吃饭。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真可谓是山珍海味，很多菜我都没吃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精致的摆盘，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我陪赵老爷子喝了2杯红酒，红酒的香气在口中弥漫，醇厚而浓郁。大家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愉快的聊天，氛围十分融洽。吃完饭，我迈步走出别墅，阳光炽热而耀眼，毫不留情地洒在大地上，整个世界仿佛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站在雕花铁门前，我不禁回望这座奢华的宅邸。假山流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静默无声，清澈的水流缓缓流淌，
倒映着周围的景色，奇花异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显得格外娇艳欲滴。微风拂面而来，带来远处网球场围栏上爬山虎的清香，那清新的气息仿佛能沁入心底，混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玉兰气息，淡雅而芬芳，令人心旷神怡。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自己也要赚到巨额财富，拥有这样的豪华别墅，尽情地享受富裕人生，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刚走出别墅大门，一辆宝马从后面追了上来，车窗打开，赵一彤探出一个头来：“张扬，现在我要去游泳，你要不要一起？”“好啊，好啊。”我当然不会拒绝，天气太热了，找个地方游泳当然是天大的享受，何况可以看看赵一彤穿比基尼的样子，一定很漂亮，很性感，很赏心悦目的。于是我拉开副驾驶室的车门，坐了上去，里面飘荡着一股独属于赵一彤的芳香，简直沁人心脾，让我不禁心中一荡。“你坐稳了。”赵一彤一脚油门，汽车如离弦之箭般在路上狂飙，风从车窗外呼啸而过，吹起他的头发，他的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很快他就带我来到了一家非常高级的游泳俱乐部，外观气派豪华，门口的喷泉在灯光的照耀下，喷出的水花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踏入大门，大理石地面倒映着水晶吊灯的璀璨光芒，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与香薰混合的气息。赵一彤熟门熟路地带我穿过休息区，路过摆放着进口躺椅和遮阳伞的露天泳池时，他突然侧身笑道：“先别急着下水，带你去个更有意思的地方。”沿着旋转楼梯下行，温度陡然降低，眼前出现一扇厚重的玻璃门。推门而入的瞬间，巨大的亚克力水族箱占据了整面墙壁，斑斓的热带鱼在珊瑚丛中穿梭，光影透过水波在地面投下粼粼光斑。这是俱乐部的潜水区，深度能模拟30米深海环境。赵一彤拿起一旁的潜水装备，目光在我身上打量，敢不敢挑战一下？我想体验一回。我很有兴趣。半小时后，我戴着面镜，背着氧气瓶站在池边。赵一彤已经先一步入水，身姿优雅地在水中游动，头发随着水流舒展，宛如一条活色生香的美人鱼。我深吸一口气，翻身跃入水中，水压缓缓包裹全身，耳麦里传来赵一彤模糊的叮嘱：“注意呼吸节奏，第一次下潜别太深。”然而当我试着吐出气泡，却发现身体异常轻盈，呼吸频率也比预想中平稳许多。鬼使神差的，我摘下咬嘴，含住一口气，开始下潜。银色的气泡从唇边升腾，宛如一串珍珠项链。5米、10米、15米，水压带来的压迫感逐渐清晰，耳膜微微发胀，但肺部的氧气储备却出乎意料的充足。透过面镜，我看到赵一彤在上方挥舞手臂，动作带着明显的焦急。当深度计显示20米时，我甚至还能在水底轻松转身。视线扫过水族箱底部，一只蛰伏在礁石后的章鱼突然喷出墨汁，我本能地屏住呼吸，却发现时间过去了整整3分钟，胸腔依然没有灼烧般的窒息感。重新浮出水面时，赵一彤已经摘下呼吸装备，湿漉漉的刘海贴在额前，眼中满是震惊：“你疯了！不带装备下潜20米，正常人最多坚持2分钟。”他的指尖冰凉，紧紧攥住我的手臂，而且潜水后必须做安全停留，你这样会得减压病的。我甩了甩头发，水珠在灯光下飞溅成细碎的银星，可能天赋异禀。实际上我猜测到了原因，这几天我的皮肤冒出油脂，自己变得更加帅气，力气、速度、精神都得到了提升，可能也加强了我潜水的能力。远处的潜水教练也匆匆赶来，拿着仪器反复检测我的生命体征，最后只能摇头感叹不可思议：“不行，我要和你比一场。”赵一彤突然摘下潜水腕表，挑衅地扬起下巴，水珠顺着他优美的天鹅颈滑入锁骨。不带装备，看谁潜得更深更久。不等我回答，他已经深吸一口气，如同箭矢般扎入水中。我望着他逐渐变小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这一次我选择与他并肩下潜。当他在15米处开始出现体力不支的征兆时，我轻轻拖住他的腰，带着他继续下沉。20米、25米，他睁大眼睛透过面镜看向我，眼中的震惊渐渐被信任取代。重新回到水面时，赵一彤大口喘着气，却笑得灿烂。“张扬，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他抹了把脸上的水，发丝凌乱却难掩神采。不过这是我玩得最痛快的一次潜水。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递来热毛巾，我裹着毛巾回望波光粼粼的潜水池，指尖还残留着水下的凉意。或许财界带来的不仅是鉴宝能力，还有更多未知的可能正在悄然觉醒。“赵一彤，我知道你身怀绝技，能告诉我你身怀什么绝技吗？”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刚才搂他腰下潜的时候，中指不可避免就碰触到了他，脑海浮现出信息：姓名赵一彤，22岁，警察，天香国色，
婀娜多姿，身怀绝技，手身如玉，冰清玉洁，值得你拥有。你怎么知道我身怀绝技的？难道是我爷爷告诉你的？他真的想让你做孙女婿？赵一彤先是满脸疑惑和紧张，然后脸上就飞出了淡淡的红晕。闻言，我的心脏狂跳了一下，目光也瞬间就定格在赵一彤的身上。她身着珍珠白比基尼，柔缎面料贴合着她凹凸有致的曲线，将那完美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小麦色的肌肤在阳光下泛着蜜色光泽，精致妆容下的眉眼含情，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宛如从时尚杂志中走出的超模，美得令人屏息。望着这样明艳动人的她，我满心懊悔，恨不能时光倒流，收回那日脱口而出的轻浮言语。我那天是开玩笑的，没那回事。我语气带着几分慌乱与尴尬。起初我压根不知道赵老爷子真实身份，只当他是个经营小店的普通老头，所以才敢口花花的调侃他孙女。谁能料到对方竟是位深藏不露的恐怖大佬。而经过昨天和他交换宝物，外加今天我的出色表现，我以为他会选择忘记那些不愉快，可没想到他不仅记着，还特意提起。这万一让赵老爷子知道，我恐怕吃不了兜着走。毕竟赵老爷子知道我有女朋友的，我还是喜欢那个时候坏坏的你。你这么老实规矩就没什么魅力了，明白不？赵一彤杏眼圆睁，狠狠瞪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责怪我故意疏远。于是我努力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坏笑着开口：你们这些大美女是不是很喜欢男人撩啊？那也要看什么男人了，必须是你这样的顶级帅哥，若看不上眼的男人撩我，我一脚就踹飞了。赵一彤眉眼含笑，娇俏的回应，那笑容勾得人心头一颤。我心中一动，继续厚着脸皮追问：你有没有发现我比昨天更帅了？我对自己的变帅满怀自信，甚至怀疑就是因为变得太帅，才让赵一彤对我另眼相看，暗示我继续撩他。一夜还能变帅，我看你是在做梦吧。不过现在的你已经很帅了，若去酒吧泡妞，绝对会被妹子包围。赵一彤轻笑着调侃，言语间似真似假。我顺着他的话头开起了玩笑：我很少去酒吧的，就是担心被妹子们强行带走，那可能就小命不保了。你这么帅的男孩子，的确要知道保护自己，若将来遇到被女孩子掳走的惨事，电话给我，我去救你。赵一彤也跟着打趣，眼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突然他像是想起什么，一拍脑门，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你到底怎么知道我身怀绝技？我心里一紧，为了隐藏财界的秘密，只能硬着头皮编造。那天看你抓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浓郁的杀气，就如同老鼠见到了猫一样，我就怀疑你身怀绝技。其实那天我根本毫无察觉，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借口。别乱宣扬我身怀绝技，而且你也别问，对你没什么好处。赵一彤一脸郑重的警告，那严肃的模样让我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只能无奈的点点头。可我心里却越发好奇，他这神秘的绝技究竟是什么？旋即我们就去了浅水区游泳。赵一彤绝对是美人鱼变的，游泳的姿势太美了，看得我的眼睛发直。但看我的美女也有很多，甚至有不少的美女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和我打招呼，陪我一起游泳，甚至有人悄悄地约我。遗憾的是，他们的颜值和赵一彤、李沁有着明显的差距，我对他们不感兴趣，只能委婉拒绝。没想到你还挺洁身自爱嘛，我以为你会答应他们的呢。赵一彤的听力似乎超级好，听到了一切，游过来戏谑道：我和你一样，第一次还在，当然不可能随便。我在他的耳边轻声道：你怎么知道我第一次还在？赵一彤一把攥住我的胳膊，羞恼地问：我猜的，刚才不也有很多帅哥来约你了，但你一个都不理会，也只有少女才会有这么的表现。我搪塞道：你哪里懂得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太污了。赵一彤满脸羞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随后我们各自换好衣服，赵一彤驾车送我回到桃园山庄。车子停稳后，他小心翼翼从包里取出一本古旧的册子，神色有些迟疑。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古籍，隐藏着巨大的秘密，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当然也是古董，而你是捡漏高手，能不能研究出这本古籍隐藏的奥秘？我满心疑惑，追问道：你爷爷也看不出奥秘吗？我爷爷研究了1个月，什么也没研究出来。赵一彤摇摇头说道。看着他姣好的面容，我又忍不住开始调侃：若我研究出秘密，你怎么感谢我？带你去驾飞机、高空跳伞、丛林枪战、越境杀敌，这些都很刺激的，你随便选。赵一彤满脸戏谑。我摸了摸额头，苦笑道：那还是算了吧，我就一个普通人，对你提的这些都不感兴趣，你不如送我个古董。那行，到时我去我爷爷的宝库偷一个送给你。赵一彤调皮的眨眨眼，坏笑着说道。我缩了缩脖子，连忙摆手：那你爷爷知道还能不弄死我啊？要不你把天卷通宝给我也行。赵一彤迟疑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不过，能不能得到天卷通宝，要看你能不能研究出什么奥秘了。我相信可以的。我自信满满的答应，心中大喜。难道天卷通宝可以失而复得，又将是100-200万进账了？我期待地接过那本看上去快要散架的古籍。等赵一彤驾车去了，我也转身走进桃源山庄。打开门，里面一片漆黑。今天李庆飞去了燕京，要在那里过一夜，明天才会回来。而且下班时间不定，因为会受到各种原因导致航班延迟的影响。但也有个好处，他上4天班，休息2天。民航局有硬性规定的，空乘1个月上班时间不能超过100小时。当然，工作时间是从飞机启动以后滑出开始计算，到飞机落地停稳后结束。但机组提前1天必须要进行飞行前准备，当天还必须比航班计划时间提前1小时上飞机，在机场签到的时间还要更早。如果再算上洗漱等时间，一般来说，空乘需要在航班计划时间前4个小时左右开始准备飞机落地，滑到停机位后，旅客下飞机整理飞行后奖评、归还资料等等，又要花去几个小时。这还是在没有堵车、延误等意外情况下的大概时间安排。也就是说，空乘每天实际上班时间比记录在案的工作时间要长不少。所以上4天休息2天是必须的，否则要累死不可。身为空姐的男朋友，要和女朋友好好的享受恋爱时光，就只能在空姐休假的那2天了。否则平日里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去上班的，又是什么时候下班的，作息时间完全不一样。我先去沐浴了一番，穿上睡衣，还从冰箱里面找出一根冰激凌，坐在沙发上美滋滋的舔着，然后又接到了李庆的电话，和李庆聊了10几分钟才挂了电话。我没和他说今天捡漏的传奇经历，决定等他回来之后再给他一个惊喜。至于他，主要问的就是我有没有去找房子。我搪塞说去找了，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然后我就开始兴致勃勃地翻看赵一彤给我的古籍，似乎是一本关于修行的书，字竟然是繁体字。我对繁体字很熟悉，所以阅读没有任何障碍。但这内容说的是云山雾罩，遮遮掩掩，我看的是满头雾水，满脸懵逼。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摇了摇嗡嗡作响的脑袋，我再不浪费时间，右手的中指点了上去。1000年前的道门秘典，阅读方式为：第1页第1行，第2页第2行，以此类推，插图逢5为真，价值巨大，值得你拥有。卧槽，1000年前的道门秘典，阅读方式这么诡异，插图还有那么多假图。若不知道这个秘密，谁又能看得懂？我盯着眼前古朴的典籍，忍不住低声咒骂。古代那些高人总爱用这般遮遮掩掩的手段藏住经世之秘，也难怪无数神奇记忆在历史长河中悄然失传。我快步走到书桌前，掀开笔记本电脑，手指在键盘上疯狂敲击，屏幕蓝光映着我的脸庞，一行行文字从指尖流淌而出。我全神贯注地将正确内容录入，生怕遗漏任何细节。整整5个小时，我时而皱眉比对，时而快速翻阅，终于将所有内容整理完毕。随后我又小心地把正确的插图逐一扫描进电脑，将它们与文字精准匹配。当最后一个标点落下，一本完整且正确的道门秘典呈现在眼前。我好奇地坐直身子，逐页阅读起来。这一次，晦涩的文字与图案仿佛突然有了生命，真的和修行有关。每一幅图都代表运气的路线，线条流转间似有神秘韵律，文字则细致地说明如何导引真气，只是字里行间的描述，总带着几分玄之又玄的意味。但紧接着，一行小字让我如坠冰窟，必须从小开始修炼。意识到自己已与这修行之法无缘，我顿时没了兴致，随手把古籍收进了财戒，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房间。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开始睡觉。朦朦胧胧之间，我似乎发现财戒亮起了淡淡的白光，宛如月辉倾泻。众多的灵气如同顽皮的孩子，从戒中溜了出来，在我经脉中欢快地循环游走。他们走的赫然就是道门秘典第1幅图的路线，分毫不差，仿佛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我一定是在做梦。我脑海浮出意念，然后就彻底熟睡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天边刚泛起鱼肚白，那股游走的灵气像是受到了惊吓，瞬间快速地逃回了财界。与此同时，我猛地睁开眼睛，只觉浑身黏腻不堪。低头一看，黑黄色的液体顺着皮肤流下，比以往任何一次排出的都要多。活动了一下身体，我发现力气比之前更大，精神也格外抖擞，这点狼狈自然也就不在乎了。痛痛快快地沐浴一番，我神清气爽地下楼吃早餐。我摸出手机给赵一彤拨了电话：大美女，那古籍我研究出秘密了，绝对的惊天地泣鬼神，快拿天卷通宝过来。张扬，若你敢骗我，你就死定了。电话那头传来赵一彤熟悉的威胁，声音里却藏不住隐隐的期待。仅仅10几分钟后，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抬眼望去，赵一彤风风火火地出现在眼前。他还来不及换上警服，
一袭白色短裙勾勒出完美身材，那一双大长腿线条格外流畅，紧实的肌肉透着健康的光泽，一看就充满力量。你想吃点什么？我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面条，一边随口问道。我吃过了，在家里吃的。赵一彤在我身边坐下，顿时一股淡雅的香水味萦绕在鼻尖，沁人心脾。我偷偷瞥了他一眼，见他满脸焦急，却又强作镇定，硬是憋着没问，模样实在有些好笑。哇塞，大美女哦！两道不怀好意的声音突然打破了平静。抬眼望去，两个身上雕龙画凤的混混正不怀好意地盯着赵一彤，口水都快流出来。他们像是没长眼睛一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为首那个甚至伸出手想要去摸赵一彤的脸蛋。下一秒，他挨了重重一脚，整个人被踹飞出去，结结实实地撞在后面那个混混身上。两人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同时翻倒在地，在地上连滚了7、8圈才停下来。他们头发凌乱，衣服也扯开了口子，满脸骇然地看着还稳稳坐在椅子上的赵一彤。来啊，继续啊！赵一彤似笑非笑地冲两个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混混勾了勾手。不敢，两个家伙虽然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赵一彤，但一想起刚才那一脚的威力，眼中的欲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还不快滚！想进监狱踩缝纫机吗？赵一彤冷冷地喝道。难道是条子？两个混混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起来，踉踉跄跄地跑掉了。爽！我放下筷子，畅快地拍了拍手。能免费看这么一场精彩大戏，实在是太过瘾了。吃完早餐，我和赵一彤并肩走到他的车边，四下无人，赵一彤再也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问：快说，研究出什么秘密了？我从包里取出那本古籍，故意压低声音，煞有介事地吹嘘道：这是道门秘典，修真的正统，若天赋好，又从小修行，那是可以金丹元婴的，甚至飞升仙界也不是不可能。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人能识破这书的秘密。所以仅仅一枚天卷通宝，你便宜占大了。我亲自整理过这本道门秘典，其中修行方式看似清晰，实则仍有诸多含糊之处，对各种境界的描述也如同雾里看花，看不真切。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这玩意真能修行。可让我惊讶的是，赵一彤竟然没有笑，反而眼神发亮，迫不及待地催促：你快说，奥秘到底在哪？我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说：你看第一页第一行，然后第二页第二行，以此类推下去，图就是冯武为真，其余都是骗人的假图，是吗？赵一彤的眼睛亮起了奇异的光芒，他立刻低头，按照我传授的方法阅读起来。随着一页页翻过，他的眼眸越来越亮，俏脸也愈发绯红。最后，他轻轻合上古籍，满脸震撼地问：这秘密说起来简单，但想要识破却千难万难，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是简陋天才，而且聪明绝顶，这种骗人的把戏当然瞒不过我。我装出一副骄傲自大的样子，扬了扬下巴。这是天卷通宝。赵一彤从包里取出那一枚铜钱递给我，然后就欣然去了。我转身在附近找了个打印店，将整理出来的道门秘典打印成册。我仔细地将纸张整理整齐，装订成薄薄的秘籍，连同天卷通宝一起收进了财界之中。看着他们出现在万宝楼里，我心里暗暗嘀咕：我自己制作的秘籍竟然够资格进万宝楼，可能真能修行。将来等我的孩子出生了，让之试试。随后，我又像往常一样来到古玩城，在各个小摊之间溜达。可惜今天运气不佳，逛了许久都没有任何收获，鉴定的次数也用得差不多了，疲倦感一阵阵袭来。不过，在几家古玩店，我又偷偷摸摸地吸收了不少灵气。这些灵气融入财界，让里面的灵气愈发浓郁，仿佛升起了淡淡的白雾，整个空间也变得更加缥缈神秘。难道今天要空军了？我有些郁闷地叹了口气。就在这时，李庆的电话打了过来。张扬，我联系上一个富豪，他带着一个损坏了的宝物过来，你快来机场。机场的茶餐厅内，暖黄的灯光柔和地洒在深褐色的木质桌椅上，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咖啡香与茶香。在靠窗的位置，我终于见到了李庆和那位传说中的富豪。李庆身着笔挺的空姐制服，藏青色的套装勾勒出他曼妙的身姿，丝巾优雅的系在颈间，更衬得他气质出众。那本就倾国倾城的面容，此刻在制服的衬托下多了几分干练与优雅，美得令人移不开眼。餐厅内，无论是正在用餐的食客，还是匆匆路过的行人，无一例外都将目光偷偷投向他，而他却浑然不觉，专注地与对面之人交谈。坐在他对面的富豪约莫40来岁，衣冠楚楚，富贵志气逼人。手腕上一块百达翡丽手表熠熠生辉，表盘上精致的纹路与闪烁的钻石，无不诉说着其昂贵的价值。脖子上一块玻璃种帝王绿玉佩，晶莹剔透，浓郁的绿色仿佛凝聚了世间最纯粹的生机，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折射出迷人的光彩。他举止儒雅，
举手投足间尽显成熟男人的魅力，可那双眼睛却让我心生不悦。自始至终，他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粘在李沁身上，眼神中满是迷醉与惊艳，如同贪婪的猎手发现了珍贵的猎物。侯老板，他名叫张扬，就是我说的愿意高价收购损坏的古玩的人。李沁抬起头，与我对视的瞬间，不着痕迹地冲我使了个眼色，那眼神中暗含的警告之意，让我到嘴边的亲昵话语又咽了回去。我心中有点不爽，但转念一想，他这么做是对的。若被对方察觉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定会怀疑这是精心布置的圈套，届时想要顺利完成交易，怕是难如登天。就他，真能高价收购损坏了的古玩？侯老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中满是怀疑。在他眼中，我太过年轻，身上的衣着虽干净整洁，却不过是寻常款式，与他认知中的古玩收购商形象大相径庭。好在我身材高大，面容俊朗，为自己挽回了几分印象分，否则他怕是早已起身离去。我面带诚恳，语气坚定地解释道：侯老板，我是靠捡漏为生的，在外行事自然不能太过招摇，否则就会被当成肥羊。不过您放心，我擅长修复文物，有把握让损坏的古董恢复部分昔日的荣光，使其价值得到提升，所以才敢开出高价收购损坏却仍无缺的古董。侯老板微微皱眉，沉思片刻后，似乎相信了我的说辞，缓缓弯腰从身旁的包里取出一个包裹着厚厚海绵的瓶子，说道：那行吧，你看看这个宝贝。我屏住呼吸，目光紧紧锁定在侯老板缓缓打开的海绵包裹上。当那瓶子的全貌逐渐展露，我瞳孔猛地一缩，这似乎是一只南宋时期的瓶子，釉色温润如玉，釉面泛着柔和的粉青色光泽，仿佛将江南烟雨凝于瓶身，瓶身线条流畅优美，如女子婀娜的身姿，底部官窑的刻款古朴苍劲。然而瓶身中部却有一道狰狞的裂痕，斜斜贯穿，如同一道闪电划破宁静的夜空，让人心生惋惜。这是我3年前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花了4285万元拍回来的宝贝，可惜前些日子不小心摔裂了。侯老板轻抚着裂纹，眼神中满是痛心与不舍，找遍了国内顶尖的修复大师，都摇头说无法复原。如今这模样，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只求寻个有缘人。他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无奈。天啊，4000多万，真的还是假的？我暗暗的震撼。李沁也连连倒抽凉气，心中也无比期待。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轻轻的拿起瓶子，仔细的打量，中指也暗暗的点了上去。南宋龙泉粉青釉质锤瓶，因外力导致中部断裂，价值大减，可修复。天啊，竟然是南宋龙泉粉青釉质锤瓶，这一下要发财了。我心中狂喜。南宋龙泉粉青釉质锤瓶太珍贵了，它充分体现了宋代幽微素雅的审美意趣。800多年来，此类极品龙泉青瓷在中日两地均被奉为圭臬，常被视为传家或镇世之宝，代代相传。而这一现象在日本尤为普遍。此瓶的釉料肥于湿透，温润如玉，荟萃了龙泉青釉最为人称许的特质。此外，其天青又清淡柔和，在藏家看来固妙之豪颠，但陶工却视之为味土。色泽、质感佳妙如丝者，其原料、配置、上釉和窑烧皆需拿捏得恰到好处，故上乘之作寥寥无几。这种釉料美不胜收，在日本通称为真青瓷。此类器物于南宋公元1227至1279年和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输入日本，藏家业已将之与这抹妙不可言的釉色画上了等号。总而言之，就是这种瓶子超级稀少，超级珍贵，格外值钱。我竭力地压下心中的激动，指尖轻轻摩挲着瓶身，感受着冰凉细腻的瓷质，故作遗憾地摇头。侯老板，您这宝贝的确是南宋龙泉粉青釉质坠瓶，虽然你拍来的价格有点虚高，但价值3000万是没问题的。可惜损坏太严重了，已经断裂了，以我多年修复古董的经验，也只能修复一点点，勉强提升些许价值。实话跟您说，换做别人估计连10万都出不起。我顿了顿，观察着他的反应，但我能出30万，就当交个朋友。30万，这也太少了。侯老板眉头紧皱，脸上满是惊愕与不满。就算它损坏了，那也是南宋官窑的珍品，30万简直是开玩笑。侯老板，瓷器就是这样，没损坏的之前价值不菲，几千万，但一旦破碎了，也就一文不值了。我认真的说着，又不慌不忙地掏出放大镜，对着裂纹仔细端详，分析道：您看这裂纹深入胎体，修复难度极大，而且修复后也无法恢复到原貌，也就只能卖几十万，所以30万已经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格了。李沁在一旁适时地开口：侯老板，张老板是真心想买，他在古玩修复界口碑极好。这瓶子既然已经断了，而且瓶身出现了这么多细小裂痕，可能很快就会支离破碎，你留在手里风险很大，不如用适当的价格卖掉，也算是挽回部分损失。
侯老板陷入了沉思，许久，他重重叹了口气：“罢了罢了，100万，不能再少了，就当我自认倒霉。”侯老板，我理解你的心情，价值4000多万的宝贝摔了，低价卖掉很心痛，但站在我的立场，这就是一个即将破碎的瓶子。我修复的时候风险很大，一个不小心就彻底破碎了，那我就亏大了，所以我只能再加10万。我想你也问过别人了，他们出价不可能有我这么高。我装出一副无奈又为他心痛的样子。行吧，40万就40万。侯老板放弃了，因为他去古玩店问过了，很多连10万都不愿意出，最高的一家出了15万。现在能卖40万，的确已经是天大惊喜。于是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合同，双方签字画押。当我小心翼翼地将纸坠瓶收入特制的保护箱时，仿佛已经看到了它修复后惊艳众人的模样，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李庆，谢谢你的引荐，让我挽回了不少损失。我请你吃饭吧。侯老板满脸感激，热情邀请。侯老板，下次吧，我还没下班呢。李庆笑靥如花，桃花眼媚光流转，声音超级温柔，仿佛3月春风吹拂脸颊。我有点吃醋了，不过我也听出来了，李庆是在委婉拒绝。可能是他的心情太好，因为能大赚一笔，所以不经意就流露出如此绝美风情。很快，李庆就匆匆忙忙地回机场去了，而我也马上抱起瓶子，快步离去。只有那侯老板还在茶餐厅满脸迷醉的样子，久久没回过神来。机场的人流如同涌动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我紧紧护着怀中的南宋龙泉粉青釉质垂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好不容易寻到一处无人的角落。那是一个被旅客们遗忘的楼梯转角，墙角堆积着些许灰尘，四周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昏暗的灯光在瓶身的粉青釉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衬得瓶身那道狰狞的裂痕愈发触目惊心。这只承载着800多年历史的瓷瓶，曾经也是温润如玉，光彩照人，可如今却因断裂而脆弱不堪。虽然之前被人用胶水勉强粘连在一起，但那蜿蜒的裂痕就像一条盘踞的毒蛇，仿佛随时都会将它彻底吞噬，让其沦为一文不值的残片。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瓷瓶收进材戒之中。几乎是转瞬之间，瓷瓶便出现在万宝楼的瓷器区域。紧接着，一道柔和而璀璨的白色光芒从瓶身亮起，修复工作如同被按下启动键，有条不紊地开始了。看着这神奇的一幕，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些许，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说实话，在交易完成之后，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这脆弱的瓶子突然彻底破碎。那样的话，我可就亏大了。毕竟，这可是南宋官窑出品的最顶级瓷器，价值几千万啊！就在我暗自庆幸时，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李庆发来了微信消息：张扬，那瓶子真能修复好？字里行间满是关切与担忧，我仿佛能看到他蹙着秀眉，咬着下唇，焦急等待回复的模样。我赶忙喜滋滋地回复道：应该没问题，这一次你太给力了，我们都能大赚。他很快又回道：那太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处理，你先回家吧，尽快开始修复。然而我并没有立刻离开机场，虽然今天使用材戒鉴定宝物的次数较多，但后来没再鉴定，而是一直在吸收灵气，所以精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我相信自己能够支撑到瓶子初步修复完成。更重要的是，我心里还有一丝担忧，那就是李庆和侯老板。刚才在茶餐厅里，李庆对侯老板实在是太过温柔，而侯老板看他的眼神也充满了迷醉和惊艳，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正想着，就看见侯老板从茶餐厅走了出来。他先是在附近的花店停留了片刻，精心挑选了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那火红的玫瑰在阳光下绽放，花瓣上还凝着新鲜的水珠，折射出诱人的光泽。随后他抱着花来到机场门口，站在那里翘首以盼，眼神不时望向机场出口方向。我用脚趾头也能猜到，他这是在等李庆下班。莫非李庆和他有什么特殊的约定，或者就是答应他什么条件？我微微蹙眉，心中满是疑惑。毕竟以侯老板那富贵逼人的架势，他明知道破碎的瓷瓶不值钱，却还千里迢迢坐飞机过来中海卖，十有八九醉翁之意不在酒，卖瓷瓶只是顺带，真正目的怕是来约会的。说不定刚才李庆说还有工作要处理，就是在说谎。其实他已经下班，这么说只是为了骗我回去，好和侯老板单独相处。想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又摇了摇头。李庆不是那种人，他应该只是履行承诺，和对方约一次而已。至于这次约的程度如何，只能等后续观察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赶紧去附近的商店买了一顶帽子，又戴上墨镜和口罩，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他们两人认出来。就这样，我在机场外等了大约40分钟。终于，李庆下班了，他拖着一个小巧的行李箱，和几名身着制服的空姐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不得不说，每一个空姐都非常漂亮和性感，
身姿曼妙，笑容甜美。但在我眼中，李沁无疑是最动人的那一个，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李沁，你终于下班了，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请你吃饭吧。侯老板看到李沁，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眼神中满是期待和渴望，手中的玫瑰花也举得高高的。侯老板，你还没走？李沁惊讶地问。你答应过给我接风洗尘的，不会忘记了吧？所以我一直在等你下班呢。侯老板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我就是一句礼貌的话语，没想到你当真了。今晚我的同事小娇过生日呢，我们正要去给她庆祝生日，要不你也一起吧，算是给你接风洗尘了。李沁的声音温柔又娇媚，脸上还挂着甜美的笑容。面对如此温柔又笑靥如花的李沁，侯老板根本生不起气来，又看了看李沁身边的3个靓丽空姐，他的喉结动了动，吞了吞口水，随即点头道：大美女过生日，我能参与是我的荣幸，今晚我买单。谢谢大老板。小娇俏脸嫣红，声音娇滴滴的。其余2个空姐也发出欢呼声，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于是他们一行人走进了对面一家环境优雅的餐馆，这里灯光柔和，音乐舒缓，装饰精美。点菜、喝酒、吃夜宵，4个空姐都十分健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气氛好得不得了。而侯老板则在席间拼命找李沁喝酒，想要灌醉他，奈何现在他是1对4，4个空姐都在向他敬酒，你来我往之间，就算他酒量大，也没办法在自己不醉的情况下把李沁喝醉。更让侯老板郁闷的是，吃完夜宵，侯老板大方地买单之后，一名空姐的男朋友开着一辆崭新的奔驰过来，把4个空姐接走了，似乎今夜我做了一回冤大头。看着奔驰车扬长而去，侯老板一个人凌乱在夜风中，脸上满是失落和无奈，手中的玫瑰花也仿佛失去了生机。不过他也不好生气，毕竟李沁仅仅答应给他接风洗尘，没答应别的，是他自己起了别样的心思。他还是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在男人之间周旋游刃有余，根本不会吃亏。看到这一幕，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之前的担心也一扫而空。我正要离去，却发现冤大头侯老板就站在原地，低头开始在手机上鼓捣起来，他的脸上写满了淫荡和期待。我好奇心作祟，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站在他的后面，伸长脖子偷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竟然是在微信联系李沁。我清晰地看到屏幕上的文字：今夜我住在威尔顿酒店，这是房号，若你能过来，那卖瓶子的钱就归你了。等了好一会，李沁都没有回复。侯老板显得有点焦急，又发送消息道：2倍瓶子的钱，只要你能来，绝对说话算数。可屏幕依旧没有动静，这一下他彻底怒了，当场就给李沁转了200万过去。但李沁并没有接受，回复道：侯老板，我有男朋友的，我很爱他，就如同你老婆很爱你一样，不会被金钱所诱惑的，你还是尽早休息。若实在寂寞，你可以去酒吧或者私人会所，若我看得上那样的庸脂俗粉，还联系你干啥？侯老板无比郁闷，嘴里喃喃。不过他终究还是有身份，很要脸，没继续纠缠，又发送消息道：刚才我就是开玩笑的，别当真，把消息删除吧，别让你男朋友误会了。我就知道侯老板你是在开玩笑，我马上删除消息。再见，再见。侯老板郁闷颓丧地收起手机，垂头丧气地往酒店的方向而去了，全程都没注意到我在后面偷看。若不是看在买了你的瓶子能让我赚几千万的份上，刚才老子就拍你一板砖。竟然想要勾引我的女朋友。我脸色不善地目送他远去，心中暗自腹诽。但我也清楚，像李沁这么漂亮的空姐，每天都会经受各种各样男人的诱惑和追求，如果我为此生气，那根本气不过来。只要能证明李沁洁身自爱，那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很愉悦，马上加快脚步往租房的方向而去。桃园山庄距离机场很近，我根本不用叫车，步行回去很快的。还没走到小区门口，我就接到了李沁的电话：张扬，你怎么没在家呀？你去哪里了？我就在小区散步，为了不让他起疑，我只好撒了个谎。挂掉电话后，我不得不又把瓶子取了出来，此时裂痕已经融合了一些，没有之前那么触目惊心了，瓶身的粉青釉色也似乎比之前更加温润。我打开家门走了进去，刚换好鞋，就听到李沁的房间里传来沐浴的声音。我也去浴室沐浴了一番，换上舒适的睡衣，随后走进李沁的房间。此时他已经沐浴完毕，正拿着吹风机坐在梳妆台前吹头发。我来帮你。我走到他身后，从他的手里拿过吹风筒。他的头发浓密乌黑，如黑色的绸缎般垂至腰间，十分亮丽。我一边吹一边用手轻轻抓着他的头发，感受着那如丝般顺滑的触感，简直好到极致。等头发吹干后，我顺势将他搂在怀里，他也很自然地反手勾住我的脖颈，回头和我热吻。他的俏脸嫣红如血，
身躯柔软如棉，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沐浴露香气，芳香扑鼻，显得格外性感迷人。一个炽热的吻结束，李沁彻底的软倒在我的怀里，他闭上美目，满脸幸福，轻声问：张扬，这一次真能赚很多？大概率是的，但也要等修复好，拍卖后才能知道。这样的宝物虽然罕见，但价格的波动也是很大，要看参与拍卖的富豪多不多。我认真的回答道：只要能超过40万就不会亏，不可能连40万都拍不到吧？李沁点了点头，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自我安慰。这一次我的经验不足，被那侯老板说的拍卖价吓住了。其实那就是个破烂的瓶子，昔日再怎么辉煌和值钱，但现在真的不值钱，我不应该出40万的。他赚大了，其实我用10万元就可以买下的。我轻声说道，目的就是要让他明白，这一次交易他没有坑侯老板，反而让侯老板占了天大的便宜，这样他心里才不会有任何愧疚，利于他今后开展类似的业务。10万元，太离谱了吧？李沁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脸上写满了惊讶，但破碎的太彻底了，他拿去任何一个古董店也不会有人出10万买的，所以我用10万买下的话，也可以说是高价购买破碎的古玩了。我认真地解释道，没关系，下次就有经验了。不过若想长期做这种生意，就必须高价，10万是不行的，10几万、20万可以，那才会有回头客，也才会口口相传，形成口碑。李沁认真地分析道，所以只能让他们占一些便宜了。你说的对，想要长久做，只能让别人占便宜。我装出一副有点郁闷的样子，可心里却在暗暗偷笑。终于我成功给他树立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他介绍富豪卖损坏的古玩，其实是让富豪占了便宜。你去租房了没有？李沁又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放心吧，周五尽管让你的同事住进来，那天我一定把行李搬走。我拍着胸脯保证。和他又腻歪了好久，直到深夜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快便陷入了美好的睡眠之中。翌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醒来，发现身体再一次流出黑黄色的液体，不过这一次量变少了很多。我起身活动了一下，惊喜地发现身体更加完美，皮肤也更加紧致，6块腹肌越发明显，体内充满了精力，整个人都感觉活力满满。上午我没外出，就在家里休息。修复瓶子是个非常耗费精神力的活儿，我得好好恢复一下。而李沁则如往常一样上班去了。终于在中午时分，我的脑海中浮出信息，修复完毕。我心中大喜过望，马上取出瓶子仔细打量。只见那道曾经狰狞的裂痕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瓶子看上去浑然一体，粉青釉色温润如玉，釉面开片自然美观，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忍不住连连赞叹，心中满是喜悦和自豪。当天我就带着这个瓶子去了赵老爷子那里。赵老爷子戴上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端详了许久，脸上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最后他答应也给这瓶子上拍，时间就在后天，也就是周四。因为周四在中海本来就有一场大型拍卖会，早就宣传3个月了，到时候会有全世界的富豪前来参与竞拍，增加2个顶级宝物，对拍卖会来说完全没有问题。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就到了周四下午1点，我准时出现在中海最大的拍卖公司的拍卖大厅。大厅里早已人头攒动，来了很多富豪，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他们一个个衣冠楚楚，浑身散发着富贵之气，举手投足间都彰显着不凡的身份。就在我四处张望时，突然遇到了苏文远。他一看到我，立刻开始捶胸顿足，眼泪汪汪地说道：我简直就是有眼无珠，竟然不知道那一幅画下面藏着唐寅的《簪花仕女图》，那是绝世大作啊！哎，捡漏了一辈子，但竟然阴沟里翻船，最大的漏从我手里漏掉了。你真是太厉害，太幸运了。我一时有点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幸好拍卖会突然就开始了，解了我的围。拍卖大厅的水晶吊灯突然暗下，一束追光灯精准打在旋转台上，映的拍品展示区泛起粼粼波光。当主持人手持鎏金木锤走上台时，整个会场骤然安静的落针可闻，唯有空调出风口的细微声响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首先登场的是明代唐寅的《簪花仕女图》，随着红丝绒幕布缓缓拉开，我攥着竞价牌的手心瞬间沁出汗珠。画卷在特制展柜中徐徐展开，仕女鬓边的金步摇仿佛要穿透画纸，眉眼间的嗔笑与慵懒在冷光灯下栩栩如生。苏文远就坐在我斜后方3排，我能感受到他灼热的目光如芒在背，仿佛要将这幅画看穿。起拍价1200万。主持人话音刚落，右侧贵宾席的一位银发老者率先举起号牌1300万。他身后站着的西装保镖胸前别着拍卖行 VIP 徽章。紧接着2楼包厢的电子屏亮起1500万的猩红数字，红丝绒帘后隐约可见翡翠扳指在指尖转动。竞价声浪逐渐激烈，
当价格突破3000万时，后排突然站起位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3500万，我替日本藏家出价。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关西腔，话音未落，左侧第3排的年轻女子娇笑一声，举牌的手臂上3串老蜜蜡手串相互碰撞，发出清脆声响。4000万，我家老爷子就爱唐伯虎的真迹。我的心脏几乎要撞破胸腔，财戒在指尖微微发烫，仿佛也在为这场竞拍沸腾。当价格焦灼在4800万时，全场突然陷入诡异的沉默。主持人高举木锤，声音里带着蛊惑的尾音。4800万第一次，是否还有人加价？5000万。我猛地转身，只见赵老爷子的管家举着黑底金字的竞价牌，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沉稳如渊。全场哗然中，木锤重重落下，咚，5000万成交。雷鸣般的掌声里，苏文远的叹息声混在其中，显得格外清晰。还未等我平复心绪，别的宝物的拍卖开始了。玉器、瓷器、书画、青铜器轮番登场，竞拍的无比激烈，让人心脏狂跳，呼吸急促。最后，工作人员将压轴的南宋龙泉粉青釉质锤瓶捧上展台，瓷瓶在灯光下流转着悠悠粉青色，仿佛将江南烟雨凝于瓶身。那曾令我辗转难眠的裂痕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浑然天成的冰裂纹路，诉说着岁月的奇迹。此乃南宋官窑孤品，起拍价800万。主持人的声音刚落，前排一位戴着珍珠项链的贵妇便迫不及待举牌：1000万！这釉色简直比我孙子的满月酒还醉人。他的话音引发一阵轻笑，却也点燃了新一轮的竞价战火。来自中东的白袍商人直接将竞价牌举过头顶：2500万！我要把东方的月亮带回沙漠。2楼突然传来纯正的金腔：3000万！故宫缺的就是这抹粉青色。当价格攀升至4500万时，一位身着中山装的老者从阴影中站起，他手中的竹杖重重点地：4700万！老夫研究龙泉窑40年，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宝贝。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角落里，一位戴着棒球帽的年轻人突然举起号牌，帽檐下露出的半张脸带着势在必得的狠劲。4800万！4800万第一次，第二次。主持人的声音几乎破音，木锤悬在半空，成交。随着最后一声落锤，我感觉双腿发软，扶住座椅才勉强站稳。会场灯光重新亮起的刹那，赵老爷子朝我遥遥举杯，杯中琥珀色的酒液微微晃动，仿佛倒映着2个天价成交的奇迹。拍卖会落锤成交后，我的确兴奋得有些眩晕，40万买入，4800万卖掉，赚妈了啊！可很快就被现实拉回，一个严峻问题摆在眼前：手续费。我深知这可不是小数目，得赶紧弄清楚，不然到手的巨额收益怕是要大打折扣。赵老爷子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端着酒杯踱步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子，是不是在琢磨手续费的事儿呢？我忙不迭点头，眼神里满是急切。他抿了口酒，慢悠悠地解释道：不同拍卖行收费标准不一样，像咱们这次合作的这家大型拍卖行，针对艺术品拍卖，一般会向卖家收取成交价10%的手续费。簪花仕女图拍了5000万，龙泉粉青釉质锤瓶拍了4800万，加起来就是9800万，光手续费就得给拍卖行980万啊！听到这个数字，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真算起来还是觉得肉疼。赵老爷子接着说：手续费看着高，可拍卖行也有它的道理，前期宣传推广、鉴定估值、布置场地，还有拍卖过程中的安保服务，哪一项不要成本？而且人家在艺术品交易圈子里的信誉和资源，也是咱能拍出高价的保障啊。大约半个小时后，8820万就打进了我的卡里，让我的存款超过了9000万。当天我又去古玩店卖了修复后品相更好的天卷通宝，2个玉镯子，分别卖到了200万、200万、100万，总共500万，加上以前的200多万，总共9700多万。我无比的兴奋和激动，这在以前简直就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儿。为了尽快达成一个小目标，1个亿。周五上午，古玩城人声鼎沸，油腻的油烟味混合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我在摆满古董的地摊间穿行，目光扫过那些粗制滥造的赝品。突然，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香炉闯入眼帘，它被随意丢在一个破旧纸箱里，表面裹满厚厚的泥垢，3足已经歪斜，炉身上隐约可见缠枝连纹的轮廓。摊主是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头发油腻的贴在头皮上，泛黄的背心前襟满是油渍，脚上他拉着一双开胶的拖鞋。他正眯着眼睛，懒洋洋地抠着脚趾，见我停下脚步，立刻来了精神：小伙子，看上啥了？这香炉给你算便宜，800元。我蹲下身子，嫌弃道：大爷，您这香炉都破成这样了，10块钱差不多。老头翻了个白眼：10块？你打发要饭的呢？最低500，少1分不卖。
我拿起香炉，仔细的看了看，中指悄然碰触，清晚期紫铜香炉，价值不菲，值得你拥有。大爷，100块，行我就拿走，不行就算了。我咬着牙说道。老头啐了一口，去，哪有你这么砍价的？300元，不能再少了。我装出一副肉痛的表情，磨了半天，最终以200块成交。老头接过钱，得意地哼起小曲。这香炉他50块钱收来的破烂，卖了200，血赚。我拿着香炉马上就要走，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等等，小伙子，能让我看看你手里的东西吗？”我回头一看，是个头发雪白、戴着圆框老花镜的老者，身着藏青色唐装，拄着一根红木拐杖，腰间还挂着一枚古朴的玉佩，气质与这喧闹的古玩地摊格格不入。老爷子，你随便看。我把香炉递给了他。老者用随身携带的白手帕仔细擦拭了几下，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对着香炉的款制、纹饰反复端详，嘴里喃喃自语：“没错，是清晚期的，还是个精品。”瘦老头满脸的不敢置信，惊讶道：“老爷子，这就是个破铜炉，怎么可能是清晚期的呢？”老者猛地抬头，眼神如鹰般锐利，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我陈墨白玩了一辈子古玩，还能看走眼？这是清晚期仿宣德的紫铜香炉，工艺精湛，价值不菲。”周围的人顿时炸开了锅，纷纷围拢过来。瘦老头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张着嘴说不出话来，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的往下掉。陈墨白转向我，眼神中满是欣赏：“小伙子不错，竟然能知道这香炉是宝贝，让你捡了个大漏。我是墨宝斋的掌柜，做了40年古玩生意，这香炉我要了23万，交个朋友以后，若是还有宝贝，欢迎来墨宝斋找我。陈老，你的价格很公道，成交了。多谢陈老赏识，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我没讨价还价，因为知道他就值这么个价，对方出价很公道。很快成交完成，我的卡里又多了23万。瘦老头瘫坐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转身离开时，听见他在身后崩溃大喊：“我50收来的，仅仅赚了150，亏了20多万。这一行就是这样，靠眼力吃饭。眼力不行，宝贝在手也会贱卖出去。总算又捡了一个小漏，小赚一笔。”我的心情非常愉悦。虽然这几天捡了一个大漏，还靠李庆买了个破碎的瓶子，赚了近9000万，但这样的好事不可能天天有，每天能捡个小漏，不空军就非常了不起了。突然，一只手掌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张扬，在捡漏呢。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让你见识一下我是如何大赚特赚的。”我偏头一看，赫然就是孙氏集团的继承人孙永军。衣着华贵的他此刻满脸的兴奋和激动，似乎遇到了天大的好事。于是我满脸笑容，满脸期待：“军哥，能遇到你真是运气好。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别神神秘秘的好不好？”“别急，到了就知道。”孙永军拉着我就走，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同时又钦佩道：“昨天的拍卖会你可出大风头了，开场和压轴的宝物都是你的，簪花仕女图5000万，龙泉粉青釉质垂屏4800万。你这捡漏的能力太强了，让无数专家汗颜，也让我佩服不已。不过就是我的运气好罢了。”我谦虚道：“运气是一部分，但实力才是关键。当时赵老、乔山水、赵一彤也看了那一幅画，若判断画下有画，那就可以高价买下，赚5000万的人就不是你了。可见你比我们更有实力。”孙永军道。旋即他可能是按捺不住了，神秘地问道：“你知道赌石吗？”“我当然知道啊。”我哑然失笑。我身为文物鉴宝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怎会不知道赌石呢？赌石是指翡翠原石在开采出来后，有一层风化皮包裹着，无法知道其内部的品质。买家需根据原石的表面特征，如皮壳的颜色、质地、蟒带、松花等表现，来判断内部是否有翡翠以及翡翠的品质，然后以一定的价格购买，通过切割或擦开皮壳来验证判断是否正确。赌石的原石主要来自缅甸的兀鲁河两岸等场口，如帕敢场口、木纳场口、莫西沙场口等。这些场口产出的原石各具特点，不同场口的原石在皮壳、质地、颜色等方面有明显差异，这也是判断原石品质的重要依据之一。具体判断方法，看皮壳。皮壳是原石的外表层，不同的皮壳特征往往暗示着内部翡翠的不同情况。例如，黄沙皮壳可能暗示内部翡翠质地细腻，黑乌沙皮壳容易出高色翡翠，但风险也较大。观察蟒带和松花。蟒带是原石皮壳上出现的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细条或块状物，通常呈绿色或黑色，是翡翠在形成过程中绿色矿物成分在皮壳上的表现，有蟒带的地方出绿的可能性较大。松花则是皮壳上的绿色松花状表现，也是判断内部是否有绿的重要标志。打灯观察。
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原石，可以观察到原石内部的透光性、水头长短以及是否有裂纹等情况。如果光线能透过原石内部较深，说明水头较好；若看到内部有明显的裂纹，则会影响翡翠的品质和价值。风险：赌石的风险极高，因为原石内部的情况难以准确判断，即使有经验的行家，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赌涨。一块看似表现良好的原石，切开后可能内部是一团糟，没有任何价值的翡翠，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收益：一旦赌涨，收益往往十分惊人。一块不起眼的原石，切开后如果是高品质的满绿翡翠、玻璃种翡翠等，其价值可能会瞬间飙升数千倍甚至数万倍，让投资者一夜暴富。如今赌石在缅甸以及我国的云南、广东等地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在云南的瑞丽、腾冲等地有众多的赌石店铺和交易市场，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翡翠爱好者和投资者。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线上赌石直播等新兴交易方式也逐渐兴起。那你擅长赌石吗？孙永军认真道：当然不擅长啊。我老实的回答，我所了解的一切仅仅是纸上谈兵罢了，根本就没掌握任何的技术。以前我也不敢去赌，因为99%是会输的，就我比实的情况，根本亏不起。有一家赌石店最近从缅甸弄回一些原石，我带你去赌石，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刺激，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赌石技巧，看我怎么大赚特赚。好啊，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心中满是兴奋与期待，不知道财界能否鉴定原石。不过我可警告你，千万别上瘾，去长长见识就好，否则再多的身家也会亏得干干净净。赌石内行的水太深了，人呢，只能赚自己认知中的钱，你继续捡漏就能生活得有滋有味。孙永军似乎看我很兴奋，就严肃地警告道。很快我们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赌石店藏玉坊，其实也在古玩城，只是古玩城实在太大，周边的街道实在太多，这几天我还没转悠到这一块。踏进大门，一股混杂着潮湿泥土与矿物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瞬间踏入了云南边境的敞口店内。光线昏暗，仅靠几盏仿古吊灯和嵌在墙壁上的射灯照明，蓝黄色的光晕在粗糙的石壁上摇曳，给堆满原石的空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正对门口的位置摆放着一个玻璃柜台，里面陈列着几块已经切开的翡翠边角料，冰重的澄澈，糯重的细腻，玻璃重的通透，在射灯下展露无遗，与柜台下方的红色绒布形成鲜明对比。柜台后，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老者正半眯着眼，用放大镜仔细端详手中的小块原石。身旁的桌面上散落着强光手电筒、擦拭工具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原石的特征和成交价格。店内两侧锈迹斑斑的铁架上层层叠叠堆放着大小不一的原石，大的足有半人高，表面布满青苔和裂纹，小的则如拳头般大小，裹着深褐色的风化皮壳。每块原石都贴着标签，上面潦草写着敞口、重量和价格，有的还标注着开窗见绿、打灯表现好等字样。地面上随意摆放着众多未经整理的大体积原石，仿佛刚刚从矿场运来，还带着泥土的痕迹。角落处，一台切割机发出低沉的轰鸣，飞溅的石屑在灯光中划出一道道金色的弧线。一位年轻的伙计正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机器，旁边围坐着几位顾客，有的紧攥着拳头，脸上写满紧张，有的则叼着香烟，眼神中透露出期待与焦虑。墙上一幅褪色的红底标语格外醒目：一刀穷，一刀富，一刀开路虎，一刀买别墅。旁边还贴着几张赌涨后价值不菲的翡翠照片，与地上切开的废料形成强烈反差。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又兴奋的氛围，仿佛每个人都在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这里，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或许也能改变我的人生。哈哈，永军你来了，蓬荜生辉啊。一眼见到孙永军，柜台里面的老者马上就起身热情打招呼。张扬，我给你介绍一下。孙永军冲段老板点点头，然后笑道：这是段长绿，是赌石店的老板。这名字初听觉着雅致，细究起来背后可有段跌宕起伏的过往。年轻时他经营着一家饭店，生意倒也红火，可偏偏感情路上坎坷不断。他的第一任妻子频频背叛，出轨之事如同家常便饭，一次又一次，毫无收敛。段老板满心失望与无奈，最终只能选择离婚。原以为往后能觅得良人，谁知接连娶的3任妻子竟都重蹈覆辙。孙永军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同情，又接着道：接连的打击让段老板心灰意冷，认定是名字犯了忌讳，这才动了改名的念头。他四处寻访，最后求助于那位声名远扬的算命先生刘半仙。刘半仙听完他的遭遇，神秘一笑，缓缓说道：何必改名呢？你从事赌石行业不是最好。段老板细细琢磨，茅塞顿开。此后他毅然投身赌石行当。
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钻研，很快就在这一行崭露头角，成了远近闻名的赌石高手，赚得盆满钵满。如今上了年纪，便开了这家赌石店，日子过得逍遥自在。那些年轻貌美的妹子听闻他的财富与传奇经历，纷纷主动投怀送抱。可惜他年事已高，虽有艳福，却也有些力不从心了。换做旁人，这般当众揭短，怕是早已怒不可遏。可眼前这位段老板不仅没生气，反而满脸得意与自豪。毕竟站在他面前的是孙永军，那可是几千亿集团的继承人，能被对方如此调侃，反倒像是一种荣耀。他名叫张扬，是我朋友。段老板，你可别小看他，虽说一身穿着朴素的像是地摊货，却是实打实的捡漏奇才。就在昨天的拍卖会上，孙永军话锋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段老板吹嘘起我的辉煌战绩。段老板连忙热情地和我握手，脸上堆满笑容。张先生你好，你捡漏的本事太厉害了，比我赌石还要厉害很多，佩服佩服。我谦逊的回应。段老板你太谦虚了，我那就是运气好，哪比得上您赌石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在这江湖之中，人情往来向来是互相抬举，正所谓花花轿子人抬人，多结交一位朋友，往后的路便能多一分顺遂。而我之所以能被孙永军称作朋友，也正是因为我在捡漏方面展露的惊人实力。尽管在此之前我们也不过才见过一面。段老板，给我的原石准备好了吗？孙永军迫不及待地问道，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放心，我给你准备了10几块原石，都做了特殊记号，今晚就可以给你送过去。段老板笑着应道。你的实力我信得过。孙永军满脸欢喜，重重地拍了拍段老板的肩膀，随后拉着我走进了原石区域。我和孙永军各自取出强光手电筒，开始仔细检查那些看似有潜力的原石。作为赌石新人，我毫无经验，手中的手电筒在原石表面来回移动，却始终看不出任何门道，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神秘莫测，如同天书一般难以解读。此刻我驻足在一块足有3个篮球大小的原石前，它表面呈黄色，隐隐约约似乎有蟒带的痕迹，用手电筒打光，隐约还能看到一抹绿色。可这似乎2字却像是魔鬼的诱惑，充满了不确定性。赌石的魅力与风险就藏在这模棱两可之间，切开后或许价值不菲，也或许一文不值，让人既期待又畏惧。再看原石旁边的标价30万，如此高昂的价格更凸显了赌石的高风险，稍有不慎便可能倾家荡产。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将中指轻轻点在原石上，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血亏。卧槽，果然可以鉴定原石，爽歪歪！我心中狂喜，仿佛发现了新大陆。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开始对着一块块原石急速点击。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大亏；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小亏；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巨亏；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打平。看着这些鉴定结果，我满脸古怪。财界在鉴定原石时，语言描述竟如此生动形象，从血亏到巨亏、大亏、小亏、打平，将赌石的风险程度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找了许久，却始终没遇到一块能赌涨的原石。我担心精神力过度消耗，不得不停下鉴定，在孙永军身边蹲下，压低声音道：军哥，这些原石不咋地啊，都是刚从缅甸弄回来的吗？不会是骗人的吧？孙永军瞥了我一眼，耐心解释道：这些原石的确是他刚从缅甸弄回来的，但其实也还是别人挑剩下的，出翡翠的概率很低，不过当然也有漏网之鱼。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漏网之鱼找出来，你就等着瞧，我一定能找出一块价值巨大的原石，也是别人挑剩下的。我有点郁闷，便走向架子，开始对架子上面的原石逐一鉴定。然而连续鉴定了几十块，结果依旧令人失望。我不禁开始怀疑人生，也暗暗后怕，赌石的风险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大，相较之下捡漏的风险似乎都不值一提了。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我狠狠将中指点在架子上最后一块原石上。缅甸产原石，赌之大赚。我眼睛猛地一亮，仔细打量这块原石，它体积不小，足有2个篮球那么大，黑乌纱皮壳显得格外神秘。我用手电筒反复打光，却什么都看不到，表面也没有任何蟒带的迹象。更引人注意的是，这块原石明显是从一块大原石上切下来的，截面触光突突的，没有任何翡翠的踪影，分明就是普通的石头。估计是那块大原石切开后一无所获，卖家不敢继续切，便将其分开来卖。再看标价，20万，这价格着实有些离谱。20万的底价，赌之大涨，能涨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满是期待，甚至开始胡思乱想。既然赌款有血亏、巨亏、大亏、小亏、打平等多种形容，那赌涨说不定也有血赚、巨赚、大赚、小赚，即便不能巨赚、血赚，能大赚一笔也是极好的。不再犹豫，我抱起石头就往柜台走去。孙永军眼尖，看到我的举动，
赶忙追上来拦住我，脸色阴沉。张扬，你干啥？我看中了这块原石，想赌一把。我有些尴尬地说道。我不是说过了吗？让你只是看热闹，别赌，赌石的风险太大了，这不是你擅长的领域。若你实在好奇，就买那些拳头那么大的，几千几百元，过过瘾，也算是体验了一次。但你这块原石价值20万，明显就是切垮了的原石的一半，出翡翠的概率太低了。孙永军一边说，一边拿着手电筒在原石上仔细照着，连连摇头，满脸的不看好。说着，他指着自己购物车上的一块原石道：“这一块才会有翡翠，赌之必涨，等下就让你见识见识。”是吗？我有些不信邪，走过去仔细端详他那块原石。不得不说，这块原石确实有些门道，表面有一条隐秘的蟒带，宛如一条细线，若不仔细观察，很容易忽略。宁赌一线，不赌一片。孙永军得意地背诵起赌石口诀，一副赌石大师的派头。什么一片一线，不如我中指一点。我在心中腹诽，把中指点了上去。缅甸产原石，赌之血亏。看到结果的那一刻，我愣住了。再看原石标价，竟然高达120万，如此高价，若是切不出翡翠，确实称得上是血亏。军哥，但我还是看好我这一块原石。我认真的说道，虽然我这是第一次赌石，但我看过很多赌石的书，对于赌石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的。我建议你别买这一块，看过书就会赌石的话，那赌石大师就不会这么洗手了。我这块绝对能赌涨，你那块绝对切垮，不信你等着瞧。孙永军摸着额头，一脸无奈，黑着脸反驳道：“打个赌？”我挑眉问道：“赌就赌，若我输了，我允许你从我收藏的原石中免费挑走一块，反之，你免费给我去长一次眼。”孙永军爽快地应道：“好，就这么赌了。”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答应下来。孙永军收藏的原石中说不定藏着宝贝，等于就又能大赚一笔。于是我们各自带着选中的原石来到柜台，没有讨价还价，直接买单。在这赌石行当里，价格向来如此，买卖全凭自愿。毕竟将这些原石从缅甸运回中海，一路上要经历重重关卡，耗费巨大，其中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付完钱后，我们迫不及待地朝着切石的地方走去。见有人要切石，顿时所有人都好奇地围过来看热闹。孙永军将他那块标价120万的原石稳稳放在切割台上，嘴角挂着胜券在握的笑意。张扬，等会儿你可看仔细了，我这块蟒带清晰，切开必定是满绿。他故意晃了晃手中的强光手电，光斑在原石表面游走，仿佛已经照见了那里的翡翠。这块原石表现极好，出翡翠的概率极大。永军，你果然是赌石高手。段老板也在一边附和。或许是想拍孙永军的马屁，段老板亲自主持这一次的切石。随着他一声令下，切割机的刀片缓缓切入原石，刺耳的摩擦声中，石屑飞溅如星。当第一刀落下，露出的截面灰白一片，毫无绿意。孙永军的笑容僵在脸上，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再切一刀，肯定有货。第二刀下去，依旧是普通的石质。围观的人群中传来阵阵叹息：“哎，垮了，120万打水漂了，好惨。”段老板也摸着额头，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孙永军失魂落魄地瘫坐在一旁，喃喃自语：“不可能，怎么会？血亏！”我看着面色铁青的孙永军，心中暗自感慨财界的精准。轮到我的原石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段老板一边调试机器，一边摇头：“这块切垮的可能性太大，年轻人做好心理准备。”我深吸一口气，手心满是汗水：“段老板，您尽管切。”刀片切入的瞬间，我的心脏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切石机的轰鸣声如惊雷炸响，搅得空气中的石粉都跟着震颤。第一刀下去，原石截面灰白一片，围观人群发出零星的嘘声。孙永军得意地晃了晃手中的矿泉水瓶：“早说了，这是切垮的料。”话音未落，段老板突然提高声调：“慢着！”边缘泛绿。原本喧闹的场子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原石切口处，一抹若隐若现的翠色，像初春枝头刚冒头的嫩芽，怯生生地探了出来。哇塞，真的见绿了，好神奇！人群中爆发出骚动。随着表层石皮被慢慢磨去，巴掌大的区域透出浓郁的阳绿，在冷光灯下流转着绸缎般的光泽。冰重阳绿，有行家扯着嗓子喊：“至少能出5只手镯。”这怎么可能？孙永军满脸懵逼，看怪物一样的看了也非常激动的我一眼。我出200万。突然有人大喊：“220万！”一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手里捏着雪茄，烟雾袅袅升腾。小兄弟，见好就收吧。我心跳如肋骨，却毫不犹豫摇头道：“我要全部掏出来。”很快，翡翠就全部挖了出来。段老板眯起眼睛，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翡翠质地，
喉结滚动着报出价格，按这成色400万打底。然后他郑重地把翡翠放到我的手里，我仔细端详，然后就感叹，果然是冰种阳绿，这么大的体积怎么只值400万？我虽然不懂赌石，但对于翡翠的质量门儿清的。翡翠的种类和排名从种分，主要分为玻璃重、冰波重、高冰重、冰重、冰糯重、糯重、豆重。在所有翡翠色系中，绿色的价值是最大的，在绿色系里，价值最高的是帝王绿，其次正阳绿、杨绿、菠菜绿、秧苗绿、苹果绿、葱心绿、鹦鹉绿、瓜皮绿、豆青绿、丝瓜绿、蛤蟆绿等。红色、黄色、紫罗兰翡翠也非常值钱，但比较罕见。但我还是忍不住用中指点了一下翡翠，想要得到一个更全面的鉴定，说不定我看走眼了呢。冰种阳绿翡翠价值不菲，值得你拥有。脑海中浮现信息，几乎同时，淡淡的灵气从翡翠之中冒出，通过手指进入了财界之中，让财界中的灵气又变得浓郁了一分。翡翠之中果然是有灵气的，我暗暗嘀咕。而我的判断没错，的确是冰种阳绿翡翠。接下来竞价声此起彼伏，戴金丝眼镜的玉石商人挤到前排，450万，我要做一套传世首饰。孙永军的脸涨得通红，突然扯开领口的领带，我加100万，算我买个教训。他的嘶吼被淹没在更激烈的竞价中。当价格突破700万时，人群突然安静下来，穿唐装的老者拄着红木拐杖缓缓走进来，袖口的沉香手串轻响。800万，图个吉利。他目光如炬地看向我，小友，这价格该满意了吧？我望着手中泛着荧光的翡翠，笑道：成交。很快交易完成，我的卡里又多出了800万，一个小目标正式达成。这家伙不会是在扮猪吃老虎，其实是赌石高手吧？孙永军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他是孙氏集团继承人，当然不会羡慕我赚了800万，他在乎的是自己打赌输掉了，有点掉面子。段老板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一边连连后悔的感叹：800万，我为何就不知道自己切开呢？我的天啊，20万变800万，一夜暴富啊！羡慕死我了，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呢？围观的众人也在羡慕嫉妒的嘀咕。我强压下内心的狂喜，表面却故作淡然。军哥，承让了。看来赌石之道还真是变幻莫测。没事儿，最近你的运气太好，挡不住。孙永军略有郁闷地摇摇头。段老板满脸惊叹，主动递来一杯茶。张先生，您这运气简直绝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两个还是认定我没有掌握厉害的赌石技术，全靠运气。我当然也不会辩驳，反而傻乎乎地笑着附和。最近我的运气的确很好，捡漏、赌石、打牌全赢。又闲聊了片刻，孙永军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与不耐。你还要赌吗？不赌的话，我们就走了。我瞥向他紧绷的下颌线和微微攥紧的拳头，显然刚刚他看好的石头血亏，这般糟糕的运气早已让他没了继续赌石的兴致。不赌了。我几乎没有半分犹豫，果断摇头。先前为鉴定那些原石，我的精神力早已如沙漏中的细沙般大量流逝，如今剩余的怕是连再鉴定几块原石都勉强。我们并肩朝着店外走去，脚步匆匆。或许是连日来的疲惫作祟，又或许是精神力消耗太多，我突然踉跄了一下，险些扑倒在地。惊魂未定的低头望去，才发现敞开的店门被一块石头横在门槛处充当门挡，石头足有半个冬瓜大小，表面沟壑纵横，密密麻麻的裂痕如蛛网般肆意蔓延，灰扑扑的表皮上还沾着些许泥土与青苔，丑陋的令人侧目。鬼使神差间，我的中指轻轻点在了石头粗糙的表面。缅甸产原石，赌之巨钻。卧槽，巨钻比大钻还要更高一个级别。我的心脏猛地剧烈跳动起来，胸腔内仿佛有头小鹿在横冲直撞。但在古玩行当摸爬滚打练就的沉稳，让我迅速收敛住震惊的神色，表情依旧平静如水。张扬，你怎么了？孙永军见我迟迟没有跟上，回过头来，满脸愕然。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抬起头，指了指脚下的石头。我被这石头绊了一下，干脆把它买下，带回去挡门。说着，我又看向正在门口送客的段老板，扬声问道：段老板，这石头多少钱？啊，你要买这石头？孙永军和段老板同时瞪大眼睛，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面面相觑，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自然都认得这块石头。10几年前，段老板远赴缅甸赌石，运气爆棚，大赚一笔，返程时购入了不少原石。而这块品相极差的石头，不过是交易时商家附赠的添头。当初段老板本想直接扔掉，可太忙又忘记了，结果就被运送了回来，念及运费不菲，又舍不得扔掉了，随手将其用来充当门挡。这么多年过去，
这块石头一直默默无闻地待在门口，从未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如今我竟提出要买，怎能不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段老板回过神来，摸了摸额头，脸上神情似笑非笑，满是无奈。这石头真就是用来挡门的，你买走了我用什么挡门？你弄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挡门不就好了？这块卖给我还能换几个钱呢？我据理力争，既然你想要，就送你了，你带走吧。段老板豪爽地摆摆手，一副大气的模样。那不行，这是做生意，钱还是要给的。我态度坚决。那你就给100吧。段老板再次哭笑不得，最终报出一个数字。我二话不说付了钱，他也煞有介事地写了张收据递给我。我弯腰抱起石头，转头招呼满脸古怪表情的孙永军，走吧。等走出赌石店，孙永军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戏谑，你不会是捡漏捡习惯了，以为这挡门的石头里面也有翡翠吧？主要还是因为我被他绊倒了，或许就是缘分呢。反正也不贵，才100元。我笑着回应，心中却早已被期待填满。紧接着我迫不及待地追问，哪里有切石机？我想解石，我那里倒是有，但这石头真有必要解吗？孙永军上下打量着我怀中的石头，满脸质疑。我一本正经地看着他，难道你没听说过歪树长直枝，寒门出贵子？这石头或许就孕育了绝世美玉，那就去段老板那里切啊，反正你也付款了，即使切出玻璃种帝王绿翡翠，他也只有羡慕的份儿。孙永军撇了撇嘴，语气带着一丝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戏谑。我是担心在他那里切石被嘲笑，毕竟就是一块没人要的挡门石。我搪塞道，其实我是担心太出风头，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嘲笑就嘲笑，反正不是嘲笑我。孙永军似乎就想看我出丑，又把我连拖带拖曳地拉进了段老板门店。一进门就迎上段老板古怪的目光，我尴尬地解释道，段老板，这个我不想带回去挡门了，现在就想切开。段老板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微微下滑，浑浊的眼珠在镜片后转了2圈，目光死死盯着我怀中的石头，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满脸荒谬。这石头在我这儿当门挡10几年，真是块废石，不可能有翡翠的。你竟然异想天开想切！几个正在挑选原石的客人纷纷停下手中动作，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来，嘲笑声也如同春雨后的春藤，迅速在人群里蔓延开来。那挡门是石头扔路上都没人捡的，他竟然买了，还想切开，以为赌涨了1块，还想继续赌涨，简直就是做梦想吃屁。孙永军双臂抱在胸前，斜倚在柜台旁，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那眼神仿佛在说，等着看你出丑。随即刺耳的切割机轰鸣声骤然响起，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被惊醒，震得空气都跟着发颤。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掌心瞬间被汗水浸透，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钻心的疼痛却丝毫无法缓解内心的紧张。此刻的我早已浑然不觉。段老板手持喷水枪，水流如银线般冲刷着飞旋的锯片，石屑裹挟着泥浆四处飞溅，在地上晕开一片片深色的痕迹。第一刀下去，段老板突然关掉机器，他的手指微微发颤，拿起放大镜凑到切口边缘反复观察，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似乎出绿了。聚光灯瞬间聚焦在原石切口，一抹若隐若现的清亮绿色，宛如暗夜中突然亮起的萤火，在灰暗的石面上闪烁。哇塞，废石也能出绿，好神奇啊，赌石也太神奇了。围观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惊呼连连。快擦石，这是高品质翡翠，可千万别切坏了。有行家急切的喊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模糊而不真切。段老板换上磨石机，动作小心翼翼，仿佛在雕琢一件稀世珍宝。随着表层石皮被一点点磨去，巴掌大的区域逐渐透出正阳绿色泽，那浓郁的颜色仿佛要滴下来，在灯光下流转着莹润光泽，美得令人窒息，似乎品质很高啊。我喃喃自语，感觉喉咙干得厉害，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咕咚的声响在嘈杂的环境里格外清晰，双腿也开始发软，只能死死撑住身旁的桌子，生怕自己一个踉跄暴露了内心的激动。玻璃重阳绿，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惊呼，紧接着尖叫声、议论声、跺脚声混作一团，整个赌石店瞬间沸腾起来。玻璃重阳绿仅仅亚于玻璃种帝王绿和玻璃重正阳绿，排名第3，怪不得财界判断能巨赚啊。我望着眼前的景象，恍若置身梦境。谁能想到这块被人嫌弃多年的石头竟藏着如此高质量的翡翠。孙永军3步并作2步冲上前，下巴几乎掉到地上，鼻尖差点贴到原石上，声音里充满了震惊与不甘。这不科学。而我内心狂喜与自豪如汹涌的潮水般翻涌，同时又夹杂着一丝侥幸。幸好先前被这块石头绊倒，幸好自己没有错过。我出800万。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率先出价，打破了短暂的混乱。我的心再次剧烈跳动起来，紧张地盯着每一个出价的人。
每一次加价都像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拉扯着我的神经。900万，我要坐传家宝。戴金丝眼镜的商人不甘示弱。1000万，1100万，1200万，1300万，竞价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我站在人群中央，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随着此起彼伏的报价声蹦出来了。1500万。当角落里的老者拄着红木拐杖报出这个数字时，全场突然安静下来。就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时，2楼突然传来清脆的女声：1800万。我代表翡翠王朝。1800万算不算巨赚呢？我望着段老板递给我的石头，此刻它已被切出大半，内部的翡翠足有孩童头颅般大小，通体晶莹剔透，找不到一丝杂质。那翠绿的色泽仿佛把世间最浓郁的生机都凝聚在了一起。我也有点迷醉了，一咬牙道：现在不卖，全部解开再说。我深吸一口气，开始亲自擦石。看着段老板忙碌了半天，那些擦石的技巧我早就已经学会。很快，翡翠完全展露在众人眼前，它比孩童的头颅还要大上一圈，翠绿一片，完美无瑕。原石表面那些狰狞的裂痕竟然丝毫没有波及这块翡翠，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岁月中默默守护着这份珍宝。我的中指点在翡翠上，玻璃重阳绿翡翠，价值巨大，值得你拥有。与此同时，一股浓郁的灵气如潺潺溪流，快速地涌入我的手指，注入财界之中。财界内原本稀薄的灵气变得愈发浓郁，化作缥缈的白雾，在其中翻涌升腾。天啊，这么巨大的玻璃种阳绿翡翠，太漂亮了，我好想要呀！这么美的翡翠，到底价值多少啊？惊呼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眼神中满是震撼与喜爱，外加对我的羡慕。2000万，2200万，2500万，2600万，2700万，竞价声连绵不绝。众人仿佛被这块翡翠的魅力深深蛊惑，谁也不愿轻易放弃。孙永军满脸涨得血红，抓着我的胳膊，声音都变了调：这石头我出3000万，算我求你。听着他颤抖的声音，我内心五味杂陈。这笔巨额财富带来的惊喜与命运无常的感慨交织在一起。这块石头在岁月中静静等待，终于等到了我这个识货之人得以褪去丑陋的外表，绽放出华丽至极的内在。而先前孙永军格外嫌弃挡门时，现在却要花3000万买里面的翡翠，自己把脸打得啪啪响。这么漂亮的翡翠，我不想卖，我也想要个翡翠戒指和镯子。我迟疑道，未来还能否遇到这样高品质的翡翠，我无从知道。若错过这次，想要拥有一个玻璃重阳绿翡翠镯子或是翡翠戒指，谈何容易？3000万卖给我，我再送你一个玻璃重阳绿镯子和一个翡翠戒指，这总行了吧？孙永军满脸都是热切的喜爱与兴奋，眼神中透露出势在必得的决心。你出这么高的价，让我们怎么办？众多竞价之人一个个脸色铁青，不满地抱怨道。我又等了片刻，发现没人加价了，于是点了点头，成交。很快交易完成，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看着卡里多出的3000万，我恍若梦中。此刻我的身家早已超过了3亿，财富的快速膨胀让我心潮澎湃，激动得难以自持。我的天啊，这帅哥的运气也太好了，之前买石头切出800万的翡翠，现在用100元买个挡门的石头，竟切出价值3000万的翡翠，30万倍的涨幅。还没算玉镯和戒指，这帅哥现在是真正的暴富了，想娶什么美女都没问题。羡慕死我了，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呢？围观者们的嘲笑声消失了，变成了羡慕嫉妒恨。而段老板则在一旁捶胸顿足，脸色惨白，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买回来10几年了啊，怎么就不切开看看呢？3000多万财富啊，就这么和我失之交臂。抱着翡翠的孙永军也是满脸懊悔，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特么的，我也看那石头很多年了，被绊倒也不是1、2次，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买？真是个蠢货。这场解释过后，段老板的赌石店彻底火了，慕名而来的客人络绎不绝，门槛都快被踏破了。有人专挑角落里的废石，期待能复刻我的奇迹；有人缠着段老板打听这块传奇石头的来历。此刻，我握着3000万的转账记录走出店门，脚步还有些虚浮。晚风轻轻拂过脸颊，回想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孙永军抱着翡翠追了上来，脸上堆满热情的笑容。兄弟，和你赌石真痛快，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捡漏，也可以一起赌石，爽。很好，从朋友变成兄弟了。我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用开玩笑的口吻道：一起捡漏赌石当然没问题，但别忘记你还欠我1块原石。孙永军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哈哈，你这个葛朗台赚这么多了，还惦记着我输给你的1块原石。不过你放心，我的信誉良好，绝不会说话不算数。
说罢，他拉着我走向那辆锃亮的劳斯莱斯库里南，黑色车身在阳光下泛着低调而奢华的光泽。我们去金玉满堂找赵一彤的姑姑，只有她才能把这宝贝完美的利用，做出最多的宝贝首饰。车子如离弦之箭般驶上街道，穿梭在繁华的都市车流中。很快，我们便抵达了目的地。眼前是一栋矗立在繁华路段的大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彰显着无与伦比的气派与奢华。整栋大楼都属于金玉满堂，仿佛是这座城市中一颗璀璨的商业明珠。望着这栋大楼，我内心莫名涌起一股期待，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那位一手创造了1000亿级公司的传奇女人赵灵华。在停车场停好车后，我们走进大楼，径直走进了电梯。电梯平稳地上升，数字不断跳动，最终停在了36楼。走出电梯，宽敞明亮的走廊尽头便是总裁办公室。孙永军熟门熟路地上前敲门，从他的动作和神态，我便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进来，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从门内传出，宛如黄莺出谷，令人心旷神怡。门缓缓打开，一位20多岁的女秘书出现在我们眼前，身材高挑，肤白貌美，一身剪裁得体的秘书装将她衬托得精明干练。她的眼神明亮而聪慧，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给人一种亲切而专业的感觉。姚秘书你好，孙永军热情地打着招呼。孙少你好。姚秘书微微一笑，侧身将我们请了进去。踏入办公室，一股奢华的气息扑面而来，极为宽阔，装修风格尽显高端与品味。宽阔霸气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30多岁的女人，她容貌精致，眉眼间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高雅的举止中散发着强大的气场。她手腕上戴着一只翠绿的翡翠镯子，质地温润，色泽浓郁，一看便知价值不菲。脖子上挂着一条红宝石项链，红宝石饱满圆润，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富贵之气扑面而来。赵总上午好。孙永军恭敬地问好，随后向他介绍我，这是张扬，我的好兄弟，也是好朋友，他是捡漏高手，和你爸也非常熟悉，算是你爸的半个学生。我连忙上前，语气中带着尊敬与惶恐。赵总你好，晚辈冒昧来访，恕罪。坐。赵灵华微微一笑，那笑容如春风拂面，让人倍感亲切。他优雅地抬手将我们请到一旁的白色真皮沙发上坐下。姚秘书十分贴心地为我们倒上茶水，茶香四溢，沁人心脾。赵总，我带来了一个宝贝，想要你帮忙设计和做一些首饰。孙永军说着，小心翼翼地从包里取出那块玻璃重阳绿翡翠。在办公室明亮灯光的照耀下，翡翠散发出翠绿的光芒，色泽浓郁纯正，质地晶莹剔透，美得令人心醉。玻璃重阳绿，赵灵华终于动容，眼眸中亮起璀璨的光芒，仿佛2颗星辰在闪耀。他接过翡翠，眼神专注而认真，细细地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好奇地问道，这翡翠是你从哪里得到的？孙永军顿时变得兴奋和激动起来，绘声绘色地将今天赌石的事儿说了一遍。他口才极佳，把整个过程描述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不仅赵灵华听得全神贯注，就连一旁的姚秘书也听得入了神，脸上不时露出惊讶和赞叹的表情。段老板那挡门的石头，我也见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还被他办过好几次呢，里面竟然藏着如此极品翡翠。赵灵华满脸难以置信，语气中带着一丝懊恼和遗憾。他微微皱眉，眼神中流露出对错过这块翡翠的惋惜。不过作为身家过千亿的大老板，赵灵华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优雅地笑道，这么大的翡翠，你一个人根本用不完，分我一半吧，我用之制作一些极品首饰给家人用。他眼中闪烁着喜爱的光芒，见猎欣喜，补充道，我会承担一半费用，甚至不收任何手续费了。赵总，你身为金玉满堂的老板，玻璃重帝王绿、玻璃重正阳绿的极品翡翠都有吧？这排名第3的玻璃种阳绿翡翠你更多，还要分走我一半。孙永军有些不情愿，脸上露出一丝不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的宝贝实在太难了，实在舍不得与人分享。现在想要得到玻璃种翡翠太难了，可遇不可求，即使是我也好几年没有遇到了，现在能遇到，当然是要分一半的，家人用不完，还可以用来镇店。赵灵华耐心地解释。好吧，孙永军最终还是妥协了。接下来工作人员开始测量我和孙永军手指的直径，同时询问我们对于玉佩、项链、玉镯子、手串的具体要求。这个时候我心里不禁有些后悔，我只有一个玉镯子和一个戒指，却忽略了玉佩和项链手串。可话已出口，也不好反悔，只能在心里默默期待将来还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极品翡翠。弄好这些后，孙永军和我便准备告辞。然而赵灵华却突然说道，小军你先走吧，我找张扬还有点事儿。我顿时有些懵，心里暗自琢磨，赵灵华留下我到底有什么事呢？
孙永军急着去酒店赴约，临走前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小心应对，随后便匆匆离去。张扬，赵灵华轻声唤道，语气温柔而亲切。既然你是我爸的半个学生，我就交浅言深了。你是靠捡漏为职吧？其实就你的赌石天赋，不如做赌石顾问，显然更有前途。赌石顾问是啥？我满脸疑惑。对于赌石顾问，我仅仅在网络小说中有所耳闻，在现实中还从未真正了解过。赵灵华便耐心地为我细细解释起来。原来赌石顾问就如同迷雾中的引路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赌石世界里，凭借着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为客户指引方向，保驾护航。他们是连接客户与赌石市场的重要桥梁，既要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又要精准把握市场动态和原石特性。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客户在赌石决策过程中的得力参谋，帮助客户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在原石鉴定方面，他们需要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仔细观察原石的皮壳、蟒带、松花以及敞口等特征，巧妙运用强光手电筒、放大镜等工具，对原石内部可能存在的翡翠品质、颜色、重水等进行精准的初步判断。在风险评估环节，由于赌石行业风险极高，顾问们要全面考虑原石本身的特征，同时结合市场行情、价格走势等多种因素，为客户评估每一块原石的潜在风险。他们会清晰地向客户解释其中的风险，让客户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做出决策。赌石顾问还会为客户提供具体的购买、切割或收藏建议。对于经济实力雄厚且愿意承担高风险的客户，他们会推荐具有较高赌涨潜力但风险也较大的原石，而对于保守型客户，则会建议选择风险相对较低、表现较为稳定的原石。在切割环节，他们会根据对原石的判断，给出合理的切割方案，力求最大化挖掘原石的价值。此外，赌石顾问还需要密切关注赌石市场的动态，包括原石的供应渠道、价格波动、热门敞口变化以及市场需求趋势等信息。他们会定期向客户分享市场分析报告，帮助客户及时了解市场行情，从而把握投资机会。赵灵华还提到了赌石顾问的能力要求，扎实的翡翠知识是基础，要深入了解翡翠的形成原理、物理化学性质、重水分类、颜色等级划分等，同时要熟悉不同敞口原石的特点和产出规律，掌握各种赌石鉴定的方法和技巧，还要了解翡翠加工、雕刻、成品市场等相关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样至关重要，通过长期参与赌石交易，实地考察敞口，观察大量原石的切割过程，积累对原石特征与内部情况关系的直观认知，从而提高鉴定和判断的准确性。良好的沟通能力也是有效服务客户的关键，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客户解释复杂的赌石知识和鉴定结果，耐心倾听客户的需求和想法，及时解答客户的疑问。在与客户意见不一致时，能够以专业、客观的态度进行沟通和引导，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而高度的职业道德和诚信品质更是不可或缺，在与客户的交往中，必须始终以客户利益为出发点，不夸大原石的优点，不隐瞒潜在风险，不与商家勾结坑害客户，保守客户的隐私和商业秘密，维护行业的良好秩序和声誉。最后，赵灵华介绍了赌石顾问的职业发展路径。初期，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积累经验，提升自身的鉴定和服务能力；中期，可以成为资深的赌石顾问，拥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和较高的行业声誉；后期，部分顾问可能会选择成立自己的赌石工作室或公司，开展赌石交易、原石定制等业务，也有一些会转向培训领域，培养新一代的赌石专业人才。他还告诉我，金玉满堂公司目前就有好几个赌石顾问，他们每年都会代表公司参与缅甸公盘，帮忙购买一些原石回来。如果竞标的原石暴涨，不仅会有巨额奖金，还能参与利润分成。除此之外，还有丰厚的基础工资，待遇十分诱人。听完赵灵华的介绍，我额头不禁冒出一层细汗，感谢道：赵总，你的建议很好，赌石顾问也的确很有前途，让人心神向往。但我真就是第一次赌石，全靠运气，和天赋没关系的。我擅长的领域其实就是捡漏，转行做赌石顾问，感觉有点艰难。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暗暗震惊，这位赵总实在是太厉害了，竟然似乎判断出我具备很好的赌石天赋。怪不得他能创办出金玉满堂这样的商业帝国，拥有几千亿身家，果然眼光独到。而他这么建议，目的何在？你是我爸的半个学生，那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你没必要隐瞒我什么。赵灵华轻轻瞥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洞察一切的意味。我没隐瞒你什么？我满脸真诚。段老板的赌石店原石全是被人挑剩下，你能连续赌涨2块，概率太低了，你一定具备很好的赌石能力。赵灵华语气坚定地断言。我仅仅就是看了一些赌石的书，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赌石能力，
但我真的没有任何自信。不过我会好好的考虑你的建议，往这方面尝试尝试。我抓了抓头发，脸上满是惶恐，心里暗暗警惕。连续独长2块，果然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今后一定要更加小心谨慎，还是低调行事，闷声发大财为好。你的确还需要历练，但我看好你。赵灵华点头认可，眼神中充满了鼓励。我趁机向他告辞。离开金玉满堂后，我没有再去捡漏，也没有去赌石，而是直接回到了家，躺在床上美滋滋的睡了个午觉。一觉醒来，顿时感觉精神恢复了许多。然后我发现李沁微信联系了我：张扬，你搬走了没有？今晚我的同事就要住进来了。我嘴角微微上扬，坏笑着回复道：行李已经收拾好，你们回来我就搬走。晚上7点，暮色如墨，渐渐晕染天际，路灯次第亮起，在小区的小径上洒下暖黄的光晕。我坐在雕花长凳上，指尖夹着香烟，袅袅青烟在晚风里打着旋儿飘散，习习凉风掠过发梢，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抬眼望去，四周绿植繁茂，修剪整齐的灌木与高大挺拔的乔木错落有致，藤蔓缠绕的花架下，几株夜来香正悄然绽放，将这方天地装点得宛如世外桃源。正沉醉在这静谧美好的夜景中，远处小区门口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李沁身着藏蓝色的空姐制服款连衣裙，剪裁贴合身形，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肢。裙子上的金色丝线刺绣沿着衣襟蜿蜒，在路灯下泛着微光，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脖颈间系着的玫红色丝巾巧妙打成蝴蝶结，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灵动。脚下是一双黑色漆皮高跟鞋，鞋跟不高不低，走起路来轻盈优雅，随着步伐微微晃动的裙摆，恰似一朵徐徐绽放的蓝莲。她身旁的袁雪羽同样身着同款制服，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韵味。合身的藏蓝外套下，白色衬衫领口整齐，袖口微微卷起，露出纤细的手腕。外套上精致的铜扣排列整齐，在灯光下折射出温润的光泽。下身是极细的同色一步裙，完美贴合她曼妙的臀线，随着步伐摇曳生姿。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颈间系着的鹅黄色丝巾，随风轻轻飘动，与她乌黑的长发相互映衬，衬得她皮肤愈发白皙如雪。那双黑色高跟鞋上点缀着小巧的珍珠装饰，每一步都踏出清脆声响，优雅中透着几分俏皮。两人拖着行李箱款款走来，制服上的航空公司标志在夜色中若隐若现，腰间的黑色皮质小腰包上挂着工作证件，随着步伐轻轻晃动。他们的发丝被晚风拂起，制服裙摆随风轻扬，举手投足间，专业干练与女性柔美交织，宛如从云端降落的仙子，瞬间点亮了这方夜色。李沁，让你男朋友下来帮我拖箱子吧，我实在是有点拖不动了。袁雪羽娇喘吁吁，声音带着几分软糯的撒娇，我帮你拖不就行了？我男朋友也在搬家呢。李沁笑着回应，眉眼弯弯。不行，等下你男朋友非要心痛你不可，把我揍一顿也可能。袁雪羽眨着大眼睛，满脸担心。袁雪羽，你说话也太夸张了，笑死我了！李沁被逗得花枝乱颤，清脆的笑声如银铃般在夜色中回荡，惊起了树梢上栖息的几只小鸟。李沁，为什么让你男朋友搬走呀？和你住一个房间不就可以了？我不会计较的。袁雪羽好奇地问道。我还没和他开始同居呢，他自己定下的目标没有达成，怪不得我。李沁解释道。什么目标呀？他说要赚1个亿才和我同居，野心也太大了吧。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心中暗自欢喜。袁雪羽这名字优雅又别致，宛如一幅水墨画。若今后能和这样2位顶级美女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该是多么令人期待。想着，我立刻起身迎了上去，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2位美女好，我来接你们了。雪羽，他就是我男朋友张扬。张扬，他名叫袁雪羽，我的同事，今后也是我的室友。李沁笑靥如花地介绍道。袁雪羽你好，认识你很高兴，我帮你拖行李吧，看起来很重。我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接过他手中的行李箱，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他的纤纤玉手，柔软细腻。刹那间，鉴定信息浮现脑海：姓名袁雪羽，年岁20，职业空姐，颜值沉鱼落雁，娇艳如花，手身如玉，冰清玉洁，值得你拥有。我内心不禁暗暗感叹：天啊，这么漂亮的空姐也手身如玉，冰清玉洁，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李沁的好朋友、好闺蜜也是洁身自爱。谢谢你，帅哥。袁雪羽冲我妩媚一笑，随即凑到李沁耳边小声说道：我的天啊，你男朋友也太帅了吧，我就没见过比他更帅的男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似乎越来越帅了，以前没这么帅的。其实我认识他半年多快1年了，但最近才成了我男朋友。李沁也小声回应，语气中满是疑惑。他们自以为说的小声，殊不知这些话一字不漏地传入我的耳中，心中涌起一阵愉悦。看来我的变化连李沁都早已察觉，
只是一直没说破罢了。不多时，我们便来到了租房。此前我已将这里仔细打扫了一番，地板拖得锃亮，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处处窗明几净。我住的房间也已清空，行李箱孤零零地立在大厅，一副随时准备搬走的架势。怎么样，满意吗？李沁带着袁雪雨参观了一圈，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当然满意啊。袁雪雨微笑着点头，又吃一道蛋。我怕你男朋友不高兴，我看他似乎不想搬走，要不我还是另外租房吧。他怎么可能不高兴嘛？虽然他不能住这里了，但我的身边多了你这么一个大美女，他可以经常见到，赏心悦目，这么好的福利呢。所以你就别矜持了。李沁调皮地笑道。随后李沁帮着袁雪雨铺好了床，待一切收拾妥当，他走出来，在我耳边轻声道：走呀，我送你过去。其实我还没租好房子。我轻声道：我不是一直叮嘱你租房吗？怎么一直不放在心上？李沁娇嗔着，眉眼间满是责怪。那今晚你打算怎么办？我住你的房间去。我揽住他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期待道。不行不行，你还没完成你承诺的目标呢。今晚你住酒店去吧，明天我同你去租房。李沁满脸羞涩，连连摇头，白皙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但我完成了。我掏出手机，点开手机银行，将余额展示在他眼前。3亿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李沁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震撼和难以置信，小嘴张成了 O 型。短短1个星期竟然赚了1个多亿，任谁都难以相信。龙泉粉青，釉质垂平，我修复得非常完美，上拍了，拍出了4800万，我这就给你分成。说着我当场给他转了500万，还笑着解释凑个整。我的天，李沁盯着手机上的转账信息，双手止不住地颤抖，心跳也骤然加快。不过是介绍了一单生意，竟然能拿到500万提成，这钱来得如此容易，却又合理合法。但这一切都得益于我那神奇的文物修复技能。他心中满是庆幸与自豪，暗自感慨自己是何等幸运，能和我认识，还做了我的女朋友。他好不容易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又好奇地追问：那也只有4000多万，怎么就有3亿多呢？我还捡漏了簪花仕女图，卖了5000万，另外就是一些小漏，今天又运气好，参与了赌石，又赚了3000多万。我轻描淡写地讲述着，仿佛这些惊人的成就不过是日常小事。我的天啊，简直就是神奇！李沁再次被震撼到，眼神中满是崇拜与惊叹，甚至怀疑此刻是不是在做梦。我把他轻拥入怀，在他耳边低语：现在我完成了目标，从此我们就可以同居了，租房也就没必要了，对不对？是的，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啊。李沁声音轻柔，如蚊蝇般细小，俏脸也是嫣红，如同晚霞。没事儿，今晚我就搂着你睡，绝对不乱来，我认真的保证。那你要说话算数呀。李沁羞怯地低下头，我想他心中清楚，想要我信守承诺，怕是没那么容易，所以才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自欺欺人。于是我信誓旦旦地许保证了一番。李沁那如受惊小鹿般闪躲的目光终于安定下来，彻底缴械投降。他的脸颊红的仿佛被晚霞浸染，又似春日里娇艳欲滴的桃花，那抹红晕从耳畔一路蔓延至脖颈，如同晕染在宣纸上的胭脂，美得惊心动魄。那我去和同事说明，希望他别介意吧。李沁声音细若蚊蝇，羞涩地咬着下唇，轻轻转身敲响了袁雪雨的房门。随着咔嗒一声轻响，门缓缓合上，将2个姑娘的窃窃私语隔绝在房间里。雪雨，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男朋友他不想搬出去，他想要和我住一个房间，你介意吗？李沁凑到袁雪雨耳边，压低声音说道，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不安的阴影。不是说他还没完成目标吗？你怎么允许他和你同居了？袁雪雨挑了挑精致的眉毛，眼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暧昧的弧度，那神情仿佛在调侃李沁定力不足，轻易就被男朋友的花言巧语攻陷了防线。但他完成了，刚才他给我看了银行卡余额，远远超出呢。我实在是没理由推脱了。李沁的脸颊上还残留着未褪去的惊讶，眼神中仍带着几分难以置信。什么？他才23岁就已经1个多亿身家，太不可思议了吧？袁雪雨猛地坐直身子，精致的五官因震惊而微微扭曲。你可别被他骗了，是真的，刚才他还转给我500万呢。李沁慌忙解锁手机，点开银行短信记录，又翻出自己的账户余额，展示给袁雪雨。600多万的数字在屏幕上闪烁，如同一串璀璨的星辰。他就靠捡漏赚1个多亿。袁雪雨的瞳孔剧烈收缩，终于彻底相信了这个惊人的事实，脸上满是震撼之色。不仅仅捡漏，还有修复文物和赌石，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还擅长赌石的。今天他赌石赚了3800万。李沁娓娓道来，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这一周他捡漏赚了5000多万，修复文物也赚了几千万，所以他一直高价收购损坏但基本无缺的古董。
你可以给他介绍生意，若介绍成功一单，给你5%的提成。他转给我的500万就是我赚到的提成。你想想看，很多古董都价值几百万，甚至几千万，5个点的提成是非常高的。而我们就住在中海，这里是古玩之都，来来往往的富豪大部分都和古董有关，他们能不坐头等舱，所以我们的优势非常大。他修复文物的技术这么好。袁雪羽的眼睛瞬间亮如星辰，激动的白皙的脸颊泛起2朵艳丽的红晕，仿佛被点燃的火焰。他是从古书孤本上学到的秘法，独一无二，所以他的技术真的非常神奇。若他自认世界第2，没人敢说是世界第1。李沁骄傲地扬起下巴，语气中满是自豪。瓷器破碎成2半，他也能完美修复，那些顶级专家还看不出破绽。那我们是要发财啊！你飞燕京的航线，而我飞魔都的航线，我们各自都可以介绍很多生意给他。姐，怪不得你让我住这里来呢，你是看中我的这条航线了吧？袁雪羽兴奋地抓住李沁的手，眼中闪烁着对财富的渴望。嘘，小声点，别让他听到了。当初他就不想搬出去，想和我合租，我骗他说和你说好了要搬进来，他信以为真。其实我是想拉你一起发财，谁让你比天仙还要漂亮，又非魔都那样的超级大城市呢？你认识那么多富豪，随便联系一下，生意就能源源不绝。你能赚钱，我男朋友也能赚钱，是双赢。我们住在一起，可以商议着做好这事，闷声发大财。李沁警惕地瞥了一眼房门，压低声音道：李沁，你对我真好，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袁雪羽夸张地扑进李沁怀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还不忘开着玩笑。你还没回答我先前的问题呢。李沁无奈地推开他，认真地问道：这2室1厅还不错，有2个洗手间，你房间1个，大厅1个。你们恩爱后不用出来清洗，也就干扰不到我。何况你男朋友那么帅，而且看上去很爱干净。再说他能让我赚到巨额财富，我欢喜还来不及呢。袁雪羽笑得眉眼弯弯，红唇如同绽放的玫瑰。那我就放心了。李沁长舒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脸上绽放出如春花般灿烂的笑容。你们这么有钱了，得去买个大别墅呀，住这2室1厅是不是有点配不上你们的富有？袁雪羽调皮地眨了眨眼，那到时我也住进去，也享受一下大别墅的美好。我和他说说，看他是什么想法。李沁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憧憬，显然也被这个提议勾起了向往。姐，你快去你自己房间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呢，别耽误时间了，他也一定等急了。而我现在就要联系客户，争取尽快做成几单生意，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成为白富美。袁雪羽娇笑着推着李沁往门口走，眉眼间满是期待。此刻的我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正在怀疑人生，因为房间里李沁和袁雪羽的每一句低语都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没有丝毫遗漏。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我集中注意力时，甚至能捕捉到楼下楼上好几层传来的各种声音，孩童的嬉闹，夫妻的交谈，电视的声响，如同无数细小的丝线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声音网络。难道财界还有改造我身体的能力？我满脸惊愕，心中却涌起一阵狂喜。变富变强，这是刻在每个生命基因里的本能，而我也不例外。就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李沁率先走了出来，袁雪羽紧跟其后，2个姑娘宛如从画中走出的仙子，绝世的容貌，曼妙的身材，美得令人屏息。她们并肩而立，恰似2朵娇艳的并蒂莲，散发着迷人的芬芳，牢牢吸引着我的目光。张扬，我非常高兴你不搬走，有你在，不仅让我赏心悦目，你还能保护我和李沁。另外，我也要给你介绍修复文物的业务，我们是合作伙伴。袁雪羽步伐轻盈，如同一只优雅的蝴蝶，她大方地走到我面前，伸出白皙纤细的手，指甲上精心描绘的樱花图案栩栩如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握住她的手，感受到指尖传来的细腻触感，心中暗暗感叹，这2个看似柔弱的空姐，实则精明能干，绝非等闲之辈。若不是今晚意外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恐怕至今都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李沁当初的计谋。有他们帮忙拓展业务，未来想必会充满惊喜，而他们自己也定能赚得盆满钵满。那我就去休息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袁雪羽调皮地眨了眨眼，嘴角勾起一抹暧昧的笑容，转身时纤细的腰肢轻轻扭动，修长的双腿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宛如一只灵动的小鹿，消失在房间门口。张扬，虽然袁雪羽不介意你住这里，但你自己也要注意，不能光着身子出现在大厅，你还要保护好她，追求她的男人很多的，很快就会有男人跟踪到这小区来的。李沁突然严肃起来，眼神中满是认真和担忧。追求你的男人也很多，不也一直安全？我有些不以为意的笑道。不一样的，我有男朋友，能吓唬住不少人。但袁雪羽不一样，她才20岁，没有男朋友，那打她主意的男人会多出很多。以前我没男朋友的时候，也是被太多男人追求，
让我不胜其烦。于是只能找阿强做挡箭牌。李沁说到这里，脸色骤变，慌忙捂住嘴巴，却已经来不及了。我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着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原来阿强仅仅只是李沁的挡箭牌，难怪他们当初约定恋爱期间不牵手、不接吻、不上床。可怜的阿强终究是这场感情游戏中的悲剧角色。为什么选择阿强做挡箭牌？我忍不住好奇地追问。因为阿强是健身教练，高大强壮，能吓退别的追求者。李沁尴尬地低下头，脸颊染上一抹红晕。但我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坏，若他能在恋爱期间感动我、打动我，我可能也会爱上他的。而实际上，他的确感动了我的。我在心中暗暗腹诽，李沁这样明艳动人的顶级空姐，怎么可能轻易爱上阿强？所谓的感动，不过是自欺欺人，不对，是演戏罢了。他长袖善舞，将阿强玩弄于股掌之间。还有那个侯老板，不仅没能约到李沁，反而成了给空姐们庆祝生日买单的冤大头。可这些事儿本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况已经成为了往事，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反正他第一次还在，正在和我真心恋爱，甚至今晚我就可以真正的得到他。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我要靠他介绍生意赚大钱呢。我郑重地向李沁承诺。李沁满意的笑了，又拉住我的手，将我拉进了房间，反手关上门，踮起脚尖，在我耳边吐气如兰道：但我只给他5个点的分成，我克扣了5个点，你不会生气吧？当然不会，也非常欣赏你这么做。他是你联系的，他联系到的业务也是你的业绩，你有权拿一定的分成。他拿5个点已经不少了，若他努力，1年可以赚到很多财富的。他会无比感激你，我也会更加爱你，因为我能赚到更多。我轻轻搂住他柔软的腰肢，贪婪地呼吸着他身上淡雅的香气，在他耳边低语，张扬我爱你。李沁的声音中充满了喜悦和甜蜜，仿佛一首动人的情歌。我先去沐浴，水流冲刷着身体，带走了一天的疲惫。当我洗漱完毕走出浴室时，李沁已经将我的行李箱搬进房间，正细心地将里面的衣服一件件取出，整齐地放进衣柜。这个小小的举动仿佛是一个仪式，宣告着我们同居生活的正式开始。他的眼神中既有期待，又带着一丝紧张和忐忑，宛如即将踏上未知旅程的旅人。而他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拿着一套性感美丽的睡衣，快步走进了浴室。不多时，浴室的门缓缓打开，李沁走了出来。那一刻，我的呼吸几乎停滞，眼睛也瞪大到极限，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李沁身着一袭真丝吊带睡裙，朦胧的暖光为她镀上一层柔美的光晕。那睡裙是浪漫的樱花粉，肩带细如蝉翼，堪堪挂在她圆润的肩头，随着步伐轻轻晃动。领口处的蕾丝花边扮演着精致锁骨，勾勒出若隐若现的深邃沟壑。裙摆堪堪遮住大腿根部，衬得她双腿愈发修长白皙，在空气中划过诱人的弧度。我喉结不自觉地滚动，目光几乎无法从她身上移开。李沁察觉到我的注视，脸颊瞬间染上一抹绯红，宛如天边的晚霞。她娇嗔地瞪了我一眼，声音软糯：看什么呢？说着便缓缓走到床边，轻盈地坐下，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在身后，散发出沐浴后的清香。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压制内心翻涌的悸动，缓步走到她身旁坐下，伸手轻轻将她一缕调皮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指尖处碰到她细腻温热的肌肤，感受到她微微一颤。李沁，我轻声唤道，声音低沉而沙哑，有你在身边真好。李沁抬起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柔情，她轻轻靠在我的肩头，以后我们就要一起生活了，你可不许欺负我。我揽住她的腰，将她搂得更紧，疼你还来不及，怎么舍得欺负你？就在气氛愈发旖旎之时，客厅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房间里的暧昧氛围。李沁猛地坐直身子，紧张地看向我，这么晚了，会是谁啊？我眉头微皱，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别担心，我去看看。大踏步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向外张望，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男人，西装革履，神色焦急。我打开门，警惕地看着他，你是谁？有什么事？男人看到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和嫉妒，随后开口道，我找袁雪雨，她在吗？这时袁雪雨的房门也打开了，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卡通睡袍，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了出来。谁呀？当看到门口的男人时，她瞬间清醒，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怎么是你？我不是拒绝了你吗？男人见状想要强行闯进房间，我眼疾手快，一把拦住他，请你离开，不然我要报警了。男人勃然大怒，他脖颈处青筋暴起，像一头失控的野兽般用力推搡我，口中还恶狠狠地咒骂，你算哪根葱，少管闲事。可他的蛮力在我面前却如同蚍蜉撼树，我只觉一股澎湃的力量从体内涌起，轻轻一推，他那高大的身躯便如断了线的风筝，连连后退，
脚步踉跄着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最终狼狈地撞在楼道的墙壁上，像一片被狂风卷落的枯叶般瘫软在地。我的力气不知道变大了多少倍，我内心掀起惊涛骇浪，指尖微微发颤，感受着这股陌生又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涌动。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中满是不屑。你强闯民宅，试图对美女不轨，我打死你都不用负责。男人涨红着脸，挣扎着从地上爬起，眼神里仍残留着不甘与愤怒。他嘶吼着再次冲向我，你滚开，袁雪雨是我女朋友。然而他还未触及我的衣角，我便如鹰隼般出手，单手精准地掐住他的脖颈，轻而易举地将他近200斤的身躯缓缓举起。他的双脚在空中徒劳地蹬踏，如同一只被拎起的蝼蚁。蝼蚁一样的东西也敢在我面前嚣张。我的声音冰冷刺骨，仿佛来自幽冥地狱。男人疯狂地挣扎着，面部因窒息而长成猪肝色，双眼布满血丝，眼中的疯狂早已被恐惧取代。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男人竟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滚！若下一次还敢来，老子就打死你！我手臂一挥，将他重重地摔在楼道的地板上。只听咚的一声闷响，他的身体在地上翻滚了几圈，瘫倒在地，半天都没能爬起来，嘴里还发出痛苦的呻吟。袁雪雨平日里温柔甜美的脸上满是愤怒与决然，她杏眼圆睁，指着男人怒斥：你别跑，也跑不掉，我已经报警了，你这样的混蛋必须去监狱中改造改造。楼道里的声浪惊动了四周的邻居，一扇扇房门相继打开，众人纷纷探出头来，看着眼前的混乱场面，大家顿时议论纷纷，怒火在人群中蔓延。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强闯民宅，欲行不轨，这还了得？为什么保安会放他进来？李庆也走出了房间，快步走到我身旁，他眼神警惕，声音虽轻却透着坚定。张扬，控制住他，不能让他跑掉，等警察过来处理，否则他还会继续来骚扰，太胆大妄为了。男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转身便想逃跑。我冷笑一声，身形一闪，如猎豹般迅猛地追了上去。在他即将冲下楼梯的瞬间，我飞起一脚，精准地踹在他的后背，他整个人向前扑倒，重重地摔在台阶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冷笑道：老实点，别想跑，这帅哥也太强了吧，不会是练武的吧？他好强壮，力气好大。邻居们窃窃私语，眼神里满是惊叹与好奇，不时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一个突然降临的神秘强者。没过多久，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保安和警察迅速赶到现场。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个名叫方有强的男人，仗着家中有些财富，平日里嚣张跋扈。一次乘坐头等舱时，他对袁雪雨惊鸿一瞥，从此便陷入了疯狂的迷恋。尽管袁雪雨多次言辞拒绝，他却依旧不死心，不惜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通过各种手段打探到袁雪雨搬来了这里。今晚，他趁着保安换岗的间隙，混入桃园山庄，本打算对袁雪雨霸王硬上弓，却不料撞上了我这块铁板。在警察的押解下，方有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夜色中。这下总没人能打断我和李沁的好事了吧？男子被警察带走，袁雪雨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双腿一软，险些瘫倒在地。李沁眼疾手快，赶忙上前扶住他，关切地问道：雪雨，你没事吧？袁雪雨苍白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声音还有些颤抖：我没事，幸好搬来了这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看着他惊魂未定的模样，心中一阵揪痛，眼神坚定地说道：放心，有我在，不会再让任何人骚扰你。从明天开始，这小区会加强安全防范。袁雪雨抬起头，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轻声说道：谢谢你，张扬。这场风波过后，夜愈发深沉，整座城市仿佛陷入了沉睡。李沁陪着袁雪雨回到房间，轻声细语地安抚着她。我独自一人躺在香气扑鼻的床上，回想着今晚的惊心动魄，心中暗自思忖，未来的日子恐怕不会平静，但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我都要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又过了一会，房门被轻轻推开，李沁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为他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银纱。他缓缓爬上床，如一只温顺的小猫般依偎在我怀里，轻声说道：雪雨已经睡了，你别担心，其实她没你想的那么柔弱，我们空姐都经历过安全防卫方面的培训的，她在培训中成绩第一，能轻松打败3个流氓的围攻。今晚那男人其实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可以轻松制服。我微微一愣，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那他还装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还吓坏了？李沁轻轻笑了笑，声音如春日里的微风般轻柔：害怕当然还是害怕的，培训是培训，不是实战，所以有你出头，他当然很高兴很感激。此时窗外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他的脸上，
在月色的映衬下，她的眼眸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朱唇如同娇艳欲滴的玫瑰，散发着诱人的气息。我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翻涌的情感，俯身吻上了她的唇。她嘤咛一声，整个人软软地倒在我怀里，如莲藕般美丽的双臂像藤蔓一样紧紧缠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回应着我美好的一夜悄然流逝。窗外的晨曦如同被揉碎的金箔，顺着窗帘的缝隙悄然钻了进来，温柔地驱散了房间里残留的黑暗，为这静谧的空间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我缓缓睁开双眼，鼻腔中瞬间涌入一股醉人的芳香，那是专属于李沁的气息，似玫瑰般馥郁，又如茉莉般清新，丝丝缕缕萦绕在鼻尖，令人心醉。这是李沁的闺房，柔软的床榻上，李沁就躺在我的身边，枕着我的手臂。她俏脸嫣红，宛如春日里最娇艳的桃花，美目轻闭，纤长的眼睫毛如同两把小巧的扇子，在眼下投下淡淡的阴影。均匀的呼吸声轻柔而舒缓，嘴角微微勾起，似是陷入了一场甜蜜的春梦，笑意盈盈，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昨夜的旖旎与美好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她的温柔，她的娇嗔，她的热情，每一个细节都在脑海中清晰浮现，让我回味无穷，也感慨无尽。犹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沁，是在我和阿强那狭小又简陋的出租屋。那一天阳光正好，透过破旧的窗户洒进屋里。李沁休息，便来阿强的租房看望。她穿着一条粉色的连衣裙，如同春日里盛开的桃花，娇美动人。脚踩10厘米的白色高跟鞋，身姿挺拔优雅，每走一步都摇曳生姿。乌发如绸缎般飘逸，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整个人显得高雅高贵，娇艳如花。那时的我只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屌丝，看到她的瞬间，目光都凝固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心中满是羡慕嫉妒。我深知以自己的身份和条件，根本不可能和这样美丽出众的空姐有任何交集，所以从未敢有过奢望。能追到柳青雅，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虽然柳青雅的颜值身材不如李沁，但也是能打85分的大美女，也有不少人羡慕我。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难以捉摸。阿强和李沁有约定，结婚前不牵手，不接吻，不上床，只能看不能碰，这让阿强难受至极。于是他开始撩拨和勾搭我的女朋友柳青雅。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情，李沁竟然成了我的女朋友。如今我们不仅同居了，我还得到了她的第一次，她也成为了我最深爱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她还能凭借自己的人脉给我介绍生意，让我有机会赚大钱，改变生活。想到这里，我心中满是庆幸，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我小心翼翼地将手从她的脖颈下抽出，动作轻柔的如同春风拂过水面。昨夜的多次恩爱消耗殆尽了她的体力，她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才能恢复，我当然不想惊醒她。随后我轻轻拿起衣物，缓缓穿好，又细心地为她盖好被子，将她温柔地包裹在温暖之中。简单洗漱过后，我想起了李沁昨夜的叮嘱，今天早上送袁雪宇去上班。虽然李沁这2天休息，但袁雪宇却要照常工作，两人的休息时间并不重合。袁雪宇刚搬来这个小区，对周边环境还不熟悉，再加上觊觎她美貌的男人不在少数，独自去上班难免会有危险。正想着，我走出房间，恰巧看见袁雪宇从洗浴间走出来。她身着一袭笔挺的空姐制服，精致的剪裁完美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凹凸有致，性感妩媚。制服上的金色丝线在晨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为她增添了几分优雅与高贵，整个人宛如从时尚杂志中走出的模特，美得令人移不开视线。早上好，张扬。袁雪宇眉眼弯弯，笑容如春日暖阳，瞬间驱散了清晨的一丝凉意。早上好，大美女。怎么样，收拾好了吗？现在我送你去上班。我微笑着回应，目光中带着一丝关切和喜爱。袁雪宇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眼神中闪过一抹暧昧。不会耽误你们恩爱吧？我不禁被他的俏皮逗笑，轻声说道。他正在睡觉，一时半会醒不来，但却在昨晚叮嘱我送你上班。顿了顿，我又补充道，我也非常乐意，这是我的荣幸。袁雪宇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歉意。那也耽误你睡觉了，真不好意思。没事儿，我每天早上都跑步的，送你就等于跑步了。我爽朗地笑道，试图打消他的顾虑。很快，我们一同下楼小区的早餐摊，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溢的豆浆，为清晨增添了几分烟火气。在这里用过早餐后，我们并肩朝着机场走去。此时的街道还未完全苏醒，微风轻拂，裹挟着袁雪宇身上淡雅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那香气仿佛有魔力一般，沁人心脾，让人忍不住迷醉。她那及腰的长发也在风中轻轻摇曳，不时拂过我的脸庞和手臂，触感柔软而细腻，如同羽毛一般，撩拨的人心头泛起阵阵涟漪，心中也莫名多了几分柔情。张扬，你的力气真大，昨晚那家伙一定被你吓死了。袁雪宇俏脸微红，似乎察觉到自己的长发拂到了我身上，
但他并未刻意躲开，继续与我保持近距离并肩前行，语气满是惊讶和赞叹。我自信地笑了笑，我以前就是健身教练，力气当然是很大的，对付那样的家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其实昨夜对付那男人我远远没用全力。就这样，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看上去很亲密的样子。或许是因为袁雪羽这个空姐太美丽了，路上那些来来去去的行人都情不自禁地把爱慕的目光投向她，又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显然都误以为我就是袁雪羽的男朋友。甚至连小朋友都被深深吸引，一名调皮的小男孩挣脱妈妈的怀抱，迈着小短腿跑过来，伸出双手对袁雪羽说：“姐姐，抱！”真是一个小色狼，将来长大了还得了。我暗暗摇头，但也不得不佩服小家伙的眼光。小朋友，不好意思啊，姐姐要去上班，没时间。袁雪羽委婉地拒绝了。等我们越过她，她哇哇地哭了起来，似乎为错过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姐姐而感到难受。对了，昨天晚上我联系上一个富豪，他有一幅石涛的画，但损坏了，被小孩子撕成了5、6片，还被小孩子撒尿在画上，结果就朦胧一片。现在他拿着画在机场等我们，你去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袁雪羽又轻声道：“石涛的画。”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石涛的大名在艺术界如雷贯耳，那是中国绘画史上一颗璀璨无比的巨星，其艺术成就与传奇人生为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石涛本姓朱，名若吉，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晋江王朱亨家之子。他于明崇祯15年1642年出生。明朝覆灭后，为了躲避灾祸，小小的他在太监的帮助下，无奈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法名元己，一作元己，而后以石涛之名以及大嫡子、清香老人、苦瓜和尚、虾尊者等别号，在艺术的世界里书写传奇。石涛在山水画领域的造诣登峰造极，他以自然为师，笔下的山川气势恢宏，变幻无穷。其笔法灵动多变，时而豪放洒脱，如狂风骤雨般肆意挥洒；时而细腻严谨，似春蚕吐丝般精致入微用墨，更是一绝。浓淡干湿相互交融，层次丰富，韵味悠长。他的花鸟画同样独树一帜，常常以豪放不羁的笔墨和极具张力的构图，生动地展现出花鸟的生机与神韵。即便人物画在他的作品中占比相对较少，但每一幅都堪称精品。他善于捕捉人物的神态与气质，仅用简洁的线条便能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石涛提出的一画论更是为中国绘画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认为绘画应从一画之法出发，通过对自然万物的深刻感悟与理解，将心中的意象转化为灵动的笔墨，从而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同时，他倡导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艺术主张，鼓励画家深入生活，观察自然，挣脱传统的束缚，大胆创新，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见解。石涛与洪仁、昆蚕、朱耷并称为清初四僧，其艺术成就备受推崇。他的绘画风格和艺术理念不仅在当时的画坛掀起波澜，更如同璀璨的灯塔，为后世画家指引着前行的方向。近现代的绘画大师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都曾从石涛的艺术宝库中汲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创作，将中国绘画艺术推向新的高峰。石涛的作品历经岁月的洗礼，流传至今，成为了世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私人藏家竞相收藏的珍品。它们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明珠，镶嵌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宝库里，散发着永恒的光芒。而且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的价值也令人瞩目，拍卖价格极高。杜甫诗一册册页拍出了6900万元的高价，奇峰怪石图首卷以6440万人民币成交，闽游赠别山水卷以13552亿的天价成交。还有那套石涛罗汉百开册页，作为石涛青年时期的工笔人物佳作，共100开册页，画中人物、山水、花鸟的精华汇聚于此。据保守估计，其价值高达30亿元人民币。思绪在脑海中翻涌，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抵达机场。远远望去，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静静停在路边，车身锃亮，在阳光下散发着奢华的气息。车旁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富豪，身旁还跟着一名身材魁梧、眼神锐利的保镖，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人物，想必就是等待我们的人。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激动，朝着那辆劳斯莱斯幻影走去。富豪见我们靠近，微微抬手示意，眼神中带着审视与期待。他身材高大，一身定制西装笔挺，万间的百达翡丽腕表在阳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周身散发着上位者的威严气场。袁雪羽立刻优雅地充当起介绍人，他轻扬手臂，面带职业性的甜美微笑，先看向我介绍道：“王总，这位就是张扬，他拥有着顶级的修复文物的技术，高价收购损坏了的古玩书画等宝物。”随后转向我，语气恭敬又带着几分兴奋：“张扬，这位是中海赫赫有名的地产大亨王正雄王总，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你好。王正雄微微颔首，眼神中带着一丝怀疑与审视。王总你好，认识你很高兴。我则礼貌地伸出手与他轻轻一握。寒暄几句后，他侧身从保镖手中接过一个精致的樟木匣，小心翼翼地打开，拿出一幅画来。我从随身背包里取出放大镜，屏住呼吸，开始仔细观察。即便它已残破不堪，仍能窥见昔日的精妙绝伦。画面的上方，几座巍峨的山峰拔地而起，峰峦叠嶂，云雾缭绕其间，好似仙山琼阁。石涛以独特的折带皴技法勾勒出山岩的轮廓，线条刚劲而不失灵动，犹如钢刀刻石，尽显山峦的雄浑与坚韧。山体的墨色浓淡相宜，浓墨处如重峦叠翠，淡墨处似云雾飘渺，营造出一种深远的意境。山腰处，一条清澈的溪流潺潺而下，溪水在山石间跳跃流淌，溅起晶莹的水花。虽然画面受损，部分溪流的线条已模糊不清，但仍能感受到石涛笔下水流的灵动与活泼。溪边几株苍松翠柏傲然挺立，树干粗壮，枝叶繁茂，它们的根系深深扎根于山石之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松针用细毫勾勒，疏密有致，每一根都仿佛带着生机与活力。画面的下方是一处幽静的山谷，谷中翠竹丛生，竹枝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在竹林的掩映下，隐约可见一间古朴的茅屋。茅屋的屋顶用茅草精心覆盖，墙壁由原木搭建而成，显得十分简陋，却又充满了诗意。屋前，一位老者正静静地坐在石凳上，侧耳倾听着泉水的声音，他的神情悠然自得，仿佛与这山水融为一体。然而，这幅原本美轮美奂的画作，如今却遭了大劫。画面被小孩子撕成了5、6片，裂痕纵横交错，犹如一道道狰狞的伤疤。尿液的侵蚀更是让画面变得朦胧一片，颜料晕染开来，许多细节都已模糊难辨。我不着痕迹地用中指轻轻触碰了一下那残破的画卷，刹那间信息涌现脑海。清初画家石涛晚年作品，幽壑听泉图。现状已损坏，可修复，潜在价值极高，值得你拥有。看到这些信息，我的心猛地一跳，强压下内心的激动，表面上依旧保持着沉稳。张先生，这画还有救吗？富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他微微俯身，目光紧紧盯着画作文言。一旁的保镖双臂抱胸，眼神警惕地打量着我，似乎在评估我的能力。袁学宇则在我身边安静地看着我，眼中满是信任与期待。我直起身子，沉吟片刻后说道：你也看到了，画面不仅撕裂严重，而且遭到液体侵蚀，颜料和纸张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想要修复如初根本不可能。我仅仅能让现在的品相稍稍提升。富豪深深地蹙眉，沉默了几秒，随后果断地说：品相略微稍稍提升也不错，钱不是问题。需要什么材料，多长时间，您尽管提。这幅画对我意义重大，是我父亲临终前传给我的，当年也是费了好大周折才得到。我眉头微皱，语气略带惋惜地说道：王总，这幅幽壑听泉图破损的太严重了，修复难度极大，即便我全力修复过后，也会有非常明显的修复痕迹，价值会大打折扣，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你不如把它卖给我。那你愿意出什么价？王总叹了口气，显然知道我说的有道理。我最多出200万，毕竟修复的成本高，风险也大，后续出手也不容易，一个不好就砸在手里了。我沉吟道。王正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票据，声音带着几分痛心与不甘：张先生，你可知我父亲当年为了这幅幽壑听泉图，在苏富比拍卖行豪掷3800万，这收据交易记录一应俱全。如今你开口200万，这不是要我剜肉吗？他的手指重重扣击着劳斯莱斯的引擎盖，金属表面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他郁结难舒的心境。我目光扫过那张收据，语气却依旧冷静。王总，古玩行有句老话，破损的瓷器不如瓦，残毁的书画不值钱。您看这画被撕成碎片，又遭污损，颜料晕染，纤维断裂，就算是石涛真迹，如今也没什么价值了。我摊开双手，示意眼前的窘境。您若不信，大可拿着画去古玩街问问，哪家店能给出超过100万的报价。我这200万已是看在袁小姐面子上的友情价了。袁学宇适时上前半步，声音轻柔却带着说服力：王总，张扬的话确实有道理，修复这画不仅成本高，而且耗时久，品相提升又有限，风险太大了。200万虽然不多，但好歹能及时止损。您留着这一幅破损的画，也发挥不了它的价值呀。王正雄沉默良久，最终将收据揉成一团色回包里，咬牙道：罢了罢了，200万就200万。他问过太多修复大师了，修复不了，也找人估价过，200万对于这一幅画而言，的确是高价。刚才故意愤怒，
也不过是在演戏而已。很快，交易完成，我和袁雪宇并肩离开，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期待。晨光熹微，机场外的梧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洒下斑驳的光影。我送袁雪宇来到机场门口。张扬，明天见。袁雪宇优雅的转身，杏眼含春，唇角勾起一抹柔媚的弧度，发梢还沾着清晨的露珠，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她的声音软糯，尾音微微上扬，仿佛带着蜜糖的甜腻。说完，她玉手轻挥，腕间的银镯随之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踏着10厘米的高跟鞋，迈着优雅的猫步，如同一朵摇曳生姿的玫瑰，走进了机场大门。她身上那独特的香水味，似茉莉混着柑橘的清新，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在空气中缓缓飘散，萦绕在我的身旁，久久未曾散去。我伫立在原地，目光追随着她远去的背影。只见她那窈窕的身姿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及腰的长发随着步伐轻轻摆动，空姐制服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每走一步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直到她的身影彻底融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我才恋恋不舍收回目光，不禁在心底暗自感叹，原来空姐和我有着天大的缘分，都能给我创造巨额收益，我真的很想保护她们一辈子。这份缘分如此奇妙，仿佛是命运的精心安排，而她们于我而言早已不再只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是值得用尽全力守护的珍宝。回到家中，屋内弥漫着温馨的气息。推开卧室的门，柔和的阳光透过半掩的窗帘洒在床上，李沁依旧沉睡在柔软的被窝里。她侧卧着身子，脸颊压在蓬松的枕头之上，嘴角微微上扬，似是在做着什么甜美的梦。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散落在枕畔，几缕发丝调皮地垂落在她的脸颊旁。或许是感受到了房间里的动静，她无意识地皱了皱鼻子，发出一声细微的呢喃，模样可爱至极。看着她这般恬静的睡颜，我心中涌起一股柔情，所有的疲惫瞬间消散。轻手轻脚地褪去鞋子，我掀开被子，小心翼翼地钻进被窝，从背后环抱住她。她的身体柔软而温暖，散发着淡淡的体香，让人倍感安心。她似乎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往我怀里蹭了蹭，找了个舒适的位置，继续沉沉睡去。我将下巴轻轻搁在她的头顶，闭上双眼，在这份宁静与温暖中，与她一同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直到午后的阳光变得炽热，透过窗帘的缝隙直直地照射在脸上，我们才悠悠转醒。李沁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当对上我含笑的目光时，脸颊瞬间染上一抹红晕，娇嗔地轻捶了我一下。我们洗漱一番后，便决定去买车。李沁站在衣柜前，精心挑选着衣服，最后拿出一条黑色的紧身裙。当她换上这条裙子的那一刻，我不禁眼前一亮。裙子紧紧贴合着她的身体，将她那曼妙的身姿展现得淋漓尽致，勾勒出完美的曲线。裙摆恰到好处地落在膝盖上方，露出她纤细白皙的小腿。或许是因为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比以往更加娇艳欲滴，容光焕发。那双明亮的眼眸仿佛藏着星辰，嘴角上扬的弧度似月牙般甜美，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令人着迷的魅力，美得惊心动魄。我们手牵着手走出家门，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微风轻拂，带来丝丝惬意。坐上公交车，一路朝着迈巴赫 4S 店去。想到即将拥有一辆心仪已久的豪车，心中满是期待，而身旁坐着心爱的人，这份喜悦更是增添了几分甜蜜。踏入迈巴赫 4S 店的瞬间，水晶吊灯的璀璨光芒倾泻而下，映照着展厅内陈列的奢华座驾。身着笔挺西装的销售经理快步迎上，皮鞋踏在大理石地面，发出沉稳的声响。二位贵宾，这边请。2025款迈巴赫 S4804 Matic 刚到店不久，指导价原本是146.8万，近期有8万元的优惠，裸车价138.8万，但要是算上保险、购置税等一系列费用，落地差不多得接近200万。这还不算后续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车内个性化装饰服务。他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指尖不时划过车身流畅的线条。这款车搭载着高性能的发动机，内饰的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极致奢华，手工缝制的顶级真皮座椅，细腻的木纹装饰尽显尊贵。李沁依偎在我身旁，修长的手指轻抚过车门上镶嵌的金丝纹路。张扬，这个钥匙黑车身配金边装饰，好大气。他眼眸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发梢扫过我手臂，带来一阵酥麻的触感。我揽住他的腰，对销售经理点头示意。就这款，全款。手续办理的间隙，我们踱步到落地窗前。突然，玻璃外的街道传来熟悉的声音。隔着橱窗，我看到阿强穿着略显紧绷的健身服，正陪着柳清雅站在隔壁宝马 4S 店门口。柳清雅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踮着脚朝迈巴赫店内张望，目光与我相撞时，瞬间瞪大了眼睛。那不是张扬。柳清雅的声音穿透玻璃隐隐传来，她扯了扯阿强的衣袖，他怎么会在迈巴赫店里？阿强顺着他的目光望过来，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拳头不自觉地攥紧。这两人终究还是搞在了一起。阿强喜欢吃剩饭剩菜，不过可能也是无奈的选择吧，总比没女朋友强。至于柳青雅，当初对阿强的勾搭非常期待，就是认定阿强比我的出身好，想要做阿强的女朋友，现在得偿所愿了。我在心中暗暗的摇头，他们竟然真的成了一对，也太不可思议了。李庆也满脸惊讶，然后就无比的鄙夷。销售经理捧着车钥匙和合同走来，张先生，李小姐，这是你们的新车钥匙，稍后我们会把车送去你们的府上。我接过钥匙，故意在阳光下晃了晃，转头对李庆笑道，走，去隔壁的隔壁给你也买一辆车。李庆娇笑着挽住我的手臂，余光瞥见柳清雅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我们并肩走出店门，与阿强、柳清雅擦肩而过。哟，好巧啊！我似笑非笑地打了声招呼。柳清雅的脸涨得通红，目光死死盯着我手中的迈巴赫钥匙，喉结动了动，却没说出话。阿强则别过脸，假装没听见，额角的青筋却暴露了他的窘迫和愤怒，还有尴尬。第61章，我的豪华别墅。听说宝马新出的车型也不错，我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看着柳清雅瞬间煞白的脸色，心中涌起一阵快意。她是我的前女友，舍弃我去勾搭阿强，如今看到我买了迈巴赫，眼神里满是后悔与嫉妒，肠子怕是都悔青了。我们走进了宝马店旁边的保时捷 4S 店，回头看去，发现柳清雅还站在原地发愣，阿强在一旁不停说着什么，可他仿佛失了魂般，目光一直追随着我和李庆。李庆靠在我肩头轻笑，看他那样子，估计要气好久。我拦紧他，不用在意不相干的人，我们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我不信他还能给李庆买保时捷。柳清雅实在是忍不住，拉着阿强跟了上来，跟着我和李庆走进了保时捷专卖店。炫目的 LED 灯光将展厅内的跑车群勾勒出金属质感的轮廓，机械轰鸣声与优雅的钢琴背景音乐交织成独特的韵律。一位身着酒红色职业套装的销售顾问踩着细高跟款步而来，胸前的工牌折射着光。欢迎光临，二位对哪款车型感兴趣？像这款2025款保时捷 Panamera 4S， 指导价131，8万，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0-100加速仅需3.8秒。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赛道体验都堪称完美。如果考虑 SUV， Cayenne Turbo GT 落地大概200万出头，它可是纽北最快的量产 SUV。李庆的目光被展厅中央的一辆熔岩橙保时捷911 Carrera S 牢牢吸引，流线型车身如同蓄势待发的猎豹，挖眼大灯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他轻轻抚摸着车门上的空气动力学套件，黑丝裙摆随着动作轻轻扫过跑车的侧裙。张扬，这个颜色好亮眼。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销售顾问适时补充，这款911 Carrera S 指导价150，8万，选装熔岩，乘车期需额外支付4.8万，加上消费税、保险等，落地接近180万。不过它配备了保时捷动态底盘控制系统，操控性能在同级别中首屈一指。就它了，再选装一套全景天窗和高级音响，我掏出银行卡，指尖在 POS 机上划过的瞬间，李庆的眼睛亮得惊人，他踮起脚尖在我脸颊轻啄一口，甜香混着跑车的皮革气息扑面而来。就在这时，玻璃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柳清雅推开玻璃门冲了进来，碎花裙摆皱成一团，发丝凌乱地贴在额角。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又买保时捷？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目光死死盯着电子屏上刚生成的购车合同。阿强站在门口进退两难，健身服下的肌肉微微颤抖，喉结滚动着却说不出话。他看着李庆靠在我怀里，又瞥向展厅内价值近200万的保时捷911，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仿佛不敢相信曾经那个被他轻视的人，如今能如此挥金如土。这是送给我女朋友的礼物。我晃了晃手中的保时捷钥匙，金属名牌在柳清雅眼前反光。倒是你，当初嫌贫爱富要绿我，现在后悔了。柳清雅的脸涨得发紫，突然指向李庆尖叫，你不过是捡我剩下的，他能给你买车，也能给别人买。话音未落，李庆已经优雅的转身，黑色裙摆花出半道弧线。不好意思，有些人就算倒贴也得不到张扬的真心。阿强突然伸手想拉走柳清雅，却被他狠狠甩开。我要一辆更贵的。阿强，你给我买。柳清雅拽着阿强的胳膊往展车区拖，却在看到 Cayenne Turbo GT 的标价牌时僵住了，落地200万的数字像根刺扎进他眼底。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我爸最近对我有点不满，因为我花钱太厉害了，他不可能给我钱了。阿强的声音越来越小，在保时捷展厅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碎成粉末。柳清雅踉跄着后退2步，撞翻了一旁的展示牌，狼狈的模样与李庆此刻的明艳动人形成刺眼对比。我们走吧。我搂着李庆走向新车，引擎点火的轰鸣声响起时，后视镜里柳清雅的哭喊声渐渐模糊。
李庆将座椅调到最舒适的角度，指尖划过中控屏。其实刚才那辆 Panamera 也不错，适合以后接送孩子。他的笑容里藏着甜蜜的期待，而身后的闹剧早已被保时捷飞驰而过的尾灯远远甩在身后。翌日上午，我开着迈巴赫，副驾驶时坐着李庆，驶向那处紧邻机场的楼盘。远远望去，整片建筑群坊若镶嵌在城市边缘的璀璨明珠，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绿意盎然的景观带中，气势恢宏又不失雅致。楼盘大门上方鎏金的云栖玉庭4个大字熠熠生辉，尽显尊贵与大气，既暗合临近机场的云之意境，又彰显出此处作为高端居所的非凡格调。步入售楼处，挑高的大厅内水晶吊灯光芒璀璨，沙盘上精致的模型栩栩如生，将别墅与商品房的布局完美呈现。身着职业装的售楼小姐笑容甜美，热情地迎上来：“二位贵宾，我们云栖玉庭可是集高端别墅与品质商品房于一体的综合性大盘。别墅区域采用新中式风格，融合现代美学与传统韵味；商品房则注重实用性与舒适性，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李庆站在别墅模型前，眼神中满是憧憬。他的目光落在一套临水而建的豪华别墅上，那别墅背靠青山，门前碧波荡漾，周围绿树成荫，环境清幽至极。这套别墅建筑面积足600平方米，地上3层地下1层的格局尽显气派。一层设有挑高6米的会客厅，搭配整面落地窗，阳光倾泻而入，中西双厨配置顶级厨具，旁边的餐厅可同时容纳12人用餐，还有一间带独立卫浴的长辈房，方便老人居住。沿着旋转楼梯而上，2层分布着3间次卧，每间都配备步入式衣帽间与专属卫浴。3层则是奢华主卧套间，不仅有全景露台、独立书房，还有男女分开的更衣室与带有按摩浴缸的超大卫浴间。地下1层更是别有洞天，设有家庭影院、红酒窖、健身房与娱乐室，还预留了保姆房与储物间。张扬，这套别墅好漂亮，推开窗就能看到湖景，以后每天都能享受这样的美景。他的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点头对售楼小姐说：“就这套3000万是吧？全款。”张先生、李小姐，目前别墅未毛坯交付，但我们提供了多种装修方案，请你们选择一下。售楼小姐满脸惊喜，飞快地介绍起装修方案来。我和李庆商议了一会，就选择了顶级奢华装修套餐，采用意大利进口大理石地面、北美胡桃木实木家具，卫浴5金泉是德国高仪品牌，智能家电系统可实现全屋语音控制。从墙面的手工刺绣壁布到天花板的定制水晶吊灯，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极致的奢华与品味。我去准备合同，请你们稍等一下。售楼小姐笑靥如花，周围其他看房的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窃窃私语着，惊叹于我们的豪爽。就在手续办理到一半时，售楼处的玻璃门被推开，阿强和柳青雅走了进来。阿强穿着一身休闲装，神情有些局促，柳青雅则精心打扮了一番，身着一条时髦的连衣裙，显得性感又美丽。阿强拉着一位头发白了少许的中年男人，满脸讨好：“爸，我和青雅真的很喜欢这里的房子，您就答应给我们买吧，这可是我们的婚房啊。”中年男人一脸无奈，叹了口气，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有500万，你们看着选套商品房吧，以后的日子还得靠你们自己。”柳青雅一把抢过银行卡，脸上瞬间绽放出得意的笑容，昂首挺胸的准备挑选心仪的商品房。然而当他的目光扫到正在办理别墅手续的我和李庆时，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脸色变得惨白。这怎么可能？柳青雅踉跄着向前几步，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嫉妒。你们怎么买得起房子？小姐，你这说的什么话？这位先生买的不是普通的商品房，而是3000万的豪华别墅，全款。售楼小姐冷冷的回怼：“3000万的别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柳青雅满脸的不敢置信，声音尖锐刺耳，打破了售楼处原本的宁静。阿强也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们，他父亲则是一脸茫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李庆挽着我的胳膊，优雅地笑道：“没办法，谁让张扬这么有本事呢？给我最好的，他才开心。”我低头在李庆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冷冷地看向柳青雅：“有些人啊，眼光太差，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柳青雅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她手中的银行卡啪的一声掉落在地。阿强站在一旁，尴尬的无地自容。他父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皱着眉头看向柳青雅，又看看我们，轻轻摇了摇头。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柳青雅尖叫一声，转身冲出了售楼处。阿强无奈地看了我们一眼，连忙追了出去。而我和李庆在完成手续后，手牵手漫步在云栖玉庭的园区内，想象着未来在这里的美好生活。那些曾经的过往与闹剧早已被我们抛诸脑后，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加璀璨的人生。暮色如浓稠的墨汁，缓缓浸透城市的天际线，霓虹处上为机场披上一层绚烂的纱衣。晚上7点，
我驾驶着那辆价值200万的迈巴赫，停在机场对面的马路边。车身在路灯的映照下泛着黑曜石般的光泽，流线型的轮廓仿佛一头蓄势待发的黑豹，尽显奢华与霸气。我推开车门，倚靠着车身，指尖轻旋点燃一支烟，白色的烟雾袅袅升起，在夜风中渐渐消散。目光望向机场大门，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温柔的笑意，静静等待着袁雪羽的身影。没过多久，一抹亮丽的倩影从机场大门步出。袁雪羽身着笔挺的空姐制服，藏蓝色的套装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金色的丝线在领口和袖口处蜿蜒，在灯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她拖着一个小巧精致的行李箱，步伐轻盈而优雅，宛如一只灵动的小鹿，朝着我所在的方向款款走来。那制服裙摆随着步伐轻轻摇曳，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芬芳，仿佛春日里的樱花，淡雅而迷人。然而就在她即将走到跟前时，一个30来岁的男人突然从斜刺里闪出，拦住了她的去路。男人西装革履，衣冠楚楚，手腕上戴着一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金表，表链在灯光下折射出刺目的光芒，脖子上挂着一块硕大的翠绿翡翠，质地通透，一看便知价值不菲，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财大气粗的气息。他怀中抱着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朵朵花瓣饱满，娇艳的仿佛要滴出血来，馥郁的花香在空气中弥漫。袁雪羽，送给你。男人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将玫瑰轻轻递上前去。袁雪羽微微一愣，脸上写满了茫然，清澈的眼眸中满是疑惑。你是？似乎他压根儿没想起眼前这人究竟是谁。男人微微蹙眉，脸上闪过一丝不悦，语气中带着些许不满。我是叶浩阔，今天我就坐头等舱，也经常飞魔都，我们见过很多次了吧？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急切和不甘，仿佛无法接受自己被遗忘的事实。原来是叶少，你看我这记性。袁雪羽恍然，轻轻一拍脑门，脸上露出歉意的微笑。叶浩阔见状，眼中燃起一丝希望，语气变得更加热切。我很喜欢你，早就对你一见钟情，特意打听到你下班的时间，一直在这里等你，能不能给个面子，一起共进晚餐？我已经在米其林餐厅订好了餐。他的目光紧紧盯着袁雪羽，仿佛要将她的每一个表情都刻进心里。叶少，你不是已经有老婆了吗？我见你坐头等舱和你夫人很恩爱的样子。袁雪羽眼神中带着一丝责备，你说这话不合适吧？他的声音清脆悦耳，宛如山间清泉，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拒绝之意。我和他正在闹离婚，叶浩阔急忙解释，试图挽回局面。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你看，那就是我男朋友。袁雪羽歉然地说着，朝着我的方向指了指。趁着叶浩阔回头的瞬间，袁雪羽如同一道灵动的风，飞快地绕过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朝我跑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急促，仿佛奏响了一曲欢快的乐章。袁雪羽，你就别骗我了，我知道你没男朋友。叶浩阔黑着脸，不死心地跟在后面，嘴里喋喋不休，脚步紧追不舍。他实在是被袁雪羽的美貌迷了心窍，舍不得就此放弃。我立刻快步迎上前去，张开双臂迎接袁雪羽。她带着浓郁而迷人的芳香，如同一朵盛开的花朵扑进我的怀里。她纤细的手臂搂住我的脖子，娇声喊道：老公。那声音娇柔婉转，仿佛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让人心头一颤。卧槽，你也太会演戏了吧！我心中暗暗惊叹，感受着她柔软的身躯和温热的气息，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近在咫尺的她，肌肤胜雪，眉眼如画，含情脉脉的眼神仿佛能将人溺毙其中。她手腕传来的触感如触电般酥麻，让人沉醉不已。靠，真有男朋友了！叶浩阔气的脸色铁青，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牙齿咬得紧紧，仿佛要将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出来。他额头上青筋暴起，两根黑线突突跳动，活像一只被激怒的斗牛。我情不自禁就揽住袁雪羽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眼神如利剑般射向叶浩阔，语气冰冷而威严。混蛋，你给我记好了，袁雪羽是我女朋友，不是你可以觊觎的，若还敢纠缠她，对你不客气。说着，我冲他扬起碗口大的拳头，目光中透着森然的寒意，周身散发着凛冽的杀气。你们还没结婚，我有追求她的权利，我比你有钱，她迟早会爱上我。叶浩阔不甘示弱，自信满满的回怼。他上下打量着我身上普通的衣物，眼神中满是轻蔑，显然认定我不过是个穷屌丝。呵呵，我不屑地嗤笑一声，一只手依旧揽着袁雪羽的小蛮腰，另一只手接过她的行李箱，带着她来到迈巴赫前。我轻轻按下遥控钥匙，后备箱缓缓开启，将行李箱稳稳放进去。随后，我绅士地打开副驾驶室的车门，将袁雪羽请上车。我回头望去，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只见叶浩阔呆立在原地，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这辆崭新的迈巴赫，眼神中满是惊讶。200万的豪车让他意识到，眼前的我并非他所想象的那般是个穷屌丝，或许和他一样也是富二代，
只是不在乎穿着而已，这让他想要追到袁雪羽的希望变得渺茫。有老婆了，还想打空姐的主意，你就不要廉耻嘛！我鄙夷地骂了一句，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声，迈巴赫如离弦之箭般疾驰而去，只留给叶浩阔一大团飞扬的尾气，仿佛是对他无耻行径的嘲讽。张扬，刚才不好意思啊，我情急之下不得不说你是我男朋友。刚才那家伙也缠得我很紧，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了。袁雪羽俏脸绯红，像一朵盛开的桃花，眼中满是歉意。你这样的大美女投怀送抱，还喊我老公，我现在心里还美滋滋的，巴不得天天遇到这样的好事。我一边专注的开车，一边笑着打去。那若你天天来接我，几乎天天能遇到。袁雪羽眉眼弯弯，俏脸上浮出红晕，更添3分艳丽。随即他又飞快地转移了话题。听说你买了豪车，又买了别墅，还送了李沁一辆保时捷，你也太土豪了吧！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惊讶和羡慕。最近赚的有点多，得赶紧多花一些，这样才算享受生活。赚钱就是为了享受吗？我轻松地笑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洒脱。我好羡慕李沁啊，你这么帅，还这么会赚钱，更重要的是你这么大方。袁雪羽一脸羡慕地感叹，你多给我介绍几单生意，我也可以送车给你。我笑着许下承诺，就当奖金了。而且我的别墅对你永久免费，等装修好后我们就可以住进去了，所以你也可以享受李沁所得到的一切，不用羡慕他。那别人误会我也是你的女朋友怎么办？袁雪羽脸颊微红，眼神中既有羞涩又带着一丝紧张。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笑了笑，那我一定努力多给你介绍生意。袁雪羽的声音娇媚动人，宛如黄莺出谷，在车内回荡，格外悦耳。很快我们便回到了桃园山庄，推开家门，一股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李沁早已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红烧肉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清蒸鱼鲜嫩多汁，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翠绿的时蔬搭配的恰到好处，让人看了便食欲大增。李沁，和你合作太幸福了，不仅仅男朋友免费接送我，还有晚餐呀！袁雪羽满脸幸福和甜蜜，笑容灿烂的如同春日桃花，我要在你们家赖一辈子。晚餐过后，袁雪羽主动承担起洗刷碗筷的任务，她的身影在厨房中忙碌着，宛如一只勤劳的小蜜蜂。随后我们3人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开始闲聊。客厅里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氛围，欢声笑语不断，此刻的我们就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温馨而美好。突然我的脑海中浮现信息，修复完毕。卧槽，终于修复完成了！我满脸惊喜，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或许是因为优鹤厅全图损坏太过严重，修复竟然用了3天2夜。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从财戒中取出那幅画，又快步走回大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2位大美女，优鹤厅全图修复好了，来看看我的手艺如何。同时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展开画，心中有些紧张，毕竟这幅画太过珍贵，生怕修复的效果不尽人意。这么快就修复好了呀？李沁和袁雪羽都满脸惊喜，他们像2只7彩的蝴蝶，带着浓郁又独特的芳香，翩翩围过来。他们和我一样，瞪大眼睛，满怀期待地看向画面。原本撕破的5处地方已经完全修复，没有任何破损的痕迹，仿佛浑然天成。那些因尿液侵染而晕染开的地方，不仅恢复如初，反而变得更加清晰生动，仿佛赋予了画作新的生命。山水的意境，笔墨的韵味，在修复后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人仿佛置身于画中的山水之间，流连忘返。李沁的指尖微微颤抖着，抚过画中重新勾勒清晰的苍松，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惊叹。不仅破碎痕迹不见了，连这些断裂的墨线竟然也衔接得如此自然，就像石涛本人重绘的一般。老公，你的修复技术太神奇了吧！袁雪羽则歪着头盯着画中茅屋前听拳的老者，惊叹：天呀！原本被污渍遮盖的老人袖口，现在竟能看到石涛用朱砂点染的线头，简直就是细节满满。张扬，你的修复技术果然是绝世无双。我也怔怔地凝视着眼前这幅重获新生的优鹤厅全图，喉头不自觉地滚动，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财戒的修复功能丝毫不逊色于他那令人惊叹的鉴宝能力，太牛逼了，太逆天了。嘴里却谦虚道：没让你们失望就好。我怎么会失望呀？你这简直就是逆天的神迹。袁雪羽满脸钦佩和崇拜，还有浓浓的幸福。毕竟他帮我拿下这幅损坏的宝物，能拿到5个点的分成。一想到即将到手的巨额财富，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成为白富美的模样。身为顶级空姐，她虽然花容月貌，天姿国色，凭借工作之便结识众多富豪，但深知嫁给富豪的概率渺茫。如今靠自己的能力即将实现财富自由，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想爱谁就爱谁，这份自由与底气让她满心欢喜。老公，我为你骄傲。
李沁柔情似水地依偎在我身旁，眼神中爱意满满，幸福的笑容如同春日里最灿烂的花朵。他轻轻握住我的手，声音温柔而充满期待。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他满心憧憬。这幅画修复成功，他同样能拿到5个点的分成，成为千万身家的白富美指日可待。此刻的他仿佛已经置身于梦想中的幸福生活里。在这般喜悦与憧憬的氛围中，美好的一夜悄然流逝。当我悠悠转醒，身旁的床铺早已没了李沁的温度，他已经去上班了。透过窗户洒进的阳光，在床单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慵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绪还沉浸在昨夜那个特殊的梦境里。梦中，我修习着神秘的道门秘典，当修炼到第2浮屠时，体内真气如汹涌的潮水，在经脉中奔腾不息，那磅礴的力量感，真实的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然而醒来后，丹田空空如也，经脉中也毫无真气的踪影，唯有财界之中的白雾，似乎比之前浓郁了一丝。但我知道，这不过是错觉罢了，昨夜并未吸收任何古玩中的灵气。值得庆幸的是，自和李沁同居前，我身上不再冒出黑黄色的东西，身体也恢复了正常。正想再赖会儿床，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袁雪羽的微信消息跳了出来：张扬，你起床了没有？去吃早餐吧。我饿了。我这才想起袁雪羽今天和明天都休息，而我们今天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很快，我和袁雪羽并肩出现在楼下的早餐店。清晨的街道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每一个路过的人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在袁雪羽身上停留片刻。今日的她打扮得性感又漂亮，一袭黑色包臀裙紧紧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将她的臀部衬托得高翘圆润。白色衬衣干净利落，搭配白色高跟鞋更显身材高挑。黑色丝袜包裹着她白皙娇嫩的大长腿，随着步伐若隐若现。乌黑的长发如绸缎般飘逸，精致的五官在晨光的映照下愈发迷人，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瑕疵。她身上散发的淡淡香气萦绕在鼻尖，让我都看得有些呆滞，目光差点移不开。当然，我也察觉到不少女人偷偷打量我的目光。健硕的身材，帅气的面容，在人群中确实出类拔萃。吃完早餐，我们驾车去到了古玩城。或许是因为熟悉了，加上昨天冒充过她男朋友，袁雪羽很大方地和我并肩走在古玩城的街道上，距离很近，手臂偶尔相碰，让她脸上浮出一丝娇羞，更是增添3分明艳，让无数路人看呆了眼睛，对我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张扬，石涛这一幅画不拍卖吗？直接去古玩店卖？袁雪羽好奇地问。我忍不住看向她，却见她明艳照人，高雅艳丽，仿佛牡丹盛开，散发的迷人香气萦绕在我鼻尖，让我不禁有点心猿意马。我压下心中的悸动，轻声解释道：拍卖虽然能拍出高价，但要交10%的手续费，上一次拍卖我交了900万的手续费，实在有些心疼。所以如果能找到识货的古玩店老板，出价合适，直接卖掉也不错，未必亚于拍卖。这次我不打算找赵老爷子，毕竟我捡漏太多，生怕引起他的怀疑，所以我打算开拓新的渠道。明白了。袁雪羽了然地点点头，笑靥如花，眼神中满是兴奋与期待。他像个好奇的孩子，左顾右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兴趣。若不是急着卖画，他恐怕早就被路边的热闹场景和小摊上的古玩吸引，驻足不前了。突然，前方一家气派非凡的店铺映入眼帘，墨宝斋3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店铺面积宽敞，装修豪华大气。我认出了坐在柜台里面的老板程黑白。此前他曾花23万买下我捡漏的香炉，这老头看上去深不可测，很不一般。想到这儿，我心中一动，毫不犹豫地踏入墨宝斋。紫檀木特有的幽香混着墨韵在空气中流淌。程黑白身着藏青织锦长衫，正手持放大镜细观案头一方古砚，听见脚步声，他抬眼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小友，今日可是带着宝贝来了？的确是宝贝，绝不会让你失望。我轻轻将楠木画匣置于檀木长案，随着幽壑听泉图缓缓舒展，青鸾叠嶂，全石清幽的景致跃然纸上。程黑白拿着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良久，浑浊的瞳孔骤然收缩，枯瘦的手指不停颤抖。这是石涛晚年的真迹，构图奇绝，笔墨苍润，尤其是这折带村的笔法，当真是神来之笔。程老板好眼力，这幅画的确是石涛代表作之一，是我千辛万苦费尽周折才得到的。想着程老板是圈内出了名的爱画之人，才专程带来。我满脸真诚的吹嘘加恭维。程黑白喉头滚动，目光死死盯在画卷上，声音发颤：小友你费心了，老头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你开个价吧。我竖起手掌，语气笃定：5000万。程老板想必清楚石涛真迹现世，这般品相的可不多。程黑白背着手在店内踱步，檀木地板被踩得吱呀作响。突然
他停在博古价前，取下一尊明代青花梅瓶，3000万现金，再加这对成化年间的梅瓶，这已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诚意。那梅瓶釉色莹润，瓶身绘着缠枝莲纹，却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明代青花瓷瓶，我的眼睛微微亮起。明代青花梅瓶是中国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整体造型一般为小口、短颈、丰肩、脸腹，颈部微撇，底部有圈足，口部小巧与肩部丰满形成对比，线条从肩部向下逐渐内收，给人以稳定厚重的视觉感受，造型端庄大气。辅助纹饰包括如意灵芝纹、云鹤图、仰莲八宝纹、杂宝复莲纹、变形莲瓣纹、垂珠纹等，常用来衬托主题纹饰，使整个器物浑然一体。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明代青花梅瓶屡创高价。例如，在中国嘉德2020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明永乐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以880万元起拍，最终以2530万元的价格成交，市场表现力不俗。即使是民窑精品，价格也在数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我踏上一步，轻轻抚摸青花梅瓶，明成化青花梅瓶，民窑，价值不高。于是我向身边的袁学宇解释，明代青花瓷瓶官窑也非常珍贵和值钱，可惜这是明教，就不怎么值钱了。你真厉害，看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袁学宇满脸的钦佩和崇拜，陈黑白也目瞪口呆，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就是摸了一下而已啊。我又看向陈黑白，梅瓶我就不要了，我再说个价，4200万，您若觉得为难，我便再去别家碰碰运气。说罢做事要收起画卷。慢着，陈黑白急步上前按住画轴，苍老的面容涨得通红，4200万就4200万。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日后若有人问起，还望小友称这画是墨宝斋旧藏，小店也好借此扬扬名。我点了点头。很快交易完成，我的手机震动起来，银行到账提示音清晰响起，屏幕上4200万的数字赫然在目。我暗暗感叹，陈黑白果然不简单，能如此轻松拿出4200万，背后怕是藏着深厚的底蕴，说不定是古玩界某个家族的掌舵人，日后定要找机会与他继续交好，说不定还能从他这里挖掘到更多机会，甚至接触到真正的顶级古董资源。我没有任何耽搁，带着袁学宇走出了店门。春日的阳光洒在身上，袁学宇整个人都激动得微微颤抖，娇躯轻颤间散发着难以抑制的兴奋。200万购入的画作，经我修复后，竟被陈黑白这样的古玩大家以4200万买走，除去成本，利润高达4000万。这数字如同梦幻，却又是铁一般的事实。学宇，利润没你想的那么恐怖，我修复文物需要消耗很珍贵的材料，不过给你的提成就不用计算那些了。我猜到他心中之所思，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泛红的耳垂。随后我要了他的银行卡号码，毫不犹豫转了200万过去。200万等同于我20年的工资啊。袁学宇盯着手机收到的银行短信，脸上表情复杂至极，有惊喜，有不敢置信，也有憧憬和期待。随即他猛地搂住我，在我脸上重重吧唧了一下，大声喊道，张扬，我爱你。声音哽咽，引得周围路人纷纷侧目。20年工资，我知道他没说谎。我有空姐女朋友，对于空姐的薪资知之甚深，他们的薪资待遇有着明确的层级划分。初级空姐月薪通常在8000至12000元之间，他们每天在机舱内忙碌奔波，用甜美的微笑服务乘客，这点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购买一些基础的生活用品和简单的衣物。为了保持形象，他们常常在休息时间兼职做礼仪培训，只为多挣些外快。资深空姐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月薪可达12000至18000元，他们对飞行流程更加熟悉，处理起各种突发状况也更加得心应手。收入的增加也让他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但面对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依然时常感到捉襟见肘。而乘务长作为机舱内的管理者，月薪普遍在2万元以上，他们不仅要负责乘客的服务工作，还要统筹管理机组人员，责任重大，还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培训和会议，休息时间少之又少。国际航班的空姐收入通常高于国内航班空姐，因为国际航班飞行时间更长，航线更远，航空公司会提供更高的飞行小时费和过夜费，让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得到更好的补偿。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要长时间离开家人，忍受时差和思乡之苦。而袁学宇才20岁，目前飞的是国内航班，所以他的月薪也就在1万元左右。她天生丽质，是个十足的大美女，对于衣着、化妆品、香水等方面当然有着较高的追求。一套时尚的名牌服装动辄上万元，一瓶限量版的香水价格也十分昂贵，每次购买化妆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偏偏她与众不同，不喜欢和富豪勾搭，也不愿意和富二代约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生活，所以她常常入不敷出，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工作1年多了，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穿着精致的制服在机场和飞机上穿梭，可实际上却穷得叮当响，信用卡账单堆积如山。他甚至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的经济困境，只能默默承受。如今我给他带来了一个赚钱的好路子，第1单生意他就赚了200万，而且还是合理合法的收入。这意味着他从此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那些昂贵又心仪的服装，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买下最名贵的香水，让自己时刻散发迷人的芳香，甚至还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提升生活品质。这样的变化怎能不让他欣喜若狂？我轻轻摸了摸脸颊，上面还残留着袁雪羽亲吻后的淡淡幽香。看着眼前如花似玉、激动不已的家人，一股温柔和柔情在心中油然而生。如此美好的姑娘，就由我来守护和爱护吧。而且我相信，凭借她的人脉和资源，一定能给我介绍更多的业务和生意，让我赚到更多的财富。仅仅1单生意，就已经让我赚得盆满钵满，未来更是充满了无限可能。袁雪羽太过激动，依旧紧紧抱着我不松手。她身上柔软的触感和浓郁的芳香，让我有些迷失其中。我轻轻搂住她的香肩，想要更加细致地感受这一刻的美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太激动了。终于，袁雪羽平静了下来，她娇羞地松开我，声音娇媚，带着浓浓的羞怯。没事儿，我微笑着说道，然后牵着她的纤纤玉手，带着她开始在古玩城逛街。古玩城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古玩小店和各种古玩小摊，人来人往，人流如织，不时能看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其中也不乏漂亮的外国美女。街边小贩的吆喝声，游客的讨价还价声，古玩店内传来的悠扬古琴声，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袁雪羽可能很少来过古玩城，对这里的一切都格外好奇，一路上左顾右盼，眼睛里充满了新奇，随时都可能因为看到一件有趣的古玩而发出惊呼。他时不时停下脚步，凑到摊位前仔细观察，那兴致勃勃的模样，宛如发现宝藏的孩子。张扬，那里有个赌石店。他突然指着一条巷子，兴奋地大喊起来。我马上偏头看去，巷子不算宽敞，只能容纳1辆车通过，是条单行道。巷子两边分布着不少小店，最前面的一家正是赌石店，招牌上写着石中玉赌石店，名字简单直白，一目了然。赌石店大门敞开着，店内地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大小不一的原石，靠墙的架子上也放满了体积较小的原石。店里客人不少，他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原石前，手里拿着强光手电筒，仔细地照射着原石，脸上都露出兴奋和激动的神色，仿佛下一秒就能从这些石头中切出价值不菲的宝贝。有人紧锁眉头，眼神专注，不断变换着手电筒的角度；有人满脸兴奋，和同伴热烈讨论着，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又刺激的氛围。顿时我心中大喜，又找到一个能赚大钱的地方，今天或许可以大赚一笔。我们去赌石吧。袁雪羽兴奋地拉着我往赌石店走。等一下，我一把拉住他，神色严肃地说道，赌石的风险太大，而你又没掌握赌石的知识和技巧，你必须答应我，不管你今后多么富有，也不要赌石，我才带你去见识一下。好的，我答应你。我的意思也不是自己要去赌，是想看你赌，我知道你是赌石高手。袁雪羽用那双会说话的眸子看着我，脸上满是感激和幸福，显然感受到了我对他的关心和维护。他的眼神中还带着一丝崇拜，让我心中涌起一股保护欲。我们要装成是赌石新人，啥都不懂，不要引发任何人的注意。我又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扮猪吃老虎吗？袁雪羽越发的激动和兴奋，眼睛亮晶晶的。不是，就是不要出风头，别让人怀疑是赌石高手，以免引发什么麻烦。我轻声解释，然后和他手牵手走向赌石店。张扬，你又换了一个女朋友。一道鄙夷的声音突然从我们的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就看到阿强和柳青雅手牵手从街道那头走来。柳青雅脸上满是复杂的表情，眼神中似乎有嫉妒，又有一丝懊悔。阿强却是兴奋激动至极，一副认定我背叛了李庆，抓到了我把柄的样子。他还故意挺了挺胸膛，炫耀似的晃了晃牵着柳青雅的手。张扬，你别担心，我早就和李庆说过了，和你单独相处的时候，让你冒充男朋友，让一些追求我的色狼退避三舍，所以牵手逛街没关系的，他允许的。见我愣住，袁雪羽在我的耳边轻声安慰。我当然不是为这担心，李庆早就吩咐我保护袁雪羽这棵摇钱树，让我上下班都接送，关键时刻可以假冒她男朋友，搂搂抱抱在所难免，牵手这种小事自然更没问题。我只是惊讶，怎么总是这要巧，时不时就能遇到阿强和柳青雅，难道他们一直在暗中跟踪我？阿强，你误会了，我淡淡的说。误会？那怎么可能误会？你和这么漂亮的美女牵手逛街，关系能简单？我一定要告诉李庆，让他识破你的真面目。阿强拉着柳青雅走了过来，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你的确是误会了，我没换女朋友，
只是多了一个红颜知己而已。我甚至还轻轻地揽住袁雪羽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触感细腻温热，让我迷醉。而袁雪羽也似乎不在意，娇笑着依偎在我的怀中，看我的眼神含情脉脉，甚至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挑衅地看了阿强一眼，演技堪称炸裂。你脚踏两只船？阿强的眼睛瞪得老大，满脸的不敢置信。你这话也太没水平了，我和他们2个就住在一起，等别墅装修好之后也会一起搬进去。男人嘛，谁又没谈过几个漂亮的女朋友，谁又没几个温柔可人的红颜知己呢？我淡淡的说道。美女，以前她就是个穷光蛋，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赚了点钱，你可别被她骗啊。阿强气炸了肺，牙齿都快咬碎了，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袁雪羽，一副苦口婆心痛心疾首的样子。他作为健身教练，身材高大帅气，平时自然见过不少美女少妇，但像袁雪羽这么漂亮清纯的，他还真是一个都没见过。在他看来，袁雪羽颜值完全不亚于当红大明星，也不逊色于李沁，可竟然看上了我，这让他实在难以接受，羡慕嫉妒的眼睛都红了。我说帅哥，你就别嫉妒他了，你穷他富，这就是事实，也是天壤之别。你要承认这一点，再想办法去努力，或许努力几百年，你也能达到张扬这样的境界。袁雪羽的声音娇媚动听，但话语中的讥讽之意却十分明显。你，阿强气的当场就差点吐血。想当初我是穷屌丝的时候，他是高高在上的高富帅，暗中看不起我，还肆无忌惮地勾引我的女朋友柳清雅。而现在风水轮流转，我变成了高富帅，他似乎成了穷屌丝，他最自豪最喜欢的女朋友李沁成了我的女人。如今我还有袁雪羽这样清纯漂亮的红颜知己，而他却只能和我曾经不要的柳清雅在一起。这种巨大的转变简直如同沧海桑田，让他非常非常不适应，也难受至极。他的脸涨得通红，拳头紧握，却又无可奈何。张扬，别理他们，我们去赌石。袁雪羽拉着我走进了赌石店，我们也去看看。阿强本就非常喜欢赌，看到我进了赌石店，他也心里痒痒，拉着柳清雅就要跟进去。阿强，别去，赌石的风险太大了。柳清雅却不肯走，满脸都是担心的神色。他拽了拽阿强的衣角，眼神中充满忧虑。没事儿，我们就进去看看，看他如何输得倾家荡产。阿强保证道。这2天我一直在思忖，张扬为什么突然能买车买别墅，还能让李沁看上。或许我已经想明白原因了，他是文物鉴宝专业毕业的，这1年多都在疯狂地学习鉴宝方面的知识。他辞掉健身教练的工作，是因为有把握了。他可能是捡了几个大漏，赚到了几千万，他去赌石也绝对不是乱赌的，他是有基础的，毕竟赌石和鉴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柳清雅说道。你不一样，根本不懂，还是别去。赌石哪和鉴宝有什么关系？赌石需要的是经验，几十年的经验，他就是个赌石小白，和我没有任何区别。我不赌，就看他怎么输。阿强理直气壮地反驳着，保证着，终于还是拉着柳清雅走进门。柳清雅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跟在他身后，脸上写满了担忧。我假装拿着强光手电筒在照原石，实际上却是在用中指碰触。缅甸产翡翠原石，作假痕迹明显，赌之巨亏。缅甸产翡翠原石，作假痕迹明显，赌之血亏。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鉴定信息，没想到这里的原石很多都做了假，老板太黑心了。于是我一边鉴定，一边暗自分析这些作假手段，思考着老板的作案动机和手法。最近我阅读了不少赌石方面的书籍，也从网上搜索了大量内容，对原石作假的方法了解得十分清楚。比如伪造风化，不良商家会将翡翠原石深埋于土中，并在其周围添加酸、碱等腐蚀性物质，经过一段时间的侵蚀后，再把这些翡翠原石取出，其表面就会呈现出一种类似自然风化的效果，以此来让翡翠看起来更加自然真实，从而欺骗消费者。假色类手段中，他们会使用镀色、呛色或火烧等工艺对翡翠原石进行人为染色，让原石外观更完美。可染上的绿色色泽往往会呈现从表层向内部渗透的痕迹，而且通常能发现由于染色过程中产生的烧焦点。挖空增透则是针对颜色深沉、透明度不足的翡翠原石，在其底部或内部进行局部挖空处理，从而增加整体透明度，误导购买者。还有天窗盖帽、真假混色、假象类、假皮类、掏心涂色、探孔补洞、镶嵌贴片等各种各样的作假方式，每一种都充满了陷阱。这些知识在此时派上了用场，让我能轻松识破这些骗局。我冷冷地瞥了一眼坐在柜台里面的老板，他大约40来岁，衣冠楚楚，脸上写满了精明，眼眸中满是狡黠。他坐在真皮沙发上，翘着2郎腿，时不时打量着进店的客人，眼神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尽管这个老板心术不正，可这家赌石店的原石数量确实不少，有好几百块，甚至比段老板那家店还要多。这么多原石，难道就没有一块能赌涨吗？所以我非常期待，继续默不作声地用中指鉴定着，速度很快。
袁雪羽笑靥如花地相伴在我的身边，没有一点不耐烦，反而无比期待，眼神紧紧地盯着我和袁石，似乎想要从其中看出些什么门道。他还时不时凑到我耳边，小声询问我的看法，那模样可爱极了。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血亏；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大亏；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小亏；缅甸产翡翠原石，赌之巨亏；缅甸产翡翠原石有明显作假痕迹，赌之大赚。等等，本来我都已经起身走开，但看到脑海浮现的这条鉴定信息，马上又走了回来，心中一片狂喜。我蹲下身，拿起强光手电，仔细地观察这一块原石。它有水桶那么大，至少有200斤重，表面没有松花，没有蟒带，乍一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更没有切开的截面。可仔细一看才发现，其实是有切开的截面的，只不过被人用沙子把截面粘上了，处理得十分巧妙，看上去就如同没切开过一样。哈哈，这么一块作假的原石里面也有翡翠，能大赚。我在心中兴奋地笑，但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块作假的原石竟然标价300万。卧槽，300万！这老板绝对是黑心到了极点，我气得差点骂娘。不过我很快冷静下来，开始思考，1块钱本金赚1000算大赚，可300万本金不赚个过1000万，算不得大赚吧？这么一想，我马上又心情愉快起来，不过脸上依旧不动声色，继续鉴定别的原石。我不相信会有人出300万买这块作假的原石，所以根本不用着急，慢慢来就行。很快我的精神力就消耗得差不多了，脑袋开始昏昏沉沉。我知道已经快要到极限了，不能再继续鉴定下去了，于是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阿强也在一边看原石，还不时用眼睛余光看向我，脸上写满了讥讽和嘲笑，显然他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期待我赌石输得很惨。柳青雅则站在他身边，满脸无奈和无聊的样子，眼神中似乎也有些纠结，不知道他是希望我输，还是在期待我赢。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衣角，时不时偷瞄我手中的强光手电筒，仿佛想从我的动作中判断出些什么，能不能引阿强下水呢？我心中涌起一个奇特的念头，很快就确定好了方案，抱起一块标价10万的原石去了柜台。这块石头似乎泛绿，表现很好，但却是表面做了假色处理的结果，因为在强光下泛着不自然的光泽，是老板用来坑骗外行的典型作假原石。有眼光，老板冲我伸出大拇指，脸上堆满了虚假的笑意，那眼神中闪烁着贪婪和嘲讽的光芒。他身后的保险柜扮演着，隐约能看到里面堆放着一些现金和账本，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老板尊姓大名？我冷冷地看着他问，同时暗中观察他的反应。免贵姓常，号建律。老板递上一支烟，笑着说道：常建律，这名字也很适合赌石啊。我在心中暗自感叹，看来也是一个赌石高手，怪不得很多原石都作假了，可能是他自己切开过，发现没见绿，就作假伪装成没切开过的样子。表面上我不动声色，接过烟放在一旁，掏出手机付款时，我故意放慢动作，余光瞥见阿强正伸长脖子，满脸期待地看着这一幕。柳青雅则微微皱着眉头，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付完款，我抱起石头走向解石机，卸石机的轰鸣声如同惊蛰的雷暴，在狭小的赌石店内炸响。飞溅的石屑如同金色的线弹，纷纷扬扬落在众人肩头。当那块标价10万的原石被切成2半，惨白的截面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围观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叹息，仿佛一阵寒风吹过，将所有期待都吹散成虚无。垮了，10万打水漂了。有人咂着嘴，眼神里满是惋惜。这帅哥也太猛了吧，就不能买块便宜的石头试试手气？这一下亏了10万，搁谁心里不难受啊？一位操着浓重方言的大叔连连摇头，手中的烟卷随着动作轻轻颤动，烟灰簌簌落在地上。其余人脸上怜悯的神情也如出一辙，仿佛在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唯有阿强的笑声格外刺耳，他双手叉腰，眉飞色舞，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写满了幸灾乐祸。哈哈，我就知道张扬会切垮，早就说他是个门外汉，非要冲大款，这下栽了吧？他的笑声在店内回荡，带着不加掩饰的快意。柳青雅站在一旁，表情复杂的如同打翻的调色盘，她咬着嘴唇，眼神在我和阿强之间游移，似有不忍，又有一丝难以名状的情绪在眼底翻涌。而袁雪羽却出奇的镇定，她轻轻握住我的手，指尖传递着温暖与信任。她当然清楚，我刚刚才赚了几千万，区区10万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先前我向他打了预防针，要低调，不要让人怀疑是赌石高手。那么先切垮一块原石，也就是最好的掩饰办法。我故意板着脸，装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提高嗓门对道：你们懂什么？我虽然是第一次赌石，但也知道便宜没好货，越贵的原石赌涨的概率肯定越大。
声音里带着刻意的倔强，像极了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对对对，这位老板说的太对了。常老板立刻随声附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本店的原石那都是我精心挑选的，越贵出萃的可能性越大，一夜暴富不是梦啊。他一边说一边搓着双手，仿佛已经看到更多的钞票即将落入口袋。然而周围人却大多报以怀疑的目光，轻轻摇头，显然没那么容易被忽悠。袁学宇很快明白了我的意图，连忙装出埋怨的模样，拽着我的胳膊撒娇：张扬，你都已经亏了10万了，别赌了好不好？我们去看电影吧，再赌下去我可要生气了。他的演技堪称精湛，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担忧，不知情的人看了还真以为他在为我着急。我却猛地甩开他的手，摆出一副赌徒的疯狂姿态：亏了10万就不赌了，那不是白亏了，今天我非得赢回来不可。说着，我大步走向另一块标价20万的原石，抱起石头时故意踉跄了一下，引得周围人一阵惊呼。买单后，我再次来到谢石机前，眼神中充满了孤注一掷的狠劲。随着刀片缓缓切入，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原石再次被切开，依旧是白花花的石头，没有半点翡翠的影子。叹息声如同潮水般涌来，一波接着一波。哎，赌石可不能上头啊，这不又亏了20万，一下子30万没了。一位老者痛心疾首地摇头，花白的胡须跟着微微颤动。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这20万就这么打了水漂。赌石的风险太大了，希望这小伙子能及时收手，不然有的他后悔的。阿强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哈哈，张扬又亏了20万，继续啊，不接着赌，前面的钱可就真白扔了。他的笑声里满是嘲讽，满是快意，在这一刻他一定心中乐开了花，把最近的郁闷和憋屈一扫而空。常老板则笑得合不拢嘴，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眼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这2块作假的原石让他轻轻松松赚了30万。我紧握拳头，装出一副无比愤怒又难以置信的样子，大声咆哮：怎么可能？为什么还是没有翡翠？我都切2块了，这不科学。声音里带着刻意的颤抖，将一个赌徒输急了眼的模样演绎得淋漓尽致。一位身上散发着浓郁书香气息的老头走上前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赌石的风险大着哩，别说连续切2块，就算连续切100块，能出狱的概率也微乎其微啊。他一边说一边向我打眼色，眼神里满是暗示，似乎在提醒我这里的原石有问题。但我只能谢绝他的好意，装作没看懂，继续沉浸在愤怒之中。我咬着牙再次怒喝道：我就不信这个邪，今天我非得赌涨不可。说完，我径直走向那块标价300万的原石。这块石头足有半人高，表面粗糙，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洼。我深吸一口气，双臂发力，猛地将它抱了起来。原石的重量压得我膝盖微微弯曲，但我还是稳稳地抱着它走向柜台。所有人都惊呆了，一是被这原石恐怖的价格震慑，二是震惊于我的力气。这么大一块石头，少说也有几百斤，我竟然能轻松抱起来，还走了这么远。常老板脸色微微一变，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做贼心虚的他假惺惺地提醒道：年轻人，你可看好了，这块原石价格可不便宜，300万呢。我装出一副赌石白痴的模样，眼神里充满期待。就是因为300万我才买，这么贵的石头肯定有翡翠。老板，你这么标价肯定有你的道理吧？白痴啊，傻逼啊。那个提醒过我的老头急得直跺脚，痛心疾首的摇头，越贵的原石就有翡翠，在这一行可不是这样，尤其是在常老板这里，越贵越容易被坑得血本无归。常老板迟疑了一下，看了看门口，似乎在盘算着等下万一我输得倾家荡产要和他拼命，他该如何逃跑。他干笑2声说：你说的对，我标价自然有我的依据，这石头赌涨的概率超大，你大概率能翻盘，但仅仅是概率大，也可能万一切垮，不然我何必开店，直接去云南缅甸天天赌石，赚个盆满钵满多好。我继续装出一副完全上头的样子，固执地说：我第一次赌石啥都不懂，但你是老板，肯定是赌石高手，我相信你的眼光，赶紧开单，我今天输了30万，一定要赢回来。你真有气魄，赌石就需要你这种敢拼的劲儿。常老板皮笑肉不笑地竖起大拇指，飞快地给我开好了单。我毫不犹豫把300万转入了他的账户。天啊，这年轻人疯了，又花300万买了块破石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疯狂的赌石新手，简直是不要命了。第一次赌石就这么豪横，这不是愣头青，是傻大胆啊。众人目瞪口呆，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许多人脸上写满了怜悯，仿佛已经看到我血本无归的下场。阿强更是兴奋得满脸通红，笑得直不起腰。哈哈，
张扬，你这个傻逼，300万又要打水漂了，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钱输。柳青雅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她一脸震惊，眼中满是后悔，显然是想明白了，我敢如此豪赌，必然是有很厚的家底，显然靠捡漏赚了不少。袁雪雨也不禁有些担心和紧张，她拽了拽我的衣角，小声说：张扬，这可是300多万啊。很快第3次切石开始了，随着咔嚓一声脆响，原石从中间被切开，众人定睛一看，截面上依旧是白花花的石头，没有半点绿色。阿强的笑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肆无忌惮，周围的嘲笑和讥笑也如潮水般涌来，夹杂着怜悯的叹息。我弯腰用中指轻轻碰触其中半块原石，脑海中浮现鉴定信息：缅甸产原石，赌之大涨。再碰触另一半，信息变为缅甸产原石，赌之血亏。我心中顿时有了数，深吸一口气，再次切石。这一刀下去，奇迹出现了，两个截面上浓郁的绿色如同春日破土而出的新芽，迅速蔓延开来。那绿浓艳欲滴，恰似帝王冕旒上的祖母绿，又如同盛夏荷塘中最鲜嫩的荷叶，在灯光的照射下流转着摄人心魄的光芒，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反应过来，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喊声：天啊，出绿了！这么漂亮的翡翠，简直绝了！赌涨了，还是大涨，这运气也太好了吧！靠，这帅哥简直是走了狗屎运，绝境翻盘，要发大财了！袁雪雨满脸惊喜，笑靥如花，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嘴里喃喃：我就知道，张扬先前就是在演戏，故意装成新手，原来是怕被人怀疑。可他这么厉害，为什么要隐藏呢？难道是怕赌石店老板对他漫天要价？他双手捂着胸口，芳心狂跳不已。阿强的笑容瞬间凝固，脸色变得惨白，如丧考妣，仿佛被人抽走了灵魂。柳青雅目瞪口呆，表情比之前更加复杂，眼神中既有震惊，又有懊悔，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情绪。常老板的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嘴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怎么会？这明明是我作假的原石，怎么可能切出这么高质量的翡翠？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额头上冷汗直冒。这是冰诺重阳绿翡翠。那位书香气息的老头惊叹不已，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这年轻人怎么会有如此好的运气？我故意仰起头，装出一副嚣张得意的样子，放声大笑。我就说，越贵的原石越可能出绿，怎么样，被我猜对了吧？那模样活脱脱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赌石小白。小伙子，别切了，我出400万，这块石头卖给我，你还能赚70万。一名衣着华贵的中年人率先出价，眼神中满是渴望。我出500万，卖给我600万，不能再高了，700万。喊价声此起彼伏，众人纷纷争抢这块翡翠。阿强的脸色越来越黑，嫉妒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柳青雅满脸懊悔，不停地跺脚。袁雪雨则笑得合不拢嘴，满心欢喜。现在不卖，挖出来再说，我大声喊道。随后我拿起工具，小心翼翼地开始切石、擦石，每一下动作都牵动着众人的心。终于2块翡翠完整地挖了出来，一块有篮球那么大，一块有排球那么大。虽然不是顶级翡翠，但品质极高。浓郁的灵气从中指快速地涌入了财界，让里面的灵气越发浓郁，氤氲成浓浓的白雾，美丽至极。天啊，好漂亮的翡翠，我想要啊！体积这么大，价值几千万吧？众人却在纷纷倒抽凉气，眼神中满是羡慕和惊叹。1000万、1200万、1500万，价格不断攀升，众多珠宝商人闻讯赶来，加入竞价的行列。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了赵林华，他正摸着额头，用无比怪异的目光看着我，我心中一紧，尴尬地冲他眨了眨眼。刚刚挖出翡翠，耗费了1个多小时，想来他得到消息后赶来，倒是从容。想必他一开始也以为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在豪赌，没想到会是我。3500万。赵林华的声音如同洪钟，瞬间镇住了全场。其他翡翠商人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恭敬的点头问好。我皱了皱眉头，这个价格虽然已经很高，但扣掉成本才赚3100万，有些不太满意。没人出价了吗？我翡翠王朝出3600万。一位满头珠翠的贵妇跃众而出，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3800万。赵林华寸步不让，眼神坚定，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贵妇脸色微微一变，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显然被赵林华的疯狂加价吓到了，但她还是没放弃，大喊3900万、4200万。赵林华冷笑一声，再次加价300万。
贵妇张了张嘴，最终没再出声，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黯然离去。成交！我毫不犹豫地大喊一声。很快，交易完成，手机提示音响起，我的卡里多出了4200万。赵林华拿着2块翡翠凑近我的耳边，轻声问道：“我上次的提议，你考虑好了没有？”我压低声音回答道：“还没呢，我还在积累经验。你看，今天我不就切垮了2次吗？你装得挺像，这些人都是傻子，真以为赌石小白能赌涨？”赵林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随后转身离去。直到这时，众人才从震撼中彻底清醒过来，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再次响起。天啊，4200万！这帅哥一夜暴富，简直像做梦一样。我竟然亲眼见证有人切出价值4200万的翡翠，这事儿说出去，谁敢信啊？300万暴涨到4200万，等于涨了14倍，太牛逼了，太神奇了，简直是赌石界的传奇。袁雪雨呆呆地看着我，满脸不可思议，嘴里喃喃：“张扬，你就这么赚了近4000万，也太神奇了吧！”阿强彻底崩溃了，他呼吸急促，双眼通红，嫉妒和不甘几乎将他吞噬。4200万！天啊！我爸努力一辈子都没赚到这么多财富，张扬凭什么？凭什么？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仿佛一头困兽在嘶吼。柳青雅也呆立在人群边缘，苍白的嘴唇不断翕动，喃喃自语着：“若我没嫌弃张扬穷，言辞呵斥阿强的撩拨和调戏，那张扬一定还是我的男朋友。那我现在又会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我太蠢了，太愚昧了，我好后悔啊！”他的声音微弱的如同蚊蝇振翅，却字字清晰地落进我的耳中。曾经看着他与阿强眉来眼去，激情拥吻，我的心如同被钝刀反复割剐，那种痛与憋屈在胸腔里发酵成浓稠的苦酒。此刻他眼中翻涌的懊悔与不甘，恰似一剂良药，让我心底积压许久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生出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意。但目光扫过一旁满脸涨红仍在愤怒憋屈中的阿强，我知道对他的惩罚还远远不够。我抬起脚，重重踩在另外半块尚未解开的原石上，黑色皮鞋与粗糙的石面碰撞出沉闷声响。环视四周，我扬起下巴，傲然道：“你们以为我赌石仅仅涨了14倍？不，绝对不止，还有另外一半没有解开呢。”这话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瞬间打破了店内的喧闹。原本还沉浸在惊叹中的众人，此刻纷纷瞪大眼睛，炽热的目光聚焦在我脚下的原石上，此起彼伏的羡慕声如同潮水般涌来。对啊，还有一半没有解开呢。既然那一半出了价值4200万的冰墨中阳绿翡翠，另外一半说不定也能切出价值几千万的翡翠呢，何止14倍啊！这帅哥难道今天要身家过亿吗？人群中甚至有人急切地催促：“帅哥，你快解释吧，我等着看你发天财呢。”更有人异想天开，试探着询问：“小伙子，你这一半原石卖吗？我出10万买下来。”听到这话，我心中暗喜，嘴角却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10万你就想买我这一半的原石？我另外一半原石可是切出了4200万的翡翠。”这话让众人明白，我想要卖掉这半块原石，瞬间点燃了众人的热情，开始了一场疯狂的竞价。20万、30万、50万、100万，报价声一个高过一个，如同不断攀升的浪潮。常老板涨红着脸，脖子上青筋暴起，阿强更是双眼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疯狂地加价。他们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都妄图买下这块原石，切出价值几千万的翡翠，实现一夜暴富的美梦。袁雪雨站在我身旁，满脸惊愕，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瞪得滚圆，像看怪物般看着我，显然完全没料到我竟还有这样的骚操作。300万！常老板突然怒吼一声，声音震得店内空气都微微发颤，他那志在必得的架势仿佛已经将这块原石收入囊中。320万！阿强不甘示弱，扯着嗓子喊道，脸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衣领。我深知阿强是被我突然获得的巨额财富彻底刺激疯了，此刻的他应该满心只有一个念头，靠这块原石一夜暴富，拥有不亚于我的身家，从此吐气扬眉，意气风发。随着竞价不断攀升，其他人渐渐没了底气，毕竟这只是半块原石，300多万的价格实在令人啧舌。也或许他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350万。常老板恶狠狠地盯着阿强，眼神中满是威胁，肥厚的手掌重重拍在桌子上，发出砰的巨响。380万！阿强毫不退缩，同样杀气腾腾地回瞪过去，身体微微前倾，一副随时准备扑上去的模样。两人如同斗红了眼的公牛，谁也不肯让步。我强忍着笑意，看着这场闹剧，周围看热闹的人也都目瞪口呆。
他们何曾见过为半块原石如此疯狂竞价的场面？窃窃私语声中，有人不断摇头，有人则满脸兴奋地期待着最终结果。400万！阿强咬牙切齿，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拳头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500万！常老板彻底被激怒，直接加价100万。作为赌石界的老前辈，他又怎会被阿强这个毛头小子压过风头？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居高临下地看着阿强，脸上满是不屑。我抱臂而立，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静静地看着这场龙虎斗，坐等坏人入套，也坐等财富进门。510万！阿强仍不死心，又加了10万，声音中已经带了几分嘶哑和绝望。600万！常老板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嘲讽与不屑，肥厚的手指得意地在阿强面前晃了晃。啊，气死我了！为什么父亲不多给我一些钱？只给了500万。阿强满脸憋屈，双手握拳，在原地来回踱步，恨不得当场以头撞墙。听到这话，我心中了然，看来他本打算用这笔钱买房，如今却被我赌石狂赚，外加心中的贪婪冲昏了头脑，妄图在赌石上搏一把。看来他的房子怕是这辈子都买不成了。还有谁？常老板威风凛凛地扫视全场，那不可一世的模样，仿佛已经站在了胜利的巅峰。众人纷纷摇头，连阿强也垂头丧气，不得不咽下这口怨气，脸上写满了不甘。常老板转过头，笑着看向我：“小伙子，这价格已经很逆天，你不会不卖吧？”成交！我毫不犹豫地应下。这块被财界判定为赌之血亏的石头，在我眼中一文不值，能以600万脱手，简直是意外之喜。很快，交易完成，手机提示音响起，我的卡里又多出了600万。算下来，就这一块原石，我足足赚了4500万。张扬，你太神奇了！袁雪雨笑靥如花，俏脸绯红，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崇拜与钦佩。他轻轻地拽了拽我的衣角，声音中带着一丝撒娇：“你到底还有多少神奇能力是我不知道的呀？”这时，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催促：“常老板，切实啊！”常老板却迟疑了一下，眼神闪烁，肥厚的手指不停地摩挲着下巴：“我不想切，标价1000万卖。”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试图从大家脸上找到一丝认可。哼，1000万，傻子才会买，你就是放上100年，也不会有人买的。先前提醒我的牛教授冷笑出声，他头上的白发微微晃动，眼神中满是嘲讽。他的话语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常老板头上，常老板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肥厚的脸颊气得通红，死死盯着牛教授。牛教授，若你不说个子5英丑，今天我就对你不客气。他向前跨了一步，庞大的身躯几乎将牛教授笼罩。牛教授冷哼一声，不紧不慢道：“根据我的经验，一块原石中出翡翠的地方只有1个，很少有2处。你也是高手，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他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岁月沉淀的智慧。那是你的经验，但我的经验不一样。我就见过很多原石的不同位置都出翡翠，而且品质接近。常老板涨红着脸反驳，可话语中的底气明显不足。他的眼神开始游移，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此刻的他心中也在打鼓，毕竟窃款的可能性极大。刚才一时冲动，被价值4200万的翡翠冲昏了头脑，竟然干出了这样的蠢事。我太了解他的心理了，暗暗冷笑，呵呵，后悔吧，后悔都来不及了。拉着袁雪雨便打算离开。虽然坑了黑心肠的常老板一把，出了口恶气，但遗憾的是，本想重点关照的阿强却被常老板挡了灾。难道阿强命不该绝？走到门口，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现这里没有挡门的石头，心中不免有些失落。正要抬脚迈出店门，常老板却快步上前。他跑动时，肚子上的赘肉跟着晃动，气喘吁吁的一把拉住我：“别走啊，你再买几块原石呗。”此刻在他眼中，我大概就是一只肥羊，满心盘算着多薅些羊毛。我装作不耐烦问：“还有别的原石没有？”常老板肥厚的手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你还有很多的原石没看完吧？再好好看看。”我瞥了一眼阿强，见他正满脸纠结，眼神在原石与钱包之间来回游移，显然在天人交战，既想再赌一把，又怕亏得精光。而一旁的柳青雅早已失魂落魄，眼神空洞，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的目光呆滞地落在地面，对身边的喧闹充耳不闻。为了能看到阿强买原石切垮的好戏，我决定拖延时间，淡淡道：“别的原石我基本上看完了，不感兴趣。”常老板却不肯轻易放弃，他急忙走到柜台前，肥厚的身躯挤过狭窄的过道，指着里面一个石墩：“我柜台里面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坐墩，若你想要，便宜卖给你。”坐墩？我露出疑惑的神情，走到柜台前一看，只见一个圆圆的、高高的石墩，表面被磨得光滑，确实很适合当坐墩。但直觉告诉我，这么一块特殊的原石，常老板一直留着不卖，必有蹊跷。
我挑眉，语气中带着一丝质疑：“老板，你这原石一定有什么问题吧？你不说清楚，我可不想买。做墩的来历我知道。”一旁的牛教授忍不住开口，他清了清嗓子，眼神中闪过一丝追忆。3年前，常老板与另外2位赌石高手合伙，豪掷8000万，在缅甸公盘拍下了标王。那原石体积巨大，足有半辆小汽车大，表面莽带，松花一应俱全，卖相极佳。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将原石运回来，在店门外解释时，现场人山人海，连房顶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说到这里，他微微停顿，周围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凑近，屏住呼吸听着。然而，当原石被切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大失所望，截面全是白花花的石头。他们不甘心，继续切割，直到将原石切成碎片，也没见到半点绿色。最后，只剩下这么一个坐墩，他们彻底崩溃和绝望，不再切了，将之作价100元卖给了常老板。此后3年，常老板将其当作坐墩，以此铭记那次惨痛的教训。牛教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惋惜，他看向常老板的眼神里既有同情，又有一丝嘲讽。听完这段往事，我与在场众人皆是目瞪口呆，忍不住连连咂舌。赌石的风险之巨展现得淋漓尽致，常老板当年那8000万的巨额亏损，想想都令人心惊肉跳。可他竟还能撑到现在，也算是个狠人。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叹声，有人摇头叹息，有人则满脸庆幸自己没有参与这样的豪赌。我可以便宜卖，100万拿走。常老板看着我，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肥厚的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这可是价值8000万的标王，最后的留存说不定就有价值连城的翡翠。我嗤笑一声，反问道：“那你自己不知道切开啊？”常老板神色黯然，长叹一声，他的肩膀微微下垂，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我只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作价8000万卖掉，一个就是永远不切，留住希望，那都不算亏。但到如今，我也想通了，能卖100万也算挽回一些损失。至于自己切，我是不会的，因为已经切怕了，那种噩梦一样的感觉，我想想就头皮发麻。他的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恐惧和无奈，眼神中满是对那段往事的忌惮。看着他脸上的疲惫与无奈，我心中竟生出一丝同情。花8000万买下的标王，一刀刀切开，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又一次次被现实击得粉碎，这种打击又有几人能承受？或许正是从那时起，他才变成了如今这个黑心赌石店老板，偷偷切开原石，没出绿就作假，以此坑骗顾客。不过他的这番话却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我笑着说：“可以拿出来让我看看吗？”常老板立刻双手抱住这块100多斤的石头，脸上涨得通红，嘴里还发出嘿呦的用力声，走了出来，放在地板上，展示在众人面前。他的力气也不小，看来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我装出好奇的模样，伸手抚摸石面，中指不着痕迹的轻点上去。缅甸产原石，赌之血钻。血钻！我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了一下，心脏也在胸腔里疯狂跳动。谁能想到，那么大一块原石被切得只剩下这么一点，里面竟还藏有价值巨大的翡翠，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他一直在等我这个主人出现，好绽放夺目光华？我装作有些犹豫，10万我就试试，反正今天大赚了。常老板立刻黑了脸，10万不可能，至少也是100万。我皱眉反驳，但当初你也是100拿下的。常老板气急败坏道，那能一样吗？当时我亏了几千万呢。他的声音提高了8度，脸上的肥肉跟着抖动。我做事要走，那我不买。常老板急忙拉住我，慌乱道：“今天你赚了4500万，花100万买下这个坐墩有什么关系？万一赚了呢？悄悄告诉你，另外一个赌石店，一个挡门的石头切出了玻璃重阳绿翡翠，卖了3000多万。所以不要小瞧任何一块石头。”他的眼神中满是急切，仿佛生怕我真的离开。我心中暗自好笑，那另外一个赌石店的奇迹正是我一手创造的，但此刻自然不会说破。我装出一副无比郁闷和憋屈的样子。常老板，你这是逼我买啊？你是想分我洗钱对不对？常老板陪着笑，小声道：“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行吧，我就买下这个石墩。”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很快转账100万，拿到交易单，单手抱起石头，我便往外走。石头的重量让我的手臂微微下沉，但我还是稳稳地拖住。你干啥？常老板又拦住我。我黑着脸道：“我带回去做坐墩啊，不行吗？”不行，你必须在这里切开，这是我的执念，必须看到最后的结果。常老板语气强硬，不容置疑，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疯狂和期待。我在心中暗暗腹诽，我怕你等下受不了，活生生气死。但表面上我还是应了下来，将石头放在解石机旁。周围的人也都围了过来，好奇地等待着接下来的结果。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阿强同样也围过来，伸手拽住失魂落魄的柳青雅，指尖因用力而泛白。见到我赌场狂赚4500万，一夜暴富，现在又听闻常老板那段跌宕起伏的赌石凄惨往事，他眼底疯狂的贪婪之色时而浓郁，时而稀薄，喉结上下滚动，显然是在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这坐墩里面一定没有翡翠，大家看热闹可以，但不要寄予希望。本来我是想带回去做坐墩100万，算是给常老板洗钱的，偏偏常老板非要我当场解开。我撇了撇嘴，装出一副满脸嫌弃的模样，目光扫过切石机上那块其貌不扬的坐墩，语气中满是无奈与抱怨。是啊，这就是块垮得一塌糊涂的标王原石剩下的一点点，能有什么看头？必然是啥都没有的。我不如去好好挑挑原石。围观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议论声，许多人纷纷摇头，脸上写满失望，真就没了兴趣，三三两两的散开。牛教授忍不住感慨道：昔日解开标王的时候，看的人无数，那真是盛况空前，今日最后的剩余解石，看的人却寥寥无几，天壤之别一般，变化仿佛沧海桑田，但他等下就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听着牛教授的话，我心中暗自反驳。这一刻，我甚至隐隐感觉到，这看似普通的赌石经历中，似乎蕴含着人生哲理，暗藏着大道至理。可惜，这里是地球，不是修仙世界，否则我这突如其来的领悟，或许就能让修行突飞猛进，连续突破好几个境界也未可知。很快，切石机再次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机器运转时的震颤仿佛也传递到了众人心里。按照我的要求，师傅将石墩切成了2截。我迅速端起一旁的水盆，将清水猛地泼了上去。刹那间，奇迹出现，2个截面上赫然浮现出夺目的翠绿，那绿色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漂亮的如同9天仙女遗落人间的绿绸，又似穿着绿衣的仙子降临凡尘。尽管出绿的面积只有拳头那么大，但却如同黑夜里的璀璨星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天啊，竟然出绿了！曾经的标王竟然还能出绿！我的天，这绿太漂亮了，一定是玻璃种正阳绿，仅仅亚于玻璃种帝王绿，这太不可思议了！出绿了，出绿了！曾经8000万的标王剩余的部分终于出绿了，而且是最顶级的翡翠，不算全垮。好几个懂行的观众惊呼出声，其中就有牛教授，他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常老板则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当场跪在地上，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肝肠寸断的模样令人唏嘘。他的眼神中满是欣慰，也夹杂着无尽的遗憾。欣慰的是，他们3个赌石高手其实并未看走眼，因为标王里面确实有翡翠，而且是顶级翡翠，玻璃重正阳绿，随便雕琢成一块玉佩都价值200-300万，一个手镯甚至价值500万。遗憾的是，现在石头不属于他了，切开他的是一个看似懵懂的赌石小白，还是自己逼着对方买的。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个疑问，难道这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注定属于眼前这个年轻人？否则当初为什么切了那么多刀都没能切到有翡翠的部位？旋即不甘、痛苦、愤怒等等复杂的情绪如同潮水般涌上常老板的心头，将他彻底淹没。哇塞，真的出绿了，而且还是玻璃种正阳绿。这帅哥今天是财神附体吗？天啊，好漂亮的翡翠，美得让我迷失。你们说到底价值多少啊？我估计啊，价值怎么也过5000万吧，甚至可能过8000万。刚刚走开的人又蜂拥围过来，他们瞪大眼睛，满脸震撼地看着，眼神之中满是羡慕和嫉妒。什么？5000万？8000万？在一边听着的阿强眼睛珠子都差点掉出眼眶，拳头捏得紧紧，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眼神中燃烧着熊熊的愤怒和嫉妒之火。他在怒吼：张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赌出价值几千万的翡翠？昔日他就是个穷屌丝，女朋友都嫌弃他，那柳青雅也目瞪口呆，整个人震撼至极，脸上的懊悔之色又浓郁了几分，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天啊，又是几千万！张扬太神奇了，怪不得要伪装成赌石小白。袁学鱼仰起头，满脸崇拜加倾慕地看着我，喃喃自语，声音如同蚊蝇，只有我和他自己能听见。哇塞，竟然是玻璃重正阳绿！我也暗暗的惊喜和激动。上一次把玻璃重阳绿卖给孙永军，我就有点后悔，因为担心再也赌不到更高质量的翡翠了。而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玻璃重正阳绿来了，这宝贝现世一定会引发更大的轰动。于是我赶紧打预防针，诸位，这翡翠很漂亮，我不卖的，打算自己留起来。我心里清楚，若是不提前说明，他们一定会趁我挖翡翠的时间段里疯狂打电话通知玉石商人，到时候场面就难以控制了。随后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在一半的原石的翡翠截面上用中指碰触了一下，缅甸产半赌原石，赌之血亏。看到脑海中浮现的提示，
我心中猛地一震，血亏！难道这截面的翡翠就只有1毫米的厚度不成？里面再没翡翠了？我一时有些发懵，暗暗感慨这一刀也切得太巧了吧。于是我把这1半圆拾弃之如敝履，对它不再理会。我拿起工具，开始慢慢的切割和磨着另外半块，每一下动作都格外小心，一点点把包裹翡翠的石头切掉和磨去。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足足用了1个多小时，才把这一块翡翠彻底的掏出来了。这块翡翠形状像一根柱子，小腿那么粗，1尺多长。它赫然就是玻璃重，通体晶莹剔透，没有任何的杂质，绿色均匀浓郁，没有任何变化，全部都是满绿，色度当然就是正阳。在灯光的照耀下，它反射着翠绿的光芒，美得让人心醉，仿佛蕴含着世间最纯粹的绿色精华。浓郁的灵气通过中指进入了财界里面，让我隐隐感觉到财界似乎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天啊，这也太漂亮了吧！我的天啊，这就如同一根玉棒，直接就可以做玉镯子，似乎可以做20个吧。仅仅20个玉镯子的价值就1个亿了，其余的还可以做玉佩，翡翠界面还能做翡翠项链、翡翠手串，这宝贝到底价值多少啊？惊呼声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帅哥，我出1个亿，卖给我好不好？1亿、2亿，卖给我；1亿、3亿、1亿、4亿、1亿、5亿。尽管我提前打了预防针，但还是来了很多玉石商人，连赵灵华都再一次出现在人群中。他们一个个眼睛血红的盯看着我手中的翡翠，眼神中满是渴望与贪婪。我都不敢和赵灵华那诡异的目光对视，心中暗自揣测，十有八九，赵灵华现在判断我真就是顶级赌石高手了，否则不可能连续不断的赌出高质量的翡翠，价值至少5亿。天啊！阿强那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看着我手中的翡翠，满脸的嫉妒和愤怒，拳头捏得紧紧的，身体微微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冲上来抢走翡翠。柳青雅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满脸的懊悔，身躯都在不停地颤抖，她的指甲深深地掐进掌心，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天啊！价值5亿！袁雪羽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差点陷入了我的肌肉之中，她满脸的震撼，喃喃自语，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我的天，这帅哥一夜2次暴富，狂赚近2亿啊！众人也在疯狂地羡慕和激动，现场气氛热烈的仿佛要燃烧起来。扑通，常老板再次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用力地捶打地板，声音哽咽。天啊，价值近2亿啊！当初的我们为什么就不切到最后？只要切开就能翻盘啊，不仅不会亏，还能大赚一笔。我们买的标王大涨的啊，真是愚蠢啊，真是白痴啊！说到激动处，他又疯狂地扇自己的脸，打死你这个白痴，打死你这个蠢货。然后他打电话给当年和他合伙买这块原石的朋友，金哥、老万，标王最后的部分做吨我以100万卖给了别人，结果切出了价值5亿以上的玻璃种正阳绿翡翠，当初我们为何不坚持切开？啪啪啪，痛苦大喊和自扇耳光的声音很快就从电话中传来，常老板也越发痛苦和后悔，开始以头撞墙，咚咚咚，墙壁都差点撞他。常老板，你别伤心了，这是命，这宝物和你无缘，所以你们切了那么多次都没切到它。牛教授一把抱住常老板，轻声抚慰，眼神中满是同情。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卖，要自己收藏起来，我也想要做一些首饰的。我飞快地把翡翠收进了自己的包包里面，除了不想卖之外，还有不想太过刺激常老板。我想着看不到翡翠估计也就不会那么难受了，眼不见为净嘛。唉，众多翡翠商人轻声叹息，无比懊恼。玻璃重正阳绿啊，最近已经很少出现了，可惜主人不卖，他们只能望而兴叹。我的目光投射在另外一半的原石上，故意提高声调，兴奋道：诸位，你们猜这一半能切出多少翡翠？一语惊醒梦中人，所有人都用灼热的目光看着那半块原石，眼神中充满了欲望，仿佛那不是一块石头，而是堆积如山的财富，他们恨不得马上冲过来将其抢走。帅哥，这半块原石你卖不卖？有人试探着问，声音中带着一丝紧张和期待。这个，我故意拖长语调，脸上露出迟疑的神色。瞬间他们就来劲儿了，纷纷开始游说。你赚了近2个亿，不能再继续了，要留给别人一些机会，说不定这半块里面根本就没翡翠，切开你就亏大了，不如卖掉。你们完全就是睁眼说瞎话，怎么可能会没翡翠呢？这截面上的绿色已经可以证明里面是有翡翠的，只是体积如何不知道而已。我黑着脸反驳道，截面有绿就有翡翠，可不能这么判断。他们凭借丰富的赌石经验飞快地反驳着，说得头头是道，理直气壮。我装出一副被他们说服的样子，道：既然你们说风险很大，那我见好就收吧，
这半块半赌毛料，价高者得。太好了！众人兴奋至极，一个个蜂拥而上，拿着强光手电，仔细地照耀着原石，全神贯注地观察、分析、判断。众多翡翠商人也在其中，他们见多识广，经验无比丰富，很快就看出了不对劲。他们的眉头渐渐皱起，眼神变得惊疑不定，然后就悄悄地后退了，不打算参与购买。常老板也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同样变得无比犹豫，显然也看出里面可能没有翡翠了。只是他心中有着一个天大的执念，所以还不想放弃。他想着，若是这半块还能独涨，那亏掉的几千万就回来了，甚至可能还有赚。阿强则两眼血红，整个人趴在这半块原石上面，仿佛要把自己的2个眼珠子融入进去，那贪婪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好了，现在开始竞价，我也不再耽搁了，越是耽搁，越是会被人看出破绽。100万，200万，300万。300万是阿强喊出的价格，随后现场一片寂静，因为众人发现情况不对，那些玉石商人竟然没有一个出价，都在一边淡淡的看着，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你们为什么不出价？出了200万的那个年轻人估计也就20出头，模样很是精明。他看着众多翡翠商人疑惑地问：我是来做翡翠生意的，不参与赌石。你们赌就好，等赌出翡翠，我负责收购。赵灵华淡淡的解释，他的目光在无比狂热的阿强身上停留了一瞬，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对，我们也是一样。其余的翡翠商人也马上附和。这年轻人似乎明白了什么，很是机智的不再出价了。常老板一咬牙喝道：400万，500万。阿强狠狠地扯掉领带，脖子上青筋暴起，疯狂地大喊：500万是他全部身家，先前没竞争赢常老板，让他错过了可能的几千万财富。现在他决定放手一搏，心中想着，万一竞拍下来了呢？自己岂不是也能身家过亿？常老板勃然大怒，正要继续加价，却被牛教授一把拉住。牛教授在他的耳边小声道：常老板，你还是悠着点吧，你明知里面有翡翠的概率不大，而且你本就和这块原石无缘，再强求，我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是啊，我强求还有用吗？若我真的有这个命，就不会在屁股下面坐3年也不想着解开。我是做假的专家，但就没想过切开它然后做假。常老板满脸的悲哀，声音轻微的，只有听力超群的我和他自己能听到。于是他不再出价。阿强大喜，急切地说道：张扬，现在我出价最高，我们开始交易吧。我不太想卖。我故意装出一副不爽的样子，皱着眉头说道：张扬，现在我对你郑重道歉，昔日我不该勾引你前女友，我那天真是鬼迷心窍，真是畜生。现在我已经知道错误，也遭受了惩罚，请你看在1年的同事的情分上原谅我。阿强聪明的鞠躬道歉，满脸的诚恳，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众人都很惊讶，尤其是袁学宇更是惊讶至极，因为他不知道我和阿强之间的真正恩怨。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我已经忘记了，不卖给你，我是为你好，万一里面没有翡翠，你损失500万，你承受不起的。所以还是我自己解开吧，或许可以让我再赚5亿呢。我摆摆手，一副真的不想卖给阿强的样子，而且做事就要开始解释。阿强一把就拉住了我，愤怒道：张扬，你别小看我，500万对我而言不算太多，我完全承受得起。而且先前你说过这石头竞拍，现在你反悔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反悔吗？我装出一副郁闷的样子，看向众人。从法律上而言你可以反悔，但你失掉了人品和信誉，也失去了人心，失去了朋友，无形的损失其实很大。牛教授语重心长地说道：张扬，今天若你不把原石卖给我，我就和你拼了。我们2个必然有一个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阿强两眼血红，拳头捏得紧紧的，额头上冒出青筋，在疯狂地跳动，一副癫狂至极的样子。他开始耍蛮了。那你记住，是你逼我卖给你的，若你发财了，可不能忘记我的好，若切垮了也不能怪我。我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道：张扬，你就放心吧，若我发财了，我们就是最好的兄弟，我天天带你去大保健，让你爽个够。若是后者，我绝对不会怪你的，毕竟是我逼你的嘛。阿强大喜，连连拍着胸脯保证着，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暴富的模样。很快我就和阿强完成了交易，我的卡里又多出了500万，这块赌之血亏的原石也就成了阿强的了。这一次没人给他挡灾了。我把位置让开，拉着袁学宇走得远远的，心中暗自准备随时开溜。众多玉石商人也都满脸古怪表情，尤其是赵灵华，一直用怜悯的目光看着阿强，仿佛已经预见了即将发生的一切。哈哈，这块原石终于属于我了，这可是玻璃重正阳绿翡翠半赌毛料，只要切出一个手镯，500万就回来了。我就不信上天只垂青张扬，我就不信我阿强就不能逆天改命。我相信
一定可以切出10个手镯的，1个亿，妥妥的。阿强疯狂的大笑，在这一刻，他仿佛踏上了人生巅峰。他的笑声回荡在赌食店内，也让众多看热闹的人热血沸腾，一个个都满脸羡慕地看着他。谢石机的轰鸣声如同催命的丧钟，刀片切入原石的瞬间，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那抹脆弱的绿色如同清晨草叶上转瞬即逝的朝露，在刺耳的摩擦声中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灰白粗糙的石质，无情地展露在众人眼前。这一刻，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所有的喧嚣与期待都在瞬间化为泡影。阿强脸上的笑容如被冻结的冰雕，凝固的诡异而扭曲。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整个人扑向截面，用指甲疯狂地抠挖着，仿佛这样就能将消失的翡翠重新抠出来。鲜血顺着石缝蜿蜒而下，在灰白色的石面上晕染出刺目的红，可他却浑然不觉，眼神中只剩下绝望与疯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内心没有丝毫怜悯，复仇的快感如同汹涌的潮水，将我彻底淹没。曾经他带给我的屈辱与痛苦，此刻都化作了这肆意蔓延的快意。柳青雅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围观者怜悯的叹息声，常老板压抑的干呕声，在狭小的赌食店内交织回荡，宛如一首荒诞的交响曲，奏响着贪婪与欲望破灭的悲歌。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阿强跪在地上，头发凌乱，双眼布满血丝，声音嘶哑的近乎破音。他指甲缝隙里的血还在不断渗出，染脏了双手。不仅仅是心痛损失了500万，更是因为那个一夜暴富的美梦，那个他以为即将触手可及的富豪生活，在这一刻彻底支离破碎。他依然只是个平凡的普通人，那个遥不可及的财富神话终究不属于他。柳青雅的眼泪早已哭干，她看着眼前这个疯狂的男人，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也被彻底击碎。原本他还期待着阿强能像我一样创造奇迹，可现实却如此残酷，丝毫不留情面。阿强，你这蠢货，白痴，智障，我早就和你说过，别进来，别进来，你非要进来，而且还非要赌。现在好了，把买婚房的钱都输掉了，输掉了全部身家，也输掉了我们的未来，从此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再无瓜葛。他的声音冰冷而决绝，话语中满是失望与厌恶。在他心里，选择阿强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如今必须及时止损，离开这个让他绝望的男人。阿强却像疯了一般，冲着柳青雅离去的背影怒吼：柳青雅，你这拜金女，看到我没钱了就和我分手是吧？你想回去跪舔张扬是吧？但他未必还会接受你，而我未必就不能崛起，将来你一定会后悔。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怨恨与不甘，可柳青雅却头也不回，只是在路过我身边时，脚步微微顿了一下，随即便加快速度，消失在人群中。我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心中涌起一丝好奇，在这一刻，他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痛苦、后悔，还是解脱与新生？可惜我没有读心术，注定无法得到答案。我没有多做停留，拉着袁雪羽的手，在无数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下，离开了这个充满喧嚣与混乱的地方。回到家，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我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今天的收获简直超乎想象，先是优鹤听全图赚了几千万，接着赌石更是斩获4500万，还不算那块价值至少1.5亿的玻璃种帝王绿翡翠，算下来今天足足赚了2亿。这一切仿佛梦幻一般，却又真实的发生了。张扬，你赌石简直出神入化，我也终于明白你为何要装成赌石小白了，是怕名气太大，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袁雪羽用崇拜钦佩的眼神看着我，感叹道：没你想的那么厉害，今天的收获这么大，主要还是靠运气。我谦虚道，然后就从包里取出翡翠，我迷醉的欣赏着，又给袁雪羽欣赏。好漂亮，太漂亮了！袁雪羽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眼神中满是惊叹与喜爱。她的俏脸微微泛红，美目波光粼粼，在翡翠莹润光泽的映衬下，更显得娇俏动人。美玉与美人相得益彰，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我看着她这副喜爱模样，心中一动，笑着鼓励道：等你业绩达到1个亿，我就送你一个玻璃种正阳绿镯子。真的？你没骗我？袁雪羽眼睛一亮，满脸惊喜，情不自禁地搂住我的脖子，笑靥如花地看着我，眼神中满是期待。此刻的她显然已经意识到，我承诺的玉镯子价值500万，是多么珍贵的礼物。你看我像骗子吗？我左手轻轻揽住她盈盈一握的小蛮腰，细腻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右手则不自觉地在她高挺的鼻梁上轻轻刮了一下，又顺着滑到她娇艳欲滴的红唇上轻轻碰触了一下。那温软的感觉让我一阵迷醉，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那我就记住了呀，到时我会问你要的，绝对不会客气。袁雪羽的脸上不自禁地腾起了淡淡的红晕，娇笑着松开我，坐到对面的沙发上，掏出手机，兴致勃勃地通过微信联系客户。她专注的模样，仿佛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
或许他早已默许了我这样亲密的举动。突然，赵灵华打来了电话，声音依旧优雅从容。张扬，给你做的玉镯子和戒指都做好了，你什么时候过来拿？我漫不经心地说道。不急，过几天再去拿也行，放孙永军那里也可以。我给你送过去吧，你发个定位给我。赵灵华却不依不饶，语气中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将定位发送过去。我心里清楚，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恐怕是冲着我手中的玻璃种正阳绿翡翠来。大约1个小时后，敲门声响起，袁雪雨有点羞涩，回他自己的房间去了。我起身打开门，果然是赵灵华站在门外。他身着一袭华贵的礼服，满头珠翠闪耀，气质高雅，周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场，仿佛自带光芒。我将他请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又给他泡了一杯茶。赵灵华优雅地抿了一口茶，眼神中带着一丝好奇。你那女朋友呢？我尴尬地笑了笑，解释道，那不是我女朋友，仅仅是一个朋友。那么漂亮的朋友，还不赶快把她变成女朋友呀？赵灵华打趣地笑了笑，随后从精致的手提包中拿出2个精美的盒子。他轻轻打开，玻璃重阳绿翡翠戒指静静躺在丝绒托盘上，主石坊若一滴凝固的春日晨露，浓郁阳瑞在纯净如玻璃的质地中晕染开来，不见丝毫杂质与棉絮。18K 金镶嵌的戒托如藤蔓蜿蜒，托起这枚翡翠，侧边点缀的碎钻如星辰环绕，折射出的光芒与翡翠的莹润光泽交相辉映。翡翠随着光线流转，散发着神秘而高贵的气息，似有盈盈绿意要从玉石中流淌而出。玻璃重阳绿翡翠镯子更是美得令人窒息，圆润饱满的镯身通体透亮，满意的阳绿均匀浓郁，如同将整片盛夏的荷塘凝于镯身。其质地细腻到近乎完美，触手温润冰凉，仿若凝住了一汪碧水。在灯光下，镯子内部仿佛藏着流动的光，微微晃动时泛起柔和的荧光，尽显雍容华贵。赵灵华将镯子轻轻戴在腕间，举手投足间透着东方古典的婉约与优雅，尽显佩戴者的不凡气质。非常好，我很满意。我把戒指戴在左手中指上，只觉非常合适。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而那枚神奇的财戒依旧安静地戴在我右手中指上。自从滴血认主后，它就变得极为普通平凡，从未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或许是宝物自慧吧。果然，赵灵华取下镯子，任凭我满意的把玩了一番之后，就开始软磨硬泡，想要买走我手中的玻璃重正阳绿翡翠。见我坚决拒绝，他又退而求其次，提出要买走一半。我揉了揉额头，耐心地解释道，赵总，你不必这么急，我是要用之做首饰的，当然会在你那里做，我也可以匀给你部分，但不是现在，过段时间吧，现在风头太大，我要躲避一下。那你记住今天的承诺。赵灵华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起身欣然去了。黄昏时分，晚霞满天，我带着袁雪雨来到楼下的餐馆，好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我们吃得正开心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我接起电话，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张扬，还记得我是谁吗？我仔细一想，一拍脑门，笑道，你是罗大哥吧？上次我们一起炸金花，那天我运气超好，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叶孙勇告诉我的。今晚有没有空？我们再炸金花啊！我已经约了叶孙勇、钟倩薇、阿峰，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钱的朋友罗大胖。在电话那头爽朗的笑道。我心中突然警惕起来，问道，阿强呢？阿强今天赌石输光了，打不了。那白痴竟然输掉500多万，真是蠢得像个猪。罗大胖不屑地说道。我犹豫了一下，随即笑道，好吧，我马上过去。作为男人，又有谁能拒绝刺激的炸金花游戏呢？更何况我还有着独特的优势，兴趣自然就更大了。我转头对袁雪雨说道，朋友约我打牌，晚上可能会回得比较晚，你锁好门，除我之外，任何人敲门都不开。袁雪雨拉着我的手，轻轻摇晃着，撒娇道，我想和你一起去。我无奈地笑了笑，男人打牌很无聊的，你就别去了。那你要早点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袁雪雨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没有再痴缠。今天李庆飞去了燕京，要在那边过夜，我去打牌了，袁雪雨当然就一个人在家了。好的，我早点回来。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着先脱身再说，至于什么时候回来，到时候再看吧。于是我把袁雪雨送回了家，又去房间换了一身衣服，就兴冲冲地下楼了，开着我的迈巴赫狂飙而去。这一次的牌局不在健身馆，而是设在一家隐匿于城市繁华地段的小酒店。推开酒店房间那装饰着鎏金雕花的厚重木门，奢华气息扑面而来，极为宽阔。中央摆放着一台锃亮的自动麻将机，表面光滑如镜，在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墙边立着一套顶级的卡拉 OK 设备，黑色外壳透着科技感，音响上的指示灯不时闪烁，仿佛在无声地邀请人们纵情欢唱。四周环绕着造型优雅的豪华沙发，
柔软的靠垫上绣着精致的暗纹，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不凡格调。身着旗袍的小姐身姿婀娜，她们面带微笑，静静地候在一旁，随时准备为客人端茶递水，送上精致的茶水、饮料和可口的小吃。整个场景宛如电影中的贵族聚会。罗大胖的朋友名叫高乾，30来岁，顶着一个整齐的小平台发型，穿着款式普通的长袖衣服，整个人看起来平凡的如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路人。然而他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如同淬了火的钢珠，散发着锐利的光芒，仿佛能看穿人心。他的手指修长且灵活，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据罗大胖介绍，高乾来自北方，至于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却语焉不详。高乾为人倒是显得十分豪爽实在，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地将一个黑色的箱子重重放在桌上，打开箱子，里面整齐码放着50万现金，崭新的钞票泛着诱人的光泽，油墨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罗大胖、钟倩薇和我见状，也各自拿出准备好的50万现金。那一堆堆钞票落在桌上，像小山一样。相比之下，叶孙勇和阿峰就显得有些寒酸了，他们各自只拿出5万现金，脸上带着局促的笑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自己就是来凑个热闹，顺便参与一下，输完就退场。为了能让牌局持续的久一些，大家商量后决定以100元为底，1000元封顶。毕竟今天是周五，除了叶孙勇和阿峰第二天要上班，其他人都无需早起，可以尽情享受这场牌局带来的刺激与欢乐。钟倩薇今晚的打扮格外引人注目，身着一袭黑色的性感晚礼服，深 V 领口设计将她优美的锁骨和傲人的事业线展露无遗，裙摆开叉恰到好处，每走一步都若隐若现地露出修长美腿，耳垂上戴着一对璀璨夺目的钻石耳坠，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在灯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她优雅地坐在牌桌前，顿时吸引了几个大男人的目光。罗大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高乾虽然表面上装作镇定，但他频繁的咽口水的动作还是暴露了内心的波动。在这种氛围下，钟倩薇的牌运似乎也格外好，一路狂赢，筹码堆得越来越高。我在牌局中则显得比较低调，没有使用任何特殊手段，就按照正常的方式和他们玩着。因为今晚的牌桌上没有像阿强那样的仇人，就这样我也输了好几万，但我并不在意，眼神时不时地瞥向高乾，总觉得这个人身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很快，阿峰和叶孙勇的5万块钱输光了，他们无奈地摇摇头，只能下场坐在一边看热闹。高乾对身后有人极为敏感，阿峰好奇地凑到他身后，想看他炸金花，立刻就引发了他的强烈不满。高乾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他怒目圆睁，对着阿峰大声呵斥：“谁让你站我后面的？离我远点！”阿峰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能灰溜溜地坐到了我的身后。叶孙勇则笑嘻嘻地坐到了钟倩薇身后，能看他炸金花，还能看绝美风景，的确是无比美好，输钱也就无所谓了。从这之后，牌局的风向彻底改变，高乾开始疯狂赢钱，而且赢得让人匪夷所思。他的牌技仿佛出神入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根本捉摸不透。你认定他是在偷鸡，结果翻开牌面，他却是一手金花。你觉得他肯定拿着大牌，准备谨慎应对，他却只是拿着很小的牌，炸得你头皮发麻。虽然他也不是每把都赢，但每次输的时候，他都能精准地判断局势，及时止损。就这样，没过多久，他面前的钞票就像小山一样越堆越高，很快就赢了100多万。钟倩薇也开始顶不住压力，由赢转输。我和罗大胖就更不用说了，短短时间内各自都输掉了30多万。看着自己不断减少的筹码，再看看高乾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叶孙勇和阿峰在一旁小声嘀咕起来：难道今晚又有人要通吃？他们瞪大眼睛，紧紧盯着高乾的一举一动，满脸怀疑，显然认定他出了老千。靠，不会真是个老千吧？偷偷在袖子里面藏了牌不成？我心中也充满了疑惑。曾经看过不少老千的小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想要在牌局中稳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老千。但我和高乾并不熟悉，不清楚他以往的牌运如何，所以一时之间也不敢轻易下判断。除非我能悄悄知道他手中的3张牌是什么，这样就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出老千。可是这谈何容易，我没办法碰到他的牌，他也绝对不会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就在我绞尽脑汁思考对策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惊讶地发现，财戒中的部分灵气竟然汇集成了一条透明的细线，从戒指中缓缓蔓延出来，又顺着我的手指延伸出去，如同一道无形的触角，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高乾面前的3张牌上。紧接着，信息浮现我的脑海：黑桃5，无名小厂生产，有人为暗印，无价值；黑桃9，无名小厂生产，有人为暗印，无价值；黑桃10，无名小厂生产，
有人为暗印，无价值。卧槽！现在财界可以鉴定我手指碰不到的东西了。我满脸震撼，眼睛瞪得像铜铃，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想到吸入戒指中的灵气竟然还有这样神奇的妙用。震惊过后，我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高钱果然出老千了。所谓的人为暗印，无疑就是高钱自己偷偷做上去的记号。我当然听说过，有一些老千擅长在麻将扑克背面做各种千奇百怪的记号，这些记号的规律外人根本无法辨识，但他们自己却能通过这些记号准确知道每张牌是什么。而且高钱的伎俩肯定不止于此，他必定还精通发牌时换牌的技巧，否则他不可能总是拿到金花、对子甚至3条这样的好牌。这一把毫无意外又是高钱赢了，因为他亮出的牌是金花，而我只是一对 K， 钟倩薇和罗大胖也都是杂牌。很明显这一把他就是冲着我来的，希望我能大胆跟住，好让他大捞一笔。但我早已看穿他的把戏，早早的就弃牌了。我不动声色，继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也在等待着反击的机会。很快下一把牌翻了下来，这一次对方又给我发了一手看似极好的牌，789的黑桃顺金。然而当我用灵气查看高钱的牌时，心中猛地一惊，他竟然是红桃 JQK 的顺金，比我的牌还要大。罗大胖的牌是方片 5K 的金花，钟倩薇则是梅花7 9K 的金花。看到这样的牌面，所有人都变得疯狂起来，开始疯狂地跟注。赌注从几百一路加到几千，连续跟了10几次之后，很快就达到了1万的封顶。我心里明白，对方这是想速战速决，一把牌结束战斗，这样他就能赢走160万，然后潇洒的离开。这一招不可谓不狠毒。罗大胖、钟倩薇和高钱先后开牌，看到高钱的牌面后，罗大胖和钟倩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滚落下来，浸湿了衣领。罗大胖苦笑着摇头，竟然遇到了顺金，今天这运气真是没谁了。钟倩薇也满脸郁闷，叹了口气说，今晚的手气开始还行，后面就不行了。看着他们的反应，我心中暗自思忖，似乎他们都没看出高钱出老千了。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是一伙的，故意设局想要赢我这个新人，否则面对如此反常的牌局，他们不至于一点怀疑都没有。张扬，开牌啊，你压住牌有什么用？难道还能变不成？高钱见我迟迟不开牌，语气中带着不耐烦。你以为你赢定了？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挑衅。我当然没认为自己赢定了，不是让你开牌吗？高钱差点说漏嘴，不过他反应极快，迅速地掩饰过去。我心中冷笑一声，大喊一声，给我出豹子，然后猛然把牌掀开，赫然就是3张 KO 组成的豹子。哇塞，豹子！张扬，今晚你终于硬气了一次。阿峰和叶孙勇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地大喊大叫。他们和高钱并不熟悉，当然希望我能赢。不可能！高钱的眼睛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为什么不可能？你次次赢就可能了，我赢一次就不可能。我死死地盯着他，眼神中充满了质问。你说什么屁话？3个 Q 为什么就不可能？罗大胖也察觉到不对劲，恶狠狠地看着高钱。你不会知道我们的牌是什么吧？我早就怀疑你了，混蛋，你是不是出老千了？钟倩薇也愤怒地站起身，指着高钱大声说道，不好意思，我说错话了，对不起，但我真没出老千，否则你们也不至于看不出问题，对吗？高钱见势不妙，马上换上一副笑脸，连连道歉。那就继续吧，换一副牌。现在我基本确定罗大胖和钟倩薇不是和高钱一伙的，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也不能直接戳破高钱出老千的事实。很快一副新牌拿了过来，我和高钱之间的对决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高钱的钱比我多，而且他是个非常厉害的老千，凭借他的经验和手段，一定能轻易发现牌的数量不对。刚才那一局他没发现我有问题，是因为他认定我们3人都是肥羊，根本没想到我藏牌出千。但现在他已经确切知道我出老千了，肯定会格外注意，所以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藏牌。而且对方擅长换牌和记牌，想要赢他绝非易事。就让罗大胖洗牌，然后发牌，没问题吧？我冷冷地看着高钱，我要废掉他发牌时换牌的特长。没问题。高钱脸上露出一副淡然的表情，似乎对自己的牌技充满了信心，觉得即便这样他依然有必胜的把握。嘿嘿嘿，那你输定了。我在心中冷笑，从这一把起我改变策略，再也不看牌了，就一路闷到底。当然一旦通过财界鉴定到自己的牌不如对方，我也会早早放弃。让我安心的是，鉴定扑克牌消耗的精神力很少，有了财界的帮助，对方想要偷鸡根本不可能。在我的应对下，高钱很快就乱了阵脚，输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看牌不是，不看牌又不是，
整个人变得无所适从，脸上满是疑惑和焦虑。他当然知道我出老千了，但就是搞不明白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每当他好不容易做好暗记，我就马上换一副牌。这一下彻底把他激怒了，他气得脸色铁青，双手紧握成拳，差点没当场吐血。他很想藏牌，但又认定我是比他更高明的老千，又不敢藏，被抓住就死定了。就这样，很快他就输得精光。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敢有任何停留和耽搁，随便找了个借口就灰溜溜的走了。来，我们继续。我笑着招呼着罗大胖、钟倩薇、叶孙勇和阿峰4人，把他们之前输掉的钱又还给了他们。众人非常感激。钟倩薇还在我耳边吐气如兰地问道：张扬，高钱是不是出老千了？他应该是在牌上做了记号，还擅长换牌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否则就喝破了。我笑着回答道：那你又是怎么赢他的？众人脸上充满了好奇。我不让他洗牌和发牌，打一会又换一副牌，他就没办法换牌，也不好做暗记了。他自然就不知道我是什么牌，而我就和他赌运气，不看牌面到底。他的运气不如我，自然就输定了。我半真半假的搪塞道：牛逼！4人纷纷对我竖起了大拇指，眼中满是敬佩。罗大胖这时也说起了高钱的来历，原来他是罗大胖的发小，一直在北方那边混，这一次是来出差。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发小竟然是个高明的老千，不禁连连摇头，感叹人心难测。接下来我们继续愉快的炸金花。没了高钱这个老千搅局，我也没再出千，大家就这样公平的玩着，氛围轻松而愉快。反正我已经赢了高钱的50万，今晚也算是收获颇丰。正当我们玩得酣畅淋漓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有人用力敲门，大声喊道：开门，快开门，警察查房！我们5人的头皮瞬间发麻，脸色变得惨白。桌上可是有210万现金啊，一旦被警察抓个现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罗大胖、钟倩薇、叶孙勇和阿峰4人彻底慌了神，他们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我却没有慌乱，快速的指挥他们把钱收进袋子和箱子里面。我拿着跑进了洗手间，关好门，从门缝里面好奇的往外张望。4个家伙也还算机灵，马上每人取出了一些零钱，大概几10元的样子，装作一副在玩小赌注炸金花的样子。罗大胖强装镇定，黑着脸喊道：警察？我才不信是警察，你们别逗我们了，我们都在过周末，警察查房干啥？我不信。钟倩薇也在一旁附和，声音却有些发颤。咔嚓一声，门被强行破开，4个警察冲了进来，为首的赫然就是赵一彤和那天抓我的男警杜斌，另外2个警察年纪较大，40岁的样子，他们眼神锐利，表情严肃，身上散发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卧槽，真是警察！警察，你们查房干啥？我们就玩点小牌，没犯法吧？4人一个个毛骨悚然，汗毛倒竖，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有人举报你们在聚赌，数额巨大。赵一彤眼神冰冷，语气严肃地说道：一定是有人开玩笑，一定是有人污蔑，一定是有人误会了，我们就是朋友之间吃饭打牌玩玩，赌注很小的，也就1元。4人飞快地辩解着，心里都希望能蒙混过去，千万不要让警察去洗手间搜索。但警察十分精明，一进来就开始在包房里搜索。赵一彤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洗手间，他径直走过去，冷冷地推门，发现门推不开，就开始用力地拍门。若你还不开门，我马上踹开了。听到这话，罗大胖他们4人吓得浑身打哆嗦，脸色变得毫无血色。我赶紧把门打开，装作一脸善笑地说：赵一彤，你能不能别这么凶？吓得我差点尿在裤子里面。张扬。赵一彤满脸惊讶，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我。卧槽，绝处逢生啊！张扬认识这美女警察。罗大胖他们4人心中狂喜，但还是很紧张，因为认识警察不一定有用。又是你，张扬，这一次你绝对逃不掉。杜宾眼睛一亮，露出得意的笑容，飞快地冲了过来，伸手就要把我从厕所里面拉出来。但赵一彤却拦住了他，淡淡地说：杜宾，你别这么粗鲁，这一定是一场误会，有人在报假警。误不误会，进去看看就知道。赵一彤，你不会是想包庇他吧？杜宾气呼呼地问道。上次他就因为嫉妒我长得帅，觉得赵一彤对我态度不一样，莫名其妙就放走了我，否则说什么也要关押我一晚上。赵一彤说完就一把将我拉了出来，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看你干的好事。显然他认定我把赌资藏在了里面。随后他走进洗手间，顺手把门关上。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杜宾站在原地，眼神中满是怀疑和不满，时不时朝洗手间的方向张望。另外2名年长的警察继续搜查房间，他们仔细翻看每一个角落，连沙发底下、窗帘后面都不放过，还不时拿起桌上的物品查看。罗大胖等人站在一旁，
大气都不敢出，额头上不断冒出冷汗，眼神中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大约过了几分钟，洗手间的门终于打开了，赵一彤走了出来，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疑惑。他在里面仔细地搜索了每一个角落，甚至打开窗户往下面看了看，下面还有其他警察守着，若是有人把东西扔下去，一定会被发现。可他什么都没搜到，这让他心中也有些纳闷。你们有没有搜到赌资？赵一彤看向另外2名警察，语气平淡地问道。没有。2名警察的表情有些古怪，他们也没想到会一无所获。杜宾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他怎么都不相信我们没有剧赌，认定是赵一彤在包庇我。那就收队。赵一彤冷冷地说完，便一马当先地往外走。他的步伐坚定，身上的警服随着动作轻轻摆动，展现出一种飒爽的英姿。杜宾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咬了咬牙，突然冲进洗手间，快速地扫视了一圈。他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但他确实没看出什么异常，再加上赵一彤回头冷冷地看了过来，那目光冰寒刺骨，似乎在警告他不要乱来。队长，我是想上厕所。杜宾缩了缩脖子，强装镇定地解释道。说完，他便灰溜溜地走出了洗手间，跟在队伍后面离开了。我的妈呀，刚才真是吓死我了。是啊，我还以为这次完蛋了呢。张扬，幸好你认识那个美女警察，否则今晚麻烦大了。罗大胖等人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表情，都认定是警察包庇了我，否则不可能搜不出到我藏进洗手间的东西。这事儿必须烂在肚子里面，否则麻烦很大。我当然不会解释，反而继续误导他们，然后转身走进洗手间，悄悄从财戒中拿出了装钱的塑料袋、皮箱，然后又将纸拿出了洗手间，还给了他们。经过这一遭，大家也没了继续玩牌的兴致，纷纷收拾东西离开。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感慨万千。今晚的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先是与老千高前的对决，接着又惊险地躲过了警察的搜查。看来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危险的世界里，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才能站稳脚跟。而财戒无疑是我最大的依仗，他的秘密或许还远远不止我目前所发现的这些。旋即我就在思忖一个问题，今晚警察怎么突然出现？难道又是有人在针对我？于是我拨通了赵一彤的电话。大美女，下班了吗？下班了。他的回答简洁干脆，带着警察特有的利落劲儿，没有丝毫多余的语气词。长夜漫漫，寂寞难耐，约吗？我用带有磁性的声音撩道。夜色如浓稠的墨汁，将城市笼罩其中。街边的路灯散发出昏黄的光晕，在地面上染出一个个模糊的光圈。我坐在驾驶室中，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正在给赵一彤打电话。如此说话是因为知道他的习性，喜欢帅哥撩他。约。赵一彤果然很开心，娇笑着答应了。没过多久，我便在附近一家烟火气十足的大排档见到了赵一彤。他依旧身着那身笔挺的警服，肩章上的警徽在路灯下泛着冷冽的光。他身姿挺拔地走来，每一步都带着令人心安的力量感，周围食客的目光不自觉地被他吸引，而他却仿若未觉，眼神专注地朝我走来，英姿飒爽的模样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我们选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桌上的白炽灯散发着暖黄色的光，照亮了他精致的五官。老板很快端上一锅咕嘟冒泡的砂锅粥，米粒在浓稠的汤汁中翻滚，虾仁、瑶柱的鲜香混合着葱花的清香，袅袅挪挪地升腾起来，弥漫在我们之间。我一边给他盛粥，一边思索着该如何开口，而他却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放下手中的勺子，直视着我的眼睛，率先打破了沉默。你是不是得罪了一个叫阿强的人，所以他一而再地举报你？原来又是阿强举报，我恍然大悟。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阿强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今天他赌石亏掉了500万，柳青雅也在此时选择和他分手，双重打击之下，他的世界想必早已崩塌，而我这个曾经被他轻视的人，如今却在赌石场上大放异彩，仅仅是今天就赚了2个亿。而且他曾经深深爱着却连手指头也没能碰到的女朋友李沁，如今是我的女人。我身边还有袁雪羽那么漂亮的顶级美女，那么嫉妒、愤怒与不甘一定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他困在其中，想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我的身上。想必是叶孙勇、阿峰参加牌局的消息传到了他耳中，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举报。这般无差别伤害的举动，当真是狠辣至极，等同于疯子。那就是我曾经的同事有一些矛盾，我含糊地搪塞过去，不愿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为了转移注意力，我赶忙问道：道门秘典你修炼的怎么样了？还行。赵一彤低头舀起一勺粥，轻吹2下送入口中，语气平淡得听不出任何情绪。还行是啥意思？我往前倾了倾身子，脸上满是疑惑和好奇。他抬起头，美目白了我一眼，语气带着几分无奈。字面意思啊，你不懂修行就别追问了。被他这么一说，
我反而来了兴致，得意洋洋地挺直了腰板。我做梦会修行，最近我天天晚上都做梦，都已经在修炼道门秘典第2浮屠了，距离第3浮屠不远了。这话并非夸大，那些在梦中流转的灵气，贯通的经脉，每一个细节都真实的仿佛触手可及。赵一彤一口粥差点喷出来，噗，你的丹田都没开发，还是原始状态，你根本就修炼不了，做梦有个屁用。他一边笑一边摇头，眼里满是对我的调侃。我趁机追问道，丹田开发必须小时候对吧？那是当然。他又赏了我一个白眼，仿佛在看一个无知的孩童。好奇心如同破土而出的嫩芽，疯狂生长。我忍不住继续问，丹田到底是个啥东西？里面的空间有多大？赵一彤放下勺子，神色变得认真起来。他微微皱眉思索片刻后说道，因人而异，有的有房间那么大，有的只有箩筐那么大，前者天赋好，后者天赋差。但不管天赋如何，因为某种原因，道门秘典第3浮屠很难修炼成。现在我还停留在第1浮屠，我还想继续刨根问底，他却摆了摆手，一脸嫌弃道，你又修行不了，问什么问？真是搞不懂你是啥脑回路。随即他压低声音，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你这混蛋，最近赌石发财了，赚了几个亿？没有啊，我下意识的否认，眼神有些闪躲，手中的筷子在碗里无意识的搅动着。你就别否认了，我姑姑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了，你先后赌出了冰诺重阳绿、玻璃重阳绿、玻璃种正阳绿，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卖我一套玻璃重正阳绿翡翠首饰。赵一彤冲我翻了翻白眼，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我故意坏笑着反驳，一套玻璃重正阳绿翡翠，镯子、玉佩、戒指、项链加起来价值过1000万了，你一个小小的警察买得起？你也就赌石捡漏赚了点钱，就这么骄傲了？你把那翡翠全部卖给我，我也买得起。他昂起头，眼神中满是傲娇，那富大小姐的模样展露无遗。不好意思，忘记你是顶级白富美了，但这样的宝物可遇不可求，我是打算将之送或者卖给我女朋友的，你还想要吗？我半开玩笑的说道，目光紧紧盯着他的反应。张扬，你别对我口花花，你就是个普通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看上你，除非你也能如同我一样身怀绝技。赵一彤嘴上嫌弃，脸上却不自觉地浮现出淡淡的笑意，眼波流转间竟有几分少女的羞涩。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砂锅粥的热气渐渐消散，桌上的空盘也越来越多。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我最终还是答应卖他一套首饰，他这才心满意足地露出笑容。吃完夜宵，赵一彤走向他那辆低调却不失质感的宝马车，他打开车窗，夜风掀起他耳后的碎发，露出精致的耳垂。他突然扔给我一本厚厚的书，纸张泛黄，封皮上的字迹也有些模糊，透着一股古朴的气息。这也是非常古老的典籍，记载着非常神奇的东西，若你能领悟或者掌握部分，对你有着巨大好处。谢了。我大喜过望，双手接过书，触手是粗糙的质感。等赵一彤驾车离去，我迫不及待地轻轻抚摸古籍，开始鉴定。鉴定信息浮现脑海，江湖易容秘术36变，假传就是页面内容，真传阅读单页最后一行，图逢3为真，价值巨大，值得你拥有。卧槽，易容秘术36变，还有假传和真传之分，估计连赵一彤都不知道真传吧。我目瞪口呆，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前有道门秘典，后有36变，原来古人竟是这样隐藏秘密的。若不是财界具备神奇鉴定能力，即便得到这本秘籍，也只能学到皮毛，与真传天差地别。我小心翼翼地将书收进财界中的万宝楼，心中对赵一彤的感激又多了几分。随后，我给阿峰、叶孙勇、罗大胖、钟建威都发了微信信息，我已经打听到今晚的原因了，是阿强那混蛋举报了我们。信息刚发出去，4人的回复便接连而至，太混蛋了，必须弄死他。字里行间满是愤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暴跳如雷的模样。阿强，你就等着无穷无尽的报复吧。我冷笑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正要驾车回家，手机却又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我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那些被我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如同被搅动的尘渣，纷纷涌上心头。我握着手机，手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沉吟了许久，最终还是接通了电话。张扬，下个月爷爷要过70大寿，你准备好礼物了吗？若没有的话，我建议你用赌石得到的玻璃种正阳绿翡翠，那他或许会允许你回到家族，你就不用在外面流浪了。电话里传来三姐冰冷而疏离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刺扎进我的心里。你在说什么？怎么我听不懂呢？我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语气冷漠的仿佛在和陌生人说话，同时心中涌起了浓浓愤怒。5亿的翡翠做祝寿礼物，你们做梦想吃屁呢？今天你赌石赌出了玻璃重正阳绿和冰诺重阳绿，
你当我不知道吗？他的话语中带着嘲讽和质问，仿佛早已认定了答案。你是在做青丘大梦吧？我能赌出那样的翡翠？你当我是神仙？我当然不愿意承认，心中却明白，定是今天赌石的场景被人拍照，照片在网上流传，这才被三姐认出来了。难道真不是你，而是一个和你相像的人？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怀疑。当然不是我。我继续矢口否认。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赵一彤要给我36遍的易容秘籍了。赌石这一行太容易被人拍照，一旦用真面目示人，很容易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惦记，从而带来危险。但若有了易容之术，便能很好的隐藏自己的身份，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也不认为是你，我们张家最没出息的弃手，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幸运？下个月爷爷过寿，你就别回来了，你没那个资格。三姐的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狠狠剜着我的心。就是请我也不会回去，我早就不是你们张家的人，你不要脸上贴金。我冷冷地说完，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回到家时，墙上的挂钟显示已经12点了。客厅里，袁雪雨正躺在沙发上熟睡着，暖黄色的落地灯洒下柔和的光晕，将她笼罩其中。她穿着雪白的吊带短裙，纤细的腰肢与修长的双腿在灯光下若隐若现，绝美的娇躯曲线毕露。艳丽的俏脸安静地枕在沙发靠垫上，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乌发铺设在沙发上，均匀的呼吸声轻轻响起，美得惊心动魄。我一时看呆了眼睛。最终我轻手轻脚地回了房间，生怕惊醒了他。等我洗漱完毕探头出来看时，发现他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睡得十分香甜。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妞的心也太大了，竟然在沙发上就这么睡着了，也不怕着凉。我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她的身体柔软而轻盈，带着淡淡的香气，仿佛一团温暖的云朵。我走进她的房间，将她轻轻地放到床上躺好。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开时，她却突然搂住了我的脖子，不肯松开，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咂巴着红艳艳的嘴巴，脸颊泛起红晕，像是在做着什么美梦。她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她身上浓郁的芳香萦绕在鼻尖，随着呼吸在肺部进进出出。我的目光慢慢地定格在她那娇艳性感如同桃花出绽的红唇上，一股强烈的冲动在心底翻涌。吻她，理智却在不停地提醒我不能这么做。她是李沁的闺蜜，而且她也绝对不是随便的女人。可我的身体却像是不受控制一般，还是一点点地靠近，眼看就要碰触到她的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雪雨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房间里的暧昧氛围。她瞬间清醒过来，飞快地松开我的脖子，脸上泛起红晕，弱弱地娇嗔道：张扬，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呀？你在沙发睡着了，我就把你抱进来。我尴尬地解释道，耳朵尖都红透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接个电话，袁雪雨显然相信了我的话，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一个非常磁性的男声从电话中传出来：雪雨，明天上午10点，我在商业广场等你，我们先去看电影，再一起吃饭。好呀。袁雪雨娇媚的答应，就飞快地挂断了电话，脸上密布着艳丽的红云，眼神有些慌乱。男朋友？这个时候我已经走到了门口，心中莫名的涌起一股酸涩，忍不住转身问道：你希望是我男朋友？袁雪雨娇嗔着问，美目流转间带着一丝娇嗔。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内心里我当然不希望是她男朋友，可我是有女朋友的，而且女朋友还是她的同事加闺蜜。一旦她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告诉李沁，那麻烦可就大了。最后我只能抓了抓头发，尴尬道：你这么年轻，才20岁，谈男朋友还太早了。你直接说不希望我谈男朋友不就好了，拐弯抹角干啥呀？袁雪雨白了我一眼，但那是一个很帅很有魅力的男人，我很喜欢，可能会成为我的男朋友。好吧。我有点郁闷地往自己房间走去，脚步显得有些沉重。或许是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袁雪雨探头出来坏笑道：张扬，你别伤心了，那是我联系的一个富二代，他有个损坏的宝物，据说很值钱，明天带给我看，但他又想打我主意。我哪里伤心了？我心中莫名的一喜，回头装作一副羞恼的样子道。但他的房门已经关上了，也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回到房间，我取出笔记本电脑，坐在书桌前疯狂地敲打键盘，慢慢将36遍真传的内容仔细整理出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整理完毕后，我兴致勃勃地开始阅读。原来假传也是易容秘术，是使用药物来易容，通过特殊的配方改变肤色，但真传却是用真气来易容。先要打通脸上众多细小的经脉，让真气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脸部肌肉和皮肤通行。一旦需要易容，伸手抹一下脸，容貌就会彻底改变，甚至可以改变肤色，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总共有36种变化，
也就是36个不同的身份。熟练之后，可以在36个不同容貌中快速切换，好神奇！我暗暗感叹，可随即又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没有真气，只是个普通人，注定施展不了真气易容，也注定掌握不了36变真传。不过配置一些易容丸还是可以的，再制作一些道具，将它们都放在财界中，需要易容的时候就取出来使用。赵一彤对我真不错，这朋友交得值。我躺在床上回想着今晚发生的一切，心中满是感慨。很快困意袭来，我往床上一躺，便沉沉睡去。朦朦胧胧之间，我发现浓郁的灵气从财界中蜂拥而出，在我体内的经脉中快速的运行。一部分灵气走的就是道门秘典的第2浮屠路线，另一部分则通过特殊的经脉来到了我的脸部，开始一点点地开通36变记载的经脉。我又做梦了，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意念，随后便彻底地进入了梦乡，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什么都不知道了。清晨，我悠悠转醒，总觉得脸皮非常的敏感，似乎凉飕飕的，仿佛有丝丝凉气在皮肤表面游走。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估计是今天早上温度比较低的原因吧。毕竟昨夜下了一场雨，此刻窗外还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雨丝如牛毛般从天上抛洒下来，弥漫了整个空间，将一切都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我和袁雪雨出门吃早餐，今天她打扮得格外漂亮，精致的妆容让她的五官更加明艳动人，衣着清凉又性感，吊带露肩上衣搭配超短裙，露出大片白皙的肌肤，乌黑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头，随着步伐轻轻晃动，身上散发着淡雅的香水味，芳香扑鼻，勾得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目光几乎都移不开了。由于下雨，我们共打了一把伞，我左手握住伞柄，将伞倾向他那边，防止他被雨水淋湿，右手则很自然地揽住袁雪雨那莹莹一握的小蛮腰，心中有些忐忑，不知道她会不会躲开。毕竟昨夜她似乎点破了我喜欢她，不希望她谈男朋友的事实。袁雪雨的娇躯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后便更加亲密地依偎在我的怀里，她的头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脸上也浮出了淡淡的红晕，更是为她增添了3分艳丽。其实昨天我们就这么做过，当时是为了应付一些特殊场合，等于就是在假冒情侣。可今天这样的接触却让我心跳加速，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兴奋。我深深地呼吸着她身上醉人的芳香，感受着她娇躯的柔软和温度，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前我没有家人，也没有亲人，但现在李庆、袁雪雨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还有赵一彤那样的朋友。我要变成大富豪，我要生活得无比幸福，让曾经的所谓家人去后悔吧。同时手臂不自觉地微微收紧，将袁雪雨搂得更紧了些，而她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往我怀里又蹭了蹭，像是回应，又像是撒娇。早餐后，我们驾车来到商业广场，阴沉的天色让广场上的霓虹灯都显得有些暗淡，雨水顺着建筑玻璃蜿蜒而下，在地面汇成细小的溪流。袁雪雨倚在副驾驶座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车窗，眼神狡黠又带着几分期待。等下你如此这般。他凑近我，温热的呼吸拂过耳畔，将计划轻声说出，末了又认真地叮嘱，信念圆睁，你可不能坏事，否则我被人占了便宜，你就后悔去吧。他的语气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可眼底那抹信任却让我心头一暖，当即拍着胸脯保证，放心，有我在，没人能欺负到你。看着他下车时撑着伞，裙摆被风吹起又落下的模样，我深吸一口气，将所有杂念抛诸脑后。商场大厅里温暖得很，与外面的湿冷形成鲜明对比。我刻意与袁雪雨保持着10几米的距离，佯装漫不经心地浏览橱窗里的商品，余光却紧紧锁定着她的身影。玻璃幕墙映出她今天的模样，宛如春日里最动人的风景。不多时，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阔步走来，深灰色定制西装贴合着他挺拔的身形，衬得肩宽腰窄，举手投足间尽显精英气质。他左手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布料上隐约透出瓷器的轮廓，右手握着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花瓣上还凝着晶莹的水珠，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那腕表表盘简洁大气，表带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显然价值不菲。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在袁雪雨身上时，眼中炽热的欲望毫不掩饰地喷涌而出，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噬。这般直白的眼神让我心头警铃大作，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雪雨，今天的你真是太美丽了，比天上的仙女还要漂亮，比穿空姐服还要迷人，让我一眼沦陷，彻底迷失。男人停在袁雪雨面前，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里满是沉醉与痴迷。他微微躬身，将玫瑰递上前，馥郁的花香瞬间弥漫开来，袁雪雨双颊泛起动人的嫣红，宛如春日里初绽的桃花。她低垂着眼睫，纤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扇形的阴影，轻声说道：谢谢宋少。她的指尖轻触玫瑰，指甲上淡粉色的扣单与花瓣相互映衬，美得不可方物。
紧接着，他抬眸问道：“损坏了的宝贝带来了吗？”“当然带来了，不过我们还是先去看电影吧。”宋少的语气急切，显然更想与袁雪羽共度二人时光。他伸手试图去拉袁雪羽的手，却被他不着痕迹地躲开。袁雪羽轻轻咬了咬下唇，妩媚地白了宋少一眼，眼波流转间满是风情。“先看看是什么宝贝吧，看电影不急，今天我休息，有的是时间。”那模样清纯妩媚又温柔如水，勾得宋少心痒难耐。“好吧。”宋少无奈地叹了口气，目光却始终粘在袁雪羽身上，已然是神魂颠倒。他带着袁雪羽来到商场休息区，此处摆放着几张原木色的桌椅，周围点缀着绿植，营造出静谧的氛围。两人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宋少小心翼翼地将布袋放在地上，单膝跪地，如同对待稀世珍宝般，缓缓从布袋中取出一个物件。那是一只瓷器碟，甫一亮相，便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宋少轻轻地将其放在桌面上，神情肃穆，痛心疾首道：“这是我爷爷收藏的元青花与枣文折岩盘，当时是从国外拍回来的，花了6888，5万人民币。可惜如今已经摔碎了，现在是用鸡蛋清粘起来的，根本不值钱了。”他的声音里满是惋惜与痛心，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遗憾。“什么？6000多万的元青花？”袁雪羽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他瞪大了双眼，眼神中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红润的嘴唇张成了 O 型。我同样惊得目瞪口呆，只觉心跳陡然加快，血液在血管中奔涌。元青花的威名如雷贯耳，即便普通人也知道其价值巨大，没想到今天竟能目睹，还是如此珍贵的与枣文折岩盘。我强压下内心的震撼，悄悄朝着他们的方向靠近，一边走一边在脑海中飞速回顾元青花的知识。元青花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要知道，青花瓷生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元朝蒙古人推崇蓝白两色，为元青花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元青花在延幼期发展缓慢，工艺粗糙，至正期达到顶峰，工艺成熟。元末因战争等因素生产条件变化，采用多种原料制作不同物件，主要生产地集中在景德镇一带，云南的建水窑和玉溪窑也有生产，浙江及江西吉安等地有报道称在元代烧制过青花瓷，但情况不详。元青花可分为纪念款、吉言款、唐明款、赞颂款和纹饰款等，其造型胎体厚重，具有典型的蒙古及汉文化特征，釉层较薄且呈青黄色，青料有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之分。纹饰不仅作为装饰，也逐渐成为文化载体。整体款制较少。元青花是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结晶，反映了元代的社会风貌、文化习俗以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元青花蓝色花纹与洁白胎体交相辉映，宛如水墨画，被文人墨客赋予特殊文化价值取向。它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次以手绘介入的记录，使瓷坯器型的主体地位退居其次，器上绘制成为主要价值体现。元青花开启了中国传统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为明清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彩瓷的出现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其装饰纹样布局华丽，绘制精致，图案题材丰富，有缠枝莲、牡丹、龙凤、人物故事等。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的制作工艺、保存条件等因素，流传至今的元青花数量稀少。据不完全统计，元青花瓷在国内约100件，国外有200多件。物以稀为贵，这使得元青花在收藏市场上备受珍视。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2005年7月12日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另外，元青花龙纹4季扁平，拍卖价格也达到9790万人民币。终于走到近处，我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打量眼前的折岩盘，它直径约45厘米，在灯光的映照下宛如一轮散发着神秘光芒的满月，胎质致密紧实，透着古朴厚重之感，仿佛承载着千年的岁月。盘内外饰的白釉莹润光洁，如同一汪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光影，又似冬日清晨的霜雪，纯净而灵动。沙底无釉，粗糙的表面上明显的跳刀痕纵横交错，那是古代工匠手工制作时留下的印记，每一道痕迹都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仿佛在轻声讲述着元代窑炉旁的故事。釉下的青花发色纯正，幽晶明丽，正是苏麻离青的独特魅力。隆重之处，黑色铁锈斑宛如从胎骨中自然生长而出，若用指尖触碰，一定能感受到铁斑处微微凹陷，仿佛是岁月留下的吻痕。银光斜视，铁斑泛出迷人的曦光，星星点点，恰似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神秘而深邃，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探寻它的奥秘。盘上的纹饰
繁复精美却又层次分明，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壮丽画卷。外壁的缠枝莲纹与缠枝石榴纹连绵不绝，花朵或含苞待放，或肆意盛开，花瓣细腻，纹理清晰，叶片舒展，叶脉流畅，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环绕盘身，仿佛生命的长河永不停息，寓意着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内口沿的十字锦纹与海水波涛纹宛如灵动的花边，为盘子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灵动。十字锦纹整齐有序，横竖交错，如同精巧的棋盘。海水波涛纹汹涌澎湃，浪花翻卷，仿佛能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内壁的缠枝牡丹纹姿态万千，有的侧手含羞，有的昂首挺胸，花朵硕大饱满，花瓣层层叠叠，尽显雍容华贵。以同样的二方连续形式环绕内壁，彰显出富贵与典雅的气质。而盘心无疑是整幅画卷的灵魂所在。双鱼水藻纹栩栩如生，两条鲤鱼一上一下，在水藻睡莲间欢快嬉戏。上方的鲤鱼悠然自得，缓缓游动，鱼尾轻轻摆动，划出优美的弧线，仿佛在享受水中的宁静。下方的鲤鱼活力满满，奋力跃起，鱼嘴大张，似乎在与同伴玩耍，溅起的水花仿佛要跃出盘面。周围的水藻与睡莲随着鱼儿的游动轻轻摇曳，浮萍点缀其间，营造出一个生动鲜活、情趣盎然的水下世界，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悠然与惬意。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盘上3道裂痕如蜘蛛网般密布，无情地割裂了这份完美。它们从边缘延伸至盘心，仿佛岁月留下的伤痕，诉说着曾经的不幸。看着这破碎的珍品，我心中既惋惜又兴奋，惋惜它的破损，又兴奋于它的价值与潜在的修复可能。我连忙退到一旁，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给袁雪雨发微信消息。应该是真的元青花，你花1000元买下来。破碎的瓷器，即便曾经价值连城，如今也大打折扣，这是绝佳的机会。袁雪雨很快收到消息，她美目流转，娇声说道：宋少，这瓷器虽然破碎不值钱了，但我还是挺喜欢它的历史价值的，卖给我吧。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与撒娇。宋少皱起眉头，面露迟疑。虽然不值钱了，但我是从爷爷的宝库中拿出来的，他若发现不见了，一定很生气。袁雪雨向前倾身，柔声道：你爷爷每次看到这破碎的瓷器，一定很心痛很难受，对他的身体不好，不如就这么处理掉，那他眼不见为净，心情会更好，身体也会更加健康。他的声音温柔而有说服力，眼神真挚，仿佛真的在为宋少的爷爷着想。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早就想将之处理掉，扔垃圾桶又舍不得，我也一样心痛，送给你我就感觉很舒服，既然你喜欢，就送给你了。宋少连忙说道，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不，你必须卖给我，送个破碎的瓷器口风不好。袁雪雨说着，从精致的手提包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合同，动作优雅而娴熟。他快速填上1000的金额，写下自己的名字，详细说明了情况，然后轻轻推到宋少面前，微笑着递上笔。宋少接过合同，飞快地瞥了几眼，便大笔一挥，签上了名字。袁雪雨立即手机转账1000元过去，宋少毫不犹豫地接收了，随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碟子收进布袋，递给袁雪雨。袁雪雨双手紧紧抱住布袋，身体微微颤抖，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深知这宝贝修复后的价值，那将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远比昨天卖出的画还要珍贵得多。雪雨，你别紧张，虽然它曾经价值6000多万，但现在就是个破碟子，一文不值。宋文斌笑着说道，伸手想去搂抱袁雪雨的肩膀，却又被他巧妙避开。走吧，我们去看电影。宋文斌道。好呀。袁雪雨满脸娇羞，与宋文斌并肩而行，朝着电影院的方向走去。我见状，立刻按照计划快步冲了过去，脸上堆满嫉妒与愤怒。雪雨，你在干什么？他是谁？声音洪亮，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袁雪雨满脸慌张，杏眼圆睁，结结巴巴道：老公，我就是来买一个破碎的瓷器，没做别的。他名叫宋文斌，是宋家的大少爷，但他有女朋友的，我和他真没有任何暧昧。那模样像极了被当场抓包的小媳妇。宋文斌顿时满脸黑线，气得脸色涨红，胸膛剧烈起伏，仿佛下一秒就要爆发。他满心期待的浪漫约会，此刻化为泡影，心中的怒火与失望交织在一起，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我，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哼，同我回去。我狠狠瞪了宋少一眼，伸手拉住袁雪雨的手腕，转身往外走。袁雪雨十分乖巧，顺势依偎在我怀里，身上淡淡的香水味萦绕在鼻尖，让我有些心猿意马。他还腾出一只手向宋少挥手告别，那模样既像是在安抚，又像是在道别，看得宋少郁闷不已。拉着袁雪雨走出商场，我心中暗自感叹，中海有着很多富豪，也有着很多富二代，我认识的寥寥无几啊。宋少一定很不简单，因为他爷爷竟然收藏了价值6000多万的元青花，而且还有宝库，可见那也是一个大佬，
可能不亚于赵老爷子。一上车，袁雪宇便迫不及待地将布袋递给我，双手紧握，指尖因激动而微微泛白。你快看看，是不是真品？我没有将盘子拿出，只是轻轻探入一根手指，触碰碟子表面。元青花与枣文折岩盘，官教产地景德镇，曾经价值巨大，可惜已损坏，可修复。我的天啊，真是元青花，怪不得这么精致。我心中狂喜，转头看向袁雪宇，眼中满是兴奋。真是元青花，而且我可以彻底修复，让之恢复昔日荣光。那太好了！袁雪宇满脸喜色，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我们马不停蹄地驾车回家。一进家门，我便假装走进房间修复，实则将折岩盘收进财界中的万宝楼。白光亮起，修复工作开始了。我故意磨蹭了一会儿，才装作疲惫地走出来，笑道：我已经开始修复，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恢复如初，现在你可以放心了。那我的业绩岂不是可以过亿了？袁雪宇满脸兴奋，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双手紧握，难掩激动之情。是的，我重重的点头，心中同样充满期待。那你不要忘记对我的承诺。袁雪宇娇嗔道，眼神中带着一丝俏皮。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我笑着说道。我还想去逛街，我要买漂亮衣服、香水、化妆品等等。袁雪宇笑靥如花，宛如绽放的花朵。那我们走，我自然不会拒绝。能与他共度浪漫时光，又能收获如此珍贵的宝物，花些钱又何妨？接下来的时间，袁雪宇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我们穿梭在各大商场之间，她在试衣间进进出出，每换一套衣服都宛如变身为不同风格的女神。无论是优雅的长裙还是干练的套装，穿在她身上都别具韵味。她挑选香水时，清嗅每一款香气，神情专注而陶醉，最终选了一款清新淡雅又带着一丝神秘的香水。挑选化妆品时，对着镜子仔细试用，精心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色号。而我则跟在她身后刷卡付款，花了10几万，却甘之如饴。这些钱就当是给她的丰厚奖金，毕竟她为我带来的财富远不止于此。一路上我们亲密的模样，让所有见到的人都认定我是袁雪宇的男朋友。我和她也都乐在其中，享受着这份虚假却又美好的恋爱时光。你给我买这么多的东西，别告诉你女朋友呀，否则我担心她吃醋。袁雪宇有些不好意思，脸颊泛起红晕，娇羞地说道。我凑近她耳边轻声道，放心吧，她绝对不会吃醋的，你们是好闺蜜好朋友。你给我介绍了生意呢，我相信李沁知道后不仅不会吃醋，想必还会和我们一样兴奋，毕竟她也能从中获利。我提出返程时，袁雪宇却嘟起了小嘴，一脸不高兴地说道，我还想去看电影呢。我看了看时间，发现才下午3点，看一场电影确实合适，但男女看电影必须是情侣吧？我们不算是情侣啊。但看着袁雪宇那委屈的模样，我只好带着她来到电影院。售票大厅里人来人往，喧闹非凡。彩色的海报在灯光的映照下格外醒目，各种电影的宣传语和预告片在大屏幕上轮番播放。我和袁雪宇商议了一下，决定看那部爱情影片《恋爱才3天》。买好票后，我轻轻牵起袁雪宇那如柔荑般的纤纤玉手，她的手柔软而细腻，仿佛春日里最 tender 的花瓣。感受到她手心传来的温度，我的心跳不禁加快几分。我们一同踏入了这充满未知与浪漫的电影院。普通座位还是情侣包厢？我微微俯身，试探着在她的耳边轻声问道，温热的气息不经意间拂过她的耳垂。随便呀，袁雪宇若无其事的回答，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于是我拉着她走进了一个情侣包厢。包厢内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私密小天地，被柔和的黑暗所笼罩，外界的喧嚣与纷扰皆被隔绝在外。我和袁雪宇刚一坐下，狭小的空间便将我们紧紧相依，几乎是肩并着肩，膝挨着膝。刹那间，她身上散发的那股淡雅而迷人的芳香，如同一缕轻柔的烟雾，迅速弥漫在整个包厢。轻轻一呼吸，那股芬芳便沁人心脾，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疲惫与烦恼。我情不自禁地微微偏头，看向身旁的袁雪宇。借助屏幕上不断闪烁交织的光影，我能隐约看清她的模样。那画面虽有些朦胧，却更添了几分神秘的美感。她白皙娇嫩的脸庞上早已泛起了艳丽的红云，恰似天边被夕阳染透的晚霞，娇躯也在微微颤抖，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怀揣着别样的期待。她故作镇定，一双美目直直地盯着屏幕，试图专注于电影，可那2排如扇子般的眼睫毛却在轻轻颤动，泄露了她内心的波澜。我只觉自己满脸迷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仿佛要冲破胸膛，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终于，我轻轻地揽住了她那如同树卷的小蛮腰，她的身体轻轻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就缓缓依偎进我的怀里。我感受着她身躯的柔软和温度，只觉心神皆醉，整个人仿佛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海洋之中。我的脑子有点乱，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主动来看电影，也不明白她为何允许我和她如此亲密的相处。
旋即，我就彻底的迷失了，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很想吻她，但她没给我机会。每当我想要靠近，她就娇羞的避开，那泛红的脸颊和闪躲的眼神，既带着少女的矜持，又让人愈发着迷。显然，她还是很有分寸的，这份清醒与理智，让我对她越发的欣赏和喜欢。不过，即便不接吻，就这么搂抱着耳鬓厮磨，也格外的暧昧和美好。我的心思根本不在电影上，全在她身上。电影结束，灯光亮起的瞬间，仿佛将我们从梦幻拉回现实。我们又找了一家西餐厅，餐厅内装饰典雅，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悠扬的音乐在空气中流淌。我们相对而坐，品尝着美味的牛排和红酒，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用完晚餐，我们才回到家里。推开门，李沁竟然已经回来了。一条雪白的吊带短裙把她身材曲线完美的勾了出来，看上去艳丽绝伦，性感迷人至极。她的长发随意的披散在肩头，脸上带着慵懒的笑容。看到我们进门，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你们是不是又去捡漏了？快告诉我，今天有什么收获？李沁满脸期待和兴奋，像个好奇的小女孩。这2天我们过得可精彩了。昨天早上先去卖了优鹤厅全图，卖了4200万，我赚到了200万的分成。然后张扬就带我去赌石，袁学宇抢先回答，兴致勃勃地把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儿细细地说出来。他口齿清晰，表达能力很强，将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仿佛我们又重新经历了一遍那些惊险刺激的时刻。什么？那一幅画卖了4200万？昨天张扬赌石赚了4500万，外加一块玻璃重正阳绿翡翠，价值至少5亿。今天又1000元收购了一个价值6000多万的元青花。李沁目瞪口呆，满脸震撼，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为了让他相信，我悄悄取出了那一块玻璃种正阳绿翡翠。翡翠在灯光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浓郁的绿色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李沁接过翡翠，紧紧抱在怀里，痴迷地欣赏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张扬，你太神奇了！李沁满脸崇拜地看着我，旋即又恋恋不舍地放下翡翠，搂住袁学宇。学宇，你太厉害了，真会做生意，你迟早会成为顶级白富美的，我太喜欢你了。我有事儿和你说。袁学宇拉着李沁进了房间，和他咬耳朵。这2天我一直让张扬假冒我的男朋友，否则一定会出很多麻烦的。你不会介意吧？我早就吩咐过他了，让他全心全意地保护你。冒充男朋友当然没问题啊，我绝对不介意。李沁毫不犹豫地说。既然你这么相信我，那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继续好好合作，把文物古玩修复这门生意做大做强，我们都成为顶级白富美。袁学宇笑靥如花，满脸欢喜。我在外面把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不禁感叹自己的听力越发敏锐，这听力简直恐怖。看来袁学宇尽管和我相处有分寸，但终究还是因略显亲密的举动而有所担心，害怕李沁吃醋。而现在他得到了李沁确定的回答，也就不会有压力了，想必今后能和我更好的相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好好的守护他们2个，绝对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是我的女神，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也不再耽搁，赚了200万给李沁，这是卖优鹤厅全图他应得的分成。看到到账短信，李沁笑得更加灿烂了，整个人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息，心情也越发的愉悦。他拉着袁学宇走了出来，笑道：张扬，我从燕京带了个破碎的宝物回来，你看看是不是值得修复？我担心是赝品。李沁伸手从精致的手提包中掏出一个黄色的小布袋，动作轻柔的，仿佛在呵护着什么稀世珍宝。随着布袋口缓缓敞开，他小心翼翼地从中取出一个破碎的玉镯子，镯子的断口处泛着温润的光泽，即便已经分成了3部分，却依旧难掩其与生俱来的华贵气质。它的重水极佳，澄澈通透的仿若一汪清泉，光线透过镯子时折射出柔和而迷人的光晕，显然是玻璃种无疑。更令人惊叹的是它那满绿的色泽，浓郁的绿色仿佛将世间最纯粹的生机凝聚其中，绿的纯粹而浓烈，娇艳的仿若春日里最盛放的花朵，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让人忍不住屏息赞叹。哇塞，这不会是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吧？袁学宇惊讶与赞叹着，他快步凑上前，美目圆睁，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与艳羡。那模样活像个发现了宝藏的小女孩，双颊因为激动而染上了一抹嫣红。李沁轻轻点了点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惋惜。是的，这就是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是一名女富豪卖给我的。她本来要拿去车珠子，但想了想也车不了多少，做一个手串都勉强，而且珠子太小，因为那表面是平的，只能勉强做戒面，价值有限，所以我花50万买下来了。50万！我瞪大了眼睛，目光紧紧锁定在那破碎的玉镯上，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玻璃种帝王绿翡翠本就是翡翠中的极品，质地细腻纯净，颜色鲜艳浓郁且均匀，透明度极高，几乎无瑕疵，
工艺精湛的高品质玻璃重帝王绿翡翠镯子，价格往往超过1000万元。就拿市场上的行情来说，一块直径为7厘米、厚度为1厘米的玻璃种帝王绿翡翠手镯，倘若质地纯净、颜色均匀且透明度高，其价格可能在3000万元以上。而一只直径约9厘米、厚度约1厘米的玻璃种帝王绿镯子，若是质地纯净、颜色鲜艳且透明度高，价格更是可能飙升至5000万元左右。有记载显示，一件重约100克、尺寸信息未明确提及、直径约7厘米的玻璃重帝王绿翡翠手镯，在某次拍卖会上以4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但成交年份存在不同说法，有2014年、2017年等不同版本。例如，有资料称2014年这只玻璃种帝王绿48亿手镯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亮相，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以天价成交，刷新了翡翠拍卖市场的记录。还有记载表示，2017年一只玻璃重帝王绿手镯在拍卖会上以48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刷新了翡翠手镯的拍卖记录。不过，这样的天价手镯属于极个别案例，是全球范围内屈指可数的顶级玻璃种帝王绿资源，且工艺精湛，同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再看眼前这只镯子，它的色泽妖艳欲滴，质地更是无可挑剔，妥妥的顶级玻璃种，妥妥的顶级帝王绿。虽说过亿或许有些夸张，但3000万打底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若是能遇到识货的行家，5000万也并非不可能。要是拿去拍卖，在众多收藏家的激烈竞价下，价格必定还会更高。我迫不及待地取出测量工具，双手微微有些颤抖地测量起镯子的尺寸，直径约9厘米，厚度约1厘米。看着手中的数据，我激动得愈发难以抑制，连尺寸都是绝佳的，这玉镯简直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宝。李庆，以前他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袁学宇的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俏脸因为激动而泛起了迷人的红晕，显然是在为李庆感到高兴。他当初买的时候花了4500万。李庆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感慨。我的天哦，4500万，就一个玉镯子。袁学宇彻底震撼了，他张大了嘴巴，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李庆见状不禁轻笑出声，那元青花碟子还价值6000多万呢，也很离谱。古玩文物真是不能用体积去衡量的。说罢，他满怀期待地看向我，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张扬，能不能修复？袁学宇也立刻将目光投向我，眼神中同样充满了期待，那模样仿佛我就是能拯救这只玉镯的救世主。别急，我确定一下。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快步走向冰箱，取出一个鸡蛋，小心翼翼地将鸡蛋清分离出来。我用棉签蘸取鸡蛋清，细致地涂抹在玉镯的断口处，然后将3部分慢慢拼接在一起，每一个动作都轻缓而专注，生怕弄碎了这珍贵的宝物。待鸡蛋清彻底干掉后，玉镯变得十分牢固，甚至可以轻轻戴在手腕上。然而，那3道明显的断痕如同3道伤疤，横亘在镯子表面，诉说着他曾经的不幸遭遇。我凑近仔细观察，目光在镯子表面来回扫视，心中暗暗庆幸，还好没有任何缺损的地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修复的成功率。确认情况后，我心中有了底。我深吸一口气，将中指轻轻点在玉镯上。玻璃种帝王绿翡翠手镯，翡翠王朝于2016年精雕细琢而成，可惜已经破碎，价值大减。可修复，哈哈哈，可以修复，太好了，我又可以狂赚一笔了。我在心中欢呼雀跃，脸上也难掩喜悦之色。我用力冲2个美丽的空姐重重的点头，语气坚定而自信。放心，我能修复，让它恢复昔日的美丽和荣光，不会留下任何瑕疵。我的天啊，破碎的玉器也可以彻底的修复，张扬你的修复技术也太神奇了，今后我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呀？袁学宇满脸震撼和兴奋，他的眼眸中闪烁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仿佛已经看到了无数的财富在向他招手。李庆也激动不已，他笑着补充道，我的玉佩出现了很多裂痕，他已经修复好，真没有任何痕迹，高价卖掉了。说着，他的眼中满是骄傲与自豪。兴奋之下，他们2个不约而同地扑进我的怀里，3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这一刻，喜悦的氛围在房间中弥漫开来。对于他们而言，这样轻松赚钱的方式简直如同做梦一般。做空姐1年也就10几万的工资，而现在他们和我合作，仅仅几天就赚几百万，甚至过1000万，而且一切都合理合法，根本不用有任何担心。这种幸福和快乐让他们几乎要沉醉其中。张扬，你这修复技术必须严格保密，不能让我们3人之外的人知道，除非我再增加拉单的空姐。李庆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撒娇和霸道，他的语气虽然轻柔，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袁学宇也在一旁帮腔，张扬，你有没有想过，若你的修复技术被外人知道，那么任何破碎的宝物都价值巨大了，我们不能低价买到的。我轻轻搂着他们柔软的娇躯，感受着他们身体的温度，
看着他们如花似玉的俏脸，闻着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醉人芳香，只觉心神皆醉，认真的点头。你们说的对，我就从来没想过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几个闷声发大财就好了。这一刻，我甚至有些后悔拍卖了南宋龙泉粉青釉质垂瓶，若原主人知道，一定会怀疑我具备神奇的修复技术。幸好瓷器本就种类甚至数量繁多，谁又敢说只有一件呢？有好几件也是可能的。所以对方即使听说有南宋龙泉粉青釉质垂瓶拍卖，完好无损，那他或许就会认定是另外一只，应该不会去仔细的调查，纰漏应该不是太大。那你快开始修复吧。两个空姐迫不及待地催促道，眼神中满是期待。好的。我拿起玉镯，转身走进房间。直到这时，我才深刻意识到，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间是多么麻烦的事儿。不过李沁十分懂事，并没有跟进房间，而是转身进了袁雪羽的房间。房间外时不时传来他们欢快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别墅什么时候能装修好呀？我迫不及待就要搬进去了，这里太不方便了。张扬都没有自己的工作间。袁雪羽的声音轻柔而带着一丝急切。正在装修呢，还要大约2个月，我一直在盯着的。李沁的声音中带着安抚。我将镯子收进了财界中的万宝楼，刹那间耀眼的白光闪烁而起，修复工作正式开始。同时修复2件宝物，本以为会压力巨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没有感觉太过吃力，似乎消耗的精神力也不是太多。或许是因为这2件文物都相对细小，修复起来不用耗费太多精力吧。于是我去洗漱了一番，换上舒适柔软的睡衣后，我整个人放松地往床上一躺，疲惫感瞬间席卷而来。我拿起手机给李沁发了个微信消息，不一会儿便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动静。李沁俏脸微红，羞涩地对袁雪羽说，我过去了，你早点休息，你们轻点，别让我听到了，那我会睡不着的。袁雪羽坏笑着打趣，声音中满是调侃。很快李沁便回到了房间，她羞涩地依偎进我的怀里，身上淡雅的香水味萦绕在鼻尖，熟悉而又迷人。我轻轻搂住她纤细的腰肢，感受着她柔软的身躯，然后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思念与渴望，炽热地吻住她。李沁热情如火地回应着我，房间中的温度逐渐升高，夜色也愈发温柔。第2天醒来，身旁早已没了李沁的身影。她总是这样，昨天下班早，今天上班也早，只留下独属于她的芳香在房间里袅袅飘荡。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昨夜的旖旎与美好，或许是因为1天不见，我们都格外渴望和投入，所以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美好。洗漱完毕，我走出房间，准备送袁雪羽去上班。下楼时，我自然而然地揽住袁雪羽那性感柔软的小蛮腰，她的身体微微一颤，俏脸瞬间泛起红晕，然后往我怀里靠了靠，与我依偎得更加亲密。有车了自然方便许多，短短几分钟，我们便抵达了机场。今晚你要独孤一人了，会不会很寂寞呀？下车前，袁雪羽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坏笑着打趣道，不许去勾引别的妹子哦。今晚她会在魔都过夜，李沁则在燕京过夜，所以才会这么说。她这不经意间的话语，完全就是女朋友对男朋友说的话，听在耳中，我的头皮不禁微微发麻，心中却又莫名地涌起一股愉悦之感。我目送着她迈着优雅的步伐走进机场大厅，那窈窕的身影宛如一朵盛开的牡丹，摇曳生姿，直到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人群中，我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随后我驾车前往古玩街，这里是我发家致富的宝地，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能感受到空气中仿佛弥漫着财富的气息。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宝物在这里等着我去发掘。然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竟是孙永军打来的电话。张扬，你来这里一趟，有一场好戏让你看，顺便带走上次我输给你的原石。这家伙总算要给我原石了，我还以为他耍赖呢。我心中暗自欢喜，按照他发过来的定位，驾车快速抵达。目的地竟然是一家临街的门面，非常宽阔，有至少300平方米，而且也在古玩城附近。在门面门口，我遇到了一个我并不想见到的人，宋文斌。他正吊儿郎当地站在门外抽烟，一口烟雾吐出，在空气中缓缓散开。他身边跟着一个看上去非常漂亮的女人，她身着露肩的白色紧身裙，裙子完美地勾勒出她绝美的身材曲线，凹凸有致，令人瞩目。她的肌肤白皙如雪，五官精致的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一头瀑布般的秀发自然垂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再加上那与生俱来的高雅气质，是个不折不扣的顶级美女。她看上去非常年轻，估计不到20岁，脸上还带着一丝稚嫩，可身体却已经十分成熟丰满。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宋少你好。感受到宋文斌那死死盯着我的目光，我知道他显然认出我来了，毕竟昨天才见过。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你叫什么名字？宋文斌语气冷冷地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善。我叫张扬。我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你干啥的？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仿佛随时都会爆发。我笑了笑，坦然说道：“我没上班，就倒腾点古玩。”哥，他好高好帅啊，你是怎么认识他的？站在宋文斌身边的美女实在忍不住了，她上下打量着我，眼神中满是欣赏，然后在宋文斌的耳边轻声问道：“宋曼京，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他很帅，比得上你哥吗？还有，记得离他远点，他不像是好人，一看就是渣男。”宋文斌的脸都黑了，语气中满是不满与警告。显然，他不好意思说出我有空姐女朋友，而他想勾搭的糗事。他们的声音虽小，但凭借我敏锐的听力，还是听得清清楚楚。顿时，我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宋文斌竟然说我是渣男，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哥你骗人。你连他的名字和职业也是今天才知道，竟然说他是渣男，反而我认定他是好人，否则你不至于这么嫉妒。宋蛮劲娇嗔道，眼神中满是对我的信任。孙永军终于到了，他依旧开着那辆气派的劳斯莱斯库里南，身边还跟着一个高大强壮的保镖，后面跟着一辆小货车，车厢里装着10几块大大小小的原石。孙永军先是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将目光转向宋文斌，语气严肃地问道：“你的原石呢？还要等一会，堵车呢。”宋文斌扔掉烟屁股，淡淡地说：“张扬，这是宋文斌，宋少，我的好朋友，死对头，这是他的妹妹宋蛮劲。宋少，蛮劲，这是张扬，我的好朋友。”孙永军介绍道。哼，宋文斌对我冷哼一声，显然不想搭理我，但宋蛮劲却大方地对我伸出纤纤玉手，微笑着说道：“你好，认识你很高兴。你好，请多多关照。”我轻轻握住他的手，在接触的瞬间，我鬼使神差的将中指轻轻点了上去。姓名：宋蛮劲，年岁19，职业：翡翠商人，天生尤物，擅长床上功夫。卧槽，天生尤物我能理解，尤物的确很勾人，但19岁就擅长床上功夫，看来已经很有经验，也一定谈过多个男朋友了。我心中充满了惊讶，终于明白，女人和女人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李沁、袁雪宇、赵一彤这样洁身自爱的女人其实很稀少，但都被我遇上了而已。若敢勾搭我妹妹，我拆掉你的骨头！宋文斌突然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威胁：“宋少，你太杞人忧天了吧？你也知道我有女朋友，怎么可能会勾搭你妹妹？”我黑着脸小声反驳。我心里明白，估计是他嫉妒羡慕我比他帅，担心他的风流妹妹会喜欢我这一款，所以才提前给我打预防针。突然，一阵由远及近的轰鸣声响起，一辆墨绿色的重型卡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轮碾过地面，扬起阵阵尘土。车厢里整齐码放着10几块大小不一的原石，每一块都裹着褐色的粗糙石皮，像是被岁月尘封的神秘宝藏，在阳光下泛着古朴的光泽。毋庸置疑，就是宋文斌的原石。众人合力将原石从卡车上搬进门面之中，每一块都沉甸甸的，搬运时发出沉闷的碰撞声。2台切石机早已摆在门面之中，金属机身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锯齿状的刀片寒光凛凛。不一会儿，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衣着光鲜的富二代，他们个个西装革履，定制的西装完美贴合身形，腕表在手腕上折射出奢华的光芒，皮鞋踏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气。这些人或是与孙永军、宋文斌热情拥抱，或是相互击掌寒暄，现场气氛热烈的仿佛即将点燃一场烈火。而我也终于明白了孙永军和宋文斌他们两人想要干啥，原来他们两个平日里就是死对头，喜欢各种比试，而他们两个都擅长赌石，所以约定今天要在赌石上一较高下，各自出10几块原石，然后他们各自从原石中挑选3块切开，看谁切出的翡翠价值高，赢者就带走所有的翡翠和原石，输者当然就啥都没有。卧槽，赌得很大啊！我忍不住低声惊叹。眼前的原石块头都不小，最小的也有几10斤重，最大的甚至超过100斤。它们表皮纹理自然，蟒带、松花等特征清晰可见，怎么看都不像是作假的料子。而在赌石市场上，这样的原石每一块价格能达到10几万到上百万，10几块加起来妥妥的1000万级赌局。这2个富二代不仅有钱，更有着常人不敢想象的豪赌魄力。宋文斌双手插兜，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眼神中满是战意。孙永军，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输掉裤衩。他说话时，脖颈处青筋微微凸起，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孙永军毫不示弱，向前跨出半步，与宋文斌对视，目光如炬。宋文斌，输掉裤衩的是你。2人对峙的模样，像极了即将展开生死搏斗的斗牛，周身散发着剑拔弩张的气息，眼睛里血丝密布，仿佛下一秒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现在开始选第1块石头，时间30分钟。
一个白白胖胖、约莫30来岁的男子吆喝道：“他就是裁判吴俊雄，外号熊猫。”圆滚滚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笑起来眼睛眯成2条缝，却难掩眼中的精明。孙永军和宋文斌便快步走向原石堆，他们的目光在对方带来的原石上反复游移，时而蹲下身子，用手电筒仔细照射原石表面，时而用手轻轻敲击，侧耳聆听发出的声响。显然，他们对自己带来的原石早已研究透彻，此刻更关注的是对方的原石。但在我看来，这研究的作用着实有限，毕竟神仙难断寸玉，赌石本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豪赌。即便我有财界相助，也只能判断原石是否有价值，无法确切知道里面翡翠的质量。张扬，你也是来看热闹的？一道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转头望去，宋蛮金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旁，白色裙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发间别着一枚精致的珍珠发卡，淡雅的香水味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清新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沁人心脾。这香水显然价值不菲，也提醒着我，眼前这个明艳动人的大美女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白富美加名媛，而且很可能是情场老手。是的，我心不在焉地回应着，目光仍盯着场中的2人。虽然这女人是天生尤物，擅长床上功夫，应该有过很多男人，我不想招惹。何况我有女朋友了，身材颜值不亚于她。可宋蛮金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疏离，依旧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声音娇柔婉转，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刻意展示自己的魅力。这一幕落在其他富二代眼中，顿时招来几道不善的目光。就连正在选时的宋文斌也频频回头，恶狠狠地瞪我几眼，眼神中满是警告。不知为何，这充满敌意的目光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嘴角勾起一抹浅笑，主动开口：“你哥带来的原石似乎不错，是从哪里带回来的？”宋蛮金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兴致勃勃地说道：“当然是托人从缅甸带回来的，都是很优质的原石，独掌可能性很大。”说着，他上下打量我一番，语气中带着几分试探：“你是湘南豪门张家的弟子，对不对？我感觉你和张家的子弟很像。”听到湘南豪门张家这几个字，我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些被家族抛弃、受尽屈辱的画面在脑海中不断闪现。我的身躯微微颤抖，拳头不自觉地狠狠捏起，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心脏也传来一阵刺痛。我强压下内心翻涌的情绪，语气冰冷：“美女，你认错人了，我和湘南张家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出身很普通，是在鉴宝捡漏的时候认识孙少的。”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宋蛮金接近我固然是因为我很帅，还因为猜测我来自豪门张家。我当然不会告诉他自己确实是张家子弟，只不过是张家气少。那所谓的豪门带给我的只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果然，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宋蛮金眼中的热情消散了很多，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敷衍起来。他礼貌性的点点头，便迅速转身离开，仿佛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陌生人。这现实而又合理的反应，不禁让我想起赵一彤。当初他对我也是这般冷漠，直到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才赢得他的认可。趁着众人的注意力都在选石上，我装作好奇地走进原石堆观察原石。若孙永军赢了，我便能挑选一块有翡翠的原石。此刻提前观察，也算是未雨绸缪。尽管裁判吴俊雄看到我靠近时眉头微微蹙起，但碍于我是孙永军带来的朋友，并没出声呵斥。我若无其事地在原石堆中穿梭，每经过一块原石便轻轻地抚摸一下。缅甸原石无价值，缅甸原石内蕴精华，价值较大，值得你拥有。缅甸原石价值一般，缅甸原石毫无价值，缅甸原石内蕴精华，价值不菲，值得你拥有。缅甸原石略有价值。随着信息在脑海中浮现，我心中渐渐有了底。这些原石确实质量不凡，其中有2块更是价值极高，只是不知孙永军和宋文斌能否慧眼识珠，选中他们。时间在紧张的氛围中悄然流逝，半个小时很快过去，孙永军和宋文斌各自选出了一块原石，放在切石机旁。看到他们选的并非我鉴定出的那2块，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切石机启动，刺耳的轰鸣声响起，刀片缓缓切入原石。孙永军的石头切开后，那里白花花一片，没有丝毫翡翠的踪影。而宋文斌的石头切开后，露出一大块豆青种翡翠，体积足有篮球大小，质地虽不算顶级，但胜在量大，价值几十万。哈哈，孙永军，今天你输定了。宋文斌仰天长笑，脸上满是得意，双手叉腰，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孙永军脸色阴沉，冷哼一声：“还有2块石头呢，你得意得太早了。”然而，第2块石头切开后，局势对孙永军愈发不利。他的石头依旧是白板，而宋文斌的石头里竟切出了冰墨种秧苗绿翡翠，颜色鲜艳，
质地细腻，体积也颇为可观，价值至少200万。宋文斌愈发嚣张，用手指着孙永军的鼻子，嘲讽道：“孙永军，要不你提前认输算了，就你这赌石能力，根本就干不过我。继续下去的话，你会输得很难看，剃光头就丢人了。”孙永军气得浑身发抖，却仍强撑着说道：“提前认输，你做梦呢？你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今天我就狠狠打你脸，从此见到我就要喊大哥。”宋文斌满脸鄙夷，眼神中满是轻蔑。他随手抱起一块石头，大声喝道：“我已经选好了，现在轮到你。”连续2次切垮，孙永军的自信早已被击碎，他手足无措地看向我，眼神中满是求助。“张扬，你的运气好，帮我选一块，否则我输掉了，也就没有原石给你了。”“孙永军，你丢不丢人？还找帮手？”宋文斌嗤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孙永军毫不示弱地反驳：“你就没找帮手吗？你选的3块石头都是你自己带来的，早就有人告诉你这3块能切掌吧？你什么水平？我还能不知道？”宋文斌脸色微微一变，却仍嘴硬道：“你输了还想污蔑我？罢了，我就任凭你找帮手，我要让你输得口服心服。”我装出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皱着眉头说：“万一我也选中一块没有翡翠的石头，让你输掉了怎么办？”孙永军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声说：“没事儿，我不会怪你的，反正现在基本上已经输定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那好吧。”我缓步走到原石堆前，先是拿起一块石头，仔细端详半天，又摇摇头放下，接着又拿起另一块，掂量几下后又放下，脸上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在旁人看来，我完全就是一个不懂赌石的小白。也正因如此，直到现在，孙永军都以为我只是运气好，而非真正的赌石高手。“张扬是吧？你到底选好了没有？”宋文斌等得不耐烦了，语气中满是怒火，眼神里也尽是鄙夷。孙永军虽然也有些尴尬，但还是出声维护：“时间还没到，宋文斌你催什么催？”裁判吴俊雄看了看表，冷冷提醒道：“张扬，你还有5分钟的选石时间。”我嘴里念叨着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打个电话找找他，一边用手随意点数原石。最后，我的手指停在那块价值较大的石头上，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就是这块了，上天的指引一定没错。我的举动瞬间引发一阵哄笑。噗，这么选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哈哈，笑死我了！众人笑得东倒西歪，有人扶着肚子直不起腰，有人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宋文斌笑得前俯后仰，喘着气说：“孙永军，你是从哪里找来的逗逼啊？”宋蛮金也笑得花枝乱颤，眼中满是戏谑。孙永军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估计觉得我给他丢尽了脸。我却装作没听见周围的笑声，抱起石头走到切石机旁，坚定地说：“切吧，我不信老天爷的指引会有错。”很快，宋文斌的第3块石头切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孙永军依旧没有露出乐观的神情，毕竟之前的连败让他心灰意冷。宋文斌却依旧自信满满，淡淡说道：“就前面2块，我也早就赢定了。孙永军，你就等着喊我做大哥吧。”几个富二代也纷纷附和：“宋少一定赢了的，现在有多嚣张，等下就有多难看。”我在心中冷笑，静静地等待着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我选的石头开始切割，随着刀片深入，一道耀眼的绿光突然迸发而出，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场地。2个截面上的绿色足有2个巴掌大小，而且重水极佳，竟是冰糯重芹菜绿翡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宋文斌瞪大了眼睛，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震撼与不敢置信。其余人也都呆若木鸡，现场一片寂静，只有切石机的轰鸣声在回荡。宋蛮金更是目瞪口呆，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我装作一副震惊的样子，喃喃自语：“竟然真有翡翠，看来上天的指引没错。”哈哈哈哈哈！我赢了，宋文斌，你乖乖的喊大哥。孙永军兴奋地跳了起来，满脸狂喜。张扬，我就知道你运气逆天，让你选准没错。宋文斌仍不死心，强撑着说：“或许体积不大，你未必赢。”但很快，他的侥幸就破灭了。当完整的翡翠被掏出来时，那庞大的体积、上乘的质量，价值至少500万。毫无疑问，宋文斌输了，输得彻彻底底。哈哈，宋文斌，给我记好了，今后我就是你大哥，快喊大哥听听！孙永军得意的大笑，眼神中满是挑衅。宋文斌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额头上冷汗直冒，最终还是咬牙说道：“大哥。”就在这时，宋蛮金惊呼一声：“哥，你上当了！他根本不是赌石小白，其实他是顶级的赌石高手。昨天他在常老板那里赌出了价值2亿多的翡翠。你看，这有视频。”他将手机递给宋文斌，视频中虽然光线昏暗，画面模糊，但依稀能看出是我在解释的场景。众人纷纷围拢过来，
瞪大了眼睛，在我和视频之间来回打量，眼神中满是震惊与疑惑。孙永军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张扬，你骗得我好苦。宋文斌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咆哮。张扬，你这混蛋，扮猪吃老虎是不是？他捏紧拳头，似乎随时都要冲上来揍我一顿。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脸上的愤怒消失不见，反而换上一副笑脸，递上自己的名片。下次一起去缅甸赌石。孙永军眼疾手快，一把夺过名片，用力将宋文斌推开。他是我兄弟，要去缅甸赌石也是和我，怎么可能会和你一起？现场气氛再度陷入混乱，而我站在人群中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心中暗自叹息，自己是赌石高手的秘密终究还是瞒不住了吗？终于喧嚣声渐渐平息，众人的目光如探照灯般聚焦在我身上。我深吸一口气，面上堆满无奈的苦笑，摆出一副诚恳至极的模样开口。其实你们都误会了，我真不擅长赌石，我真就是运气好。那块切出玻璃重正阳绿的翡翠就是常老板硬逼着我买的，我推都推不掉。话音落下，我还轻轻摇了摇头，仿佛满心都是被命运捉弄的无奈。此刻的我心中警铃大作，在赌石圈子里，赌石高手的名号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如同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麻烦必将接踵而至。那些觊觎财富的亡命之徒或许会为了巨额利益铤而走险，对我实施袭击绑架，而那令我厌恶至极的张家也可能循着风声找上门来，用各种手段恶心我，用亲情绑架我。除非我拥有足以震慑众人的强大实力，就像赵一彤那般身怀绝技，否则这赌石高手的名号对我没任何好处。宋蛮金踏着优雅的步伐，身上馥郁的香气如云雾般弥漫开来，瞬间将我笼罩其中。他微微嘟起红唇，娇嗔道：但昨天你还赌涨了1块，赚了4500万，你要掩饰干啥？怕人绑架你？只要你成为我的好朋友，绝对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他说话时眼波流转，睫毛轻颤，仿佛在向我抛洒无形的魅惑之网。我脸上立刻浮现出惶恐之色，双手下意识地摆动。昨天我的确还赌涨了1块，也是因为赌垮了2块，孤注一掷的结果。我哪里懂得赌石啊？顿了顿，我故意露出一抹羞涩又期待的神情。你这么性感美丽，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好朋友，就是做你的情人我也愿意，但我不懂赌石啊。那等你知道我的真正情况，岂不是日后失望？宋蛮金柳眉轻蹙，这不经意间的神态却让他更添几分妩媚风情，恰似春日里微风拂过的垂柳，令人心醉。他追问道：那今天你又赌涨了怎么说？他的目光紧紧锁住我，仿佛要将我看穿。我强作镇定，面上露出迷茫之色。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我根本无所适从，随便乱选的。可能他们2个挑走了不好的原石，剩下的大部分都有翡翠，我随便选也选中了，这哪里能证明我是赌石高手？若我真是，我没必要隐瞒，那就可以找个你这样漂亮的白富美女朋友，多么幸福啊！我一边说着，一边偷偷观察众人的反应，语气中满是恰到好处的向往与遗憾。也对，他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我不信他这么年轻会是赌石高手。众人纷纷附和，议论声此起彼伏。看着他们脸上逐渐消散的怀疑，我暗自松了口气。然而宋蛮金那怀疑的目光让我明白，他根本就没打消怀疑。孙永军那意味深长的眼神更是如同一把利刃，轻松戳破我的谎言。毕竟他亲眼见证过我在段老板那里2次赌涨，又怎会轻易相信这一切都是运气使然？宋文斌面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带着一众手下迅速撤离。在这场赌局中，他不仅输掉这么多原石，还被迫喊了孙永军一声大哥，这等屈辱他又怎愿多做停留？帅哥，我们还会见面的。宋蛮金在我耳边吐气如兰的说完，才扭动着蛇腰，风情万种，婀娜多姿的走了。孙永军冲我眨了眨眼，眼神中带着几分狡黠与感激。张扬，这一次多谢你的运气，否则我输定了。现在你选1块原石吧。我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二话不说，快步上前，弯腰抱起那块重达120斤的石头。石头沉甸甸的，压得我手臂肌肉微微紧绷，但我却丝毫不觉得吃力，径直朝着外面走去。你不解释了吗？孙永军赶忙拉住我，眼中满是疑惑。我装作焦急的模样，搪塞道：我有急事，就不解了。孙永军没好气道：你是怕解出天价翡翠，我心里难受对吗？你把我孙永军看成是什么人了？没你这个赌石高手帮忙，今天的打赌我就输掉了。这些石头在值钱都属于宋文斌，所以你尽管解释吧。何况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你帮忙。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好走人了。我戴上厚实的手套，掌心微微沁汗，却依然稳稳握住操作杆。随着轰鸣声骤然响起，刀片缓缓切入原石粗糙的表皮，石屑如雪花般飞溅，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当最后一层石皮剥落，一抹浓艳的绿色如春日惊雷般跃入眼帘。冰种杨绿翡翠，那绿色仿佛将整个春天的生机都凝聚其中，质地通透如冰，内部的棉絮状纹理恰似云雾缭绕，在灯光下流转着迷人的光晕。翡翠体积之大超乎想象，沉甸甸的捧在手中，仿佛握住了流动的财富，价值2000万的样子。张扬，你果然是超级厉害的赌石高手，我服了。孙永军的声音微微发颤，眼眸中满是兴奋的光芒，指尖轻轻摩挲着翡翠表面，仿佛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2000万啊！我喃喃自语，喉结不自觉地滚动，心脏在胸腔中剧烈跳动，仿佛要冲破肋骨的束缚。赌石带来的暴富快感如电流般瞬间席卷全身。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个行业的魔力，一刀穷，一刀富，命运的齿轮在刹那间便能彻底转向。但我还是想要竭力掩饰，其实我赌石真就是运气，第一次赌石还是你带我的。孙永军压低声音，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别掩饰了，放心吧，我会保密的。旋即他严肃道，张扬，我遇到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和古玩有关，我需要你的帮助。他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与恳切，话语间满是求助之意。我们是好兄弟，好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假思索应下。与孙永军结交，于我而言本就益处颇多，更别说这次通过他，我得到了价值2000万的翡翠，这份人情怎能推脱？此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答应竟会踏入一场堪称鉴宝界无解天局的巨大漩涡。于是孙永军带着我回到他的别墅，位于中海湖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仿若一颗镶嵌在湖畔的明珠。别墅外墙采用米白色大理石砌成，搭配深色的木质窗框，既有现代建筑的简约大气，又不失古典韵味。庭院内修剪整齐的绿植错落有致，喷泉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晕，尽显奢华。穿过宽敞的玄关，踏上铺着厚实羊毛地毯的楼梯，我们一路来到别墅3楼。3楼的会客厅布置得极为雅致，墙面挂着几幅明清时期的山水字画，墙角摆放着造型古朴的青铜香炉，袅袅青烟升腾而起，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他请我在柔软的黑色真皮沙发上坐下，随后亲自走到一旁的红木茶台前，熟练的煮水、洗茶、冲泡。不一会儿，一杯香气四溢的铁观音便递到我面前。孙永军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目光中满是期待。你是捡漏高手，应该了解宋徽宗赵佶的书画吧？有鉴定真假的能力吧？听到宋徽宗赵佶这几个字，我精神不禁为之一振，眼眸也亮了起来。宋徽宗赵佶，这位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帝王，在书画领域造诣非凡。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笔势瘦劲飘逸，如铁画银钩般刚劲有力，其绘画作品更是细腻精致，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人物，都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平。在位期间，他大力推动宫廷画院的发展，广纳天下书画人才，使得宋代绘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历史上的战乱、动荡等因素，宋徽宗的真迹存世稀少，每一幅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与顶尖的艺术水平，堪称稀世珍宝。难道孙永军有一幅宋徽宗的书画？宋徽宗赵佶，我还是很了解的，对于他的书画特性也非常熟悉，我有很大把握鉴定真假。我自信满满答，其实这不过是在吹牛皮罢了。以我目前的经历，甚至都未曾亲眼见过宋徽宗的书画真品，又谈何鉴定？但我有自己的底气，才鉴。孙永军微微点头，随即起身。那你看看这一幅写生灵毛图卷，是真品还是赝品？他带着无比期待的我走进书房，书房内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古籍善本，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占据了房间的中央位置，而那幅备受瞩目的写生灵毛图卷正静静地摆放在书桌上。我缓缓走近，目光瞬间被画卷吸引。采用宫廷特制的诚心唐纸，整幅画卷长达4米有余，宽约0.4米。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纸张微微泛黄，边缘处有着自然磨损的陈旧痕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然而即便如此，纸张依然保持着细腻光洁的质感，隐隐透着宫廷御用之物的华贵气息。画卷采用宣和装表背，以黄色鳞卷为表头，紫色鳞卷做表尾，中间镶以米色的隔水，精致的表工尽显皇家风范，每一处细节都彰显出不凡的质量。画面以水墨勾勒的轮廓线条流畅自然，辅以淡雅的色彩晕染，尽显宋徽宗宣和体工笔写生的精妙绝伦。全卷共绘8种真情，每一只都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会从画中飞出来。画面左侧，一只白鹭丹足立于水中的礁石之上，脖颈优雅地弯曲成 S 形，头部低垂，专注地凝视着水面，仿佛在寻觅猎物。它的羽毛以极细的线条勾勒，根根分明，再用淡墨层层晕染，
表现出羽毛的轻盈质感，喙部与爪尖则以浓墨点睛，使其更显锐利，仿佛能感受到白鹭的灵动与专注。画卷中部，一对绶带鸟栖息在枝头，雄鸟尾羽修长飘逸，如彩带般垂下，羽毛以朱砂与石青渲染，色彩鲜艳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雌鸟则相对朴素，羽毛以赭石与淡墨晕染，温婉动人。两只鸟相互依偎，眼神温柔对视，似在呢喃细语，将鸟类之间的亲密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这份温情所打动。画卷右侧，三只麻雀在地面觅食嬉戏，它们的体态小巧灵动，羽毛蓬松柔软，通过深浅不一的墨色表现出羽毛的层次变化。其中一只麻雀昂首张望，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眼神中透着一丝机灵，另外两只则低头啄食，神态专注，仿佛沉浸在美食的世界里。地面上还点缀着几株小草，以中锋用笔划出，草叶的韧性与生机跃然纸上，为画面增添了一抹自然的气息。在这些禽鸟周围，精心描绘了四季花卉与枝叶作为陪衬。盛开的牡丹花瓣层层叠叠，以胭脂红与白粉晕染，尽显雍容华贵，仿佛在展示着自己的娇艳。淡雅的兰花叶片舒展飘逸，以淡墨勾勒，再用花青渲染，散发着清幽的香气，宛如一位高雅的君子。还有翠绿的竹叶、金黄的菊花等不同季节的花卉错落分布，与禽鸟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自然图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画卷左上角有宋徽宗赵佶亲自题写的瘦金题写生灵毛四字，字迹瘦劲挺拔，铁画银钩，比例雄健，每一笔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极具艺术感染力。题字下方前盖着玉书葫芦印、宣和连珠印等多枚皇家印章，彰显出此画的尊贵身份，仿佛在诉说着他曾经的辉煌。在画卷的尾部还留有多位历代收藏大家的题跋与印章，如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项元汴、清代的梁清标等。这些题跋不仅见证了画作的流传历程，也进一步提升了其历史文化价值，让这幅画更显珍贵。好漂亮的画作，应该是真品吧？我内心暗暗震惊，被这幅画的精美所折服。但我深知自己的鉴宝能力几斤几两，不敢仅凭肉眼判断，于是装作不经意间，轻轻地用中指碰触画的边缘区域，瞬间浓郁的灵气蜂拥进入了我的中指，然后进入了财界，增加了里面的灵气浓度。鉴定信息也浮现脑海：写生灵毛图卷，宋徽宗于1116年春创作，画面瑰丽，价值巨大，值得你拥有。我彻底震撼了，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羡慕之情。在收藏界，顶级书画作品的价值堪称天文数字。近年来，古代书画拍卖市场异常火爆，价格屡创新高。曾巩的《菊氏帖》以207亿元成交，黄庭坚的《砥柱铭》成交价更是高达368亿元。而宋徽宗作为艺术成就极高的帝王画家，其作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2018年，他的《瑞鹤图》在拍卖会上以58亿元落锤，加佣金后成交价超6亿。眼前的《写生灵毛图卷》与《瑞鹤图》同为宋徽宗的佳作，虽表现题材不同，但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珍惜程度都不相上下。《写生灵毛图卷》以细腻笔触描绘多种禽鸟、花卉，禽鸟栩栩如生，花卉娇艳欲滴，尽显自然生机。这种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精湛绘画技巧，正是宋徽宗绘画的显著特征，也为其价值提供了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这幅写生灵毛图卷传承有序，有明确的收藏记录，从古代收藏家手中流传至今，且有多位名家题跋、前印，这些因素都将大幅提升它的价值。何况宋徽宗真迹稀缺，而收藏界对其作品的需求却极为旺盛，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必然会推动价格不断上涨。在如今这经济繁荣、收藏市场活跃时期拍卖，众多实力藏家竞相角逐，拍出高价的可能性极大，甚至有望打破书画拍卖价格记录。所以这幅画若拿去拍卖，绝对可以拍出6亿以上的天价。作为一个怀揣着成为收藏大家梦想的人，见到这样价值巨大的宝物，怎能不心动？可我也深知，以我目前的财力，面对这样的顶级宝物，也只能望洋兴叹。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钱，只有拥有了几十亿、几百亿财富，日后遇到这样的宝贝，才有能力将其收入囊中。我心中也有了疑惑，难道孙永军说的困难就是鉴定不了这一幅画的真假？于是我斩钉截铁，语气笃定道：这是宋徽宗的真品画作，绝不可能是赝品。孙永军似乎放松了很多，脸上也浮现出灿烂笑容。我也认为是真品，这是我最得意的收藏品，我要珍藏一辈子，当成传家宝传承下去。这宝贝你是怎么得到的？花了多少钱？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羡慕，开口问道。孙永军靠在椅背上，眼神中闪过一丝回忆。我也是半年前偶尔得到的，当时是一个收藏家说家里出事缺钱，于是拿着这一幅画在古玩店售卖，
我恰好就遇到了。当时双方价格没谈拢，于是我就截胡了，也花了恐怖的高价，2亿才拿下。那你算是捡漏了，这一幅画若拿去拍卖，应该可以破6亿，甚至更高。我满脸羡慕道。然而孙永军却苦笑着摇了摇头，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这一幅画若是真品，当然能如你所说，但现在我很担心这是一幅赝品。你哪里看出是赝品了？我不禁皱起眉头，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孙永军。赝品能有这样的质量？最近有一家古玩店就拿出了一幅真品，和我这一幅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而且附有详细鉴定报告、专家签名以及书画斋鉴定机构公章的真实鉴定证书。证书中对画作的艺术价值、历史背景进行了详尽且专业的阐述，还附上了高清的细节对比图。如今已经在收藏界引发了天大的轰动，据说很快就要上拍，都说6亿打底。若他真的上拍成功，那我这一幅画还能不是赝品？你说我该怎么办？孙永军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与焦虑。还有这样的事儿？我满脸的不敢置信，整个人都有些懵了。宋徽宗不可能也没必要画出2幅一模一样的画，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其中一幅是赝品。而我对财界的鉴定深信不疑，他从未出过错，所以我坚信孙永军手中的这一幅是真品，古玩店的那幅才是赝品。就有这样的怪事，我还亲自去看过呢，真的和我这一幅画没有任何区别。书画斋那可是鉴定书画最权威的机构，他们出错的可能性很少。孙永军郁闷地说道，所以我这一幅画是赝品的可能性极大。不可能，你这一幅画是真品，那一幅画才是赝品。或许书画斋的鉴宝大师是因为没见到真品，然后就把赝品当成了真品。我再次斩钉截铁地说道。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就是我这一句话让我在日后后悔了很长时间，总觉得对不起孙永军。既然你这么肯定，我也来了信心，我决定把这一幅画送去书画斋鉴定，若是真品就可以获得鉴定证书，也就可以高枕无忧。而那一幅画就是赝品，他们自然就会收回一切的鉴定报告和证书。孙永军眼神坚定地说道。行，我和你一起去。不知为何，我心中莫名的涌起了一股不安，于是决定和他一起走一趟。很快我们就出发了。深秋的中海城，空气中裹挟着一丝潮湿的凉意，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在风中摇曳，金黄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萧瑟。我和孙永军并肩坐在劳斯莱斯库里南的后座，车轮碾过满地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仿佛也在诉说着我们此刻忐忑的心情。半个小时后，车子缓缓停在书画斋前。眼前的书画斋确实气派不凡，这是一栋5层小楼，矗立在古玩城的黄金地段，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楼体采用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风格，青砖黛瓦，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间尽显古韵。门前的汉白玉石狮威风凛凛，仿佛守护着这座艺术宝库的秘密。店铺的生意十分兴隆，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有穿着考究的收藏爱好者，也有行色匆匆的古玩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对艺术的渴望和对财富的期待。我们当然就是来这里鉴定画的。其实有很多鉴定书画的机构。1. 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中心，宛如一座巍峨的艺术殿堂，依托着故宫博物院这座蕴藏着无数书画瑰宝的宝库，汇聚了顶尖的专家团队。这些专家们仿佛是穿越时空的艺术侦探，他们在古代书画领域深耕数十载，对笔墨技法的细微变化、构图风格的演变规律了如指掌。在鉴定一幅流传有序的古代书画名作时，他们会像考古学家般仔细研究作品上那些历经岁月的宫廷收藏印件，探寻帝王提拔背后的故事，从浩瀚的历史文献和宫廷收藏档案中抽丝剥茧，以确定作品的真伪和历史价值，其权威性在收藏界如泰山北斗般不可撼动。2. 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石，如同一个汇聚文博精英的智慧中枢。这里的专家学者们擅长从宏大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将考古发现与艺术史研究成果巧妙融合。在鉴定近现代书画作品时，他们会不辞辛劳地走访艺术家本人或其家属、弟子，收集那些散落在时光角落的创作故事，为鉴定工作增添更多的维度和深度。3.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是美术领域的权威智库，其专家们犹如精通各种绘画密码的解读者，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绘画风格有着深刻的洞察。在鉴定油画作品时，他们会像专业的化学家剖析物质成分般，考察画家独特的用色习惯、充满个性的笔触特点，甚至深入研究油画材料的特性，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揭示作品真相的细节。4. 西泠印社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凭借在金石书画领域的深厚底蕴，独树一帜。这里的专家们仿佛是金石书画世界的密码破译者，在鉴定与金石篆刻相关的书画作品时，他们会将目光聚焦在书画作品上的印章、题跋，运用丰富的印学知识，如同侦探破译密码般，
精准判断作品的真伪和价值。5.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这里的专家们如同艺术史长河中的领航者，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还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鉴定书画作品时，他们会从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出发，如同展开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深入分析作品的风格演变。同时，借助光谱分析、显微观察等高科技手段，对书画的材料、技法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为鉴定工作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6.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相关研究机构，像是考古与艺术的跨界使者，将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巧妙结合。在鉴定古代书画时，他们会参考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如同搭建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对比分析书画的风格、技法、材料等特征，从而更准确地判断作品的年代和真伪。7. 书画斋是一家民间鉴定机构，却在收藏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凭借着悠久的历史，在书画鉴定、经营和收藏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底蕴。这里的鉴定团队成员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行家，他们不仅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在长期的书画交易实践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在鉴定书画时，他们如同品味美酒的行家，注重作品的笔墨韵味，感受纸张质地传递出的岁月痕迹，研究装裱工艺背后的匠心，同时也会参考市场行情和作品的流传情况，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作品进行评估。我们心中雪亮，想要推翻书画斋对那一幅赝品的鉴定，也只能来找书画斋了。找别的机构鉴定，即使鉴定是真品，也无法撼动书画斋的鉴定结论。孙永军正要迈步走进去，我下意识地拉住他，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能不能先去看看赝品？我知道财界的鉴宝能力堪称神奇，或许能从赝品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揭开这个谜团。孙永军微微皱眉，眼神中满是疑惑。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我坚定地点点头，对方既然精心制作了赝品，肯定也预料到真品的主人会找上门来。可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不怕被拆穿呢？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孙永军苦笑着摇摇头，你这么说不对，我也不敢确定自己这一幅画就是真品啊，我甚至怀疑就是赝品。孙永军没有财界这样的宝物，当然不能确定手中的画是真品，这么怀疑也就正常，但我能确定是真品，所以必须小心一点，我在心中嘀咕着。于是在我的继续坚持下，孙永军只能无奈答应，带着我来到了另一家古玩店铺明雅阁。这家店铺不大，却透着一股古雅的气息。推门而入，店内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书画作品，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古玩文物。孙永军径直走向柜台后面的老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何老板，我想看看那幅写生灵毛图卷。何老板抬起头，脸上露出一抹无奈。没在我店里了，已经被主人取走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我还想多留几天，能大大提升我店铺的生意的。我忍不住问道，主人是谁？能否告知？何老板神色一凛，语气坚决，这是行业秘密，我不能透露的。孙永军接着问道，那一幅画是不是要上拍了？何老板思索片刻，道，好像是，但我也没得到确切消息。我想你们找拍卖行打听更准确一些。我们无奈地对视一眼，只好失望地离开明雅阁，再次站在书画斋门前。尽管孙永军身后跟着一名身材魁梧的保镖，可我还是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心头，总觉得进门不会有好事，但思来想去也想不到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发生。这样的权威机构不可能睁眼说瞎话，说是赝品吧。推开书画斋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一股裹挟着檀木幽香与陈年墨韵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将我们包围。前庭高悬的宝汉凝真匾额在暖黄射灯的映照下，鎏金的字迹泛着古朴而庄重的光泽，仿佛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匾额下方，身着月白长衫的侍者躬身行礼，广袖轻拂间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沉香。二位贵客可是为书画鉴定而来？他的声音轻柔而恭敬，却在这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孙永军深吸一口气，喉结微微滚动，攥着画轴的手因过度用力而青筋暴起。我能清晰感受到他手掌的颤抖，那幅价值连城的写生灵毛图卷仿佛有千斤重，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听闻贵斋鉴定过一幅宋徽宗写生灵毛图卷，我这也有一幅，想请诸位大师长长眼。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在这空旷的前厅回荡。侍者闻言，眸光微不可察的一闪，如同深潭中泛起的一丝涟漪，很快又恢复成职业化的微笑。他侧身引路，带领我们穿过挂满历代名家真迹的回廊。廊下的宫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将一幅幅珍贵的书画作品笼罩其中。从唐寅笔下秀美的山水到郑板桥灵动的墨竹，每一幅都价值连城，静静陈列在玻璃展柜中，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沿途经过的展柜里，
几方青花瓷瓶在冷光下泛着幽幽的光泽，瓶身上的缠枝莲纹历经岁月的打磨，依旧清晰可见，无声地彰显住这里的专业与权威。2楼贵宾室的雕花木门缓缓开启，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仿佛拉开了一场命运的帷幕。室内弥漫着淡淡的沉香，青烟袅袅升腾，为整个空间增添了几分神秘而庄重的氛围。3位鉴定大师早已端坐于檀木长案之后，长案上摆放着放大镜、检测仪、狼毫笔等各种鉴定工具，整齐有序。居中的白发老者周末，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扫过我们时，仿佛能洞察内心的每一丝想法。他身着一袭黑色唐装，胸前的盘扣泛着古朴的光泽，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风范。左侧的苏艳秋身着掐丝旗袍，纤细的手指优雅地把玩着放大镜，镜片后的眼神透着专业与冷静，旗袍上的银丝绣线在灯光下闪烁，与他专注的神情相得益彰。右侧的林修文西装革履，手中的平板计算机不时闪烁着蓝光，透着一股科技与艺术交融的气息。他低头快速敲击着键盘，仿佛在与数据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请坐。周末抬手示意，声音沉稳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半月前确有一幅写生灵毛图卷，经我摘鉴定，附有全套鉴定证书，如今已在藏家圈内引起轰动。他顿了顿，目光在我们身上停留片刻，那眼神仿佛能看穿我们的来意。不过书画鉴定，最忌先入为主，贵卷还需细细勘验。孙永军递上画作，苏艳秋率先接过，指尖轻扣画轴，发出清脆的声响，打破了短暂的沉默。市面上出现2幅同名画卷，倒也正常。宋徽宗时期宫廷画院长命画师摹写御笔，流传至今，真假本就难辨。苏艳秋将放大镜贴近画面，镜片后的眼神专注而认真，仿佛要将每一根线条、每一处色彩都看透。他的睫毛随着呼吸微微颤动，神情极为投入。这幅画的纸张纤维与宋代诚心堂纸极为相似，不过还需仪器检测确认。说着，他从随身的皮质工具箱中取出一台精密的检测仪，细小的探头在宣纸上轻轻滑动，荧幕上的数据不断跳动，如同跳动的音符。林修文将平板计算机对准画面，蓝光如流水般在荧幕上快速扫描，颜料的光谱分析显示，所用矿物颜料符合北宋时期特征。他熟练地调出半月前那幅画的检测数据，2张图表在荧幕上并列对比，数据的相似度令人啧舌，与之前鉴定的画作对比，在颜料成分、笔触走向等方面都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的手指在荧幕上滑动，每一个数据都仿佛是铁证，将我们说服，仿佛真相已经昭然若揭。周末取出一支狼毫笔，笔尖蘸满浓墨，在一旁的宣纸上临摹画中瘦金体题字，笔锋在宣纸上游走，力透纸背，每一笔都蕴含着深厚的功底。这写生灵毛4字，笔势瘦劲如铁，转折处锋芒毕露，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真迹的笔法如出一辙。他又指着画卷上的宣和连珠印，放大镜下朱砂的纹理清晰可见，此印件的雕刻工艺、朱砂成色都与宫廷规制吻合。他的讲解条理清晰，每一个细节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让人不得不信服。孙永军听得频频点头，眼中的期待逐渐变成狂喜，脸上的表情如同绽放的花朵。我亦暗自佩服他们对画作的分析细致入微，从纸张、颜料到笔法、印件，每一处都言之凿凿。苏艳秋展示的仪器检测报告，林修文对比的数据图表，周末专业的笔法解析，让这场鉴定近乎无懈可击，仿佛是一场完美的表演。孙先生，此画笔墨苍劲，气韵生动，确系宋徽宗真迹无疑。周墨白在鉴定证书上落下最后一笔，字迹工整而有力，仿佛在书写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他郑重地盖上书画斋的朱砂大印，印泥的红色在白纸上鲜艳夺目，如同鲜血一般刺眼，与半月前那幅当是一真一模，前者是稀世珍品，后者也有一定价值。我们会尽快地收回那一幅画作的鉴定证书，改成是临摹之作。孙永军接过证书时，手剧烈地颤抖着，脸上洋溢着如释重负的狂喜，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小心翼翼地将证书塞进怀里，眼神中满是得意与兴奋。既然是一真一模，2幅画一模一样可以理解，但为何连收藏家的印章都一样？我忍不住心中的疑惑，开口问道，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安。周末推了推眼镜，神色自若，仿佛早已料到我会有此疑问。当然是有人心存侥幸，得到了临摹之作，又见过真品，所以就将之加工成了赝品，期待能私下卖掉。那可是价值好几亿啊！他的语气平静而从容，仿佛在讲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我们得赶紧收回鉴定证书，否则麻烦很大。苏艳秋和林修文也都面露紧张之色，纷纷附和，表情严肃而认真，仿佛真的在为即将到来的麻烦而担忧。对，一定是这样。我和孙永军对视一眼，心中的疑惑似乎都得到了解答，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鉴定目的达成，孙永军毫不犹豫地付了鉴定费，脸上的笑容怎么也藏不住。我们并肩走出书画斋，
秋日的阳光洒在身上，孙永军兴奋地吹嘘着自己买画时的英明果断，街边橱窗映出他意气风发的模样，他的声音在街道上回荡，充满了得意与自豪。我连连点头，脸上挂着钦佩的笑容，可心底却莫名涌起一丝不安，仿佛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心头。回到孙永军家，他马上就要把写生灵毛图卷藏进宝库，甚至不让我跟进去参观他的宝库，再让我欣赏一下，我还想拍照留念。我退而求其次，语气中带着几分恳切，眼神中满是期待。孙永军犹豫片刻，还是将画递给了我。我缓缓展开画卷，瞪大眼睛细细欣赏。画面上的白鹭羽毛细腻，仿佛能感受到羽毛的柔软，牡丹娇艳欲滴，色彩鲜艳的如同要滴下来一般。可看着看着，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变化，却又说不上来。画面整体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面纱遮住了画作的真实面目。下意识的，我用中指碰触了一下画卷，刹那间鉴定信息浮现脑海：现代仿宋徽宗写生灵毛图卷，价值有限。完了，被调包了。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手脚变得冰凉，仿佛被扔进了冰窖，脸色惨白如纸，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几乎要冲破胸膛。再次定睛细看，这次终于看出了区别。虽然和先前的真品一模一样，但白鹭的羽毛看似栩栩如生，却少了真品特有的灵韵，仿佛是没有灵魂的空壳。牡丹的色彩过于艳丽，全无千年古画的含蓄，显得格外刺眼。若不是财界的鉴定，我根本难以察觉这细微的破绽，即便发现了，也会怀疑是自己看错了。他们为什么不调包之后，鉴定说是赝品，还给鉴定证书干啥？一个巨大的疑惑在心中涌起，我在心中疯狂思索，试图寻找答案。很快，我便想通了其中的缘由。若鉴定为赝品，我和孙永军必定难以接受，会仔细检查画作，很可能当场就发现被调包，那他们就麻烦大了，甚至可能会暴露整个骗局，而给了鉴定证书，我们便会放下戒心，欢天喜地拿着赝品离去，他们就能轻松转移真品，到时候死无对证，我们即使后来识破了，也只能吃哑巴亏。这是传说中的无解天局，我们踏入了天局，孙永军损失了6亿。这一刻，我终于恍然大悟，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愤怒。我曾听闻鉴宝领域的天局，却从未想过自己会亲身经历，而且还如此无能为力。所谓鉴宝天局，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骗局，常让古玩爱好者上当受骗，损失惨重。天局的常见手法： 1. 以劣品充优品。设局者用难以察觉的劣品冒充优品，这些劣品可能外观与真品相似，甚至带有各种齐全的手续，如假的鉴定证书等，让入局者深信自己得到了宝物，实则其价值远低于预期，且很难出手。2. 调包真品。行内人先设法获取真品的鉴定机会，然后将真品调包，使当事人拿着配有鉴定证书的假货，误以为自己拥有真品，却不知已陷入骗局。3. 利用专家背书。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所谓的专家，让他们为假货提供鉴定背书，增加骗局的可信度，使藏友更容易相信假货是真品。2000年的御医案就是典型的天局，房地产商人谢根荣雇人造了2件御医赝品，用从古玩市场淘来的便宜玉片在小作坊里拼凑而成。他请了几位知名鉴宝专家，专家们在简单查看后就将其鉴定为真品，给出24亿的天价估值，并签下证书。谢根荣拿着鉴定证书找银行贷款，成功获得6亿贷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而这次的天局，现在我基本上可以脑补出来。为了实施这场天局，做局者必定耗费了数年时间，召集顶尖的仿古画师，使用与原作相同材质的诚心糖纸，调配相近的矿物颜料，每一根线条，每一处色彩都力求与原作一致。装裱师傅也严格按照宣和装工艺，将每一个细节都复刻到位，甚至连表背所用零卷的质地、颜色、花纹都一一还原。之后，他们凭借人脉和金钱买通鉴定机构，让赝品获得真实鉴定证书。证书中对画作的艺术价值、历史背景进行了详尽且看似专业的阐述，还附上了高清的细节对比图，以增强可信度。赝品制作好后，就会把真品卖掉，买者可能又加价再卖，所以很难知道真品持有者是谁。不过没有关系，可以用赝品调出真品来。当这件带着真正的赝品流入市场后，迅速引起了收藏界的轰动。真品的持有者孙永军在听闻市场上出现同款画作且带有权威鉴定证书时，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与疑惑。而由于该鉴定机构在书画鉴定领域的权威性，以及背后做局者的权势操控，真品持有者若想为自己的藏品进行鉴定开证，几乎只能选择该机构当真品持有者，将画作送到鉴定机构后，做局者利用专业的调包手段将真品替换成赝品。真品持有者拿着富有真正的赝品，反而对自己手中的真品更加深信不疑。而其他书画鉴定界的资深人士
即便一眼识破这是赝品，碍于做局者的权势以及那份真实的鉴定证书，也只能选择保持沉默，即使说破也没用。鉴定机构可以推脱说是孙永军保存不当，被人用赝品调包了。而现在天局已经完成，做局者的真品花在外面流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他手中，而他还赚到了5亿以上。想到这里，我不禁浑身颤抖，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鉴宝界的天局果然无解，即便我有鉴定真假的财界，全程亲自陪同，也不过是加快了骗局的进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推动了孙永军去鉴定，让他更快地落入陷阱。我在心中急速思索，若将真相告诉孙永军，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弄回那一幅画？结论让我沮丧。告诉他的话，他未必相信，毕竟刚刚得到权威鉴定的认可，喜悦冲昏了他的头脑。即便相信了，又能如何呢？报警，对方完全可以说现在的那一幅画就是孙永军拿去的那一幅，至于是真品还是赝品，就很难说清楚了，也没意义，反正不能给他们定罪。上门去闹，真品早已被转移，还会被对方报警，说我们上门闹事，那么只会徒增痛苦和烦恼，还不如隐瞒真相，那孙永军至少还能快快乐乐、欢欢喜喜。但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找回真品。书画斋的3位鉴定师就是线索，虽然他们现在必定警觉，不会露出破绽，但我相信，只要耐心调查、跟踪，总有一天能揭开这个迷局，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做局者得到应有惩罚。孙永军非要留我吃饭，我根本没脸，所以推脱说有事儿，拒绝了。驾车离开孙永军的别墅社区，我把车停在路边，狠狠地扇了自己2个耳光。今天太大意了，看到3个鉴定大师有板有眼地鉴定为真品，还签了鉴定证书，就以为高枕无忧，结果就没用中指碰触一下，否则可以当场发现画被调包，可以当场搜到的，也可以报警让赵一彤过来搜索。但现在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想要再找回真品，艰难了无数倍。现在我甚至不好声张，只能慢慢在暗中查找。而且还有前提，必须尽快增加自己的财富，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等自己成长起来，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查。目前的自己，对于做局者而言，就是一只蝼蚁，连身家1000亿的孙永军都是蝼蚁，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压下心中的愤怒和懊悔，我驾车来到了金玉满堂，敲门走进了赵林华的办公室。赵林华一眼见到我，满脸惊喜，踩着10厘米的细高跟疾步从办公桌后走出来。他身着一袭黑色职业套裙，精心盘起的发髻下，一对翡翠耳坠随着步伐轻轻摇晃，折射出幽幽绿光。他请我在沙发上坐下，美女秘书奉上香茗。我取出那块玻璃种正阳绿翡翠，翠色如凝固的祖母绿宝石，在室内灯光下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光芒，笑道：赵总，我要打4套首饰，剩余的出售。此时我已经摒弃了遭受巨大挫折的负面情绪，显得沉稳而自信。经历了多次赌石的洗礼，我早已不再是出入此行的毛头小子。我坚信，在云南和缅甸的翡翠场口，还有更高质量的翡翠等待我去发掘。赵林华笑靥如花地接过翡翠，放大镜在他手中快速移动，仔细观察每一处细节。他紧急召来设计部经理，2人激烈讨论着切割方案与设计样式，图纸在桌上铺开，铅笔线条勾勒出未来首饰的雏形。最终赵林华给出了令我心动的报价：1亿，5亿现金，外加4套顶级翡翠首饰，涵盖项链、手串、戒指、玉佩与玉镯，而且免去了加工费用。我微笑着点头，从口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纸条，上面工整记录着李庆、袁学宇和我自己的戒指尺寸。至于赵一彤的尺寸，赵林华自然了如指掌。我又取出那块从孙永军那里得到的冰种阳绿翡翠，作价2000万卖给了赵林华。当手机震动，银行到账短信弹出的瞬间，7亿的数字在荧幕上闪烁。我凝视着手机，耳边仿佛响起了财富流动的声音。这一刻，我深刻意识到自己已然踏入了富豪的行列。然而，当目光扫过窗外赵家集团高耸入云的大厦，心中的豪情壮志再次翻涌。这不过是起点，与真正的豪门相比，我如今的身家不过是沧海一粟。张家的冷漠与轻视如芒在背，激励着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亲手缔造一个足以与张家比肩的豪门，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为今日的傲慢付出代价。还有，想要找回孙永军那一幅价值6亿的画，我目前的成就和财富还远远不够，我要更快的崛起才行。走出金玉满堂公司的大门，上了车，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2道信息：元清花鱼藻文折岩盘修复完毕，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修复完毕。终于修复完成了，我满脸欢喜，小心翼翼地取出元清花鱼藻文折岩盘和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仔细地观察。没让我失望，断裂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元青花折岩盘上的鱼藻纹仿佛活了过来，在幽蓝的青花间游动，
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则散发着摄人心魄的艳丽光芒，浓郁的绿色仿佛要将周围的光线都吞噬。它们完美无瑕，美得令人窒息。许久，我才从沉醉中清醒过来，掏出手机给赵老爷子打电话。赵老，我带了2个你绝对没有的宝贝上门，想让你长长见识。电话那头传来赵老爷子略带不悦的声音。让我长长见识？哼，若我打开宝库让你看一眼，你会羡慕的流口水。挂断电话，我驾车来到赵老爷子的别墅，背着装满珍宝的大包，轻车熟路的来到2楼。推开门便看到赵老爷子和乔山水正坐在沙发上悠然品茶。2人身着唐装，腕间、腰间挂满了各式古董玉佩、扳指，举手投足间尽显大佬风范。茶几上摆放的盘子和茶杯造型古朴，釉色温润，一看便知价值不菲。我大大方方在他们侧面的沙发上坐下，还未等我开口，2个老头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起来：“什么宝贝？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期待，仿佛2个渴望新玩具的孩童。我笑着说道：“看是可以，但要给我估个价。”待他们重重的点头后，我缓缓伸手从包里取出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动作轻柔的仿佛捧着易碎的梦境。镯子放在茶几上的瞬间，璀璨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我的天啊，这是玻璃种帝王绿翡翠镯子！乔山水作为玉器专家，瞬间瞪大了眼睛，脸上写满震撼与不敢置信。他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地拿起镯子，又取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仔仔细细地观察每一处细节，口中还不时发出阵阵惊叹。赵老爷子在一旁急得直搓手，却强忍着没有催促，毕竟在玉器鉴定方面，他自认不如乔山水。许久，乔山水放下放大镜，不慌不忙地说道：“的确是玻璃种帝王绿翡翠，淡色的质量距离顶级还有很大差距。那个拍出了48亿的玉镯子我亲眼见过，那才是顶级，无可比拟的顶级。色差一点，价差10倍，可不是虚言。你这镯子5000万顶天，当然我说的私下交易，若是拍卖或许能到5000多万，但扣除手续费也差不多只有5000万。”我没有任何失望，反而心中狂喜，因为5000万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没有任何成本。李庆又能赚到500万，而我能赚到4500万。当然，我对那个价值48亿的翡翠镯子充满向往，将来一定要前往缅甸，走遍每一个场口，寻觅最顶级的玻璃种帝王绿翡翠，打造出震惊世界的珍宝。赵老爷子也细细欣赏一番后，同样认可了5000万的估价。他好奇地问道：“这宝贝你是从哪里弄到的？”我面不改色地撒谎道：“这是朋友托我卖的，并不是我自己的。”卖？5000万卖给我，行不行？乔山水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对这镯子爱不释手。6000万，我毫不客气地加价了。这老头上次还想用修补过的玉佩换我的银票，心黑得很。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最终以5200万成交。乔山水毫不犹豫地当场转账，仿佛这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旋即，我又取出元青花与枣纹折颜盘。这一次，2个老家伙的反应更加夸张，他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地研究许久，又是用放大镜观察，又是拿着强光手电筒照射，最终确定这是真品。紧接着，2人便开始了激烈的竞价。4000万，赵老爷子率先出价。4500万，乔山水不甘示弱。5000万，6000万，赵老爷子大手一挥，语气坚定。我看着他们，一脸茫然。我说过要卖吗？赵老爷子却胡子一翘，霸道地说道：“你拿着宝贝过来，不就是卖的吗？反正现在这宝贝已经是我的了。”说着，他便将6000万转到了我的账上。我无奈地摇头，心中却早已乐开了花。今天总共进账82亿，这等财富如梦幻般降临，让我心潮澎湃。若每天都有如此收益，成为世界首富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我深知这不过是奢望。李庆和袁学宇每月能弄来一件破碎的宝物修复，已是难能可贵。我强压下心中的狂喜，笑着对赵老爷子说道：“赵老，刚才你说过让我看你的宝库的。”赵老爷子满脸骄傲，大手一挥：“刚好要放这个元青花，就带你参观我的宝库，你有福了。”说罢，他起身带路，步伐中都透着得意与自豪。我跟在他身后，心中满是期待，不知那神秘的宝库中究竟藏着多少惊世珍宝。穿过雕花木廊，长廊两侧陈列着造型各异的青铜古灯，昏黄的烛火在灯罩内摇曳，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沉香与古木的独特气息，愈发勾起我的好奇心。行至长廊尽头，一面厚重的暗门出现在眼前。赵老爷子上前，在墙上一处看似普通的青砖上轻轻一按，暗门缓缓升起，金属齿轮转动的声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待暗门完全打开，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同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璀璨夺目的光芒，恍若踏入了另一个神秘世界。整个宝库占地足有数百平方米，顶部镶嵌着无数微型 LED 灯，将空间照得亮如白昼。四周的墙壁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特制的玻璃展柜，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脚下的地面是由整块的透明水晶铺设而成，透过晶莹剔透的水晶，能看到下方层层叠叠的金丝楠木架，上面同样摆满了古董文物。赵老爷子迈着稳健的步伐，率先走进宝库，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自豪。小子，好好看看吧，这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怀着敬畏又激动的心情，缓缓挪动脚步。左侧第一个展柜里摆放着一尊小巧的玉雕佛像，佛像通体洁白，雕刻工艺精湛绝伦，每一根线条都流畅自然。佛像的面容慈祥宁静，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智慧。我凑近细看，发现佛像的衣褶处竟还镶嵌着细碎的红宝石，在灯光下闪烁着点点红光，更添几分神秘与庄严。这是唐代的和田玉佛像，当年可是皇室贡品。赵老爷子在一旁介绍道，眼神中满是真实。我的指尖不着痕迹地划过佛像，冰凉的触感下，玉佛表面流转的温润光泽突然凝成实质，化作一缕缕乳白灵气，顺着指尖涌入了财界。佛像眉眼间镶嵌的红宝石骤然明灭，我仿佛看到千年前玉雕匠人在油灯下精心雕琢的场景，粗粝的手指与细腻的玉石碰撞出点点星火，那些倾注其中的虔诚与记忆，此刻都化作滋养财界的灵气。鉴定信息也浮现脑海，唐和田玉佛，珍贵至极，值得你拥有。继续往前走，一个巨大的青铜鼎吸引了我的目光，鼎身刻满了精美的纹饰，饕餮纹、云雷纹相互交织，气势恢宏。鼎耳上还铸有两条栩栩如生的盘龙，龙身盘绕，龙须飞扬，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这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鼎，历经几千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赵老爷子的声音带着一丝感慨。鼎身饕餮纹镜在我瞳孔中扭曲变形，狰狞的兽面仿佛活了过来，金属特有的冷冽灵气如蛇信般钻入毛孔，带着青铜器特有的沧桑威压。我强装镇定聆听讲解，实则在用中指吸收灵气。恍惚间，耳边似有金戈铁马之声，眼前浮现出鼎器在祭祀大典上青烟缭绕的场景，王公贵族的祝祷声与青铜共鸣，将千年岁月的厚重尽数注入我体内。脑海也浮现鉴定信息：西周青铜鼎，王室重器，曾见证800诸侯会盟，历经战火深埋地下3000年，蕴含天地征伐之气，可助修炼者凝练刚猛真气。卧槽，可助修炼者凝练刚猛真气，难道是古代的法宝？我暗暗的震撼。旋即我注意到，在宝库的中央有一个独立的圆形展柜，里面放置着一幅卷轴画，画卷徐徐展开，一幅壮丽的山水图景呈现在眼前。远处群山连绵，云雾缭绕，近处树木葱郁，溪水潺潺。更令人称奇的是，画家巧妙地运用了水墨的浓淡变化，将山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张大千的真迹，世间罕有。赵老爷子的语气中充满骄傲。我中指悄然碰触边缘，笔尖晕染的墨色似乎化作流动的云雾，裹挟着山川灵气钻入财界。我甚至能感受到画家挥毫时的心境，从构思时的凝神到落笔时的畅快，每一个创作瞬间都凝结成灵气碎片，在脑海中重组为一幅幅鲜活的山水意境。我一边惊叹于这些珍宝的精美，一边四处张望。突然，我被右侧角落的一个展柜吸引，透过玻璃，我看到里面放着一串晶莹剔透的水晶手链。手链由一颗颗大小均匀的水晶珠子串成，每颗珠子都纯净的如同冰雪，在灯光的照射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更特别的是，珠子上还雕刻着一些神秘的符号，像是某种古老的文字。我正看得入神，赵老爷子走了过来。这串水晶手链可不简单，据说是古西域一位神秘巫师的法器，上面的符号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具体用途至今无人知晓。我佯装好奇凑近，指尖刚触碰到手链，水晶珠上的神秘符号突然迸发幽蓝光芒，冰冷的灵气如电流般窜入指尖。不同于其他器物的温和滋养，这股灵气带着异域的神秘与灵力，在手指中横冲直撞。进入财界的速度很慢，我咬牙忍耐，却在混乱中窥见片段记忆。沙漠中古老的祭祀仪式，巫师念诵咒语时水晶手链的剧烈震颤，这些画面与涌入的灵气交织，在脑海中烙下深刻印记。鉴定信息再次浮现：西域巫祝法器，刻有失传的星轨符文，能沟通天地能量，使用次数3次，风险与机缘并存。在宝库的另一侧，我看到了一排精美的瓷器展柜，从宋代的汝窑青瓷到元代的青花梅瓶，再到明代的五彩瓷碗，每一件瓷器都堪称绝世珍品。其中一个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造型小巧玲珑，杯身绘有公鸡、母鸡带领小鸡觅食的场景，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这鸡缸杯当年可是皇室专用的饮酒器具，存世量极少，价值巨大。赵老爷子说道。我表面赞叹，实则继续用中指吸收灵气。成化年间的五彩釉料在我眼中化作流动的彩虹，每一抹色彩都对应着不同属性的灵气。细腻的胎土灵气温和滋补，艳丽的彩绘灵气则热烈奔放。两种灵气在手指内交融，竟凝结出一颗晶莹的气旋，然后慢慢地进入了财界参观完整个宝库。我早已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代表着一段历史，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至于价值，更是无限。赵老爷子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怎么样，小子，没让你失望吧？我连连点头，由衷地感叹道。赵老，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每一件藏品都让我大开眼界。赵老爷子满意地笑了笑，目光在宝库里的藏品上缓缓扫过，眼神中满是眷恋与欣慰。这些宝贝都是我一生的挚爱，希望以后他们能遇到真正懂得欣赏和珍惜他们的人。我看着赵老爷子，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敬意。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收藏家，更是一位文化的守护者。这些珍宝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得以完好的保存，让后人能够领略到古代文明的辉煌。从宝库出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次参观不仅让我见识到了无数的稀世珍宝，更让我对古董收藏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热爱。我暗暗下定决心，在未来的日子里要继续努力，寻找更多被埋没的珍宝，让他们重现光彩。我一定要让我万宝楼都放满珍宝。告辞两位大佬，我出了别墅，坐在自己的车上，仔细地关注财界。先前在宝库中吸收了很多的灵气，在财界中氤氲成了浓郁的白雾，看上去仿佛仙境，增添了浓浓的神秘感。我心念一动，灵气就凝聚成了一根透明丝线，从财界中探出来，然后顺着我的指头往外延伸，眨眼就延伸了至少100米的距离，似乎还能继续延伸。但我没再试验了，因为似乎没太大意义，至少现在我没发现有什么意义，因为也就是远程鉴宝而已，我没放在心上。我驱车缓缓离去。此时暮色如打翻的胭脂河，将整个城市浸染在一片瑰丽的绯红色泽之中。车轮碾过满地霞光，仿佛在流动的色彩中穿行。天边的火烧云肆意翻涌，将苍穹织成一幅气势恢宏的锦绣画卷，而我也在这绚烂的光影里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风景。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子，或踩着细高跟袅袅而行，或骑着单车轻盈掠过，她们不经意间投来的目光带着好奇与欣赏，让我嘴角不自觉扬起一抹笑意。回到社区，停好车，怀揣着今日满载而归的喜悦，我迈着轻快的步伐上楼。金属钥匙插入锁孔的瞬间，清脆的转动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回荡。推开房门的刹那，熟悉的木质香气裹挟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水汽扑面而来，紧接着从大厅浴室传来的哗哗水声，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打破了屋内的宁静。我微微一怔，心中泛起疑惑。按照行程，袁雪羽今日应在魔都过夜，而李沁也会留在燕京，此刻家中怎会有人？好奇心如同藤蔓般在心底肆意生长。我轻手轻脚地走向袁雪羽的房间，指尖刚触到门把，便发现房门并未反锁。随着门轴发出细微的吱呀声，房间内的景象缓缓展现在眼前。房间布置得精致整洁，淡粉色的墙纸在暮色中泛着柔和的光泽，床头柜上摆放着几株多肉植物，圆润的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透着勃勃生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地板上那只打开的行李箱，熟悉的粉色拉杆与贴满各地旅行贴纸的箱体，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我心中涌起一阵惊喜。袁雪羽竟意外归来了。我满心愉悦地快步往自己房间走去，但大厅浴室的门吱呀一声就打开来了。袁雪羽裹着一块雪白的浴巾，婀娜多姿地走了出来。见到我，她一点也不尴尬，仿佛我是她的男人一样。她娇笑道：“张扬，你回来了呀？”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今天你不应该飞去魔都的吗？怎么回来了？”今天我那趟航班因为飞机出了点小问题，需要更换零件，所以取消了。这样的事儿一年总要遇到几次，我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万一我带个美女回来被你遇到怎么办？我调侃道。我故意没告诉你，就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当然也是要检验一下你，看在我和李沁都没在的情况下，你会不会夜不归宿，或者带别的女人回来鬼混。幸好你通过了考验，否则有的你难受的。袁雪羽娇嗔道。的确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本来以为今晚我要形单影孤，寂寞孤独的，但惊吓却一点没有，因为我是顶级好男人，绝不会乱来的。何况我已经有了李沁和你，我无比满足，这么可能再去沾花染草？我满脸幸福，有了李沁和我才不属于你呢，至少现在还不属于你。你想追我的话，可要努力了。袁雪羽俏脸嫣红，风情万种地白了我一眼，加快脚步走进他的房间去了。我的天啊，他允许我追求他，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应该是前者吧。
我的心情越发的愉悦，脚步轻快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花洒，温热的水流倾泻而下，冲刷着一天的疲惫。换上舒适柔软的睡衣后，我走出房间，却发现袁雪羽的房门依旧紧闭。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我轻轻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让我呼吸一滞。只见她身着一套新买的金丝吊带睡裙，坐在梳妆台前，睡裙的布料轻薄柔软，如同一层金色的蝉翼，紧紧贴合住她的身体，将那凹凸有致的曼妙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她正拿着吹风机，轻轻吹着那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发丝在暖风中轻轻飘动，宛如黑色的绸缎。我缓步走到她身后，凑近她的耳边，声音低沉而温柔：“我来帮你。”说着，便从她手中接过吹风机。她的头发浓密顺滑，握在手中，如同握住一束流动的乌木绸缎，轻轻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手感好到令人心醉。我一边缓缓移动吹风机，一边忍不住用另一只手轻轻把玩着她的发丝，感受着那丝绸般的触感。梳妆镜中，袁雪羽的脸颊泛起红晕，如同春日里盛开的桃花，娇艳欲滴。她唇角微微上扬，眼中满是幸福与羞涩，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迷人魅力，美得让人目眩神迷。我的目光都有点呆滞。袁雪羽耳间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声音轻柔的如同春日里漂浮的柳絮：“我们去沙发上坐吧。”尾音带着若有若无的颤意，仿佛藏着万千情愫。我喉头微微发紧，喉结滚动间轻轻扣住她的指尖，感受着那细腻的触感，仿若握住了一块温软的羊脂玉。我牵着她走出房间，每走一步，她发间若隐若现的茉莉香便随着步伐流转，在空气中缓缓飘散。沙发的天鹅绒面料泛着柔和的光泽，我们落座的瞬间，蓬松的靠垫将两人轻轻包裹，我自然地揽过她纤细的腰肢，掌心下是柔软的绸缎睡裙，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身体微微的站立。她顺从地倚入我怀中，发顶蹭着我的下颌，宛如一只慵懒的猫咪，呼出的温热气息透过衣料，在皮肤上留下浅浅的痒意。此刻的客厅静谧的能听见彼此的心跳，水晶吊灯洒下暖黄的光晕，将四周的影子拉得绵长。我低头贴近她耳畔，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兴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元青花与藻纹遮颜盘已经修复好了。”哇塞，这么快？快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非常完美？袁雪羽猛地抬头，杏眼圆睁，睫毛扑闪间满是惊喜与期待。她微微扬起的脖颈白皙如玉，在灯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眼底跳动的光芒比钻石还要璀璨。我勾起唇角，故意卖了个关子：“已经卖掉了，只能给你看照片。”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指尖划过相册时，能感受到她灼热的目光紧紧盯着荧幕。当照片展现在眼前，她的瞳孔骤然放大，粉唇微张，发出由衷的惊叹：“哇塞，真的无比完美，浑然一体。张扬，你的修复技术太神奇了，快告诉我卖了多少钱呀？”她的双手撒娇般摇晃着我的手臂，胸前的吊坠随着动作轻轻晃动。“你猜？”“我不猜，猜不到的，你快告诉我嘛！”嫣红的脸颊近在咫尺，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手腕，让人心痒难耐。“6000万！”我压低声音，注视着她的反应。袁雪羽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兴奋地坐直身子，在我的脸颊上落下轻轻一吻。“张扬，你太神奇了，我爱你！”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双手紧紧环住我的脖颈，发间的香气将我彻底包围。我伸手摩挲着脸颊上残留的温度，心中满是甜蜜。打开手机银行，毫不犹豫地将301万转入她的账户。片刻后，袁雪羽的手机响起清脆的短信提示音。她怔怔地盯着荧幕，指尖微微颤抖，眼睛瞪得滚圆，许久才疑惑地问：“怎么多出来1万？”“因为你花了1000买下来，所以这1万就算是本金，也可以说是奖金。”我将她重新搂入怀中，下巴抵着她的发顶，感受着她发间的柔顺。袁雪羽突然将头埋进我的胸膛，声音闷闷的：“张扬，你对我真好，我愿意永远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将她搂得更紧，在她耳边轻声发誓：“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保护好你们，让你们无比安全，格外幸福。”袁雪羽轻轻嘤鸣一声，彻底放松身体，像一汪春水般融化在我怀中。过了许久，她抬起头，眼神亮晶晶的：“那玉镯子呢？卖掉了吗？”我笑着点头：“卖掉了，卖了5200万。”“哇塞，5200万！就一个玉镯子，竟然这么值钱！”袁雪羽再次惊呼，眼中满是不可思议。我耐心地解释：“曾经有个顶级的玻璃种地王绿翡翠镯子，拍卖出48亿元的高价，真正的体现出了黄金有价玉无价的事实。”“真的？”袁雪羽瞪大了眼睛，樱桃小嘴张成了可爱的圆形，模样惹人怜爱。下一秒，她兴奋地从我的怀里起身，掏出手机拨通了李庆的视频电话。很快，李庆出现在荧幕中，她身着笔挺的空姐制服，
盘起的长发优雅地固定在脑后，精致的妆容衬得眉眼如画。她正端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身后的背景墙挂着一幅梵高的《新月夜》，显得格外文艺。雪雨，你这不是在公司宿舍，而是在家里。李沁挑了挑眉，眼中满是调侃。是的啊，今天没飞魔都。袁雪雨笑着回应。李沁眨了眨眼，故意拉长语调。那太好了，今后我们就彻底的错开了，每天都有人在家陪伴张扬，免得他寂寞和孤单，从而出去沾花惹草。卧槽，你没看到我就在旁边吗？我满脸黑线，无奈的吐槽。袁雪雨冲我俏皮的眨眨眼，附和道：是呀，我也这么认为，他这样的高富帅必须看紧一点。李沁的目光突然变得认真，看向我叮嘱道：张扬，我不在家，你一定要保护袁雪雨，她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你明白吗？我郑重的点头。我当然明白。袁雪雨不仅有着令人惊艳的美貌，更有着出众的社交能力，短短几天就为我们创造了过亿的业绩，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李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玉镯子修复好了，卖了5200万，元青花碟子也修复好了，卖了6000万。袁雪雨兴奋地分享着喜悦。荧幕里的李沁先是一愣，随即激动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欢呼雀跃的模样惹得背景墙上的画都跟着晃动。挂断电话后，袁雪雨重新坐回我身边，眉眼弯弯地分享着工作中的趣事。她时而模仿乘客的糗事，惹得我忍俊不禁；时而吐槽难缠的客人皱起的小鼻子，可爱极了。我望着她生动的表情，只觉得心跳越来越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窗外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而入，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袁雪雨的侧颜在月光的勾勒下愈发柔美，那娇艳欲滴的红唇像一朵盛开的玫瑰，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我喉间发紧，手臂不自觉地收紧，将她更紧地搂入怀中。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微微仰头，眼神中带着一丝羞涩与期待。此刻的我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冲动，呼吸变得灼热，目光紧紧锁住她那性感娇艳的红唇。血液在血管中奔涌，理智渐渐被欲望吞噬，我有点稳不住了。我正要不管不顾地吻下去，但袁雪雨却突然挣脱了我的怀抱。张扬，夜深了，我去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然后他迈着婀娜多姿的步伐走进了房间，把门关上了，反锁的声音非常清晰。原来他并没期待，是我的错觉而已。他可能并没意识到我想吻他，巧合地回房间休息，也可能他觉察到了，用这样的方式委婉拒绝。不管是哪种可能，他对我都没那个意思，至少感情还没到那一步。我目送他的倩影消失，满脸遗憾，也有点尴尬。第二天清晨，天才蒙蒙亮，我便从睡梦中醒来。梦境中的画面依旧清晰地印在脑海中，那是一个奇特而又真实的梦。梦中，我操控着一股神秘的真气，打通了脸部重要的经脉，成功修炼成了36变中的第1变。在梦里，我只需轻轻一抹脸，就能瞬间易容成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陌生男子，切换过程迅速无比，且易容后的面容无比真实，毫无破绽。至于在梦中修炼道门秘典，我早已习以为常，但昨夜的进步速度却远超以往。在梦中，我似乎已经完成道门秘典上的第2浮屠的修炼，现在开始修炼第3浮屠。虽然还无法做到飞天遁地，但全力攻击时打断大树，击碎岩石已不在话下。带着满心的疑惑与好奇，我起身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努力回忆着梦境中的每一个细节。鬼使神差般，我伸出手，在脸上轻轻一抹。下一秒，镜中的面容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那张熟悉的脸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帅气中带着霸气的陌生面孔，凌厉的气息从眉眼间自然流露，仿佛换了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我目瞪口呆，心中震撼至极，难以置信地盯着镜中的自己。按理说，我并没有真气，根本无法打通脸部经脉，更不可能修炼成36变。然而眼前的事实却让我不得不相信，我真的成功修炼出了36变的第1变。难道梦境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财界中的灵气不仅能作为鉴宝的能源，还能像真气一样帮助我打通体内经脉，拥有修行的功效。回想起最近的种种变化，我越发觉得这个猜测极有可能。我变得更加帅气，力量与速度都有了巨大提升，或许正是财界灵气帮我修行的功劳。我对着镜子不断的抹脸，在本尊与易容后的面容之间快速切换，看着镜中不断变化的容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今后我多出了一张厉害的底牌。有了这易容之术，若遭遇危机，我便能迅速脱身。虽然身处和平都市，但如今我已拥有不菲身家，难免会被心怀不轨之人盯上，这无疑是一种保命的绝佳手段。而且用易容后的身份去追查孙永军那一副被调包的话，也更加安全。晨光如蜜，温柔地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坐在驾驶座上，目光不自觉地落在身旁的袁雪雨身上。她身着笔挺的空姐制服，
藏青色的套装衬得肌肤愈发雪白，领口处的丝巾优雅地系成蝴蝶结，垂落在精致的锁骨下方。那一双修长的美腿在黑色丝袜的包裹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脚上的小皮鞋踩在副驾驶的脚垫上，随着他哼歌的节奏轻轻晃动。车子缓缓驶向机场，一路上袁雪宇叽叽喳喳地分享着飞行途中的趣事，清脆的笑声如银铃般在车厢内回荡。他说话时眉眼弯弯，睫毛忽闪忽闪的，时不时还伸手比划，不经意间露出手腕上细细的银色手链，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我一边专注地开车，一边时不时和他闲聊。抵达机场后，我将车稳稳停好。袁学宇解开安全带，身体微微前倾，身上淡淡的香水味瞬间萦绕在我的鼻尖。那是一种混合着花香与奶香的独特气息，甜而不腻，仿佛春日里盛开的百花，又带着一丝婴儿般的纯净。他在我的脸上轻轻地吧唧了一下，柔软的嘴唇触碰脸颊的瞬间，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张扬，明晚见。他的声音软糯，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说完后，微微羞红着脸，打开车门，摇曳生姿地走了。他的步伐轻盈而优雅，高跟鞋敲击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随着他的走动，纤细的腰肢轻轻摆动，制服裙摆也跟着轻轻摇曳。他所过之处，无论是行色匆匆的旅客，还是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男人们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有人频频回头看了一次又一次，有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的咖啡都忘了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还有人干脆停下脚步，痴迷地目送他远去，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眼帘，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我望着他离去的方向，久久没有发动车子。驾驶室内独属于他的芳香还在轻轻地飘荡，那股香气仿佛有魔力一般，引我无限遐思，也让我心醉神迷。十几分钟后，我回到家，从裁戒中取出一套从未穿过的衣物，深灰色的修身西装面料，柔软却笔挺，泛着低调的光泽。黑色的牛津鞋擦得锃亮，鞋尖倒映着浴室暖黄的灯光。穿戴整齐后，我站在镜子前，深吸一口气，伸手在脸上轻轻一抹。刹那间，镜中的面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温和的五官变得棱角分明，剑眉斜飞入鬓，眼神锐利如鹰，整个人周身散发着一股不怒自威的霸气，俨然成了一位气场十足的年轻男子。此刻的我，除了那枚毫不起眼的财戒，没佩戴任何引人注目的饰品。财戒静静地戴在我的中指上，宛如与皮肤融为一体，即便最亲近的人也难以察觉它的存在。就像与李沁同床共枕时，他的指尖无数次拂过我的手，却从未触碰到这枚神秘的戒指。我叫张向东。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轻笑一声，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几分自信与从容。推开门，迈步走向屋外，阳光洒在身上，新换的装束与易容后的面容，仿佛为我披上了一层全新的伪装。我大步走向古玩城，心中充满期待。上午的阳光斜斜地泼洒在古玩街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上，将店铺招牌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戴着墨镜，刻意放缓脚步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街边店铺林立，玉石的冷光、瓷器的釉彩与木质家具的古朴气息交织在一起，空气中还飘散着淡淡的檀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却又暗藏着无限可能。我原本打算径直前往段老板的赌石店，那些还未鉴定完的原石就像一个个等待被揭开的谜题，说不定其中就藏着能让人一夜暴富的翡翠。然而就在我即将踏入赌石店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闯入眼帘。那人穿着一件灰色 T 恤，头发凌乱，脚步虚浮，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精致的珠宝盒，正朝着不远处的一家珠宝店走去。我眯起眼睛仔细打量，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那竟然是阿强，那个曾经抢走我前女友，又在感情和生活中一败涂地的阿强。好奇心驱使着我，脚步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珠宝店内，柔和的灯光洒在柜台里琳琅满目的首饰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阿强小心翼翼地打开珠宝盒，从中取出一条璀璨夺目的红宝石项链。那红宝石如同一颗颗凝固的鲜血，在灯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项链的链条则是由细腻的铂金打造，精致而华美。我站在角落里，装作挑选其他首饰的样子，耳朵却竖起，仔细听着阿强和鉴定师的对话。你这项链虽然是从我们这里买的，但现在你要卖掉，我们只能出30万。鉴定师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脸上满是冷漠，仿佛眼前的项链只是一件普通的商品。30万？我才买了不到1个月呢，就要亏20万？阿强瞬间跳了起来，涨红的脸上青筋暴起，额头上的血管如同一条条扭曲的蚯蚓，在皮肤下不停地跳动着，这简直就是打劫。他愤怒地拍打着柜台，声音在安静的店铺里格外刺耳。鉴定师却不为所动，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珠宝就是这样，买和卖不是一个价，否则我们珠宝店就没有利润了。你想想，我们开店的费用多大啊，工资、房租、税收、水电费、生活费，哪一项不要钱？他的语气平淡，却字字如刀，
说的阿强哑口无言，只能憋屈地站在那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阿强在店里磨了很久，不停地和鉴定师讨价还价，声音从最初的愤怒逐渐变得无奈。最终，他以35万的价格卖掉了项链。走出店门时，他的背影显得那么落寞，肩膀微微佝偻着，仿佛一下子苍老了10岁。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复仇快感，就像冬日里喝了一碗滚烫的烈酒，从喉咙一直暖到心底。哈哈，亏15万的滋味不好受吧？我在心中冷笑，就你那点工资，一年也就赚20来万，花钱大手大脚，存不到钱，这下肉痛了吧？这都是你自找的，谁让你当初勾引我前女友，做了那么龌龊的事，报应来了吧？让我惊讶的是，阿强并没有离开古玩街，而是径直朝着藏玉坊段老板的赌石店走去。他站在店门口，眼神中充满了犹豫和挣扎，一会儿向前迈一步，似乎下定决心要进去，一会儿又往后退一步，脸上露出恐惧和担忧的神色。他就像一个在悬崖边徘徊的人，不知道是该纵身一跃，还是转身离开。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想法，他想进去赌石，试图通过赌石来翻身，把之前亏掉的钱赚回来。但理智又在不停地提醒他，赌石比赌博还不靠谱，进去很可能血本无归。这种矛盾和纠结，我太熟悉了。上次打牌你举报，今天我就好好的回报你，先在你身上练练手，将来好去追查那一幅价值6亿的画。我在心中冷笑，于是我假装和他一样，走了过去，在赌石店门前进进退退，犹犹豫豫。由于我易了容，阿强自然没有认出我，但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他竟然把我当成了知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给我一支，又殷勤地为我点上火，开口搭讪道：兄弟，你也想进去赌石？我咬牙切齿地说道：是的，我想进去赌石。本来我是身家过500万的富豪，但因为赌石亏掉了大部分身价，我女朋友和我分手了。我不甘心，还想进去赌一次，但我又担心把最后的本金输掉，那就麻烦很大。知音，果然是知音啊！阿强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嘴里喃喃自语：我也和你的遭遇差不多，我也想进去赌石，但又担心亏掉最后的本金。好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我笑着问道。你叫我阿强好了。我叫张向东。我和你说，这家赌石店的老板名叫段长绿，人品非常好，比另外一家赌石店的老板常见率靠谱多了。他的原石至少没有作假，赌涨的概率比较大。上一次就有人连续赌涨2块，赚了5000多万。我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道。阿强的眼睛瞬间亮了一下，又很快暗淡下去。上一次有人在常老板那边也是赌涨2块，赚了2个多亿，你敢想？他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有羡慕，有嫉妒，也有不甘。兄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要进去搏一搏，或许就单车变摩托，从而彻底翻身。我装出一副歇斯底里、孤注一掷的样子，把一口都没抽的烟狠狠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灭，然后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赌石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阿强像是被我点燃了心中的火焰，狠狠扔掉烟蒂，跟着我走了进去。一进店门，我就发现店里的情况和上次大不相同，很多原石都已经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面孔。这些原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表面粗糙，有的还沾着泥土，仿佛在等待着有缘人来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显然，段老板有自己的仓库，里面储备着大量的原石，可以随时补充货源，这让我更加兴奋，心中的期待也愈发强烈。我取出强光手电筒，装模作样的在原石堆里照耀观察和挑选起来。实际上，我只是用右手中指轻点。缅甸原石，赌之血亏；缅甸原石，赌之巨亏；缅甸原石，赌之小亏。随着我的鉴定，一个个信息在脑海中快速闪过。很快，我就鉴定了很多原石。是时候开始我的表演了。我拿起第一块原石，装作仔细观察的样子，然后对老板说：这块我要了。花5万买单后就去解石，可惜里面连翡翠的影子都没有。唉，5万打水漂了。周围的人纷纷叹息，阿强也投来怜悯的目光，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同时也更加犹豫。但我没有丝毫气馁，反而装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又花15万买了一块原石。结果这块依然切垮了。众人的叹息声更重了，怜悯之色也更多了。阿强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兄弟，要不就别继续了吧，你都输20万了，我赌石输掉了500多万，你让我不赌？不，我要继续，我还有30万，我必须最后搏一搏。我大声吼道，装出一副无比疯狂的样子，又抱起一块标价30万的原石，冲到柜台前怒吼道：老板，买单！这位兄弟，你还是冷静一下吧，赌石不能如同你这么孤注一掷的。段老板满脸怜悯，轻声劝道：这位大哥，你这块石头一点也不出色，没有蟒带，
没有松花、黑乌沙皮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一道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同时响起一道娇媚悦耳的声音。我偏头一看，竟然是宋蛮劲。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露肩露背短裙，完美的展现出她绝美的身材。那雪白的肌肤在红色裙子的映衬下更加耀眼，一双性感的大长腿笔直修长，仿佛能让人的目光永远停留在上面。她的乌发如绸缎般飘逸，五官精致的无可挑剔，眼眸中媚光四射，美得让人目眩神迷。虽然我知道她才19岁，但在男女之事上的经验比我还丰富。然而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个大美人，也难怪财界会将她鉴定为天生尤物。她的出现让所有男人都惊艳地看着她，有人的口水都流出来了，我的心脏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不过我也非常惊讶，她竟然好心提醒我，看来这个女人心肠不坏。我凑近她，在她耳边轻声道：美女，多谢你的提醒，但我还是要买下这一块原石，我相信它能改变我的命运，让我咸鱼翻身，从此开始无比美好的人生。那就祝你好运吧。宋蛮金缓缓摇了摇头，没有再劝。段老板也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什么，毕竟作为老板，他已经尽到了提醒的责任。我迅速付了款，抱着石头走向解石机。阿强也凑了过来，大声喊道：张向东，这一次你一定能切掌的，你一定能改变命运。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期待，但我知道他还是很谨慎，没有买任何一块原石，显然是想先看看我这个榜样的下场。上一次在常老板那里，我也是装疯卖傻，连续切垮2块，第3块才成功翻身。当时阿强就已经动心，考虑要赌石了，却因为常老板对我推销做蹲，意外打断了他的想法。最后他买了做蹲的一半，亏掉500万。今天我要再示范一遍，让他看看什么叫绝境翻盘，彻底勾起他赌石的欲望。很快众人就围了过来，他们看着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怜悯，还小声议论着：听说这帅哥赌石亏掉500多万了，今天又亏掉了20万，现在他又花30万买了一块石头，若不能切掌，就真的倾家荡产了。我看他等下就要痛哭流涕了。赌石赌涨的概率太少了，除非是赌石专家，没有掌握很好的赌石技术，也敢这么疯狂地赌石，真是蠢货。宋蛮金站在一边，脸上也满是怜悯，嘴里喃喃：等下他切垮了，我要怎么安抚他？段老板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也在一旁小声嘀咕。我站在解石机前，大声对工作人员喝道：从中间给我切开，这一次我一定赢，创造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迹。我的表情狰狞，语气疯癫，仿佛已经被赌石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众人听了更是连连摇头，脸上的怜悯之色更甚。他们不知道一场精心策划的好戏即将上演。随着解石机的轰鸣声骤然停歇，飞溅的石屑如星辰般缓缓落下，在赌石店昏黄的灯光下划出一道道细碎的光痕。原本死寂的店内，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所有人的呼吸都不自觉地屏住，目光死死盯着那台解石机。切割师傅小心翼翼地转动手柄，将切开的原石缓缓翻转。当切割面完全呈现的刹那，一抹耀眼的金黄如冬日暖阳，瞬间穿透众人瞳孔。那是一块黄翡，其质地纯净的近乎透明，内部银光流转，恰似融化的琥珀凝结着星河，浓郁的色泽如凝固的顶级蜂蜜，在灯光下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光晕，仿佛有生命般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天啊，黄色翡翠，好漂亮的重水啊，一定很值钱吧？人群中率先爆发出一声惊叹，打破了短暂的寂静。天啊，竟然切掌了，这也太神奇了吧！绝境真能翻盘，不可思议。有人难以置信地摇头，眼中满是震惊。我还以为他等下就会跳楼呢，没想到竟然就出翡翠了。另一个声音带着调侃，却难掩其中的羡慕。其余人也全部目瞪口呆，震撼至极端。老板扶了扶眼镜，又使劲揉了揉眼睛，仿佛要确认眼前的景象并非幻觉。宋蛮金微微张开那性感艳丽的红唇，那双平日里总是含着慵懒魅意的桃花眼，此刻也瞪得溜圆，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竟然是黄色翡翠，这么漂亮，一定价值巨大吧？我也满脸惊喜和兴奋。财界的鉴定结果只是缅甸原石，赌之巨赚，并未透露具体是何种翡翠。此刻的惊喜到也不全是伪装。随即我意气风发地狂笑起来，哈哈，我就说嘛，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坚持就可以翻盘。马上给我掏出来，我倒要看看体积多大。我的声音充满了自信与张扬，在店内回荡。工作人员同样兴奋不已，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红晕，小心翼翼地开始解石。每一次切割都牵动着众人的心弦。而阿强则挤到了我的面前，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恭维他道：兄弟，你真是太牛逼了，恭喜你绝地翻盘，恭喜你大涨，或许这2块翡翠会价值1000万。我在心中暗自冷笑，1000万能配得上巨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准备等下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刺激与疯狂。
时间在紧张的氛围中缓缓流逝，足足1个小时后，工作人员终于将2块翡翠完整的掏了出来。一块有2个拳头那么大，另一块则有半个足球大小。它们重水犹如冰一样清澈，同时又带有浓郁的黄色，二者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灵动而高贵的气质。在光线的照射下，翡翠表面呈现出柔和的光泽，内部结构致密，肉眼几乎看不到颗粒感。无论是视觉还是触觉，都给人一种细腻光滑的极致享受。这种黄色调明亮而柔和，不偏暗沉，也不过于鲜亮刺眼，具有独特的视觉美感，就像凝固的机油，给人一种温润醇厚的感觉。天啊，这是机油黄翡翠，而且还是高冰种。段老板凑过来仔细观察后，忍不住发出惊呼声。我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用中指轻轻碰触翡翠，刹那间，一股浓郁的灵气涌入手指，进入财界之中，同时脑海中浮现信息：高冰种机油黄翡翠，价值巨大，值得你拥有。卧槽，竟然真是高冰种机油黄！我目瞪口呆，这一次的震撼是发自内心的。在翡翠的世界里，黄翡本就珍贵，像机油黄和栗子黄更是黄翡中的佼佼者。若是达到冰种以上的机油黄翡翠，那更是世间罕见的极品。它虽不像帝王绿那般大名鼎鼎，人尽皆知，但在清朝时期可是皇家才能独享的尊贵之物。机油黄这个名词最早可追溯至明朝弘治时期，最初它是一种釉色名，那时烧制的黄釉瓷器可谓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其呈现出的娇嫩黄色与机油极为相似，机油黄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历经岁月变迁，这一独特的颜色与质地在翡翠中重现时，同样被赋予了吉祥富贵的美好寓意。佩戴机油黄翡翠饰品，不仅能彰显个人的品味和身份，还被认为能带来好运和福气。由于其独特的颜色和稀少的产量，机油黄翡翠在市场上的价值极高，尤其是高冰种机油黄翡翠，更是受到众多翡翠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追捧。它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在一些高端翡翠拍卖市场上，常常能拍出令人瞩目的价格。天啊，高冰种机油黄仅仅亚于玻璃种机油黄了，价值至少5000万。这小伙子发横财了！最先反应过来的老玩家声音颤抖，眼睛都红了，满脸都是羡慕嫉妒恨。什么？价值至少5000万？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惊呼声、吸气声此起彼伏，无数双眼睛瞪得通红，有人甚至挤到前排，鼻尖几乎要贴上翡翠表面。他们脸上原本的怜悯和嘲笑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羡慕嫉妒恨。阿强呆立在原地，脸色由苍白转为涨红，又迅速变得铁青，手指无意识的蜷缩又松开，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浑然不觉，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灵魂。宋蛮金的反应最为惊人，他那双平日里总是含着3分慵懒媚意的桃花眼，此刻泛起璀璨的光芒，如同发现猎物的雌豹。他踩着10厘米的细高跟，身姿摇曳地几步就挤到我身边，温热的呼吸扫过我的耳畔。东哥，早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他的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我的手臂，红色裙摆随着动作轻颤，身上的香水味与翡翠的温润气息交织在一起。晚上有没有空？我知道一家私房菜最适合庆祝。还未等我回应，店铺门口已传来急促的脚步声，3、4个西装革履的翡翠商人蜂拥而入，领头的中年人脖子上挂着拇指粗的金链子，怀中抱着黑色皮质公文包，一见到翡翠便双目放光。小兄弟，开个价！我紫罗兰珠宝行3000万现金全款。话音未落，另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冷笑一声，掏出支票本。3000万？打发叫花子呢？我崔玉轩4000万。我金玉满堂出5000万。熟悉的声音响起，赵灵华衣着华贵的出现在众人眼前，满头珠翠，气场庞大，雍容华贵，一开口便震慑全场。等等，我抬手阻止了众人的竞价，这块小的机油黄我自己留着，你们竞价这块大的就好。高冰种机油黄实在太罕见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能不能遇到，所以留下一块小的，可以做成自己喜欢的首饰，即使不做成首饰，收藏在万宝楼也是极好的选择。将来我终究是要做一个收藏大家的，现在就是在积累资金。有如此神奇的财界，若不把财界中的万宝楼放满珍宝，那简直对不起上天赐予的奇遇。我金玉满堂，还是出5000万。赵灵华气势万丈，对这难得一见的高冰种机油黄志在必得。5100万。宋蛮金竟然也出价了，他满脸喜爱地看着我手中的机油黄翡翠，显然也是不差钱的主。5200万。5500万。竞价声一浪高过一浪，数字如同天文符号般不断攀升，众人的情绪也愈发高涨。6000万。赵灵华再次怒吼，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霸气。所有人都满脸不甘，但又不得不放弃，因为这价格实在太高了。6000万啊，连加工费都很难赚到，除非
他们也如同赵灵华那样财大气粗，把翡翠存储几年再拿出来销售，那才是稳赚不赔。成交，见半晌也没人再出价，我没有任何犹豫，果断答应。很快交易完成，我没让他银行转账，而是让赵灵华开了一张支票，免得他看到账号名字是张扬有所怀疑。而我也马上用期待的目光看向阿强，现在他该心动了吧？我的天啊，30万变成了6000万，还剩下那么大一块翡翠，估计也价值1000万，真是发横财了。他上一秒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但现在已经是富豪了。这帅哥太幸运了。虽然他很幸运，但却是他坚持的结果。若他放弃了，不再赌下去，他就还是改变不了命运，还是翻盘不了，永远是个穷光蛋。众人羡慕嫉妒恨之余，议论纷纷。阿强更是羡慕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呼吸也变得急促，拳头捏得紧紧，但他脸上还是有着一丝挣扎和犹豫，显然理智尚存。哈哈，我终于翻盘了，终于崛起了，我的前女友，你会后悔吗？于是我故意装出一副癫狂的样子，疯狂地大喊，将内心的狂喜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你现在是单身，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宋蛮金娇媚地笑道，眼神中满是魅惑。闻言，所有人都满脸羡慕，因为刚才宋蛮金也参与了竞价，加上她的衣着、气质和绝世美貌，足以看出她是顶级白富美。可如今竟然主动追求我，这怎能不让人眼红？听到和看到这一幕，阿强终于忍不住了，他狠狠把手中的矿泉水瓶摔在地上，水渍在青石板上蜿蜒成诡异的形状。他咬着牙，猛地冲向原石堆，抓起一块表面布满松花的原石，嘶吼道：我也赌，我就不信邪，我一定也能绝境翻盘，一定也能狂赢几千万，甚至过亿，我也要让白富美倒追我。这块原石不是很大，只有2个拳头那么大，黑乌纱皮，所以价格也不高，区5万。他毫不犹豫地马上付款。嘿嘿嘿，总算上钩了，你那35万，1分钱也别想带回家。我在心中冷笑，静静地看着这场即将上演的好戏。卧槽，又来一个疯狂的，他能成功吗？众人都目瞪口呆，饶有兴趣地围拢过来，准备看热闹。很快，阿强的第一块原石切开，内里灰白如枯骨，没有丝毫翡翠的影子。切垮了，5万打水漂了。众人纷纷叹息，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阿强的手指微微发抖，但并不紧张，因为他见过2个榜样都在第3块原石翻盘，所以他又迅速买下了第2块原石。这次他特意挑了块重于10几斤的灰白色原石，花了10万。他青筋暴起的手臂指挥着切割师傅，竖着切，给我往深了切。随着石屑飞溅，石头被切成了2半，一抹惨淡的白芒闪过，豆重白绵，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惋惜的嘘声，阿强却像被抽走了魂魄般，直勾勾地盯着满地碎石，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还有最后一块，他突然暴喝一声，踉跄着扑向角落里那块原石。那是块仅有半个排球那么大，表皮粗糙的黄岩沙，标价20万。这20万是我的全部家当。他将银行卡重重地拍在柜台上，指甲缝里还嵌着方才捡石头时的泥垢。段老板皱着眉想要劝阻，却被他一把推开，我一定能赢，快点给我开单。很快他就付款成功，拿到了收据。解释机启动的瞬间，阿强整个人贴在防护罩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呼出的白气在上面凝成水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原石。当原石被切成2半，众人只看到一抹暗淡的灰，里面依旧空空如也。阿强僵立了足足10秒，突然爆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笑声中带着哭腔，震得店铺里的吊灯都微微晃动。他抓起碎石狠狠砸向墙壁，石粉簌簌落下，混着他脸上纵横的泪水，在地面晕染出一片狼藉。为什么？为什么？张扬能绝境翻盘，张向东也能，而我就不行，我也已经输掉了500多万啊！阿强冲上天怒吼，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天啊，疯了，这家伙彻底疯了！额爹娘，输掉500多万了，可怜，太可怜了，哪里个个都可以绝境翻盘的，真是蠢货！众人满脸怜悯地议论着，我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快意，但感觉还不过瘾，就凑了过去，鼓励道：阿强，你不要气馁，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下一次或许就可以翻盘了。对，我不能放弃，我要继续！阿强瞬间复活，癫癫狂狂地怒吼着。众人都想要反驳，但可能是想到我的确绝境翻盘，瞬间成为6000万身家的富豪，所以都只能欲言又止。我们走吧。宋蛮金走到我的身边，俏脸嫣红，主动牵住我的手，带着我走了出去。他的手掌柔软温热，一股淡淡的香气萦绕在身旁。我们上了他那辆豪华的玛莎拉蒂，车子缓缓启动，融入了车水马龙的街道中，只留下一段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也让阿强再一次陷入了羡慕与嫉妒的深渊。赌赢了不仅仅意味着财富自由，
还有顶级白富美投怀送抱，这巨大的落差，不知会在阿强心中掀起怎样的波澜。暮色如浓稠的蜜糖，缓缓流淌在城市的天际线，将天边的云朵染成醉人的绯红色。玛莎拉蒂宛如一只优雅的黑豹，穿梭在渐暗的街道上，车灯划破暮色，在地面投下一道道光影。宋蛮金踩着油门的小腿肌肉若隐若现，随着他换挡的动作，那红色裙摆如同灵动的蝴蝶，轻轻扫过我的膝盖，带来一阵酥麻的触感，像是羽毛在心底撩拨。车内暧昧的琥珀色氛围灯将他眼尾的亮片映得波光流转，仿佛藏着万千星辰。豆沙色口红在光影中泛着诱人的光泽，与他白皙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更显娇艳欲滴。此刻的我是张向东，一个不存在的人，无需像张扬那般克制，心底涌起一股放纵的冲动，仿佛挣脱了枷锁的野兽，想要尽情享受眼前的美好。所以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大方地欣赏他的美丽和性感。好看吗？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他忽然侧头，发丝如黑色的绸缎垂落肩头，香水味裹挟着薄荷糖的清凉气息扑面而来。说话时嘴唇几乎要擦过我的耳垂，温热的呼吸让我不禁微微站立。好看，赏心悦目。我一边回答，一边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目光扫过他领口若隐若现的锁骨，心中暗叹，这女人还真是会勾人，一颦一笑都带着致命的诱惑。他轻笑出声，那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悦耳，指尖在方向盘上轻点，车载音响切换成一首慵懒的爵士乐，萨克斯风的旋律如同一缕轻柔的丝线，缠绕在狭小的车厢里，将气氛烘托得愈发暧昧。他突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微凉的指尖划过掌心，将我的手掌翻转朝上，那细腻的触感让我心中一颤。都说手相好的人财运旺，他的指甲在我掌纹间游走，声音放得极轻，仿佛怕打破这暧昧的氛围。东哥这段掌纹怕是能攥住整片金山。说话间，他故意将身子倾过来，领口的深 V 彻底暴露在我眼前，那白皙的肌肤和若隐若现的风光让我心跳加速。看来我的魅力还挺大，我心中莫名的涌起了自豪。宋蛮金出身豪门宋家，身份高贵不凡，偏偏颜值超高，身材特好，还是天生尤物。别看他风流风骚，但普通的男人绝对看不上眼，必须是那些有身份有才华的大帅哥才行。昔日我张扬的本尊，他固然喜欢我的帅，但知道我仅仅是普通出身，还是穷屌丝之后，就没太大兴趣了。现在我这个身份，有着6000万身家，加上超级帅，勉强够资格和他交往。是的，我这个易容的身份，张向东同样非常帅气，带着一股放荡不羁的野性和一种独属于男人的霸气。看来我这个身份营造得很成功，仅仅出现2次，一次就和赵一彤发生了交集，差点被他当成盗墓贼抓走，另外一次就是今天了，赌石的表演精彩万分，所以和宋蛮金有了交集。美女，你多少岁了？有男朋友吗？等宋蛮金松开我的手，继续姿态优美地开车，我又试探着询问。我的确不知道他的恋爱史，以前因为注定没什么交集，当然也就不会在意，但现在他和我另外一个身份张向东有了交集，而且看样子他对我很感兴趣，我当然要了解清楚了。你猜？宋蛮金妩媚地瞥了我一眼。我猜你今年19岁，由于天生丽质，追求你的人太多了，其中有不少优秀的男人，所以你谈过好几个男朋友，但他们都不合你意，最终分手了。怎么样？我没猜错吧？我神秘一笑，年岁倒是猜对了。他忽然轻笑，声音里带着几分自嘲。男朋友吗？也就一个。他倒是不差，华尔街投行精英，穿高定西装的样子像极了老电影里的绅士。他的指尖敲了敲方向盘，可惜啊，绅士脱了西装，骨子里还是个耐不住寂寞的浪子。所以你甩了他。他跪下来求我复合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给小三买的爱马仕 Birkin。他的语气轻描淡写，却在红灯前猛地踩下刹车。你说可笑不可笑？男人总以为女人会为了面子原谅背叛，却不知道他转头看我，瞳孔里映着路口的红灯，像2簇跳动的火焰。我宋蛮金的面子从来都是自己挣的，我想他被你甩掉后一定无比的后悔，因为你这么漂亮性感，他那小三一定不及你的1%，怪不得他来跪下来求你。我点了点头，笑道：这一次你倒是猜对了，他的确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苦苦哀求了我好几个月，但我怎么可能原谅他？警告他还敢骚扰我就弄死他，他就怕了，再也不敢出现在我的面前。宋蛮金有点黯然，也有点霸气，显然也曾经用情很深。美女，这么说现在你没有男朋友，要不做我女朋友吧？我刚刚失恋，难受的紧，很想找个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那我一定很快走出失恋的悲伤，开始无比幸福的新生活。我满嘴跑火车的撩拨。你知道我的身份吗？知道我的名字吗？就敢打我的主意，就不怕被剁碎了喂鱼？宋蛮金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魅惑的眼眸，火红的樱桃小嘴，白皙的俏脸腾起淡淡红云，显得美艳不可方物。
那模样仿佛是一只狡黠的狐狸，在引诱着猎物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春梦意中人，有缘能认识，何不让缘分更深一些？我嘴角翘起，勾勒出一种坏坏的痞痞的笑容，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若白居易知道你这么改他诗，棺材板都压不住。宋蛮劲憋着笑，加快了车速。此时夜幕已完全降临，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如同繁星坠落人间。车子在夜色中疾驰，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私房菜馆。藏在老城区的深巷中，青砖灰瓦在夜色中显得古朴而神秘。推开雕花木门的瞬间，潮湿的青苔气息混着桂花甜香扑面而来，仿佛一下子穿越回了古代。两盏红灯笼在暮色中摇曳，昏黄的灯光将宋蛮劲的影子拉得修长，他的身姿在光影中若隐若现，更添了几分朦胧的美感。主厨是御膳房后人，他踩着细高跟的脚步突然放缓，和我并肩而行。那我很期待。我轻声一笑，踏入包间，红木圆桌已摆满精致菜肴，因为他早就订餐了，真是非常节省时间，也让我心情愉悦。现在我有钱了，完全可以体验有钱人的各种享受，我也相信今夜的体验会非常美好。桌上的菜肴色香味俱全，每一道菜都像是一件艺术品，让人垂涎欲滴。宋蛮劲亲自为我斟酒，30年的女儿红在水晶杯中泛起琥珀色涟漪，那色泽如同宝石般璀璨。他捏起一块花雕醉蟹，雪白的蟹肉上还挂着浓稠的酱汁，妩媚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尝尝，应该不会让你失望。谢谢，我自己来。我目光呆滞地看了他一眼，心脏也狂跳了一下，有点抵挡不住这女人的魅力。你说赌石和赌人哪个更刺激？月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来，在他的锁骨处投下斑驳光影。他缓缓依偎我怀中，在我耳边轻声呢喃。我赌东哥心里也藏着一团火，就差一个人来点燃，要不要和我赌一局？滚烫的呼吸喷洒在耳后，赌你什么时候忍不住吻我。这女人真的这么开放？第一次认识就要诱惑和勾引我，我的魅力真这么大？在这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了一丝怀疑，不会是高级仙人跳吧？等下就会有人冲进来勒索我。想到这里，我差点就把她从我的怀里推开，哪里还敢吻她呢？你还迟疑什么？怀疑我别有用心吗？宋蛮劲娇嗔道，那声音仿佛是在我心尖上轻轻挠动。我能不怀疑吗？从你的衣着、容貌、座驾，加上先前你的竞价，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女人，一定是顶级白富美，也是顶级名媛。尽管我很帅，还有6000万身家，但也仅仅是穷人暴富，没有底蕴，没有背景，应该也不可能被你看中。我实话实说，同时仔细地观察他的反应，想看出什么端倪。你很聪明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越发的欣赏你了。宋蛮劲俏脸嫣红如血，美目媚光流转。其实我是宋家大小姐宋蛮劲，当然不可能肤浅到第一次认识你就约你吃饭，和你这么暧昧的。至于原因，你自己猜好了。说着，他也仔细地观察我的反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原来你竟然是豪门宋家大小姐宋蛮劲，怪不得如此的美艳高贵，仿佛公主一样。失敬失敬。至于原因，我真的猜不到。我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但由于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装得有点失败。终究我不是演员，缺乏表演能力。我心中也越发迷茫和疑惑，我这是一个新的身份，没有人可以看出我易容过，他也绝对不可能知道我就是张扬。那么他为什么对我感兴趣？猜不到就别猜了，你只要知道就我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对你做什么仙人跳就行了。现在我们继续刚才的赌局，你什么时候吻我？宋蛮劲似乎看出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媚眼如丝，柔软的身躯在我的怀中有韵律的扭动着。尽管我有李沁那样绝色空姐女朋友，也有袁雪羽那样清纯美艳的红颜知己，对于美色有着很强的抵抗力，但在这一刻，我还是被宋蛮劲这天生尤物所深深吸引。我的呼吸变得急促，心脏开始狂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也不想控制。张向东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根本不用负责和担心，也不怕惹上任何麻烦。事后我恢复本来容貌，我就不是张向东，而是张扬。即使遇到他，他也认不出来，他想找我算账，也绝对找不到。天生尤物，我完全可以体验一次。至于他为何对我感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了。就在气氛愈发浓烈，我几乎要沉沦其中时，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宋蛮劲微微一怔，随即不满地嘟囔：谁这么不识趣？美人在怀。我不想接电话，可手机铃声固执地响个不停，像一根细针不断挑动神经。抱歉，我接个电话。我艰难地把目光从宋蛮劲的身上收回来，摸到手机，接通，放到耳边，李沁那娇媚的声音就从电话中传出：我回来了，你的车在，人呢？他的声音瞬间就把我从欲望和迷乱中唤醒，我赶紧答道：我还在古玩城呢，马上就回来。我说完就飞快地挂断了电话。
宋蛮金轻笑出声，指尖挑起我的下巴，眼神里带着3分戏谑7分不甘。是哪个小美人，让东哥连美人在怀都坐不住？他故意凑近，在我耳畔呵气如兰，不回去不行。今晚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呢。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魅惑，一丝挽留，让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我无奈地握住他作乱的手，将他轻轻推开。改日吧，今晚没空。说着便要起身，宋蛮劲却突然扯住我的领带，将我拽回座椅。他跨坐在我腿上，发丝垂落如瀑，月光为他的侧脸镀上一层朦胧光晕。就这么着急走，他的拇指摩挲着我的喉结，我不喜欢被人晾在半路。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一丝委屈，让我心中有些尴尬，也有点后悔上他的车了，但也更好奇为什么他要勾引我了。今天真的有事儿，来日方长，别急吗？我伸手想要解开被他攥住的领带，却反被他握住手腕。宋蛮劲盯着我，忽然松了手，指尖划过我手背。记住你欠我一次。他起身时裙白扫过桌面，酒杯里的女儿红泛起涟漪。下次见面，你必须好好弥补。说罢，他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走到门口，背影摇曳生姿，却在拉开门的瞬间回头，眼神似笑非笑。她是你女朋友吧？很漂亮吗？也不等我回答，他袅娜地走了出去，上了玛莎拉蒂，驾车狂飙而去。那红色的尾灯在夜色中渐渐消失，如同他离去的身影，带着一丝神秘和遗憾。这女人简直就是妖精。我暗暗地感叹，赶紧买了单。果然不愧是私房菜，很贵，3000。我匆匆跑出四合院，夜风吹散满身暧昧气息，快速往回走。路上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恢复了容貌，还进财界中换了一身衣服，才从容不迫地继续返回。路边霓虹闪烁，五彩斑斓的灯光将城市的夜空照亮。我望着这美不胜收的夜景，脑海中浮现李沁那绝美的身影，心脏微微加快了跳动。至于宋蛮劲，已经被我抛在脑后，或许等我再一次易容成张向东，会想起他吧。而颇为有趣的是，我和宋蛮劲都没互相加微信，也没留电话号码。或许他非常自信，相信我会去找他吧，因为他和我说了，他是宋家大小姐宋蛮劲。回到小区，推开门，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让我心中一暖。李沁果然已经回来了，一条白色的吊带短裙勾勒出她绝美的身材曲线，宛如一位优雅的女神。或许是因为得到爱情的滋润，她越发的美丽性感了，简直就是风情万种，艳丽绝伦。如今的李沁已经有钱了，她开始使用名牌香水，化妆品也是顶级的，睡裙同样看上去很高级，这些都为她增添了几分高雅和高贵的气质。我当场惊艳，彻底的迷醉在她的美丽之中。她一眼看到我，就带着浓郁的芳香扑进了我的怀里，我们开始热情拥吻。这一刻，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无尽的快乐和幸福。小别胜新婚，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假。酣畅淋漓的激情过后，李沁如同慵懒的小猫依偎在我的怀里。我给你结算昨天卖宝的分成，那玉佩卖了5200万，你10个点的分成是520万。袁雪宇弄到的元青花卖了6000万，你分成5个点是300万，总共820万，加上你买玉镯的50万，就是870万。体验太过美好，先前被宋蛮劲撩拨起来的欲望早就消灭得干干净净，我的心情无比愉悦，转账了870万给李沁。谢谢老公。李沁看着银行短信，满脸的兴奋和激动。狂赚820万啊，是他工作100年也未必能赚到的，但现在却可源源不绝地赚到，合理合法。他马上又和我热吻了一次，瘫软在我的怀里，然后在我耳边认真道：今后我和袁雪宇上班错开了，想要见面就比较难，所以维护好关系全靠你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她，还要冒充好她的男朋友，千万别让她被别的男人追走了，一旦她爱上了别的男人，心中的秘密就很难保住，10有8九会泄露出去，那对我们的文物修复生意影响很大。好的，我会努力做到。我认可的点点头，心中暗暗佩服李沁的远见卓识，他看得很远，考虑得很周全。他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说愿意一直和我们合租，将来我们搬去别墅，他也说会搬过去，但你还必须做得更好，留住他的心，不要中途出什么变故。好的，我满口答应，但暗暗却是有点迟疑，因为袁雪宇清纯漂亮，性感俏皮，愿意和我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我经常和他耳鬓厮磨，很容易就会爱上他的。现在我已经有点心动神摇，快稳不住了。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卧室地板上投下几道细长的光影，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的旖旎和美好。我悠悠转醒，伸手摸索枕边的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7点30分的数字映入眼帘。不用猜，李沁早已踩着晨光出门，投身于他忙碌的工作之中。上午我先去了商业银行处理了那张支票，发现时间还早，就又易容成张向东，去段老板的店里鉴定了昨天没鉴定完的原石，可惜没找到有价值的原石。下午就在古玩城溜达，但没什么收获。
正当我怀疑今天要空军的时候，突然一名30来岁、衣着朴素的男子拉住了我的胳膊，他眼神闪烁，压低声音道：“大哥，我这有深坑的宝贝，你有没有兴趣？”我下意识地耸了耸鼻子，一股浓烈的土腥味扑面而来，夹杂着些许腐朽的气息。这味道分明是从地下深处带出来的。我心中猛地一动，眼前这人十有八九是民间盗墓团伙的成员，说不定珍藏着价值不菲的好东西。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去看看。男子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带着我拐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巷子里光线昏暗，墙面上布满了斑驳的污渍和胡乱喷涂的广告，脚下的石板坑坑洼洼，积着不少污水。越往里走，气氛越发诡异，我的神经也不由得紧绷起来。巷子深处站着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年男人，他警惕地张望着四周，地上摆放着一个卡通箱，箱子表面沾满了泥土，还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泥土气息。我蹲下身，假装漫不经心地翻弄着卡通箱里沾满泥土的物件，指尖却在触碰到青铜器残片的刹那微微发颤。那是一块西周时期的鼎足，厚重的绿锈层层叠叠，宛如岁月织就的铠甲，却依然无法掩盖其上雕刻的精湛工艺。饕餮纹张牙舞爪，寿木处镶嵌的绿松石历经千年时光的打磨，依旧泛着深邃的幽光，仿佛一双双沉睡的眼睛，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世间的沧桑变幻。然而对于这残缺的青铜器，我内心并未泛起太多波澜。在古玩行当里，残缺的青铜器价值大打折扣，难以卖出高价。不过我还是依照惯例用中指点在上面，西周青铜残片不能修复，价值不大。我轻轻摇了摇头，将这块残片放回箱中。就在这时，我瞥见旁边的布包，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期待。借着巷口微弱的光线，我小心翼翼地掀开附在上面的布，一件南宋官窑瓷器缓缓呈现在眼前。即便中间破了一个大洞，缺了一块，但其独特的形状外貌依然散发着令人屏息的古韵，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美人，虽容颜不再完整，却依旧难掩风华。它是一件瓶状瓷器，整体造型修长典雅，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仿佛是从江南水墨画中走出的仙子。瓶口微微外撇，似绽放的花朵，边缘处因岁月的打磨而略显圆润，仿佛被时光温柔地亲吻过。瓶颈细长，如同天鹅优美的脖颈，在昏暗的灯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泽，仿佛承载着千年的时光，诉说着往昔的辉煌。瓶身丰腴饱满，向下逐渐收敛，至底部又微微外扩，形成稳定的气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瓶身，宛如一位端庄的贵妇，优雅而从容。其釉面更是最令人惊艳之处，釉色宛如一汪幽深的湖水，青中泛灰，灰中透蓝，恰似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深邃而宁静，仿佛能将人的灵魂吸入其中。釉面开片如冰裂，纵横交错，大小不一，细密的纹路相互交织，形成独特的金丝铁线效果。细小的纹路呈金黄色，如金丝般点缀其中，细腻而精致；较粗的纹路则呈黑色，似铁线般刚劲有力，粗犷而豪放。这些开片纹路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烧制过程中因釉面和胎体的膨胀系数不同自然形成，每一道裂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记录着它所经历的风雨沧桑。瓶底隐约可见的官字款，字迹虽因磨损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出其端庄规整，笔画遒劲有力，彰显着宫廷器物的尊贵身份。尽管瓷器破损严重，残缺处的胎体裸露在外，断面处略显粗糙，与完整的釉面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反而更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与历经的磨难。它曾是宫廷中的珍宝，备受世人瞩目，如今却流落民间，饱经风霜，令人不禁感叹命运无常。在这里根本没时间仔细辨认真假，所以我二话不说，中指点了上去。鉴定信息浮现脑海：南宋官窑冰裂棺，字款残尊，缺损严重，不能修复，但仍然价值不菲。卧槽，真是南宋官窑瓷器！我目瞪口呆，震撼至极。南宋官窑瓷堪称中国瓷器史上的璀璨明珠，它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民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民窑的薄胎厚釉，釉面银漆，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完美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而卓越的贡献。然而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少之又少，每一件南宋官窑瓷器都显得弥足珍贵。2015年，一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咸纹盘口瓶在香港苏富比丘拍中以139亿港元成交。该器物釉色纯净，开片自然，虽无官字款，但凭借南宋官窑的稀缺性与工艺水准，成为天价藏品。而眼前这件带有官字款的南宋官窑瓷器，意味着其为宫廷御制，从选料、制坯到烧造，
都凝聚了当时最顶尖的工艺，加之冰裂纹开片均匀，层次丰富，如金丝铁线般精美，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极高。此类完整器物不仅是古玩收藏界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化传承的瑰宝，稀缺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其在市场上无可替代的地位，故而价值极其巨大。若是完好无损，这一件的价值当然会更高，甚至可能超越那件拍出天价的八方弦纹盘口瓶。可惜它如今破了个大洞，即便如此，它仍是研究南宋官窑烧制工艺、审美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对收藏家和博物馆而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稀缺性，在古玩市场中也有可观价值。它的碎片呢？我激动地问，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急切。上次我卖掉的南宋龙泉粉青釉质锤瓶就不是官窑，但也卖了4800万。如今面对这件更为珍贵的南宋官窑冰裂冠自款残尊，我当然想要得到碎片，将它修复如初，让这件瑰宝重现昔日的光彩。碎片还在墓中呢，有什么用吗？中年男人小声道，眼神中满是疑惑。哇塞，碎片还在！我心中狂喜，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仿佛要挣脱束缚跳出来。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用平稳的语气问道：这瓶子多少钱？两个盗墓贼对视一眼，中年男人搓了搓手，浑浊的眼珠滴溜溜乱转，脸上露出贪婪的神色。大哥是行家，给个整数，300万。一个破瓶子，你也敢喊300万？我的脸瞬间黑了下来，没好气道：10万。这个是南宋官窑，即使破碎了也值钱的，100万。中年男人急忙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和不甘。我们开始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这场博弈中，每一个数字的争夺都充满了火药味。最终，我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态度，把价格压到了30万。付款之前，我压低声音道：若你找来碎片，我花50万收购。两个家伙的眼睛瞬间亮起了璀璨光芒，仿佛看到了金山银山，连连拍着胸脯保证：3天后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把碎片送这里来。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好，我满心欢喜，正要从包里取出现金，买下这瓶子。就在这时，巷口响起刺耳的警笛声，红蓝灯光穿透暮色，在潮湿的墙壁上投下交错的光影，仿佛死神的镰刀在挥舞。警察，快跑！两个盗墓贼脸色骤变，如同惊弓之鸟，抱起箱子就往巷子另一头逃窜。我刚转身，却见7、8个警察举着盾牌，将出口堵得严严实实。赵一彤赫然在列，他一身黑色警服，英姿飒爽，腰间的配枪在灯光下泛着冷光，眼神如鹰隼般锐利地锁定在我身上，仿佛能看穿我的内心。所有人不许动！赵一彤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小巷中回荡，如同一声惊雷，震得人心头一颤。现场顿时陷入混乱，两个盗墓贼突然从怀中掏出匕首，疯狂挥舞着，试图突围，刀刃在灯光下闪烁着寒光。我趁着混乱，佯装被撞倒在地，手掌悄然抚过那件南宋官窑瓷器和青铜器碎片，刹那间，瓷器和碎片就被我稳稳收入财界之中。在我看来，这样的宝物不管落在谁的手里，都是天大的浪费，只有落在我的手里，才能让他们修复如初，重现昔日的辉煌。混乱很快就被平息，我和两个盗墓贼都被抓了起来，冰冷的手铐戴上手腕，金属的凉意顺着皮肤蔓延，惊起一身鸡皮疙瘩，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未知命运。警车里，赵一彤坐在我对面，审讯灯的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营造出一种压抑而紧张的氛围。他慢条斯理地翻看着记录本，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声都像是在我的心头敲打。说说吧，和盗墓团伙什么关系？他的声音平静而冷漠，仿佛一把锋利的刀，直插我的内心。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路过看热闹，谁知道他们是盗墓的？哦，他突然亲身靠近，身上淡淡的薄荷香混着皮革味扑面而来。你是想买他们的赃物吧？赃物？哪里有赃物？我满脸懵逼，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瓷器呢？青铜器残片呢？两个盗墓贼也同样一脸懵逼，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些东西怎么突然就不见了？难道是某个警察偷偷藏起来了？他们心中暗自揣测，对可能存在的黑幕感到愤怒和无奈。不过，东西不见了，也就没有了证据。或许，今天可以逃过一劫。身份证，赵一彤黑着脸，冷冷地问。两个盗墓贼都乖乖地拿出了身份证来，但却拒不承认自己是盗墓贼。带他们两个回局里审问。赵一彤冷冷地下令。很快，两个盗墓贼就被带走了。警车里仅仅剩下了我和赵一彤。我们面面相觑，他冷冷地看着我。你耳朵聋了对吗？让你拿身份证，难道你想和我回警局？我没带身份证啊！我装出一副惶恐的样子。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顺便登记你的身份证。赵一彤关掉了录音，然后冷冷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和怀疑。
仿佛在审视着我这个嫌疑人。没这个必要吧？其实我是张扬的堂兄张向东。我眼眸一转，想出了这个借口，希望能借此打消他的怀疑。身份证我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也不想告诉他自己是张扬，不想这个易容的身份用2次就泄露了。你是张扬的堂兄？赵一彤满脸的惊讶，语气也终于缓和了下来。是的，最近他捡漏赌石赚了很多。我连忙把自己捡漏赌石的辉煌成就说出来，甚至还说到了道门秘典，试图用这些信息来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你的职业是？赵一彤好奇地问。我也是鉴宝捡漏为生，我笑道，努力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自然。看来你们家的人都有捡漏的天赋。赵一彤说完，打开了我的手铐，又让我下了车。我还是没有走，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道，刚才那2个家伙真是盗墓贼吗？你少打听这些东西，对你没有好处，今后别往这些小巷子里面钻。赵一彤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警告，仿佛在提醒我不要涉足危险的领域。然后他驾车离开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中有些郁闷。那2个盗墓贼也不知道会不会安然无恙。警察不是傻子，定然能问出很多秘密，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判刑。即使他们被释放了，估计3天后也不会来了，因为他们认定我没得到瓷瓶，想当然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会高价收购瓷瓶的碎片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失落和遗憾。价值过亿的宝物啊，难道就真要彻底的废掉，再也不能恢复昔日荣光？暮色如泼洒的金漆将机场周遭的建筑染成深浅不一的琥珀色。我立在机场对面茶餐厅的雕花铁门外，金属栏杆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暖光。约莫过了5分钟，一抹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视线尽头。袁雪羽身着剪裁得体的空姐制服，藏蓝色的衲料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颈间的丝巾宛如展翅欲飞的蝴蝶，优雅地系在锁骨下方。阳光倾洒在她身上，将她的轮廓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整个人美得像是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那身姿仪态，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令人着迷的魅力。她远远望见我，眉眼弯弯，唇角扬起的弧度恰似春日里初绽的樱花，灿烂又迷人。那抹笑容瞬间点燃了我心中的热情和喜欢。我迫不及待地抬脚迎上去，脚步轻快得像是要飞起来。今天我特意没开车，就是盼着能和她手牵手漫步街头，享受这难得的2人时光，甚至幻想能轻轻搂住她纤细的腰肢，在旁人艳羡的目光里感受那份专属于恋人的甜蜜与幸福。然而还没等我走到她跟前，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骤然响起。一辆红色的法拉利812如同赤色闪电，风驰电掣般驶来，在袁雪羽面前猛地刹住，轮胎与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声响，扬起阵阵烟尘。车门缓缓打开，一位身着白色紧身短裙的女子优雅下车，她波浪般的长发随风轻扬，烈焰红唇衬得肌肤赛雪，凹凸有致的身材在紧身裙的包裹下尽显无疑，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成熟妩媚的气息，宛如一朵娇艳欲滴的红玫瑰，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令人瞩目的风情。姐，你怎么来了？袁雪羽眼中闪过惊喜，快步上前与那女子紧紧相拥，2人亲昵的姿态显然关系匪浅。我想你了，所以就来见你了。女子笑语盈盈，声音娇柔动听，那语气里饱含着亲昵与思念。我将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若是哪个男人跑来向袁雪羽表白，我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可眼前这位漂亮姐姐，看他们亲昵的样子，大概算是袁雪羽的亲人。正犹豫间，只听那女子又道：上车，你姐夫让我来接你，今晚吃大餐。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袁雪羽迟疑片刻，朝着我招手。我心里咯噔一下，满脑子都是问号。当着她姐姐的面喊我男朋友，这唱的是哪出？可身体却比脑子反应更快，脚步不由自主地朝他们走去。袁雪羽满脸娇羞，小鸟依人般搂住我的手臂，介绍道：姐，这是我男朋友张扬。张扬，这是我姐袁珊珊，以前也是空姐，但现在不做空姐了，现在做副太太。我礼貌地伸出手，笑着打招呼：你好，认识你很高兴。目光却忍不住在袁珊珊身上打量。她有着袁雪羽那般精致的五官，身材也格外的火辣，浑身散发的富贵气息更是让人无法忽视。深 V 领口下，蓝宝石坠子在沟壑间若隐若现，幽幽蓝光衬得肌肤愈发白皙，那宝石仿佛蕴含着神秘的力量。手腕上的翡翠镯子质地通透，浓郁的正阳绿一看就价值巨大，在阳光下流转着温润的光泽。另一边戴着的百达翡丽手表，表盘在阳光下闪烁着低调的奢华，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不凡的身份。袁雪羽，你竟然谈男朋友了？袁珊珊瞪大双眼，满脸震惊与难以置信。你才20岁就谈男朋友，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她不仅没握我的手，还后退一步，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挑剔，仿佛要将我看穿。我当然明白她为何是这副态度，我身上这套几十块的地摊货太过显眼，虽说穿便宜衣服去古玩市场砍价方便，可在这位富太太眼里，我大概
就是个靠脸吃饭的穷小子。他的目光如同一把利刃，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凑近袁学宇，在他耳边轻声问：为什么要骗你姐？袁学宇脸颊泛红，小声解释：他老是喜欢给我介绍各种各样的富豪，我这么年轻，不想太早恋爱呢。何况姐夫我很不喜欢，他老是想打我的主意。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和抗拒，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